跨世代虚拟网游开天火爆全球，其游戏币兑换金钱，质量高，引得无数玩家进入。身为重生者的陈长华还知道这游戏中的种种能带入到现实之中，于是他在开服当天进入游戏，为自己的未来忙来忙去。但是效果不理想，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 ，SSS 加级天赋出现。会长天赋属性实力为全部成员总和，这个天赋实在离谱。只要自己的成员足够努力，那么他就算是站着不动也可以得到恐怖的提升。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利用公会力强化道具装备。 S 级新手装备入会奖励，谁都不可以换下来，给我穿。稀有的素材随便用，别爱惜。会长，您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我一定好好提升自己。会长，您留点资源给自己吧。成员们一边感谢，一边带着那愧疚心练级。但是等工会强到离谱，强者难寻对手时，大家惊奇地发现，这个出手阔绰的会长强的没道理啊！第一章，强大的天赋，离谱的技能，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陈长华看着各家工会挤满了人，又看看自己创建的工会，加上他只有2人，对着空气喊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是虚拟沉浸式游戏开天公测的第3天了。身为重生者的他，提前知道这个游戏里的东西会逐渐融入到现实之中，便借钱买了全套的游戏设备，公测的时候第一时间上线。在觉醒天赋的时候，谁知和前世一样，觉醒了一个无用的垃圾天赋。强化天赋，通过某种手段可以将物品道具进行强化。这玩意前世他就整明白了，啥用也没有，手段根本没说是什么。再加上前世加入游戏太晚了，等到现实与游戏融合度太高之后，不出意外，他出意外了。但是上天给了这次重生的机会，他想着随便来一个天赋，再加上自己的知识，应该也能是自保了。谁知这给的还是前世天赋那个废物。没办法，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便是建立工会。在游戏融入现实之后，会长是有一定的权力干涉成员的，别的不说，让成员保护自己还是能做到的。于是他建立了工会枫树，并努力包装运营。结果3天只来了1个人，还是个经常不上线的家伙。他看着别人家的工会，好是羡慕。魅魔村有56人，幸福一家有34人，天蓝蓝46人，大鸟转转21人，随便一刷新，哪个都比他的工会要好。于是他查找问题所在，总结了3条工会火爆的规律。1. 休闲工会以聊天为主，其会长以及初始成员要颜值高，而且还得会聊天，让玩家感受到玩游戏的快乐。这一条里面，他顶多就占个颜值了。2. 大佬工会，传统网游大佬组建的工会有一定人数基础优势，其还要对网游理解较深。这一点，陈长华前世知识可以用上，但是相关知识还在整理，尝试用这知识邀请了10几个人，只有1个进入工会。3. 大主播或者富豪建立的工会，这个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待遇好，只要跟着混就能吃汤喝肉。这第3条他是一点也没有啊！唉，今天的陈长华的手一直在按钮上徘徊，那个按钮叫解散工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在耳边响起，正在为天选之人分配天赋。天赋已分配，原有天赋已升级，洞察力获得提升。陈长华皱了皱眉头，这声音很像游戏系统的声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潜意识里的他觉得这不是游戏系统说的。不管如何，这个声音既然说分配了天赋，那就调出来面板看一下吧。角色名枫叶，等级3，生命145加127，魔力137加142，力量17加14，敏捷16加12，防御12加16，魔法抗性14加17。看到这里，陈长华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自己面板之后多了小括号，但是这个游戏内穿装备并不会有小括号的增加。不过再往下看，他看到了解释。注意，括号前为角色属性，括号内为天赋加成，两者相加为真实数值。天赋？什么天赋能给自己直接加出来这么多数值？他倒要看看。会长，天赋，当持有者身份为工会会长的时候，成员的全部数值将强制叠加到持有者身上，即为您的面板数值等于全部工会成员面板数值相加。陈长华瞪大了眼睛，这个天赋也太离谱了。原来括号内的是之前在工会里面那个成员的面板，怪不得每项都增加了数值。他强忍着激动的心情朝着下面看去，因为那个声音还说了原有天赋已升级。只见原本强化的那个天赋的确是变得不太一样了。强化 SSS 级天赋，绑定工会仓库之后获得强化技能，强化幅度等于工会仓库同种类型之和，有上限。解释举例，您仓库有10瓶回复药水加50点生命值，使用强化后可以使其中1瓶回复药水获得提升，单瓶
加200点生命。注意，强化不会消耗物品，但是无法重复强化，且强化幅度根据物品强度决定，强化后的物品无法被强化天赋利用。看到这里，陈长华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承认之前是小看自己这个强化天赋了。只要是仓库里面的东西够多，那么他什么物品都可以强化。这两个天赋理解起来其实都是一个样的，都是把人或者是物品给全部属性加起来，只是对于他自己来说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对于物品来说是有上限的而已。等等，我记得还有一个。仔细回忆一下，那声音好像还说了洞察力获得提升。于是他继续检查自己的面板后，发现了一个技能洞察，使用后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基础面板，并且还可以看到天赋等信息，今日剩余次数100。好家伙，这洞察一技能要是单独拿出去的话可能还没什么，但要是结合着前2个天赋，那简直就是一个神技能啊。能看到别人面板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实力属性，只要见到实力强大或者是有潜力的，直接拉入工会，那就可以转化为自己的力量。至于该如何拉，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思路，那便是依靠物品。因为有强化的那个天赋存在，他可以弄到意想不到的武器装备道具等。这不，陈长华想到工会仓库里面有着几十个飞镖，那些飞镖单个没有啥属性，但是全都加起来将会是在前期达到很恐怖的效果。他当即拿出了一把新手长剑。新手长剑地级，装备等级需求1，力量+2，敏捷+1，战斗力10。因为飞镖同为武器，所以可以利用进行强化。新手长剑 S 级，祝福，装备需求等级1，力量+9，敏捷+5，血量+14，幸运+10。被动技能锋利，战斗力69。看到升级后的长剑，陈长华忍不住爆了粗口。哇操！第2章工会的未来 S 级潜力，这提升已经是很离谱的存在了。要知道，新手长剑这个玩意根本没有人会想着把它给练上去，其原因就是以这把新手长剑为基础，再怎么提升也就是那样。还有就是造价很高。陈长华能知道这些，那是因为前世的记忆，大家吃饱了没事干，还真有人把新手长剑给强化了。也正因为有着前世的记忆，他很清楚一点，这把剑已经被强化到最厉害的程度了。但是这种程度在几级之后，也只能说是还算可以的属性。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公测的第3天，这把被强化后的新手长剑绝对是上好的那批武器。能做到这样，陈长华什么也没有消耗，飞镖还有，而且强化还能利用飞镖再进行无数次。真的小看你了。前世被他骂惨的天赋，在这个时候被看成了宝贝神技，更别说还有那个会长的天赋，他现在的实力翻了近1倍。这要是在一开始想办法邀请一群人，那岂不是直接乱杀？但是陈长华仔细想了想，并不是那么回事。邀请太多的话，这些里面肯定是会有不思进取的，或者潜力太低的。最重要的是，现在开服没几天，为了游戏体验，工会不允许踢人。这个限制是暂时的，但是因为他当时加入游戏晚，不知道持续几天，后来也没去查。现在他的工会最高收10人，想要收来更多人，那得靠工会的活跃等指标。工会成员的实力数值等，也是考察一个工会能否快速扩大的能力。像之前列举的几个工会，休闲、大佬、有钱或主播，他们知道无法踢人，但是后来才发现工会的成长靠成员，因此1和3在开服之后没多久都成了死工会。休闲的是因为成员都太闲鱼了，整天不干事情就交友聊天。有钱和主播的工会是因为前期太多人一进去，拉低了整体素质，扩大提升极其缓慢。只有大佬和后来知道规则的工会熬过了无法踢人的艰难期，在这之后都成了中上的工会。陈长华现在就知道这个消息，一开始他就奔着找厉害的人加入。可是谁强谁弱，前期不容易看出啊。重生前的那些大佬他倒是有印象，但是服务器这么多，根本找不到。因此后来他就广撒网了，抓到一个算一个。后来嘛，来了一个摆烂成员，一点都不活跃。他现在庆幸是自己只找来一个成员，这样的话还能有9个位置，多找几个有潜力的，可以让自己的工会有光明的未来。以前的他无法分辨一个人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很强大的技能，那便是洞察。有了这个，就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来到自己的工会里面。这样的话，只要保证成员的活跃，工会和陈长华都有光明的未来啊。趁着开服许多人还没加工会，多找几个潜力大的玩家。他的洞察技能今天可以使用100次，这100次他不贪，只要能找到2名好潜力的玩家，就算是成功。让我看看，角色名你太美，等级3，生命121，魔力156，力量12，敏捷16，防御14，
魔法抗性15，很会投 C 级天赋，使用投掷型武器时 10% 的概率使伤害翻2倍。隐藏天赋 100% 空手接球。潜力评估 C 加。好家伙，没来开门红，来了个开门黑。这瓜娃子有什么用啊？ C 级天赋就算了，自己不知道的隐藏天赋也这么离谱。陈长华立刻转头看向了一名女玩家，角色名雪女，等级4，生命180，魔力145，力量14，敏捷21，防御16，魔法抗性20。万人迷 A 级天赋，持有者有着莫名的魅力，对异性有着奇效。隐藏天赋补魔，可通过特殊方式提升自身实力，每日目前上限30次。潜力评估 A 加。这第二个看的那个白发女玩家给了还不错的潜力评估，但是这两个天赋一结合，陈长华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连忙走开了，生怕再看一眼就会爆炸。一段时间后，洞察使用后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基础面板，并且还可以看到天赋等信息。今日剩余次数54。别吧，我一个成员还没收呢。在开始使用技能之后，他看了40多人，这些人里面还是有说得过去的，但是那些人都有了自己的工会，而几个 A 级评价里面他都没看上。这事情也怨他，使用技能后第二个玩家的潜力评估就是 A 加，让他以为这种会很好找，但是这40多个了，就找到了几个 A， 一个 A 加都没有。本以为是开始，没想到是巅峰。我不挑剔了，再有一个 A 的我就收。再这样下去的话，可能连2个成员都收不了，这可不太行。角色名我想要钱。潜力评价 B。角色名暗夜汽车。潜力评价 C。陈长华那叫一个急啊，再这样下去，他的要求可能就要降级到 B 了。要不然这100次机会一个玩家也没拉到，那也太离谱了点。B 级装备只剩3件，自酿药物1块狼皮换10瓶，收获铁矿。不知道什么时候，陈长华来到了玩家交易市场，他继续使用着技能，希望能发现有潜力的玩家。角色名我和南墙比硬度。等级3，生命187，魔力145，力量25，敏捷17，防御24，魔法抗性20。硬如铁 A 级天赋，防御提升 20%， 韧性提升 50%， 生命值提升 30%。隐藏天赋，受到攻击后将受到伤害的 3% 转化为防御值，冷却时间3秒，无受击后1分钟清零层数。潜力评估 S。 就你了。第3章入会送 S 武器。我记之前的雪女都无法达到 S 级的评价，这个家伙却能证明这人很有潜力。他的天赋简单粗暴却很管用，再配合上那隐藏的天赋，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这家伙在10级时绝对会选择一个前排职业。就要你了。人事看到了，短发男现在还没有加入工会，但是该怎么把他拉进来呢？陈长华想着想着就要上前面去搭话，可他突然发现这个人在一个摊位面前看着什么，似乎想买东西。见到这里，陈长华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先看看情况。这长剑给我看看属性。张武南朝着面前的卖家说着，他的游戏名叫做我比南墙比硬度。起这么奇怪的游戏名字，那是因为在穿戴游戏设备的时候自己撞上了墙，他一气之下就整了这样一个名字。行，您尽管看。绿铁长剑 C 级，装备需求等级2，力量加4，敏捷加2，血量加4，防御加1，被动技能无，战斗力29。他是来买武器的，之前的新手装备用不顺手，而自己打怪的时候一件装备都没能打出来，没办法，他只能是攒钱买防具和装备。但是连续逛了好几个摊位之后，只买到了一些普通的装备，好点的也能见到，但是他没敢买，因为花钱花的太多了。他很清楚自己的天赋适合玩坦克之类的职业，而着重提升防御的话，自己的其他属性在前期就不太行。如果找到了一起练级刷怪的任务还好，要是一直单玩的话，他没个几天估计就得落别人一大截。就这样的属性，你要价这么贵？ C 级的武器对于张武南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可眼前这个的价格明显是超过了预期。这可是 C 级偏上的武器属性了，现在卖的是最好的。你看大街上多少玩家腰间挂着这把武器啊？张武南皱了皱眉，这点他没有仔细看过，只知道有很多玩家都是选择长剑作为武器。你拿近点我看看。就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又有一道声音响起，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玩传统武器？正是陈长华，那手里拿着的是之前提升过的新手长剑。好剑！张武南被这把长剑吸引了目光，那长剑光泽偏亮，
刀口锋利，线条无比流畅，宽窄很适合挥舞。切，你说这话的时候也不看看手里的剑，那才叫传统武器呢。然而卖家只是看了一眼，就头一歪，双手抱胸，一副看不起那把剑的模样。见此，张武南又仔细看了一眼，这把武器是新手长剑啊，怪不得卖家看不起，原来是开服赠送的武器。那样的话，长得再怎么好看，也就是个地级。但是能说出这话，却拿着一个新手长剑，这人总该会有点东西的吧？好奇心驱使他问：“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有好东西了。”陈长华笑了笑，只见他将手中的长剑亮出了属性：新手长剑 S 级，祝福，装备需求等级1，力量加9，敏捷加5，血量加14，幸运加10，被动技能锋利，战斗力69。卖家原本还一脸不屑的表情，但是当他余光瞄到一个 S 之后，立刻是瞪大了眼睛。卧槽！张武南也是满脸震惊，这新手长剑竟然是个 S 级的。不是说开服注册礼包的武器装备都是 D 级的吗？而且祝福又是一个什么东西，怎么还会加幸运的？面板里面有这个属性。氪金大佬，那卖家看完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这把新手长剑肯定是强化后的了。而强化需要的材料，在前期凭借着一个人是没办法凑齐的，只能是买。买就要花钱，游戏币不够那就氪金。这把 S 级的新手长剑绝对是氪金的产物了。但是为什么要将新手长剑给氪金到 S 级的地步？等等，新手长剑竟然能强化到 S 级？一系列的事情把卖家给整懵了，懵得彻彻底底的。而张武南没有想这么多，他看着这把长剑有点眼馋。自己副手有个 C 级盾牌，现在就是缺一把剑能和盾牌一起使用的剑，这把剑就非常合适。想要吗？陈长华拿着剑在他眼前晃了晃，虽然这个人没有说话，但是那跟着转动的眼球已经是说明了事情。加入我们工会，这是入会奖励。陈长华的这句话对于张武南来说无疑是一个炸弹爆炸在心头。工会，那就代表有玩家可以一起玩。入会奖励白给这么丰富的一把剑，香，太香了啊！这谁能拒绝的了？氪金大佬，我加工会，让我进来吧。但是南墙还没回应，这个卖家就过来抱大腿了。陈长华皱了皱眉，顺手用技能看了一下这个家伙的面板。角色名：棉花糖，我只吃黑人牙膏。等级4，生命131，魔力145，力量15，敏捷17，防御14，魔法抗性15，一心多用，必加级天赋，不管干什么都可获取经验值。隐藏天赋：开宝箱有 30% 的概率获得经验。潜力评估 B。好家伙，一看就知道浪费了一次使用。抱歉，不需要你。陈长华推开这个卖家之后，看着张武南：加入工会送剑的话，我进。听到这句答复，陈长华满意的点了点头，但是没有着急着先去把他拉进来。在那之前，先跟我去一个地方，他必须得确认一下这个人能不能做到经常上线练级。不行的话，那很可惜，只能是放弃这个人了。去哪？你跟上来就知道了。张武南看着他的背影，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上了。那把新手长剑真的很让他着迷，有了那把剑，就算是他不去依靠别人，在这几天跟着大家的脚步，当然有了剑还能和别人一起练级，那是更好的了，提前适应队伍定位。第4章抱大腿太爽了。陈长华带着他来到了一个人少的地方，便开始了自己的提问：你一周能达到上线5天吗？上线时间都在3小时以上吗？他很简单直接问出了自己的问题。上线时间是判断一名玩家能不能跟上进度的最首要的评判标准。让我想想。张武南捏着下巴，一周上线5天，还要这几天内要在线时间达到3小时以上，这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是很难的。但是张武南没有工作啊，有大把时间可以放到游戏上面。更何况听人说过，这个游戏也能赚钱，因为游戏里面的货币是可以和现实中互相兑换的。这不只是氪金了，还是反向氪金赚钱的好游戏啊！别说让他一周上线5天了，上线6天那都是轻松的事情。想到这里，张武南眼神坚定看着陈长华说：这些我能够做到。很好。陈长华点了点头，又拿出来一件头盔放到地上，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新手皮甲，头部 S 级，属性一闪而过，但是就凭借着那个 S 就能知道这个头盔不一般。这次张武南好好想了一下 S 级的新手装备的来历，只能是找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氪金买的各种东西硬生生强化出来的。但是这就是一件新手装备啊，随便整个别的头部强化一下都比这玩意要强吧。回答不错，送给你了。让张武南更震惊的还是这句话，送给你了，多么漫不经心，
就像是那个头盔不是什么 S 级的，而是 D 级的装备一样。好家伙，人家这是不差这点吧？说不定这种装备是公测刚开服的时候强化完的，现在已经是不需要了。死！想到这里，张武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好像是见到了氪金佬啊。再问一个问题，你玩这个游戏是为了练级打怪变强，还是为了休闲娱乐交友？肯定是变强。张武南想都没想就直接是回答了。而见到这种情况的陈长华满意地点点头，又拿出了2件装备扔出来。新手装备腿部 S 级，新手装备上身 S 级，全都是 S 级。张武南看看陈长华，又看了看这装备，只听是随意说了句：回答得很好，这也送你了。好家伙，这绝对就是氪金大佬，没跑了。然后这些是给你的入会奖励。只见陈长华又拿出了几件装备来，都是新手装备，而且无一例外都是 S 级，并且还有许多大瓶装恢复药。谢谢谢谢。张武南连声道谢。之前他还看不起那些依靠别人东西的家伙们，现在自己的这个情况，只能说是有大腿抱也太香了吧。陈长华则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好像拿出这些来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事实还真没什么影响，因为都是 D 级的新手装备。之前有买过包括身上的2套 C 级的装备，这些装备在工会仓库里面充当了飞镖的作用。2套 C 级全都算装备的一个大类，也就是说不管是头还是脚，全都享有2套装备带来的强化叠加，这才能是直接拉到了 S 级的新手装备。但是反过来就有点难了，那2套 C 级要是将其中1套给强化了，必定有几件到不了 S 级，这样就没有办法给眼前这个人造成很强的冲击力，所以他选择了面板低的新手装备为强化的物品，接受一下就能拿走准备了。陈长华给眼前这个人发出了邀请之后，还看到自己的消息栏里面有个对话，这是一名玩家和他建立的私聊，对方的名字叫沐风树。游戏名嘛，什么怪东西都有，但是这个人很看重自己的名字。也正因如此，想要是获得陈长华的这个工会，因为他的工会叫做枫树，沐风树想要枫树便提出了转让，这工会不能踢人，却能够转让，只是转让要花很多钱。但是人家这个沐风树一点也不在乎，只要能得到这个工会就行。这是陈长华辛苦建立起来的工会，自然是不能给对方了。谁知这个人从第1天开始就一直有发消息，到现在第3天了，还没有消停。历史记录：上午7点54分，沐风树，可别糟蹋工会了，3天就加入了一个人，发传单的都没你这般寒碜。沐风树，转交给爷，立马就让工会满人，你还能混个副会长的位置，多好。历史记录：上午9点26分，沐风树，赶紧的，早转交早省事。历史记录：上午10点01分，沐风树 TM 的，好声好气给你说，一句话都不回。沐风树，我知道你在线，可别让我逮到你。可以看到这个家伙的耐心被消耗完了。见此，陈长华挠了挠头，昨天嫌这个家伙太烦人了，就屏蔽了消息通知。没想到这家伙还在想着枫树这个工会。我和南墙比硬度，加入了工会。现在的陈长华有了那些天赋后，不怕这个工会起不来，于是他直接就给这个人屏蔽掉了。紧接着看向张武南，他已经是穿上了新手装备，这些装备看上去很鲜亮，第一眼都认不出来是新手装备。会长，我进来了。他简单回应了一下，然后迫不及待打开了自己的面板。角色名：枫叶，等级3，生命145加390，魔力137加356，力量17加81，敏捷16加75，防御12加92，魔法抗性14加87，幸运0加29。好家伙，这下离谱了，仅仅是3个人就达到了这种地步。他敢说现在游戏里面板能比他好看的也就是 BOSS 了。会长，你可以叫我南墙。陈长华敷衍说着，因为他在想事情，估算自己的实力。现实 BOSS 已出现。会长，有现实 BOSS。第5章，离谱的伤害。现实 BOSS。陈长华突然之间想起来了一件事，那便是这现实的 BOSS 不定时的随机刷新在各个服务器，杀掉他自然是会有好东西到手。要是放在半个小时前，他肯定是拿一把弓过去摸摸鱼，拿一个参与宝箱。但是现在这种情况，看着自己逆天的面板数据，他肯定是不会像之前那样默默的没有存在感了。走，强大的天赋加成，还有自己的那些前世知识，这个现实 BOSS 的最好奖励，他拿定了。好，南墙见他这种反应，也跟着激动起来。新拿了一身 S 级的装备，他迫不及待要去试试啊！现实 BOSS 刷新在这个服务器新手村的野外，原本练级的玩家们可就乐坏了，因为这 BOSS 就在附近，可以第一时间下手，多摊点伤害。
一身 B 级装备，扎着马尾辫的韩雪梅也是如此。她刚升到4级，正想着找东西来试试自己的实力呢，没想到这直接是送上了门。她手持一把长弓，在10级能选择职业的时候，是想着要选择成为弓箭手那一类的职业。于是她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自己的属性一直都是着重于敏捷和力量。敏捷和力量到一定程度之后，是会加快拉弓速度的。本服的现实挑战 BOSS 是荒漠狼，等级5。韩雪梅现在还没有找工会，甚至说一个好友都没有，她直接是将许多不必要的外界信息给屏蔽了，这样才能够是专心练级。拿着长弓到现在达到了4级，就是因为此。是头狼啊！韩雪梅还没说完，就皱了皱眉，感觉到有些不对劲，连忙是看向提示，处于现实 BOSS 影响范围内，已显示全部玩家。这是强制把他的设置给关掉了，这样一来能见到许多人，很不好，非常不好，会影响射击。这些不认识的玩家们跳来跳去，对他来说是个大麻烦，拉弓射箭都被影响了。自己刚刚打出来的 B 级弓，还有4级后的提升，这些他连试试的兴趣都没有了。起手就是蓄力一击，瞄着头，希望是没有人挡下。已进入现实 BOSS 区域，陈长华跑得飞快，到达 BOSS 区域后10几秒，南墙才姗姗来迟。会长的敏捷到底是多高啊？他拿到 S 级装备之后，自以为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敏捷也是加了不少。可是陈长华跑起来很快就把他给甩下了，那速度7级的野兔看了都得羞愧的把自己的兔子腿给切了。快的没道理啊，就算是穿戴了其他强化到 S 级的装备，也不至于是这么离谱吧？可能专门加的敏捷。您的组队成员造成了114点伤害，您的组队成员触发幸运暴击效果，造成了235点伤害。啥？正思考着，提示的信息把南墙给整懵了。3位数的伤害啊！这个会长强的离谱，难道这就是氪金的厉害之处吗？检测到您未在 BOSS 战中造成伤害，系统将在50秒之后将您踢出队伍。会长，我来了。韩雪梅已经是在这边攻击了好一会了，那箭矢的爆头率能达到惊人的 90%。您触发了头部暴击效果，伤害为79。您触发了头部暴击效果，伤害为86。这 BOSS 的头大是一个原因，他自身过硬的技术也是一个原因。因此在这 BOSS 战中拿到了输出第1的位置，前2分钟是。您已被超。韩雪梅看了一眼输出榜单，好家伙，有个叫枫叶的坐上了第1的位置。不仅如此，那输出上涨的速度很快，快到什么程度？韩雪梅发现自己哪怕是100%触发暴击，那也是达不到这个伤害的。什么情况？她虽然在游戏内屏蔽了其他事情，但是在现实之后，开服后她每天都要看1个小时的论坛。现在玩家的普遍水平，她摸得清清楚楚。B 级装备就是比较不错的装备了，凑到全身就能在玩家中算中等偏上的水平。A 级的还不多，但是能有 A 级的全身装备，就算是这个人实力很菜，也是能混到中等偏上的水平。至于 S 级的装备，除了少有的欧皇以外，其他玩家连见都没有见过。当然，都是没强化的情况下。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他现在的水平最少是中等偏上了，暴击能超过3位数都难。而第1的那个家伙，每次的增长都在3位数。韩雪梅难以理解啊，这个人难道觉醒了什么很强的天赋？您已被超，又被超了。韩雪梅头冒问号，现在一个叫做我和南墙比印度的玩家做到了第2的位置，自己的雪梅直接沦为了第3名。他使劲摇了摇头，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便加快了拉弓，集中精神攻击 BOSS。 相比较韩雪梅对待 BOSS 的认真态度，陈长华那简直就像是逛大街一样漫不经心。手中拿着的原本是一把 C 级长剑，现在直接被提升到了 S 级，身上的防具倒还都只是 C 级的程度，但就算是这样，他每挥出的一剑都是其他玩家望尘莫及的程度。我操，挂挂挂，这人开挂，这伤害是我的10倍。听到周围玩家的那种惊讶的声音，陈长华只不过是笑一笑，并用洞察的技能观察周围的几名玩家。然而结果令人失望，最高的只有 A 的程度，天赋搭配还不太行。懂个鸡，玩得好的就是挂。南墙见到这么多人说陈长华，那是很快就进行了反驳。没办法，那 S 级的新手装备用着实在是太爽了，他1分钱都没花就体验到了氪金的乐趣。而这还只是自己家会长的入会礼包，以后能给什么那都不敢想啊。虽然说氪金只在前期能拉开大的区别，但是这个游戏的钱可以反向转换回现实啊。也就是说，以后会长要是还给氪金装备了，他完全可以卖出去，回到现实大吃特吃一顿，跟着会长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会长，别理他们。第6张 S 加级潜力是我的了。会长，别理他们。听到这句话，陈长华才突然想起来自己的工会成员已经来了。一看排行榜，不错，达到了第2名，
在他之下。继续看下去，有个叫雪梅的第3名一直在追赶着，虽然差距越来越大，但是能证明这个人有点东西的。好好打。陈长华见有人说自己开挂，并没有太过惊讶，因为自己的伤害高得很。不仅如此，他还知道这个 BOSS 该怎么打，前世的知识在这里被熟练运用着。看上去他是随便乱砍，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其实他的每一下都有讲究，破招式，限制行动，甚至凭借着一把剑就能把这头狼打出硬直来。南墙看着一连串的消息提醒，人都傻了。这个会长不仅是好东西多，竟然连游戏技术都能钻研到这种程度。见此，他下定决心要在这个公会继续活动下去。这有这会长，还愁以后没钱来吗？想到这里，他更卖力表现自己了。有着 S 级的装备加成，南墙稳稳坐着第2的位置。BOSS 陷入半血狂暴状态。看到这个提示，陈长华稍微移了移身位，南墙注意到了这个小细节，也跟着移动到那边。紧接着，黄沙遍布，而这荒漠狼 BOSS 开始了自己的攻击。只见利爪伸向前，如果是防御低的、血少的，这一下直接就能被抓死。啊！太快了，还没有征兆，弄这么多黄沙，谁能看得见啊？玩家们痛苦哀嚎着，而陈长华却像是提前知道攻击似的，轻松悠闲躲避开这一堆伤害。南墙因为跟着他移动，竟然也是一下也没有被击中。您的伤害贡献已达到 40%， 获得短暂祝福。您的移动速度增加了 10%。看到这里，陈长华笑了笑，继续躲避着攻击。但是在某一时刻，他突然停了下来。正当南墙疑惑着到底要干什么的时候，陈长华出手了。那长剑直冲着荒漠狼 BOSS 的尾巴，只见刀光一闪，那条狼尾巴就直接是掉落了下来。嗷呜！荒漠狼 BOSS 的狂暴效果已解除。听到这道提示，韩雪飞将手臂从眼前拿开。沙尘暴的确是解除了，视野清晰之后，他赶忙是拿弓射击。玩家枫叶破解了荒漠狼的狂暴状态，获得伤害加成。我去，这人 TM 是个内测玩家吧？要不然怎么会连破解的办法都能知道？这游戏没有内测，而且破解一个状态而已，玩网游久的大佬也能轻松破解。说的这么溜，你怎么没破解？玩家们一边说着，一边攻击荒原狼。韩雪梅皱了皱眉，这些人真的很吵，但是自己无法屏蔽。不出意外的，他分心了。韩雪梅瞄了一眼输出排行榜，好家伙，那个叫枫叶的玩家稳坐第1，伤害贡献已经达到了很离谱的数字，而第2名竟然比他多出 40% 的伤害。韩雪梅无可奈何，到了这种程度了，只能是先把第3的位置给保住为好。荒漠狼血量剩余 20%。听到这里之后，无数玩家激动起来，这都 20% 了，再坚持一下就能拿到 BOSS 奖励了。而这个荒漠狼离开的时间还有足足20多分钟，大家情不自禁看向第1名名叫枫叶的玩家，有他在的话，说不定再来一个 BOSS， 这20分钟的时间都能斩杀掉。他们猜不准枫叶的身份，那些活跃在论坛的大佬们也没见过是有一名叫枫叶的家伙啊。荒漠狼血量剩余 10%， 陈长华还是那样的作战风格，明明打得最轻松，却是输出最高的那个。荒漠狼已被击杀，作战记录在全服中排名第1，在场全部玩家宝箱获得物品概率提升 20%。 卧槽，峰哥，带我吧，这是真大哥！物品获得概率提升了 20%。 玩家们看到这个情况，瞬间从怀疑变成了仰慕。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大佬多一点，再多一点。会长，你太强了！南墙满脸兴奋，作战记录在全服之中排名第1，那是多么离谱的成绩啊！他又一次觉得这个公会来的值得，真的值得。另一边，韩雪梅获得提升 20% 的第3名宝箱后，没着急着先把其他玩家给屏蔽掉。他想要见一见那个枫叶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一个人的输出贡献率达到了 40% 以上，在新手时期没有第2个人能做到吧？还是说他见识太短了？这种人在每个服务器都有一人。韩雪梅摇了摇头，在人群之中寻找枫叶这名玩家。以他的观察力，找到并不难，除非是这个玩家直接穿送走了。找到了，他在距离 BOSS 刷新点200米处找到了枫叶那名玩家。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之前的第2名也在这个地方，原来他们是一伙的。韩雪梅悄悄靠近，希望能听到他们在交流的事情。这种小动作自然是被陈长华察觉了，他直接洞察技能一开，看看来的人到底是谁。角色名雪梅，等级4，生命199，魔力167，力量30，敏捷26，防御19，魔法抗性18，幸运19，手速快 A 级天赋，攻击速度提升 50%， 且不减少伤害。隐藏天赋，命中率提升 60%，
不锁60%，只会更高，观察力提升，聚精会神状态下暴击概率提升20%，潜力评估 S 加。好家伙，这是之前第3的玩家，潜力评估竟然能比南墙还要高，这一套天赋很适合玩远程的射手啊！再看一遍，这个叫雪梅的玩家还没有工会，这样的话不招都不行了呀。想到这里，陈长华开始思考如何能让这个叫做雪梅的玩家加入自己的工会。对了，现在他在暗处偷听，那就借助话让这名玩家对工会感兴趣吧。第7章，惊人的奖励，离谱的工会。想要是通过与南墙的对话让那名叫雪梅的玩家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其实也不难。他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强化装备，还有一个优势，那便是自己的知识。身为重生者，陈长华知道相当多的重要游戏知识，靠着这个就已经是能吸引到很多玩家了。但是这种知识，陈长华怎么可能直接说出去？最多也就是指点指点就完事了。会长，你怎么知道那狼尾巴砍掉之后就会消除掉狂暴状态？这是南墙很好奇的地方。不仅如此，陈长华那稀奇古怪的攻击方式，还有悠闲的躲避，那简直就像是提前知道了一般。他很好奇。陈长华很迅速编造了个理由。网游嘛，这么多游戏的怪物，早就是你用我也用了，比如史莱姆、哥布林什么的。这个荒漠狼也是某一款小众网游里面出现的东西。听到陈长华这么说，他不免地生出敬佩的心情。南墙也是玩过众多网游的人了，但是他却没能总结出来点什么东西，而自家的会长却能够是摸得这么清楚，那玩过的网游肯定多得离谱。躲在暗处的雪梅听到这么一说，也想起来了一些事。这有的怪物的确是能在别的网游里面看到影子啊。好了，别的一会再说吧，先把箱子给开了。陈长华说着，拿出来了第1名才能获得的大宝箱，这让南墙有点眼馋，但他又想到自己是第2名，便笑着同样拿出来了宝箱。得益于破纪录的原因，这些宝箱都可以开出来比平时多个20%的东西。这多出来20%，那肯定是一个箱子里面的东西越多，收益就是越大了。已打开第1名宝箱，收益祝福生效中，获得精品长弓 B 级，获得狼皮套装全身护甲，获得尖锐狼牙 X10，获得生命恢复药剂 X10，获得魔力恢复药剂 X10，获得成就征服者现实 BOSS。 这一打开，那出现的提示都要把陈长华的视野给蒙蔽了。他仔细查看，看到了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那便是 B 级的精品长弓。这长弓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但是对于在暗处的雪梅是很重要的东西啊。陈长华知道他的天赋，也通过刚才的 BOSS 战发觉到了这个女孩是用弓的。既然这样的话，这一把弓就能够让那名叫做雪梅的玩家提起兴趣来。想到这里，陈长华当即是将这把精品长弓给用自己的天赋给强化了。精品长弓 S 级，祝福耐久，装备需求等级3，力量加18，敏捷加20，血量加11，防御加2，幸运加20。主动技能，朝天空释放一道箭雨，对范围内敌人造成基于攻击60%的伤害，冷却时间90秒。被动技能，装备此弓时移动速度增加10%，战斗力147。好家伙，好家伙，这面板还带有主动与被动技能，战斗力还达到了100多。果然是基础好的物品，强化之后就能是获得更大的提升啊！这把弓在这个阶段，那绝对是最强的武器了。会长，会长！突然，这旁边的南墙拿着一块盾牌炫耀起来。狼骨盾牌 A 级，祝福，装备需求等级3，力量加4，敏捷加2，血量加30，防御加5，魔法抗性加3，幸运加1。被动技能，使用盾牌的时候，攻击者将受到反弹伤害。战斗力73。这个南墙竟然能直接开出来 A 级装备，放以前他肯定是要酸的不行，想着为什么自己没能开出来这种东西。但是现在的陈长华看到这种情况，高兴都来不及呢。这个南墙是自己的工会成员，也就是说他的提升会造成陈长华的提升。既然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理由嫉妒呢？会长，你开出来了什么啊？面对这南墙的问题，陈长华便知道机会来了。暗处还有一个雪梅，正是趁这个时间展示。一把弓而已。陈长华说着，向周围展示了自己的这把精品长弓。这样的话，不仅是南墙能看到，雪梅也能看到。卧槽！南墙实在没忍住，这可是 S 级的装备啊，就直接开出来了。他自以为能开到 A 级的装备就已经是运气很好的了，没想到自己会长这边直接是开出来了 S 级的装备。这就是第1名宝箱带来的巨大提升吗？可惜了，我不玩弓，你也不玩弓，咱工会里面谁也用不上这东西。陈长华说着，
拿起这把弓射了几下。而南墙看到那标准的射箭姿势，还有那3秒射7箭的恐怖射速，这叫不完工？还是等到工会里面有完工的加入，再送给他吧。听到这里，南墙突然羡慕了起来，但仔细一想，自己进入工会直接获得了全身的 S 级装备，待遇也不低呀。会长，这次 BOSS 战的第3名就是个完工的吧？对，那名玩家打得挺好，就是少了点装备。陈长华没想到这个南墙主动说出来了雪梅的事情，这样也好，可以把话题继续下去。如果他能来到我们的工会，那也能和你一样获得一身 S 级的装备。说到这里，他已经有预感，在暗处偷听的雪梅是要忍不住了吧？只见那边的草丛动了动，韩雪梅刚刚还真的有想要跳出去的冲动，因为他这一会听到的信息很离谱啊！入工会就能拿到一身的 S 级装备，怪不得这个南墙能压他一头。这个工会会长是真离谱， S 级装备随便扔的，完全不在乎，现实肯定很有钱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但是这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氪金无脑玩家，因为那对网游的理解，韩雪梅觉得在自己之上。他在此前没有过加入工会的想法，但是现在他心动了。一个可以拿到好装备，还有大佬指导的工会，必须进。第8章，收个新人，来个挑事的。嗨，听说那么枫树工会在收人。不多时，那边的雪梅就主动出现了。陈长华一看，是个女玩家。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这女人有点熟悉，从前世记忆里面一找，好家伙，是当时火过一阵子加特林射手。当时陈长华还没玩这个游戏，却在1天内能刷到10多次关于他的剪辑视频，内容千篇一律，都是那非常离谱的射速，但是配合着他那高颜值，加上因拉弓而鬼畜的胳膊，太怪了。有不少人因此入坑。记得在游戏公测许久之后，玩家自己组织的调查问卷里，因这个女人而对游戏感兴趣加入的人足足有几10万。而就是以后会有如此成就的女玩家，现在想要加入他的工会，那陈长华是举双手赞成啊。只是没想到他的游戏名叫雪梅，看来他前世有改过名字。你应该是工会的会长吧？我怎么样，够资格进你们工会吗？雪梅说着，向着陈长华发出了入会请求。在韩雪梅看来，自己掌握了信息，工会现在要人的要求她一清二楚，所以才能做到这么自信。然而这个女孩不知道的是，陈长华早就摸清楚了这种小心思，而且有着前世的知识，他知道雪梅的潜力，还知道这女人一直在游戏里都很活跃，不用再问能不能上线之类的了。欢迎加入。陈长华当即就是把精品长弓给了他，又因为开宝箱获得了一整套装备后，直接把之前 C 级的装备强化成 S 级给了过去。韩雪梅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入会礼包，人都愣住了。不只是给了 S 级的弓，还给了一身 S 级的装备。常看游戏论坛的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也正因为此才会如此震惊。要是每个成员都是进入工会获得这么一身装备，那也太离谱了吧。别人能拿到 A 级装备就已经开心的不得了，这边直接是送出来了 S 级装备。韩雪梅虽然知道这些装备应该是氪金砸来的，但这也很香啊，氪金怎么了？能加属性就是好啊。玩家雪梅已加入工会。在他加入工会之后，陈长华没有着急着先把面板调出来，而是先让南墙把那块盾牌给他。陈长华直接给强化到满，接着还了回去。卧槽，谢谢会长。南墙看着焕然一新的盾牌，相当兴奋，装备好之后看了又看，非常的喜欢。另一边的雪梅拿到了精品长弓之后，也是爱不释手的拿着，非常喜欢这个 S 级的长弓。而陈长华到这里才调出来自己的面板。角色名枫叶，等级3，生命162加867，魔力152加793，力量36加159，敏捷31加167，防御27加169，魔法抗性25加146，幸运0加57。他原本的属性面板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但是加上了天赋带来的恐怖提升，那只能说是太离谱了。就这个面板，陈长华很有自信，可以说是在这个服务器里面能达到第一。这还只是工会里面有3个成员的情况下，有一名还是不重要的玩家就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那要是以后扩张到20人工会、30人工会、50人工会、100人工会呢？那种成员全部的属性都压到陈长华一个人身上，那效果得是一种多么离谱的存在啊！想到这里，他对这工会以及自己的天赋更加喜欢了。可偏偏这个时候，有不愉快的人找上了门。TM 的，终于是找到你了。游戏名叫沐枫树的玩家一副很生气的样子。陈长华见到这家伙，想到了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个黄毛男人是来要工会的，可现在的陈长华怎么可能把工会转交给别人？他现在就靠自己的工会和天赋撑腰呢。赶紧的把工会权力让出来，还能给你个成员的位置。这家伙带来了一伙人，陈长华记得
这是他的待定成员。会长，这家伙谁啊？雪梅刚刚进入工会，没想到就遇上了莫名其妙的家伙，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南墙也是一脸懵，这家伙干啥呢？转让工会权力，给工会成员的位置。你鸡巴谁啊？哟，还能骗来点人啊？那你们可得提前认识我了，我不久就成你们会长了。陈长华还没说话，这个沐风树就继续在那边介绍，也可是氪金佬，B 级装备随便给，只要每天上线陪爷玩会，东西拿到手软。还等什么？赶快来加入爷的大家庭啊！沐风树说了好一会，但是随后几分钟都没有人理他，而南墙和雪梅一脸看傻子似的看着这个沐风树。氪金佬送 B 级装备，搞笑呢？现在的这个会长不仅仅是 S 级装备随便送，还有过硬的游戏实力。就这么一种条件下，这个沐风树拿出来的条件简直连给小孩子的棒棒糖都不如啊！谁的条件好，一眼就能看得出啊！沐风哥，他们的装备好耀眼啊！是啊是啊，那边的几个人发现南墙还有雪梅的装备很不一般，看上去要比普通装备好上太多了。沐风树这才仔细观察两个人的装备，那种的确不一般，肯定比 B 级装备要高级，因为他最常接触的就是 B 级装备，在 B 级以上的话，那不就是 A 级了吗？甚至有可能直接到达 S 级。想到这里，沐风树的神情变化了一些，这两个人不简单。哎呀，到现在才发现。这个时候，陈长华说话了，他现在可不是什么都拿不出的陈长华了。你说你送 B 级，那我工会现在还送 S 级呢，不愁没人来。展示精品长弓 S 级已赠送，展示狼骨盾牌 S 级已赠送，展示。陈长华向周围展示的无一例外全都是 S 级的武器装备，每一个都是属性爆炸，拿到市场上价值千金万金的东西。我去，沐风树人都看懵了，之前陈长华不是连 B 级都拿不出来吗？现在怎么回事？买彩票中奖了？第9章返回现实，非常缺钱。卧槽，这才是真正的氪金佬，全 S 级装备啊！这下给沐风树那边的玩家整心动了，好家伙，送的全都是属性爆炸的 S 级装备，在这之前他们可是连见都没见过的呀！老，我要进工会！早就看沐风树不爽了，不愧是沐风树找到的玩家，这种情况下直接成了墙头草都不带犹豫的。看着激动的几人，陈长华想了一下，用了自己的洞察技能看一波。反正今天的目标已经达到了，次数剩余还有一些，看看也没什么。玩家名火鸡味锅巴，等级3，潜力评价 B。玩家名绳之以法，等级4，潜力评价 C+。玩家名他是我的小泡芙，等级3，潜力评价 A。看着这几个人的面板以及潜力的评价都不是很行啊，而且这些人的性格他也不是很喜欢。你们干什么？不想要钱了？沐风树看着这几个临阵倒戈的家伙，气不打一处来，整张脸都红了。抱歉啊，人家的条件更好一点。你算个鸡，连工会都没有，还想限制我们的行动？陈长华这边还没开口呢，他们那边自己就互相搞起来了。会长，这些人精神有问题吧？南墙皱着眉头，看着这些家伙们感到了生理上的不舒服。要是普通的网络环境还好，但现在这个可是网游啊，和现实差不多体验的网游，看着这群人就是觉得很怪。我感觉他们也是精神有问题。雪梅全程的感受就是莫名其妙，只有陈长华知道一些事情的发展，就是一个氪金玩家召集了一帮不靠谱的小弟横行霸道而已。而现在的情况已经是让陈长华出了一口恶气，于是他准备点把火，赶紧结束事情的进程。你们这几个人啊，还不太够资格。只见陈长华一边说着一边摇头，那语气已经是很明显的拒绝了。不仅仅是这样，他还装备好了一个成就，征服者现实 BOSS。 看到这里，沐风树倒吸一口凉气，这种成就他也在论坛里面见到过，其获取方式是击杀现实 BOSS， 而且还要输出贡献达到第1名。陈长华能有这个成就，那就说明他已经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想到这里，沐风树不敢置信的张大了嘴巴，现在有这种成就的全服加起来都不会超过1000人。这个陈长华不仅仅有 S 级装备，而且还是有着很强的游戏理解。那一刻，沐风树就明白了，这个人不是他能惹得起的。可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这种事情呢？难道这男人一直在扮猪吃虎？反正不管怎么样，沐风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事情要做，那就是跑开这边，跑得越远越好。只见这个沐风树什么也不说，直接就是朝着新手村子里面跑去。其他几个人发现陈长华不需要他们，也是迅速跟着跑走。可不会让你们舒舒服服逃掉啊！他笑了笑，接着对雪梅说：“这些人是来找茬的，你拿到新弓不是想试试吗？就拿他们好了。”
新手村外是允许玩家之间的争斗的，于是乎，雪梅拿出了那把精品长弓，咻咻咻！恐怖的射击速度，几发箭矢迅速飞了过去，不知道击中了谁。咻咻咻！攻击速度快，伤害也高的离谱，再加上触发的暴击效果，还没跑多远，几人就被击杀了。玩家沐风树被击杀，惩罚10%经验值。玩家他是我的小泡芙被击杀，惩罚9%经验值。玩家火鸡味锅巴被击杀，惩罚14%经验值。这把弓太好用了，仅仅是试了这几下，雪梅就彻底爱上了这把精品长弓。但她也生出了疑问，自己有着天赋的加成，还有自己可以去锻炼的力量与敏捷，那为什么自己的射速还没有陈长华高？这个会长真是一点都没办法看透啊！以后还会有更好的，你好好练级活跃就能拿到。还有你也是。说完这些，陈长华看了一眼现实时间，好家伙，已经是1点多了，他午饭还没吃呢。不只是午饭，为了工会，他今天连早饭都没吃。现在有了这么好的天赋，那可不能把自己现实的身体搞坏了，要不然还没起飞就猝死了，那可就不好了。于是乎，陈长华给2个人说了一声之后，迅速下线了，只留下一男一女2个人面面相觑。他们俩谁都不认识谁，一起玩那是不可能的了。我去试试装备，再见了。雪梅先走一步，而南墙看着自己的等级只有3，想了想，便跑去练级了。现实之中，一间出租屋内，陈长华从设备中起身。这间房屋内到处都透露着简陋、陈旧的气息，外壳发黄的空调，掉了漆色的桌椅，掉落的墙皮，唯一光鲜亮丽的地方便是这个刚买的游戏设备了。陈长华坐起身来，谁又能想到被工会成员当成氪金大佬的他，在现实里面竟然过得这么落魄，饿死了。陈长华先喝了一点水压压饥饿感，再去想一会要吃什么，点外卖吃吧。说着，陈长华拿起来了手机，结果看到的前几条消息让人抓狂。借借，距离还钱日期还剩余3天，此次还钱数目为2547。分期付款，您分期购买的游戏设备已支付定金，当前阶段为第1期，需要支付数目为1230。通讯，您的话费余额为-12.38元，请尽快缴费，保证通讯畅通。好家伙，全是钱！陈长华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存款，当前3215元，只有3000多，除掉借的，那就只剩下了几百块，再缴30元的话费，剩下的钱都不够分期的。就这种情况下，还点什么外卖啊？喝西北风吧。但是陈长华有办法，有能解决危机的办法。这个网游也能够赚钱啊！第10章 S 级随便挂，什么土豪？他现在有什么？2个很强的天赋啊！在赚钱这方面，有一个天赋特别的管用，那便是自己的天赋强化。这强化的天赋能让物品迅速达到最强的状态，也就是说，许多人氪金才能达到的程度，它几乎不会消耗什么。这样的话，直接就拿着那些强化完成的武器去卖掉，不就能拿到钱了吗？要知道，在刚刚公测的时候，这个游戏的交易市场就已经是建立起来了。陈长华当即是去到里面注册了一个账号，直接点开武器装备页面，筛选里面直接选择了 S 级，并且输入了他在玩的服务器。好家伙，这里面的 S 级武器装备只是个位数，热度第一的是一把金色的长剑，价格竟然突破到了1万。金耀剑 S 级，装备需求等级5，力量加12，敏捷加9，血量加22，防御加6，幸运加5。主动技能向前释放一道剑气，造成70%攻击力的范围伤害，冷却时间50秒，战斗力129。备注：可继续进行强化，这是直接开宝箱开出来的。售出时间剩余1小时12分钟，当前价格为11451元，竞拍中。好家伙，直接开出来的，初始就是 S 级。不管怎么说，这名玩家的运气是足够好了的，这把剑的属性也还不错。但是现在卖掉这把剑是很愚蠢的选择，因为这把剑还可以进行强化，只要材料得当的话，一边强化一边使用，能直接用到10级。这期间拿着这把剑打出来的各种材料还有道具什么的，卖掉之后也要比现在这个数目要大得多。管他呢，我卖我的就好了。陈长华点开这个是为了看看现在 S 级武器装备的定价。通过上面显示的可以看得出来，这把长剑最开始的价格定在了5000，随后这些数字都是玩家们竞拍上去的，而且还都不是恶意的竞拍出价，会有多道防护机制。卖点东西出去吧。自己的 S 级虽然是强化得到的，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也仍然是很好的武器装备，不过价格肯定要比天然的要便宜不少。陈长华想了一下，定价为3000元，这就算是一点价格也不加，卖掉2件之后，
自己那借的钱就可以还上，还能有空闲的钱还分期付款。不仅如此，还能给自己交足够的话费。有一名用户对百战弯刀强化满级出价为3500。看到这里，陈长华大手一挥，直接是给自己充值了100元的话费，并且点了一份附近最好的外卖。这强化天赋不仅仅是能在游戏里面玩得很舒服，在现实之中也能让他活得很爽。想到前世对这天赋的鄙视态度，陈长华就觉得蛮好笑的。谁能想到这天赋在激活之后是这种强度啊！在游戏之中也是能找到这个交易的网站的，于是乎预约了 S 级武器装备的玩家们都接连收到了几条消息：百战弯刀强化 S 级已上架，皮革防具强化 S 级已上架。这一连串的消息给正在练级刷怪的王阳城整懵了。之前他有在一把金色长剑上面出过价格，因为那武器的属性太棒了，但是后来的价格有点偏高，他就没准备先继续抬。王阳城想的是在接近最后实现的时候突然抬高价格，直接是进入到自己的手里。但是能有这样想法的肯定不只有王阳城一个人，最后的那1分钟肯定是十分精彩的。一个 S 级的武器就能被这样争抢，只能说这游戏的覆盖范围实在是太大了。许多从来没有玩过网游的，见到这种沉浸式能够像是进入另一个世界般的网游，都像是上手试试。起价3000，现在已经9000了。王阳城才刚刚打开这个网站，就看到一堆人在这边出价，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是把最开始的3000元提升到了9000。因为这个百战弯刀的截止报价的时间还剩下8分多钟。王阳城看完价格之后，又开始查看这把弯刀的属性值，这把是被强化过的。既然是被强化过，而且达到顶级的，就说明这把武器已经是到了极限。可就算是这样，也是有一大堆人在抢着要。因为在前期想要强化到顶级，那消耗的素材只能是氪金从其他人或者是官方商店里面购买。这把弯刀能到这种地步，是这9000元的好几倍。我出11000。王阳城原本想着要那把金色的长剑，因为自己的头发在游戏中是金色的，装备也有许多金色元素，配套嘛，又好看又强。但是看到其他人出的价格，他觉得在最后卖出的时候10000肯定得翻倍。王阳城没有信心一定拿下，看到那把剑后又想要一把 S 级的武器，这弯刀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匿名玩家出价11000。这个拍卖消息在拍卖页面出现的时候，另一边的女玩家墨竹家也看到了这一条出价信息，她也关注了 S 级的武器装备频道，当几个 S 级上架之后，也是第一时间关注了。4500价位、5500价位都是她出的，如果可以的话，她也想拿下这样一把弯刀。不过在后来，墨竹家看到了更有意思的东西，那是 S 级的防具。防具比武器的价格要低，因为防具单个购买的话无法触发套装效果。S 级频道这边的防具少许多人出价，就是这样的原因。但是这边挂上去的防具是整整一套的，穿戴之后可以触发 S 级的套装效果。这样的话，墨竹家就想着要插手了，想要是拿下这一整套的防御，零花钱应该够用，整套的话就先出个5万看看情况吧。他随便出了个价位，随后墨竹家看到了一个很恐怖的事情，这些 S 级的强化武器装备竟然全都是出自同一人手中。第11章30万入账，全都是一个人售卖的。不只是墨竹家，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件事，全都是强化满级，再加上同一人之手，他们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便是有个氪金佬在前期就已经是拿着这么好的装备在这个服务器游玩了，现在这些挂到网站上来的都只是人家淘汰下来的装备。想到这里的众人无一例外都惊得倒吸一口凉气，纷纷留言，想不到我们服务器有个氪金巨佬，前期都已经是搞出来自己的整套 S 级装备了，前期氪金就是神啊。有人预测10级之后才能和氪金玩家拉近差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管他是不是真的，反正明天的活动是有看头咯。说起这个活动，墨竹家也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的有看头，那肯定是这个售卖全套 S 级装备的氪金巨佬乱杀的场面了。因为明天的活动内容是玩家之间的斗争，在这个区域里面，只有杀敌才会获得分数，杀的越多，分数也就越高。不仅如此，击杀者还能继承死亡玩家全部的分数。活动的持续时间为2个半小时，最后在分数榜前列的玩家都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奖励。30至50名的玩家可以获得 A 级武器装备数件，还有数不清的道具材料、金币之类的。20至30名的玩家在前者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技能学习卷轴。要知道，在10级选择职业以前，每名玩家掌握的技能数量可能只有个位数，唯一的途径就是靠着技能卷轴快人一步。因此，这奖励已经是很不错了。10至20名的玩家在前者的基础上，卷轴的数量和品质都能有所增加，而且可以额外选择一张卷轴。当到前10名的排行之后，给的东西更多，而且额外的卷轴、武器装备、饰品道具，那光是看着就能够是激动起来了。更别说第1名的额外奖励了，
宝箱一个，成就一个，自选卷轴2张，自选 S 级武器装备一个。光是看着就能让人眼红，但是能达到前100就已经是少数的了，更别说第一了。但这对于现在的陈长华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光是靠3名公会玩家就能够是获得这么多数值属性，到时候再换上一身 S 级的装备武器，这样的话碾压众人不是什么问题。支付宝到账30万元。正吃着外卖的陈长华听到这动静之后愣了好几秒。要是以前的他，肯定是认为这个是一个骗人玩的信息，再不然就是自己在做梦。但是现在的陈长华不一样啊，他在之前放上去了许多的 S 级武器装备，算算时间正好是现在截止。想到这里，他连忙是打开手机查看余额，30万直接到手了。这可是30万啊，整整30万。按照普通人的薪水来算，别说30万一天了，3年都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他只是随便买了一点装备，这些装备还都是开第1名箱子得到的，现在就已经是达到了这种地步，以后怎么样那都无法想象啊。这次腰杆直了，直接先把15万转化为游戏里的金币，30万先拿出来一半给游戏，毕竟强化天赋需要公户仓库里面有东西，剩下的钱直接是还钱，还各种钱，什么分期付款，什么借钱软件，一股脑还钱就完了。等等，但是当他完成这些事情之后，又突然想到之前看到的那把剑，那把金色的剑，那把剑初始就是 S 级，还能够被强化，这样的话自己有了它岂不是能够变得更强。正好在明天还有一个活动，那个活动考验的就是玩家的实力，在开始之前拿到这一把剑，坐稳在第一的概率又大了一些。想到这里，陈长华直接点开了那个金色剑，匿名玩家出价为10万。原本还活跃的那个出价页面，在这条信息出现之后静止住了，那不是1万，而是10万。S 级的武器是很有价值，但是也不至于能到这个价位吧。于是乎，许多人直接是收手了，10万元买一把 S 级的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看到这里，陈长华挺满意的，因为这边的判定机制是10分钟内无人再出高价，就判定为这名玩家购买，都能被提到这个价位了，其他人根本就没有继续报价的需要了。金耀剑剩余敲定时间为3分钟。游戏里面的王阳城在见到金耀剑的价格之后，还以为是出现了幻觉，因为那价格直接被提到了10万。要知道的是，这花费的可不是游戏里面的金币，而是现实之中的钱啊。见过有钱乱玩的，没见过敢这么玩的呀。我还是好好用我的百丈弯刀吧。王阳城看到了自己邮箱里面的 S 级武器，这才是他能玩得起的东西，看上去还不错呀。另一边，墨竹家也拿到了自己购买的一整套防具，激活了全套装备之后，属性炸裂，非常的强。有了这一身装备，明天的活动就能够有个不错的名次吧。陈长华那边吃过饭后就迫不及待打开了邮箱，他购买的金耀剑就那么静静躺在里面，他没有直接进行强化，因为现在的公会仓库里面已经是不够直接强化到顶了。于是乎，他拿着15万元换成了游戏金币，在这个新手村各种买，上千瓶的药剂，50多把 C 级武器，50多套 C 级的防具，还有足够堆起一座小山的饰品，要的就是一个便宜量大。在最后，陈长华甚至是把公会仓库给塞满到极限了，已经是放不下一点东西。想要公会仓库扩大，那就得需要提升公会等级，提升公会等级就得让成员活跃起来。先把武器强化完再说吧。陈长华拿出了那一把初始就为 S 级的金耀剑，准备强化。第12章，任务完成，等级提升。先给这把剑强化一下，原本就是 S 级的金耀剑，在强化之后，想必属性会更加的爆炸了。金耀剑 SS 级，祝福。装备需求等级5，力量加32，敏捷加21，血量加50，防御加21，幸运加20。主动技能，向前释放一道剑气，造成 70% 攻击力的范围伤害，冷却时间30秒。被动技能，释放主动技能后的10秒内，攻击力提升 20%， 战斗力241。好家伙，属性爆炸，主动技能升级，还多了被动技能，战斗力直接突破了200。但陈长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装备这一把剑，因为他现在的等级只有3级，而这把剑的要求是5级。明天就要进行那场活动了，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在今天内升到5级才行。这倒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毕竟现在的他属性面板爆炸，而且因为有前世的知识，他知道怎么样获得经验比较快。最先想到的那就是刷怪了，但要是刷怪还能获得任务经验呢？有许多任务是清理野怪的任务，这击杀野怪会有经验，完成任务了也会是有份经验。新手时期的清理任务大部分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获取经验不多的任务，但是陈长华拥有前世的知识啊，新手村这边该怎么找任务他非常清楚。
帮助马场大叔整理房间、打扫房屋、处理牧草，村庄好感度加10；帮助村庄炼金师整理配方、收取材料，村庄好感度加10。想要接取有大量经验的任务，就得先给村子做一些零碎的小事，提升好感度，以获得成就。我们是一家人。村庄好感度达到顶级，村庄内所有物品打5折。陈长华之前就有在村庄里面完成各种小任务，再加上今天这么一搞，直接就给干到了顶级。现在就可以直接去找到村长来接取一下任务，但是那个任务是单人的，也就是说无法带着工会成员一起打。说起工会成员，陈长华打开工会面板，查看他们的状态。我和南墙比硬度，等级4，当前状态在线。雪梅，等级4，当前状态离线。我不开心，等级2，当前状态离线。看到这最下面那个2级的，陈长华就觉得一阵头痛。这个家伙占用着一个位置，自己又不常上线，没办法给工会做出贡献，现在还踢不了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家伙在工会里面开摆。算了算了，现在还能再进7个人呢。陈长华摇了摇头，紧接着继续去找村子的村长。只见一位满头白发、拄着拐棍的老年人在小院子里面溜达。村长，我要去打魔族。陈长华说完这句话之后，这个老人像是捕捉到了关键词一般，开始说一大堆剧情相关的事情。跳过剧情，这种新手村的剧情属实没有去听去看的必要，直接接取任务就完事了。于是乎，陈长华直接把剧情跳转到最后一句话。那村长努力挺直腰板说：孩子，你真的要去吗？推荐等级8级。当然。陈长华直接接受，而这什么推荐等级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现在的他面板强得很，一个人就相当于3个半人，打这种剧情不是什么问题。毕竟工会里面有2个全身 S 级装备的成员在给他提供着属性呢，自己身上的这些装备也都是强化后的。以接取任务，清理村庄周围的魔族，以屏蔽周围玩家，将进入单人任务模式。周围发生着变化，原本的玩家们消失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村庄的 NPC 们。这些 NPC 只有在这种时候会冒出来，使得整个村庄看上去不像是个鬼村。开始力，清理魔族，那就是村庄附近的几个刷怪点，那边会出现魔物的巢穴一类的东西，里面的魔物等级普遍都是在8级，但是对于陈长华来说，这些都不是事。只见他拿出一把长剑，对着几只魔物就是一阵挥砍，那些家伙们挨上个1-2下就死掉了。击杀掉魔物之后，也是想当然的获得了经验值，同时任务进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任务进度 2%， 陈长华继续朝着那边的魔物据点走去，他的经验值还差一点就升到4级了。估计的话，干掉这个魔物的据点之后就能升到4级了。击杀魔蛛，击杀魔蛛，您的等级提升了。和陈长华预想的差不多，杀完了这一波之后，自己的等级直接是到了4级。照这样下去，把这里面的怪杀掉之后，再加上任务完成的奖励，升级到5级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于是他随便又换了一种类型的武器，朝着下一个地方跑去。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刷怪，一点一点处理掉所有的魔物居住地。任务进度在不停的进行着增加。任务进度 20%， 任务进度 40%， 任务进度 56%。 在花了10多分钟之后，陈长华的这一次任务就要达到最后的阶段了。任务进度 98%， 记得还会有个小 boss 来着。陈长华在新手村村口四处张望，寻找着目标的身影。不多时，他看到了一个体型高大的家伙在远处缓缓走来。就别浪费时间了。陈长华现在手里拿着一把弓，当即就对着那个大家伙展开了攻击。咻咻咻！只听到几声破空声，箭矢迅速飞了过去，而视野中的血条下降的非常猛。任务进度 100%， 这个家伙还没能在那边撑住1分钟，就已经是倒在了地上，任务也就此完成。随后就是各种奖励发放了过来，获得药剂 X30， 获得皮革护甲 B 级，获得全村最好的剑 B 级，获得成就村庄守卫者。村庄守卫者当处于新手村练级区的时候，对魔物的伤害提升 30%。 您的等级获得提升。第13章5级达成。本服通报：玩家枫叶第一个完成了新手村最终任务，获得成就村庄守卫者。啥？新手村还有最终任务的？新手村有任务？等等，这个枫叶不是 BOSS 战那个第1名吗？陈长华完成了任务之后，直接是给这个服务器的玩家们整了一个通告。许多人都有些懵，新手村的任务给的东西那都是少得可怜啊，而且都是一些打杂的任务。难道说过完打杂的任务还能有更好的隐藏任务等着？玩家们一时间猜不到这个最终任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有人把关注点放在了那名玩家身上。枫叶
就是那个单人输出达到40%以上的猛人，那是挂歌吧？再怎么说，这也太离谱了。这游戏没有挂的。看着大家在论坛发消息，韩雪梅觉得有点奇怪，连忙是上线看了一眼，结果就发现自家会长现在的等级竟然是直接到达了5级。雪梅很清楚，之前会长下线的时候只有3级而已，而会长上线时间是半个小时前，这可就非常恐怖了。半个小时啊，连着升了2级，这操作韩雪梅属实是没有整明白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这个会长怕不是把全部的副本都给刷了一遍哦？不对不对，韩雪梅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漏掉了东西，那便是刚刚吸引她的东西——新手村最终任务。她与大多数玩家一个样，做了几个任务之后发现又无聊，东西又少，就直接去练级了。但是看这个通告，新手村除了无聊费事的任务之外，好像还有别的任务，而这种任务的最终会加相当多的经验，自家会长就是很好的例子。那岂不是说去问会长就能直接先人一步知道最终任务的事情，说不定第2个完成的就是他呢？于是雪梅尝试着与会长枫叶发消息，了解一下情况。雪梅，会长，你完成的最终任务是什么呀？怎么现在都到5级了？发过去还没一会就有回应了。枫叶，村庄好感度达到了顶级的时候，可以去找村长接任务，经验很多，但是你最好6级再去。枫叶，因为这个任务接取过一次，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算作结束。枫叶，对了，在工会仓库最上面一栏里面放着一些药剂，你喝了之后能获得各种 buff， 刷怪就更快了。枫叶，今天可得好好练，明天的活动还等你表现呢。雪梅张着嘴呆愣着看着这个对话频道，她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就换来了这么多字，不只是解答了任务，还给出了建议，甚至物品上和精神上的鼓励。玩游戏很少加入工会这一类组织的她，第一次觉得工会真是个不错的地方。陈长华那边在给雪梅发完消息之后，也去给另一个成员南墙复制发送了这些东西。南墙，我保证今天练到5级，感谢会长的关注。可以看出这个家伙还是挺激动的。而陈长华看到这里，关掉了绘画窗口，笑了笑。他心里想的是，你们可进了练级打怪，我的属性全靠你们了呀。已装备金耀剑 SS 级，祝福。金耀剑装备之后的提升还是非常离谱的，他感觉就像是工会里又多了一个人来给自己增加点数。毕竟有些人全副武装好，力量也不一定能到达30以上。不过像是雪梅这样有着 S 级装备的，那么30点力量还是能够轻松达到的。新拿了一把剑，我的基础的面板应该也是不错的了。角色名枫叶，等级5，生命312加870，魔力278加790，力量82加184，敏捷68加170，防御70加170，魔法抗性50加150，幸运22加60。好家伙，现在这5级的基础面板就已经是很离谱的了，更别说还有天赋带来的附加值，血量都能达到1000多的水平，防御也是高的吓人，力量就更不用说了。最恐怖的还有一个幸运，这种东西只能在装备上找到，也就是说只能通过多穿幸运装备来提升。一般来说这幸运值都会有一个平衡，很难是把这个东西叠高了去。但是现在的幸运值不一般，它还包括了成员那边的幸运值，而且在工会收来其他人的时候，他们的幸运值也会加到陈长华这里。这想想就觉得恐怖啊，也不知道幸运值太高了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明天可有的玩了。陈长华说着收起来了金耀剑，从村长家里面走了出去。今日剩下还有些时间，这些时间里陈长华准备把洞察技能剩余的次数给用完，然后再把工会给整理一下，顺便去查查升级工会还需要多少要求。那么多的洞察次数用完之后，一个 S 潜力的玩家都没有发现，最高的也就是 A。 没办法，既然这样找不到，就完成另一件事情去吧，看看工会升级是需要什么条件。这非常的关键，因为工会升级就能扩大人数，还能扩大工会的仓库，这2点对于陈长华来说都是特别关键的点。仓库可以放下更多的东西，以后能随手拿出强化出几套 S 级武器装备。扩大人数，这提升就更不用说了。您的资金足够，但是成员人数与活跃还没能达到。来到工会办理机构， NPC 直接说出这句话。于是乎陈长华直接查看自己到底是缺少了什么。目前工会升级需要工会达5人及以上，且其中4名需要连续上线3天，未满足。目前工会升级需要全部成员在线时长达24小时，未满足。陈长华只有这2项没能满足，其中第一个是需要再多来一个成员才行，因为现在的工会加上他只有4人。第二个倒是不难搞，今天的时间加上明天的时间就能满足了，那就再等等吧。第14章与成员的谈话，你们快点卷啊！
今天是活动开始的日子，有不少玩家早早上线做着准备，买药剂、买武器装备、道具之类的。陈长华也是早早上线，但是他要做的并不是买东西这种事情，他想的是确认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洞察技能的次数会不会刷新。洞察使用后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基础面板，并且还可以看到天赋等信息，今日剩余次数100，果然是会刷新的，今天又能够看100个人。想到这里，他当即使用了10多次，结果没有满意的。这样的话，陈长华及时收手，因为今天有活动啊，活动进行到最后，场上肯定就剩下的是分数较高的玩家了。用洞察技能看他们，能找到潜力大的玩家概率要大许多。这时候再想着出手，那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于是乎，他打开了时间表，发现距离活动开始还有1个多小时。陈长华便先去吃早餐，吃完了早餐之后，上线发现2个工会成员也都在线，也就是南墙和雪梅，另一个家伙还是处于离线状态，等级也没升。陈长华不去管他，而是尝试着联系另外2名工会成员，让他们过来，有事情要说。会长的信息2人确确实实收到了，不用想，肯定是为了这次的活动。他们俩当即赶了过去，找到了陈长华所在的地方。这次的活动好好打呀，名次高了，不仅游戏系统会给你们奖励，我也会给你们奖励。2人听到陈长华也会给奖励的时候，那叫一个眼前一亮。他既然敢这么说，那肯定是他的东西最少也得达到活动奖励的那种程度啊。这个会长可是连 S 级的武器装备都不当回事的大佬，保证进入前50。南墙非常有信心，他昨天直接是把自己的等级练到了5级，再加上全身的 S 级装备，感觉在活动里面乱杀不是什么问题。那我保证进入前20。雪梅把目标又拔高了一步，其实他直接想说前10的，因为长逛论坛昨天还经历了 BOSS 战，知道玩家什么一个水平。像他的会长估计最少也得是前3的水平，那么自己这个在输出榜稳居第3的，获得了 S 级的装备后，那也是直接起飞的程度。雪梅非常相信自己的那个 A 级的天赋，不仅如此，她还觉得自己运气好到爆炸，因为她闭着眼睛射击，命中率都能很高，而且触发暴击的概率很高。这被雪梅归于是自己的运气，认为连游戏系统都在帮助她练级。好，不愧是我的成员。陈长华见到2人的态度之后，满意的点了点头。可随后雪梅问了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会长，你既然这么强，为什么工会的人数还这么少啊？开服好几天了，工会成员只有3人，这已经不是少了，是少得离谱。因为我只招收有潜力的玩家，能被我看上的都不是一般人。陈长华直接说实话，这又不是什么好隐瞒的，招收有潜力的玩家而已，谁又不知道他还有个天赋是关于工会成员的。再说了，这句话能提升2个人对他的好感，让2人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哦，雪梅点了点头，随后又问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既然这样的话，那个叫我不开心的工会成员也是一个有潜力的玩家咯？陈长华沉默了，这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但既然是问了，那就得好好回答。当时我看他可怜，就直接让他进来了。陈长华说这话的时候面不改色，当时他才是可怜人吧，费力费心搞出来的工会，一个人也没有进。会长啊，你人这么好，就不怕吃亏吗？雪梅可真是一个问题宝宝，又能扯到陈长华自己身上。吃亏指的是把 S 级装备和各种好东西给成员吗？那可不是吃亏啊，那是投资，而且一旦投资了，对自己一定是有好处的。吃亏是福，吃亏是福啊！只有心里这样想的陈长华，才能笑着把这句话说出来。毕竟他这种事情并不是吃亏。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们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在这个服务器内好好表现，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听到这里，一直没有说话的南墙也发觉自己找到了一位非常好的会长。他不只是给 S 级武器装备，还给精神上的鼓励，而且要求只是让成员抓紧时间提升自己，没有氪金老工会那种繁琐的规矩。在这里只认一条，升级变强。南墙看着陈长华，心里想的是，我也要冲进前20，而且要比这个雪梅得到更高的名次。对了，还有一件事。陈长华又开始说了。此时的2人抬起头，认真听。这次是杀敌涨分制的，像你们这样的实力，单独作战更好。每个人拿50瓶各种类型的药剂，不要爱惜，保证自己的状态。单独作战，这的确也是他们在想的事情。但是药剂，雪梅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会长，我已经满了，昨天拿的还占着背包呢。他昨天见到那种品质良好、有各种 buff 的药剂，就情不自禁多拿了一些。没想到到现在还剩下一大堆，根本不用补，满了就好。南墙你呢？这就拿。南墙说着，点开了工会仓库。因为陈长华设置的原因，只对成员开放了一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
拿出去不知道能让多少人陷入疯狂。光是 S 级的武器就有好几套，其他还有各种闪亮着的饰品材料什么的，药剂也是非常多，而且每一瓶的效果与持续时间都是市面上那些药剂的好几倍。就这种还是不限量，对比论坛上其他工会成员放出来的工会福利，那可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了这些药剂，蓝强感觉自己能打上一整天。还有10分钟的时间开启活动，请想要参与的玩家尽快报名。第15章活动开启，直接第一。活动已开启，玩家已进行传送。10分钟过去之后，现在终于是开始了活动。工会的3人被随机分开传送到了活动的地图上，而且不知道对方在什么一个位置。陈长华的落脚点是一处草原，见此他直接是掏出金耀剑。先试一下技能吧。金耀剑自带的就是有一个技能向前方释放一道剑气，而且冷却时间在升级了之后被缩短至了30秒，也就是说半分钟就能释放一道范围攻击的剑气，再加上陈长华现在的攻击，一下秒杀敌人也说不定。唰！只见一道弧形的金光闪过，覆盖的范围达到了5米，距离2米的宽度，还不错。近身的时候，如果一刀没把人给砍死，那么可以直接释放一道剑气进行攻击。想到这里，他开始认真观察周围的玩家。在活动界面中，这次的活动参与的玩家还挺多的，地图的话比新手村要大上不少。那么一开始的玩家分布在空旷的地方，应该是肉眼可见的3个。果不其然，陈长华看到了3个人从这片草原中站起身来，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人，但是陈长华现在就看到了这3名玩家。于是他持着长剑在这边飞速奔跑起来，他的敏捷非常恐怖，如同一道疾驰的汽车一般向着一名玩家跑去。哈哈，刚买了一身 B 级装备，这次我要大杀四方。这名玩家才刚刚适应完传送的感觉，拿出自己的长枪，正准备寻找第一个对手呢。谁知道迎面冲过来不知道什么东西，速度很快，几个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是跑来这边了。卧槽，什么洞？在最后被击飞出去之前，他看清楚了，那竟然是一个人，一名玩家，获得100点分数。一名玩家直接是咽气归西了。陈长华打完这一个还没有停下，而是继续朝着另外的玩家跑去。不一会就能见到这边的草原上出现了好几道痕迹，绿草都被踩踏得不成样子。好几名玩家刚进来还没走几步呢，就直接被剥夺了活动资格。出去的玩家们来到本服的直播分数排行榜下，纷纷发表意见。TM 的活动设计师是不是在草原上整了一辆泥头车？我怎么刚进去就被东西从后面撞飞了？好家伙，泥头车！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泥头车，而是一名玩家啊！举报了举报了，速度快不说，还能一下秒人，这是玩家的话也太离谱了。来，吃瓜群众分析一下，这个玩家可能是有天赋，可以把自己的速度转化为攻击力。这才刚刚开始活动，本服就出现了一个讨论点，一个跑得很快而且能秒杀玩家的人。大家纷纷把活动放置的摄像机画面调整到草原那边，还真的看到了几道痕迹，而且那痕迹还在延续，但是因为现在的镜头是固定的，而且位置很高，大家也无法看清楚下面真实的情况，直接看排行榜不就好了？既然已经杀了好几名玩家，那么现在的名次一定很靠前了。有人说了这么一句，随后这些没有参与的玩家们纷纷打开排行榜。好家伙，又是枫叶！现实 BOSS 输出第一是他，第一个完成村庄最终任务的也是他，现在活动的排行榜第一还是这个人，这到底是谁啊？之前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大佬，突然就冒出来了。玩家们还在疑惑的时候，枫叶的分数已经是达到了800，而第2名的雪梅才刚刚达到400。韩雪梅在一进入活动之后，就直接是拿出了自己的那把弓箭，正好还是在视野较好的地方，就直接开始射击。可就算是他手都要拉断了，箭矢一次次传来反馈，到这时间内，他也只是解决了3名玩家。会长太厉害了！雪梅一边查看着分数排行榜，一边奔跑着，他不能停下来，必须得不断的寻找目标，否则的话，自己第2的位置都不一定能坐得稳。我和南强比硬度，当前排名为未知。南强那边看到第1被会长拿了之后，内心很平静，但是看到雪梅拿到了第2的位置之后，瞬间就不淡定了，因为他一个人还没杀掉呢。南强所处的位置是在一片森林里面，一上来一个人都没有发现。这一会他一直在找人，而另外2人都已经是大杀特杀了。自己这边因为没击杀玩家，连个排名都没有出现。想到这里，南强急了，很急。他虽然是想要发展为能抗伤害的前排，但现在是比谁实力强的活动。南强感觉自己1分钟不用那身 S 级装备，都是辜负会长的期望。亏他之前还口头上说进入前50，心里想着进前20呢。终于看到人了。南强跑着跑着，听到了打斗的声音，朝那边一扭头，发现了正在战斗中的2人。那么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2个人全都给杀掉了。而且因为击杀一名玩家会继承对方全部的分数这条规定，他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人头被抢。毕竟被谁抢走了，就把那个在抢夺的人给杀掉后，分数就全部到了手上。我和南墙比印度，当前排名第37至90名。陈长华终于看到了这家伙的名次，不过因为有着很多玩家和他是相同的分数，所以现在的名次不是特别准确。雪梅，当前排名第2名。雪梅这边就比较稳了，她一直有增长分数，牢牢坐着第2这个位置。按这样看的话，南墙最后也能挤进前10。陈长华在看奖励，替别人看奖励，因为看2个工会成员的奖励，其实就相当于在看自己的奖励。毕竟他们提升之后，连带着的是陈长华自己的提升。这样来算的话，可不就是在帮自己看奖励吗？获得200点分数，获得100点分数。当然，在看着这些东西的时候，陈长华也不忘记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第16章，稳步上涨。现在的陈长华稳稳坐在第1位，他到处找人的时候，甚至能有闲心看排行榜。雪梅，她的分数已经许久没增加了。雪梅的分数虽然是很久没有增加，但是她现在仍然能做到第2的位置。相比较之下，南墙的分数还在不停的增加，名次也是慢慢上升到了现在的10多名。我现在第1，对你们要求也不高，做到第2、第3的位置吧。陈长华觉得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他们3个人包揽了前3名的奖励，毕竟其余的2人有着其他玩家都没有的优势，那便是全套的 S 级装备以及恐怖的药剂，连续不停的嗑药，那想死都难。哦，南墙又上升了一个名次，不错嘛。陈长华看着排行榜，说话间又把一个人给干掉了。而在关注南墙的不只是陈长华一个人，王阳城也在关注着，他就是之前从陈长华那里买了 S 级的百战弯刀的那名玩家。有了 S 级的百战弯刀，再加上之前那些还算不错的装备，他现在在这个里面已经获得了挺高的分数名次了。但是光打那些分数少的玩家，费时费力，得到的分数还不多。又因为存在分数继承这个设定，只要击败分数高的玩家，就可以全部继承过来。而王阳城之前就遇见了这么一名玩家，他的游戏名字叫《我和南墙比印度》，一看就是个愣头青。王阳城之前遇到过这个人，这个家伙那时候的名次还没现在这么高，但是现在能到这种程度，那就必须得好好关注一下了。用我这把 S 级的百战弯刀杀掉他，想必不会太难。王阳城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因为 S 级的武器真的不多见，更别说现在是新手时期了。他现在身穿 A 级，手拿 S 级，妥妥一个小霸王啊！除非是遇到了昨天买了金耀剑的玩家，否则他觉得自己怎么可能也不会被击败的。再不然就是遇到了昨天卖出这把百战弯刀的人，他现在的猜测是第1名的枫叶。遇到了那个人，王阳城能做的就是赶紧跑。但是这个我和南墙比印度，感觉还是可以杀一下的。于是乎，王阳城现在跟着来到了新的区域，一片沙漠荒地。这边的地形开阔，一下子就能看到人。那个南墙现在正与一名玩家战斗着呢，血量已经降低了许多。王阳城准备在南墙杀完这个人之后就出手，他还真有点实力的。从远处查看，这个南墙的技术还真不错，盾牌和长剑的运用是相当的熟练。看归看，王阳城现在还没有忘记掉自己的目的。于是乎，在南墙杀完玩家后的那个瞬间就冲了出去。可等到靠近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很恐怖的现象，这个南墙喝了一瓶瞬间回复药剂，直接上涨了 40% 的血条。王阳城感觉自己脑袋一下子炸开了，这可是 40% 啊！如果一名玩家残血，这瓶药剂能直接提升到还不错的状态，后续再来一瓶，直接就能喝到接近满状态。这是什么恐怖的药剂？为什么王阳城逛了各种药剂商店都没能见到过这种东西呢？又有人来了。只见南墙喝完药剂之后，将插到地上的长剑拔出，就那么看着王阳城。王阳城还在冲刺的过程之中，虽然药剂令他震惊，但是他还是进攻了上去，直接就是最强的一击，使用了百战弯刀的技能。S 级的武器，即便是强化的 S 级，所拥有的技能也不是什么玩家都能收到了的。这把百战弯刀针对盾牌有着专门的加成，可以提升 150% 的伤害。当弯刀击打上盾牌后，直接被弹开，发出了清脆的声响。您对当前玩家造成了6点伤害。什么？这一下竟然只是个位数？要知道，现在5级的玩家加上装备之后，普遍都会有200左右的血量，但是这一下只造成了7点伤害，就算是打在了盾牌上，那也有点太离谱了吧？还挺疼的。原来我没开盾牌的技能。听到这句话的王阳城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眼前这个人，发现这个人身上的装备很养眼。这身装备他也有一套，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了，这一身装备全是强化后的。王阳城又想起来昨天那个卖家卖掉了 S 级的强化装备，
该不会眼前这个就是那人吧？想到这里，王阳城发现这次活动最强的人不是枫叶，而是这个南墙。于是他连忙跑了起来：“别走啊！”但是南墙怎么会让他走？直接是盾剑齐上，连武器自带的技能都没有用，就直接是一阵砍。他虽然主打的防御，但是自身的力量和敏捷因为 S 级装备的提升也是不低的。很快，王阳城的血条就见底了。您已击杀玩家阳光大男孩。10多秒之后，在地图某处的陈长华看到了排行榜上面的变动，这个南墙竟然已经是挤进了前10之中，速度出乎意料的快啊！陈长华觉得自己之前那个的前3名都是自己公会的设想，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了的。现在他稳稳在第1名，即便是增速变慢了，也仍然是能比第2名高。而第2名是雪梅，他的公会成员现在也挺稳的，和第3名拉开的不小的距离，增速也是不错的，他那边的情况也进行得很顺利。至于其他人的情况，陈长华不关心，他现在最多也就是关心一下遇到的对手，因为遇到玩家之后，不仅仅会显示玩家的名字，还会显示的是分数。凭借着分数可以来评估一个人的实力，找到合适的了，再用洞察技能查看一下这个人的潜力。他到现在已经是用了10几次的洞察技能了，也就找到了一位有着 S 级潜力的玩家，而那名玩家已经是加入了公会，因此也不能当成目标。再然后，陈长华继续寻找着有潜力的玩家，同时在不停收割分数。第17章守株待兔，稳坐第一。第1名枫叶14300，第2名雪梅8900，第3名天冷喝热水6700，第4名多穿衣服6100，第5名远离病痛5900，第6名我和南墙比硬度5500，第17名墨水3700。墨竹家看着自己现在的排名，还算是比较满意的。他之前买了一整套强化后的 S 级装备，但他本身是偏向于刺客发展的。然而墨竹家的刺客理念有点不一样，他想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再针对对手来各种致命的攻击。所以花钱买的 S 级全套防具是为了自保，追求的就是一个字：稳。只要现在的名次能保持在第17就足够了。至于再往上一步，那第1、第2的都是什么牛鬼蛇神，实在太离谱了。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命给送进去。地图外围区域将会在3分钟之后崩塌，请处于外围区域的玩家尽快朝着中心区域靠近。这就要开始了。墨竹家打开了地图查看情况，因为活动地图很大，而玩家们会越打越少，造成玩家越来越分散这种情况。于是乎，活动就直接是设计为了外围地图会慢慢的消亡掉这个设定，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朝着中间区域靠近。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消亡还会慢慢变快，最后让玩家们全都是挤到一片区域内展开厮杀。还好不在划定的区域之内，墨竹家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想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现在处于地图外围的玩家肯定会往这边跑，而这边的地形有一座山脉，这山脉还只有他所处的这一条通过的道路，那岂不是说墨竹家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坐等着有人来，然后把他给干掉吗？想到这里，墨竹家赶忙是忙活了起来。地图外围区域将会在3分钟之后崩塌，请处于外围区域的玩家尽快朝着中心区域靠近。陈长华也接收到了这条消息，他直接打开地图一看，好家伙，自己现在的位置就是地图的外围区域，而现在还有3分钟就要开始崩塌了，这点时间的话，最好是全用来跑路，要不然的话，他再厉害，装备再好，分数再高，那一死都是没用的。想到这里，陈长华加速前进，期间还查看了一下地图，发现这地方有一点刁钻，因为这里有个山脉阻挡着，能通过的道路只有一条。于是陈长华标记了一个点位，直接朝着那边跑去。等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时间竟然还剩下1分半，而他观察了一下地形，想到了一个好点子。最近就这一个通道的话，那岂不是说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地方搞一个埋伏了？毕竟想要通过地图就得从这边走，不然的话就得徒手爬山。说干就干，陈长华当即是拿出了金钥剑，随便在路边找了块石头躲起来。而这陈长华的到来可把暗处的墨竹家吓个不轻。本来他看到有玩家过来了，心想着是开张了，正准备跳下去来上一击，没想到来的玩家顶着2个字：枫叶。墨竹家当然知道枫叶是什么概念了，直接打开排行榜就能直接看到这家伙是第1，那恐怖的分数绝对说明这人不简单啊！而且看到了那把剑，那把金钥剑是昨天挂着的那把，最后被人10万买下，金钱的力量再加上技术，怎么打？墨竹家当即就把迈出去的一条腿给缩了回来，心里一阵后怕，还好是没直接跳下去，要不然就是送死。现在可好了，哪也去不了。墨竹家看看周围的环境，上山。
这个地方太陡了，下去他真的没有办法保证一定不会被下面的枫叶发现，于是就只能待在这个躲藏点位，露出一点点小脑袋，看着下面的情况，只求他能赶快走。提升分数，有这个人在这里，就别想着提升分数了。运气可真差啊！上面的墨竹家愁眉苦脸，下面的陈长华没有发现这个女玩家，他正在守株待兔呢。现在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肯定是会有许多玩家要通过这边了。果不其然，又过了几分钟之后，就听到了乒乒乓乓一阵兵器相接的声音传来，竟然是有着人一边打一边过来了。陈长华没有先出手，毕竟到最后只要杀掉那个胜利的玩家，分数还是能直接到他的手上。地图外围区域将会在半分钟之后崩塌，请处于外围区域的玩家尽快朝着中心区域靠近。是时候了！陈长华突然之间跳了出来，看到来到这边的足足有3人，再加上刚刚死掉的，还有路途中死掉的，最开始估计是有10名玩家。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别管是10名玩家还是现在的3名玩家，继承到现在的分数都是相同的。于是乎，陈长华持着金耀剑跑到那边，因为这边是小路，就直接是用了金耀剑的技能。一道剑气迅速飞去，几人还没来得及躲闪，就被削去一大半血量，再砍上那么几下，直接收割人头。他的分数也瞬间增长了许多。外面的玩家看到这样的一幕，大喊没有游戏体验。氪金玩家的强度比普通玩家高太多了，根本就没有游戏体验。没错，这家伙几下就把人给秒了，怎么玩？看来对于陈长华这种行为，有很多人不满啊。但是也有人说出了不一样的话。等10级之后，普通玩家自己一个人也能是收集各种强化材料了，氪金的强度就降低了。10级选择好了职业，比氪金要有用多了。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普通玩家还是很不满，因为他们的分数被清空之后，不久白白浪费了时间参加这场活动了吗？直到他们看到了这么一条的提示：游戏开始10分钟之内，死亡玩家按照最低奖励发放；10分钟后，死亡玩家按照死亡时排名发放奖励。现在才出现这一条，好家伙，这下心里平衡些了。第18章，人体加特灵。墨竹家看到了那杀人效率之后，眼睛都瞪直了。这什么伤害？即便是拿着 S 级的武器，也不应该几下就把3个玩家全都给杀掉了吧？难道说，昨天挂着的不只是 S 级的武器，还有各种装备？这人既然是能花10万来买一把剑，那这样的话，买一身装备应该也算不上是什么难事。一身 S 级，死！墨竹家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怕的，得亏刚刚没有是直接下去，要不然就以他这身装备，也就是多挨几下的事情。这个男人不能惹啊！墨竹家的名次再下降，可就算是这样，他也不敢动弹。那名叫枫叶的玩家，他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要在这次活动中对方作对。陈长华那边看着自己的分数又上涨了许多之后，满意点了点头。看着这条路，或许在那边的崩塌边界还会来人，但陈长华不准备在这里耽误时间了。他还是想到更开阔的地方战斗，于是乎转身后迅速消失在了这片地方。在他走了之后有1分钟，在道路那里才有人解开伪装。见了鬼了，伪装道具已消耗。只见这边突然出现了几人，仔细一看是沐风树他们，之前想要陈长华工会却被雪梅给杀掉的那波人。他们的关系不是破裂了吗？怎么现在又和好了？会长，那个枫叶这么强的？沐风树在复活之后就建立了工会，因为知道那家伙不可能再给他工会了。而在建立工会的这些时间里，他也了解到了枫叶的壮举。现实 BOSS 输出榜第1，新手村第1个完成最终任务的玩家，现在又成了分数榜1。这 TM 不是沐风树认识的枫叶啊！在公测开服后，他第一次见到枫叶的时候，正被一个精英魔物追着打，毫无还手之力。但是现在呢，公测到现在才第4天吧，这是一个什么变化？简直就是坐火箭的速度！难道说这小子遇到了天大的机遇？沐风树百思不得其解。要说机遇的话，也就开服的天赋对玩家来说是个机遇，但是枫叶要是开服就有了很强的天赋，那么当时也不会出现被精英怪血虐的事件吧？真是奇了怪了。沐风树想不通，他不知道这个家伙到底是遇到了什么好东西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本他还想在这里面报被杀之仇，但是看到了雪梅的名次，他就明白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会长，我们还走不走啊？旁边工会成员的说话声打断了他的思考。关于走不走这件事，他当然是要走的了。花掉一个很珍贵的伪装道具，不就是在等叫枫叶的玩家走掉之后，他们再前进吗？现在看这边的人已经走了，他们当然是要前进的了。走，赶紧走！而这些都被在暗处的墨竹家看在眼里。他之前就有感觉，玩家的数量不只有这些，果不其然，还真的有，不仅仅是有，还是好几个人。这让他兴奋的，有好几个人就会互相残杀，
等到最后一人活下来后，墨竹家跳出去收割，完美。但是他仔细看又突然发现，这几个人竟然是一伙的，正在那边聊着天呢，白高兴了一场。墨竹家心里怎么来到这里之后，什么事情都无法如愿呢？先是枫叶，又是这群人的组队，就好像都在和他对着干一样，烦死了。现在身上是有 S 级的装备，但是缺少一把强力的武器，他没有信心能一对多，只能眼巴巴看着几个人过去吗？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名次，好家伙，这一会都掉到20名开外了，这可真的是给墨竹家的脑瓜子整得嗡嗡的。他咬着嘴唇，现在有提上去的机会，但是怕打不过。墨竹家要做的是刺客，而不是战士啊。第2名的雪梅听上去也像个女玩家吧，同样是女玩家，我怎么就差这么远呢？他看着远去的几人，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而刚刚被提到的雪梅，现在人都杀疯了，咻咻咻咻！只见这边树木有不少是倒下的状态，这不是被用斧子砍的，也不是用剑，而是用弓箭。那种射速，那种伤害，硬生生被游戏系统给判定计算后，造成了场景破坏。吱呀，哗啦啦啦咚，又一棵树倒下了，这效率，光头强看到了都得叫一声姐。这 TM 还是人吗？什么鬼手速？处在这片树林的玩家们那可是苦得不行，地图的崩塌把他们都给赶到了这边，然后就见到一个杀人狂魔。树上的刺客见到那种攻击方式都被吓得腿软，然后被一道箭雨直接带走了。躲在树后面的玩家那就更不用想了，出来就是死，不出来也是照样死。什么人体加特林？不，这还没有达到2秒17发的程度，算不上人体加特林。这女人的手速在她面前我只能撑几秒，各种意义上的。这边的玩家破天荒地开启了聊天频道，交流着想要把她给搞死，简直就像是遇到了个 boss 一样，是真的离谱。而在外面的玩家们人都看妈了，先是有泥头车枫叶，现在又来了个加特林雪梅，没完了是吧？还让不让人玩？不是说 S 级装备很少，前期低级强化到 S 级不划算吗？现在怎么第1、第2名都是 S 级的装备全套？那个南墙有全身的 S 级装备，他才是这次黑马。王阳城复活后缓了缓，现在进入到直播里面，直接就打出了这句话。那个南墙对他来说实在是恐怖。S 级装备，枫叶也是，雪梅也是啊。S 级黑马啊，老兄，你刚看直播啊？落后太多了。王阳城头上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 S 级的装备不是很少吗？就算是昨天卖的，也没有超过100件，怎么现在一人一套？那得有多少啊？他一时间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感觉 CPU 烧掉了。第19章工会花果山。哎，你们说第1和第2名遇上了，谁会是胜出的那个啊？对啊，这2个人都很离谱，不知道是谁最后能坐稳了第1名的位置。这边的玩家们开始了想象，因为现在第1、第2的表现都很恐怖，他们俩人要是遇到了，说不定会很有看头。你还别说，你还真别说，这确实是有点意思啊。按照地图会消亡的这个设定，他们最后应该是能遇上的吧？现在的这边已经是开始了第2次的地图消亡，而且速度是越来越快的。那么按照这个进度，很快就有可能是到最后一个区域了。到那时候，感觉会是一场神仙级别的大战。这么说，我还真有点期待了。于是乎，大家继续观看这一场直播，镜头被来回调动，分数榜现在发生的变化已经是很小的了。第1、第2的位置仍然是枫叶和雪梅，但是有一个玩家现在还在往上顶着，这个人就是我和南墙比硬度，也就是在第4名的南墙，他一路追到现在这个等级，那可真是艰辛啊。不过这种艰辛是值得的，再努力一把，说不定就是能上到第3名了。而现在在那边待着的第3名很慌，非常慌。前面有2个钉子户，分数高的离谱，后面还有追赶上来的南墙，被夹杂在中间的他上也上不去，可能没一会自己的位置就被挤下去了。但是不仅仅第3名有这样的焦虑，其他没被包夹的玩家现在对于第1、第2的怨气很大，有些人甚至想着击杀掉第2名，再加上自己原本的分数，直接超过第1名。可这有个很难的地方，那就是这些玩家们之间没办法互相配合啊。谁都想做到那个杀掉第2的人，因为到时候能直接吞下所有的奖励，其他人的话等于是白出力。于是乎，在普通的玩家里面，这种打法没有形成，但是在有一个群体里面可以产生这种打法，那便是一个工会。工会里面只要是有人在行动之中获得了好的排名，那么在领取完奖励的时候，就能在工会里面进行分。这种有组织的便可以产生行动。有一个工会现在就在筹划之中，这个工会叫花果山，是个3级工会，能容纳30人，但现在是只有17人。因为他们的会长的游戏名字叫做老孙，是从其他网游里面直接到这边的，原本就是个会长，手下面有一群成员。现在17个人全部在线，
并且后续还会有玩家成员来到这个大家庭。此时老孙的个人排名在分数榜上面已经达到了第8，因此也可以叫老八。而其他人的分数排行，除了死去的人以外，大都维持在100以内。20到30这个排名里面，有4个人让他们占了，这一股力量已经算是不错的一股劲了。可在现在，他们对于更高的名次有着想法，想要是杀了第3拿第2，或者杀了第2拿第3，最不行那也能杀了第4拿第3吧。反正这前3名他们是真的想要啊，要不然怎么会现在这个阶段就聚集在一起了？会长，咱们该找哪个做目标啊？人已经是慢慢聚到一起了，但是该找哪个下手呢？总不能是难度最高的枫叶吧？昨天他们可都是听说了，也见到了，这个家伙是输出榜1，还完成了新手村最终任务。不急，咱们先四处练级，让排名靠后的几个兄弟先去找这些人看看情况，把这个玩家指南针拿给他们，这样的话没找到之前也能让他们的名次变高一些。老孙说着就拿出一个圆盘递给旁边的这个人，这个就是道具玩家指南针。刚刚在某一个区域的中心部位拿到的道具，仅限在这局活动里面使用，死亡会掉落。它的功能效果十分的简单，就是拿在手上看指针方向就能寻找到有着玩家的方向。比如现在就指着左边，这边站着一个工会成员。老孙接着给这玩家指南的道具设置了一下，把在场的玩家全都消除了，现在所指着的便是有人的地方，在东面。好，这就给那几个愁着实力没地方用的家伙去安排任务。老孙听到之后点了点头，把手上这个道具拿了出去，希望是能运气好点，直接找到前几名那种程度。不过这个枫叶到底是什么来头？陈长华那一边也在一次区域争夺里面拿到了仅限本局内使用的道具追风腰带，这玩意还挺有意思的，属于是装备上就能发生效果的道具，其作用为追逐玩家的时候获得 20% 的速度提升。这个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很有用的，因为这样的话就能加快追击能力。但是对于陈长华来说，这个东西还真的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他的敏捷现在已经是很高的存在了，即便是不用这个东西，那也是能够追上逃亡的玩家的。可拿都拿了，总不能再丢下吧。于是乎，陈长华又把这个东西装备在自己的身上。再接着就是继续自己的分数提升之旅。边缘地图将会在3分钟之后崩塌。又开始了，地图崩塌。现在的玩家越来越少，地图也是随着崩塌变得越来越小，但是获得的分数还真的不是很少，因为现在的每个玩家都有许多的分数，一个人能顶得上好几个人。像是陈长华这样的高排名，那就更离谱了，一个人顶个几十人都是可以的。哦，对了，陈长华还想起来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还要用洞察技能看人呢。现在已经是到达了这种阶段，杀之前可以看看这名玩家的潜力怎么样，毕竟还要为了长远而考虑，这次的活动奖励只是眼前的，天赋所带来的效果才是长远的。等到有了足够的成员，他站着不动都在提升，所有人的努力都能在他身上体现得出来。第20章，一山容不得二虎。角色名纯路人，等级5，生命177，魔力155，力量27，敏捷27，防御24，魔法抗性21。B 级天赋，脱战状态移动速度提升 50%， 战斗状态提升 20%。隐藏天赋5，潜力评估 C。 竟然还能见到一个 C 级没有隐藏天赋的玩家。角色名喝水还能塞牙缝，等级5，生命191，魔力165，力量25，敏捷23，防御20，魔法抗性20，幸运30。欧皇 B 级天赋，运气爆棚。隐藏天赋，攻击 100% 暴击，但是暴击伤害减少 20%。潜力评估 B 加，又是一个 B 加级别，这天赋搭配不能说没有用，只能说完全就是没啥搭配。角色名要开心，等级4，潜力评价 A。 角色名擦炮，等级5，潜力评价 C。 陈长华用了好多次的技能，就是没发现能有几个潜力还不错的，值得拉入到自己的公会里面的玩家。 S 级可真是难找。陈长华叹了一口气，几个人加起来的运气都没能让他找到能有一个 S 级并且没有加入到公会里面的玩家。没办法，只能再继续了。再过了那么一段时间，说不定都没有办法去找人了，因为那时人都死完掉了。另一边，花果山公会也是在找着人，他们找人是在找排行榜前几名的玩家，第1名除外。靠，咱几个抓了多少人啊，都到达40几名了，还没见到一个牛的。原本他们是很靠后的排名，在公会里面是最差的，没想到开始这次任务之后都上升到了40多的名次。可就算是这个样子，
也没能找到排名靠在前面的玩家。说实话，他们有点着急了，因为等到地图缩小到一定范围之后，他们再找不到人了的话，那可就是发生混战的时候了。工会就算是想要算计前几名的玩家，那也是会受到干扰而无法达成。想到这里，几个人赶忙是商量着该去哪一个区域，抓紧时间完成。不如就这边吧，才2分钟的路程。那就走呗。几人来到了一处山上，而下面还有着一片森林。正当他们想要下去的时候，发现了奇怪的地方，这边的树木怎么有这么多倒下的？他们很奇怪这件事情，于是互想要是躲在暗处观察那么一会。几人甚至用下了道具，然后他们就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有什么用剑士硬生生把一棵树给干倒下去了。几人面面相觑，都有些发懵。再然后，他们是看到了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弓，正在对着其他的地方攻击。那把弓的射速，应该说那个女人的射速相当恐怖，他们都还没能看得清楚动作呢，就直接是飞了出去。而箭矢的落点应该是玩家，此刻像是被盯上的猎物一样四处的逃窜。他们见到这样一幕之后，无不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连忙用了放大功能，看清楚了对方的游戏名，雪梅，第2名。他们当即就是认出来了这个女玩家到底是谁，竟然是第2名的雪梅。有这种恐怖的攻击，再加上这边躲着的玩家有许多，做到第2名还真是有这种可能。这个森林就像是一个经验的宝库啊！第2名就这么恐怖了，第1那得成什么样子？几人瞬间觉得他们与前几名玩的好像不是一个游戏似的。人家完弓是几秒一箭，这个女人是几秒几箭啊？咱们公会能打过这人吗？感觉就像是打一个 boss 一样。看着这边的情况，他们是真的开始怀疑起来，自己公会那些战术能不能打死眼前这名玩家。先报告了再说，哪这么多事？几人迅速离开了这边，生怕自己也变成了猎物。而外面的玩家看到这一幕，还不知道这些人的真正来意，就开始了自己的讨论。哈哈，他们来了，看到雪梅，他们又走了，太痛了！要是我也在那几人的队伍里，肯定也是个跑。君子报仇，10年不晚。等到咱们过了10级，非得叫这些个氪金玩家吃点苦头。可先别想什么事情了，看看南墙和枫叶的位置，他们快遇到了。突然，一名玩家说出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其他人迅速调整画面，直接找到刚刚发言人的那台摄像机。原来这是一个大地图，可以直接看清楚玩家的分布位置，也就相当然看到了2人目前的位置了。只见枫叶高速移动着，而南墙正在一个沙漠古城里面与其他玩家战斗。只要是这个枫叶继续走直线的话，绝对能遇到南墙。2个全身 S 级装备的玩家争斗相遇，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场面。而且他们还希望南墙赢，因为他的分数低，就喜欢看狗咬狗。快快快，就不能再跑快点吗？赶快遇上啊，要等不及了。外面的人不知道枫叶与南墙的关系，一心思的只想着要看到互相争斗的场面。所谓一山容不得2虎，这南墙想要是提升自己的名次，那可就得杀靠前的玩家。只不过这个靠前的玩家是有点强，但是杀掉就能拿到第1呀。期待，赶紧打起来吧。这边2个摄像机的观看人数一直在往上增长着，陈长华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正在为了不被地图崩塌搞死而疯狂前进着，那速度真的很快。而另一边同样被关注的南墙正在一处沙漠的古城里面，这边有着许多躲起来的玩家，他想要提升自己的名次就要杀敌。现在他还是没能到达前3，看着雪梅的分数往上涨，他很急，真的很急。南墙生怕因为自己的表现太差而被会长忽略了，从而减少了奖励。你们这些人一起上吧，我赶时间。第21章相遇，又一个挂。你们这些人一起上吧，我很赶时间。这句话说出之后，几名玩家感觉就像是被侮辱了一样。这个南墙很狂，但是他真的有狂的资本，那一身 S 级的装备，不论单挑在场的谁都是很轻松的。只见南墙直接卸下盾牌，手持长剑，看着几人。玩家被这种态度彻底是惹怒了，纷纷拿出自己的武器来，正对着南墙。被杀了，可别哭鼻子。在这个沙漠古城的暗处，其实还有一拨人，那便是沐风树和他的工会成员。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运气竟然能达到这种程度，连续遇到了强力玩家。先是枫叶，又是这个南墙。会长，我们难道不走吗？现在的几人被隐蔽道具围着，若不是刻意寻找，很难被发现。不走？你难道不知道有一句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沐风树眼神火热地看着这边的情况，他说出这句话，那就是很明确的目的，这是要坐山观虎斗。不管谁赢了，都肯定不会是满状态，他们直接出手的话，就能直接继承大量分数。我懂了，会长。成员们仔细一想，好像真的是这个道理。沐风树现在就等一个起飞的机会呢，要是干掉南墙，就能直接上到第3的位置，那不就是起飞了吗？你们还有很多要学呢。另一边，陈长华也在往这边赶着，
他标记的地点正是沙漠古城。此时要是地图上可以显示名字，那么这几拨人能直接连成一条直线。1. 枫叶。2. 木枫树的工会。3. 古城原本埋伏在此的玩家。4. 南墙。外面的玩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局势，一个个表现的那是相当的兴奋，因为现在出现的这些都很有看点。他们想看到枫叶和南墙打，也想看到南墙那边打完之后，木枫树干掉最后者，成为第3名，然后与枫叶打，或者是枫叶来了，全都乱杀掉，最后与南墙1对1真男人对决。等不及了，快快遇上啊！给点力啊，磨磨唧唧的。急，我真的很急。陈长华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关注，他只是在赶路，到现在才是来到了沙漠地区。只见面前一片黄沙，唯一的其他色彩就是仙人掌的绿色了。一眼望去，连玩家都没有见到。但是陈长华仍然拿着自己的金耀剑，打开地图，继续朝着沙漠古城跑去。现在已经是来到了不会崩塌的地方，可以尽情的斩杀敌人了。另一边的南墙解开盾牌之后，一直在和几名玩家战斗。虽然防御很高，但是他真正打起来之后，血量仍然是降低的很快，对方的血条也下降的很快，已经是有一名玩家死掉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仍然是南墙血量落了下风。不拿盾牌，看不起我们是吧？这就是后果。MD， 看着你现在的样子可真爽。几人着实是出了一口恶气，原来第4名也没那么无敌啊，也是可以一个工会的。搞笑呢？不好意思，咱们继续吧。喝完药的南墙还是原本的那副状态，但是面前的几个人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几个人忍不住紧张起来，都在想着该怎么逃离掉这边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打不过这个叫南墙的玩家了。真 TM 见鬼了，竟然能有这种伤害，比挂还离谱。几个人叫嚷着转过头，四散着就是要跑开的节奏啊。南墙怎么可能会放掉到手的分数，瞬间拔剑开始了自己的操作。只见是那把剑强力的技能一开，整个人的战斗力直接提升了 150%。 原来现在才是认真的呀，不对，这小子还没认真打。暗处的陈长华知道这个家伙还没拿出来自己的盾牌，所以这还不是最认真的程度，因为盾牌就算是拿出来不使用，那也是有着很多强力的加成的啊。这下好，到头还是一个死。几个人四散着跑开，还是死掉。但是有一个人跑出去了这个地方，速度很快就要到了沙漠古城之外。TM 的，还好老子跑得快，这个狗东西竟然还隐藏实力。那人一边咒骂一边奔跑着，但是内心是狂喜的，因为自己捡回来一条命。然而他遇上了另一名玩家拦路，别拦老子的路，要不然道具直接呼你脸上。见到有玩家拦着他的道路，这个人当即就火冒三丈了，就要使出自己的力量。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那名玩家的名字，不是别人，正是枫叶。那2个名字就像是自带着压迫感一样，这名玩家直接是忘了呼吸，一个没看准，竟然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完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然是能有这么差。先是看到了分数榜第4，紧接着又出现了隐藏实力这种狗事，接下来要逃走的时候，竟然是被第1名拦住。哥，行好，你看我现在的分数这么少，就饶了我吧，咱都不够您的零头呢。这家伙以祈求的话语说着，只见陈长华什么也没有说，眼珠子却转了转，看向另外一个地方。直播间的大家看到这一幕，那是期待了很久的啊。好兄弟，说了这番话拖住了人，现在第1和第4都在这边见面了。鬼才啊，终于是可以看到神仙打架的场景了。结，咱就爱看狗咬狗。众人十分兴奋，因为接下来肯定是会上演一场第1、第4的好戏。第1为了稳住位置，肯定和第4战斗；第4为了上升名次，肯定是会和第1进行战斗。2个全身 S 级的氪金玩家肯定是要打起来了。只见画面中的陈长华击杀掉那个求饶的玩家，甩了甩金耀剑，然后收起了剑。懂了，这是要先进行战前的经验交流。先来点舌战是吧？没事，咱可以等。现在的镜头拉得很近，可以看清楚2人的情况。当那南墙拿出盾牌，将长剑与其放到一起之后，向前走着。陈长华也向前走着，眼看着2人就到了交战距离，却没有发生战斗。这个南墙就站到那里了，然后陈长华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拍了拍肩膀。啊，搞毛你？有人能告诉我啥情况吗？拍肩膀这个动作很常见，就是上级领导对下级成员看好或者鼓励的时候用的动作，但是用在游戏里，用在即将开始战斗的2人，那也太奇怪了，简直就像是在说第4名了，干得不错。鬼使哦，第4名也强得很，怎么会是第1名的手下？会长，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南墙一开口就是给众人一整个王炸。会长，一个工会的，又给大家整懵了。第1、第4竟然都是一个工会的，
而且第一是会长。这个时候，之前被杀掉的木枫树可算是抓到了好的发言时机，他掌握着其他人都没有的消息。这个枫叶的工会叫枫树，枫树，枫树。大家见到一个叫木枫树的，顶着一个其他工会的名字进行了发言。虽然有疑惑，但是绝大多数感兴趣的玩家们还是去搜了这个工会。这不搜不知道，一搜那是吓了一大跳啊！这个叫做枫树的工会竟然只有这4名玩家，去掉会长，只剩下3名玩家，等级还只是一个1级的工会。很难想象这是分数榜第1名所创立的工会，就4名玩家，一个在第1，一个在第4 ，MD 大工会都没他牛批。虽然人家只有4个人，但是人家获得的东西感觉比40人的工会都要多。小小工会竟然藏着卧龙凤雏，太离谱了！尤大佬，申请了，申请了！这4名玩家组成的工会真的是把大家给吓到了。他们听过专门有为精英建立的工会，但没有能到达这种精英程度吧？还好还好，只是4名玩家，要是有20名玩家，岂不是前10全都被占了？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能这么大呢？玩家们对着这个叫做枫树的工会一阵吐槽，没办法，槽点太多了呀。好了好了，咱们跑题了，现在是看活动直播呢。过了好一会，大家才缓过来劲，专心看着直播。现在的陈长华正在和南墙商量着去一个地方，因为现在的陈长华已经有了足够的分数，可以指导南墙获取分数，到时候前3就都是他们的了。不过第1只可能是陈长华的。我们去这里的树林，一般来说这里面会藏着许多埋伏的玩家，针对路过的行人。好，就听会长的。有了陈长华的指挥，南墙心里面燃烧起来了一团火。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得让会长好好看一下他的技术。强强联手，这次南墙的目标直接提升到了第2。没错，他想要把雪梅给挤下来，自己做第2。如果陈长华知道了这人有这种想法，那肯定是会很高兴的吧。第23章，第2名要被堵了。陈长华所指着的树林就是韩雪梅所在的那个树林，在这个时候接近于新一轮的崩塌了，因此还有许多玩家来到这个树林里面。这一来那可就难走了，只要是被雪梅发现之后，他就会对这名玩家有个印象，朝4周逃跑。要是没有个道具之类的，还真难跑得掉。怎么又遇到这种人了？墨竹家躲到一棵树上，他刚来到这边就发现有一个很恐怖的玩家，具体是谁还没能看到，但是他明白对方是个用功的，实力的话绝对能排得上是前几名了。先遇到第1名，现在又到了这局面，他觉得自己的运气真的是奇差无比。咻咻咻，一阵像是弓箭飞出的声音，他正位于树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边跑动着一名玩家。他跑了还没一会，就直接被几发弓箭干掉了。见到这里，墨竹家更努力地隐藏自己的位置，被发现了绝对是个死字。因为是想要做刺客，他其实装备和饰品中有许多降低存在感之类的效果，因此他躲在这里还算是比较安全的。只要是没有人躲到这个树下，然后把那名强力的玩家引过来就行。别看到我呀！墨竹家默念着观察周围的情况，没一会他就发现有一名玩家直冲冲跑过来了。完了完了，这个玩家明显是要把人往这边引来啊！他现在真想朝下面警告，不要到这边来。咻！嘣！一发箭矢贯穿了玩家，紧接着那名玩家就死掉了。看到这里，墨竹家努力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来声音，因为那一名很强大的玩家走过来了。是他！墨竹家看到之后，在心里说了一句，他终于是看到了这人究竟是谁，是叫雪梅的玩家，而雪梅正是现在的榜单第2。先是遇到了第1名枫叶，又是遇到了第2名，这可真是……正当墨竹家思考着，下面的韩雪梅竟然直接靠着树休息起来了。其实雪梅也不是在休息，而是她觉得有点不对劲，这边的玩家多得有点离谱啊！明明杀了许多名了，现在击杀掉这一名玩家之后，感觉树林里还有其他动静，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边有什么好东西的在争夺呢。事实上这边除了玩家以外啥也没有。当局者迷啊！不知道谁在直播间里面发了这句话，倒是很符合现在这边的情况的。观众们可都清楚，在几分钟之前来了许多人，他们可都是一伙的，听着为首的人商量着是要击杀雪梅来获得第2的名次呢。这可要比之前围杀南墙的人更多，而且技术还要更好。有看头了，不知道面对这么多人，这个雪梅怎么应对？说不定这里残余的玩家也会出手帮助击杀掉这个雪梅呢。喂喂，你们可别忘了，还有2个人正在往这边赶呢。经历过沙漠古城的观众们很清楚，这南墙还有枫叶是一伙的。不仅仅是这样，他们俩还一起决定了下一个目标地点。经过地图一看，就是现在雪梅与这波人的地方。这次是真的有看头了，第1、第2、第4，还有一群工会玩家，这前几名的位置肯定是要发生变化。出售瓜子、花生、饮料喽！
大家快都搬个小板凳来，好戏就要开始了。还瓜子花生呢，这边可是在网游，不是乡村大舞台。直播间里面谈笑着，就发现树林那边的对峙已经是开始了。老孙那边早就是让每个工会成员都拿上了小道具，现在的每个工会成员通过道具就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位置。10几名玩家全都是在这里了，准备的就是要把雪梅给干到死。只见为首的老孙拿出长枪，仔细判断着雪梅目前的位置，并进行着分析。那个雪梅是个完工的，绝对不能与他拉开距离，要不然吃亏的是我们。咱们要布置个阵，然后把他引到这里面之后，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节奏对他进行攻击了。这些所说的方法已经是开始了，阵法已经进行了布置，要的就是把雪梅围困到这里面。而后就剩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该怎么把对方给吸引到这里面来。他们思考着，互相交谈了一番之后，决定是直接使用最简单的办法，用人去吸引。如此就要求有一名跑得快的玩家站出来了，最好还是名次低的。不多时，这名玩家就被选出来了。没办法，他只好是照做，为了工会全体的利益。毕竟把这个叫雪梅杀掉之后，所获得的第2名奖励能让工会里面几个人起飞。快去吧！现在的会长老孙简直就像是一个催命鬼一样，让那一名玩家赶快出发。会长，你到时候可得给我一把 A 级武器啊！放心吧，只要杀掉了雪梅之后，你 A 级的武器随便挑。得到了这句回应，他才是给自己打着气，从树上直接就是跳了下去。紧接着就是要寻找雪梅的身影，他拿着一个盾牌，颤颤巍巍在树林里面走着。没有确切的位置，那会是感觉四面都是有着敌人。不过他有着之前可以指出来玩家的指南针，现在的这个指南针绝对会指出来雪梅的方位，因为这东西的机制就是指引一名玩家之后，只有对方死亡或者脱离了范围，才会出现改变目标的效果。这指南针指的越是稳，就越是接近目标。而现在这名玩家的手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MD 感觉像是在玩恐怖游戏，附近很安静，环境也很不错，但是他知道这边很危险。要是那个雪梅突然跳出来，他却没能及时做出来反应的话，那么他就完蛋了。因此他现在是高度紧张的情况，拿着这个指南针仔细想着到底该怎么办应对突然发生的情况。只能是一边祈祷一边注意了，连走动的动作都是小心翼翼的。没办法，一旦自己暴露了，不光是死掉，指南针也没了。第24章被围堵，运气差。操，找到了！他找到了，绝对找到了。那边树下有个漂亮的女玩家，但就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女玩家，把附近的人们给折磨得不成样子。她的手速太离谱，根本没人能撑得住，所以正面对抗是不现实的。豁出去了！这名玩家拿出几个飞镖，并且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之后，朝着那边就算一甩。这一下并没有击中，而是打到了旁边的树上。雪梅警觉，朝着他那边看去的时候，还将弓箭准备好了。那名玩家二话不说就开始奔跑。雪梅见到这动静之后，迅速反应过来，也是加速追逐过去。那玩家见到自己得逞了，连忙是朝着工会规定的那边跑去。只要是把这个叫雪梅的玩家给吸引到指定的位置，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这有点难，因为雪梅的敏捷也很高，不仅是这样，她的攻击方式还是弓箭。弓箭可是远程啊，就算是这种情况下也是能够使用起来的。只见数道箭矢朝着那边飞了过去，那名玩家在奔跑途中难以躲避，索性就按照 S 型进行奔跑，或者是一阵胡乱的跑。即便如此，还是无法避免被弓箭击中。这个雪梅的箭矢不仅多，还射击得很准，但他的任务眼瞅着就能完成了，现在已经是很接近那边的程度了。想到这里，他不自觉又加快了脚步。怎么跑这么快？一回头，他发现这个雪梅已经距离很近了，明明他比雪梅要早行动许多，还有着距离。看来这个雪梅不仅仅是力量高，敏捷的数值也是很高的呀。但是他数值再高，也不可能是高得过这工会那边的人在一起的数值，一打多就是劣势，不用多想。快到了！这名玩家见到了标志性的东西就明白，已经是快要到达这片区域了。想到这里，他拼尽全力往指定的地方跑去。别跑了！雪梅那边已经是击中了几次，现在眼前这个拼命奔跑的玩家已经是血量很低的状态了，只要再有一下，他就是要死的了。在他看来，再怎么挣扎都已经是无用，这名玩家必定要死的。然而他却做出来了一个反常的举动，那便是突然间的转身，朝着雪梅这边甩过来一个飞镖。雪梅不躲不闪，直接挨了这一下，血量掉的并不多。你还挺能跑的，不过现在的情况你没有什么办法了，乖乖变成分数吧。雪梅用那种像是哄小孩的语气。见此，那名玩家汗毛都立起来了，朝着一边大喊：你们还要等到什么？他还没说完就被一剑爆头，紧接着就变成了分数。而雪梅听到这句话感到有些不妙，刚刚的那名玩家绝对是在喊人，说明还有其他玩家想着要对他出手。
雪梅当即拿好了自己的弓箭，谨慎观察着周围。她不躲不闪，就是因为还想捞分数。捞分数也是因为有东西在撑腰，那就是从陈长华那边拿的药剂。这些药剂的效果如此离谱，就算是被围攻的情况下，也能很轻松拉起来自己的状态。但是从活动开始到现在，他是没怎么用过这些东西的，因为他受到的伤害不多，用起来弓箭都没人能近身到他，可不就是用不上回复的药剂吗？不过给 buff 的药剂还是喝了好多瓶的。有了这些底气的雪梅，觉得一打多还是可以试一试的。咻！这一发箭矢并不是韩雪梅发出的，而是射向韩雪梅的。他见到这种情况，连忙扭头看向发出攻击的那个地方，但是还没有看到究竟是谁发射来的攻击呢，紧接着就出现了状况，另一边跳出来2个人，这边不只是一个人。雪梅转过去身子，决定先对付刚刚跳出来的2个家伙，因为他们要是近身了，对自己有点不利。因为他是使用弓箭的，这样一来被近身之后是会有着很大的限制的，这可不太好，会影响攻击操作，也会打断节奏。他又不像是南墙那样的打法，绝不能被近身。想到这里，他拉满弓弦就要射击。与此同时，树林里的另一名女玩家下了树，她终于离开了。是墨竹家，在雪梅离开后，她终于能从上面直接跳下来，而不受到威胁了。运气难得好了一次，墨竹家很开心，因为能下来就意味着可以尝试跑出去，能抛出去的话，就可以对自己的分数进行增长了。看看自己的分数排名，他已经掉到了42名了。要知道，原本的墨竹家是第17名的成绩，在被枫叶耽搁之后，又被困到树林，一直没有进分数，掉得飞快。他捏紧了小手，决定要在这次的地图收缩之后上到第30名的成绩。但是在此之前，还得先完成一件事情，那便是出去这个树林，因为在这里还有一个恐怖的女玩家，一身 S 级装备，手速快得吓人。地图下一次崩塌将会在2分钟以后。听着这道声音的提示，他已经跑出了树林。而墨竹家不知道的是，他走的这条道路是陈长华和南墙选择的道路。陈长华那边看着雪梅刚刚的分数又上涨了几分，便满意点了点头。而一路上有着指导的南墙也是吃到了不少的分数，现在直接是到了第3名。陈长华自己已经好几分钟没有涨分了，不过他还是第1名。会长，见到下一个人，你杀他拿点分数吧。南墙跟在陈长华旁边，心里很是愧疚，因为这个好心的会长为了他竟然是1分都不吃。不仅是这样，还好心为他指出来可能有人，还教导寻找玩家的技巧。即是会长也是老师，什么好的都想着成员，还有比这要更好的人吗？你吃就行，分数而已，现在你要做的就是稳住第3，不要被超。听到这句话，南墙的愧疚感更多了，但也正因为有愧疚感，他下定决心在工会里面好好表现，好好发展，为了工会的未来。第25章，穿得越少数值越高。终于出来了。从树林里面出来的墨竹家很开心，因为接下来就到了自己的升级之旅了。不对，是上分之旅。现在的小目标是30名，他在地图上标记了一处地点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动。只见墨竹家将自己的细剑挂在腰间，喝了一口可以增加移动速度的药剂，沿着这条路迅速前进。但是外面的观众看到他现在的举动，那简直就像是一个自杀行为。因为他走的这条道路上有枫叶这个第1名，不仅仅是这样，还有南墙这个第3名，2个强力玩家，他一个几十名开外的女玩家，还不是要被生吞活剥了呀？于是乎，大家就盯着地图上3个圆点，一个点是墨竹家，另外的2个点是枫叶和南墙。3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关键是这条道路还是弯曲的，有遮挡物，也就是说，墨竹家无法看到下一个路段的情况。于是乎，很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这是道路的一处拐角，而正是这个拐角，3人相遇了。墨竹家还没拔剑，看到这2人的名字一下子就懵了，那一刻就好像是 CPU 烧了，脑袋直接死机。一个南墙近万的分数，一个枫叶，这位更是重量级人物，从一开始就稳坐第1名。而另外2人的反应也让观众没看懂。南墙拔剑就要砍死这个女人，这个时候陈长华却是一把拉住她，因为他在刚刚用了一次自己的洞察技能。角色名墨水，等级5，生命199，魔力169，力量39，敏捷41加8，防御28，魔法抗性30，幸运0。隐者 S 级天赋，敏捷基于面板提升 20% 敏捷，前行时降低存在感，增加至 200% 的伤害，穿戴装备越少，各项数值提升越高，光脚无脚不生。隐藏天赋，全神贯注全属性提升，视觉加强，听力加强，学习感悟技能的速度显著提升。特殊
隐藏幸运值固定为50，不管装备对幸运提升有多高，全部为50。潜力评估 S 加，这个面板可不能杀啊！天赋 S 级，隐藏天赋也是很不错的那种，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个女孩也太倒霉了。还好是自己的天赋只会把面板拿来，而不会继承别的什么，要不然这个固定为50，那岂不是她也要跟着倒霉了？这个女孩留着短发，体态优美，颜值很高，但是这运气怎么会差成这样子？会长，你干嘛？南墙被拉住之后，眼睁睁看着这个女孩跑掉了，那可是分数啊！难道说会长想要这个女人的分数？留着她还有用？陈长华还发现这个女玩家还没进入公会，那么这是一个好机会啊！于是乎，他迅速朝着那边移动，追上了这个叫墨水的女玩家。南墙虽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但还是堵住了墨水的另一个退路。墨水被这样堵着，不知所措。前面是分数榜第1名，后面是分数榜第3，想走都走不了。这被围困的一幕，外面也看见了。现在的评论向着墨水一边倒，要杀要剐随你们。这个墨水好歹是个女玩家，2个大男人这样子是要欺负她？我去，不会是看着墨水长得好看，所以就起了色心吧？傻站着干啥呢？还不快跑！墨水也想跑啊，可现在的情况是前有狼后有虎，想跑都跑不掉。自己身上虽然有着一身的 S 级装备，但是在面对这样的2个人，还是算不上什么呀。特别是那枫叶的眼神，简直能看透他一般。怎么才40多的名次？因为运气。陈长华原来是去看排名了，他发现这个叫墨水的只有40多的排名，这样是有点奇怪。陈长华又全身上下看了一遍这个女孩，发现一个事情，她穿着的是自己之前卖的装备啊，看来她还很有钱，可能是某个大老板的女儿。但是这样一看，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女人穿的太多了。因为陈长华还记得这人的天赋，隐者 S 级天赋，敏捷基于面板提升 20% 敏捷，前行时降低存在感，增加至 200% 的伤害，穿戴装备越少，各项数值提升越高，光脚无脚不生。这穿戴装备越少，各项数值提升越高。现在全副武装的样子，不仅是没有响应的提升，还有可能是有着负提升，最起码得露出来脚吧，光脚没有脚不生，再来前行状态的话，可以干很多事。嗨嗨，陈长华轻咳2声，怎么这就开始对女孩进行分析了？人家还没要加入自己的公会呢，因此他得先问问，想活命吗？听到这里，不仅是墨水懵了，南墙也懵了，不是拿分数，而是要他活着。南墙现在脑子里面只有一句话：色字头上一把刀，怪不得这家伙是个钢铁直男。想啊，很想啊。墨水很快反应过来，回答是肯定的。谁不想着活下去啊？特别是他，因为在之前有过冲入前20的成绩，现在却是40多名，肯定是不甘心啊。要是运气没那么差，没有耽误时间，说不定他都有可能冲进前10了。因此，在问到想不想活下去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是想要活下去了。你要让我做什么？墨水回答的时候眼里有光，但是又立刻想到一件事情，这个人不可能白白就让自己活下来吧，肯定还要什么条件之类的。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抱紧了身子，等待回应。陈长华看着这女玩家可怜楚楚的样子，没有心软，也没改变态度，他的要求又不过分，反而是对墨水更好的事情。我想要你加入我的公会，看你潜力还不错的。哎，听到这里，墨水内心说了一句还好还好，再然后一脸笑意的点头，加入个公会而已。第26章，让我进入。加入公会，这对墨竹家也就是墨水来说算不上什么很难的要求，倒不如说对他很有利，因为这不只是能在这次的活动中活下来，还能进入枫叶的公会。枫叶是谁啊？那可是现在的分数榜第1，被他邀请进入公会，证明这个人肯定是看上自己什么了。颜值、实力、潜力，不管哪个，能进这种人的公会，肯定是要比进入那种不知名的小公会要好。墨水现在很庆幸开服第2天的时候拒绝了一个公会副会长的邀请。那么在确定之前，还要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做到1周上线5天，而且上线的时间都在3小时以上吗？听到这个问题，墨水仔细思考着。现在的他除去家庭因素，其实有大把时间可以放在游戏上，别说每周上线5天了，就算是每天都上线，他也是能做到的。因此墨水更仔细思考的并不是上线的问题，而是枫叶问这句话的缘由。什么样的公会才会要求成员按时上线啊？那肯定是大佬的公会了。这个枫树搞得有模有样啊。想到这里，墨水迅速进行回答，这个我能做得到。听到这里，陈长华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样的话，公会又收了一名很有潜力的女玩家。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叫墨水的，
他的工会就可以进行升级了呀。虽然工会的名额提升暂时还用不上，但是工会仓库的提升可以用上。再说了，还有其他提升呢，既然是能升级，那为啥不升？能做到就好。对了，既然你说了要加入工会，但出去之后反悔了的话，我会杀你无数次，直到变回1级。听到这句话，墨水感觉头皮发麻。杀无数次，她好歹是个女玩家哎，竟然对她这么凶残。看来这个叫枫叶的真不是因为颜值看上了她。想到这里，墨水连忙回答：我说话算话，你就放心吧。陈长华见到他这种态度之后，满意的点了点头。既然墨水已经是他的人了，那就要考虑考虑事情。这个40多的名次肯定是不够的，身为他的工会成员，在这次怎么说也得能冲到前15吧。想到这里，陈长华就要是进行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便是帮墨水进行提升。他转头看向南墙，说：你的实力足够强，现在单走是最好的。墨水的话，在这次活动中被我带比较好，先把他的名次给提升上来。南墙听到这里，查了查墨水的名次，发现的确是要进行提升一下的。再仔细思考一下自己现在的情况，跟着陈长华是会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有了墨水，那能获得的分数不如单走。想要超雪梅，就得单走去别的地方获取更多分数，也正好是可以消化一下刚刚教导的那些东西。于是他在地图上标记了个位置，点了点头，交代了几句话，就跑开了。而墨水内心狂喜，现在的情况是第1名这位枫叶要带他刷分。以枫叶的实力，他就算是在一旁喝汤都能获得很多分数。还有这种好事，那么不可能不蹭。这时候外面的风向就一下子乱了套，因为陈长华不按照套路出牌啊，竟然是推销自己的工会。但是仔细想想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他的工会人很少。不过这个理由有点让观众们觉得虚伪。还有潜力呢，我看就是因为长得好看才邀请的。长得好看就能进入大佬的工会，那也很不错呀。我看你们这些男人就是酸了。没错，姐妹们，赶紧向他的工会发出申请啊！工会名字叫枫树，人家枫叶长得帅，还有技术，并且能穿一身 S 级，很有钱。你们这群发表言论的家伙，能有一项吗？许多名女玩家的这番话，着实给广大男同胞心上插刀子啊！论颜值，这个枫树超过大多数人，甚至那个成员南墙都能比多数人长得好看。论技术，人家现在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因为全身 S 的有雪梅，还有南墙，而他却能在这几人中脱颖而出，那肯定就是技术了。再说最后一个钱财，那可是全身的 S 级装备啊！现在这个新手时期进行强化，绝大多数人连一件都不愿意花钱来整，这3个都凑一块，筛选的人绝对能达到 99% 吧。男玩家们表面不屑，其实内心已经是在骂娘，酸的不行。这个服务器怎么就出了一个叫枫叶的玩家呢？会长，你要帮助我涨名次吗？是啊，怎么能出一个叫枫叶的离谱玩家呢？墨水也是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这个人是会长，他是与其他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家是想让枫叶转服，墨水是想让枫叶留在这里。你这个40多名也太低了，太低了。会长，其实你不用说出来的。这话真是往墨水的伤口上撒盐啊！他也辉煌过，进入前20呢。走吧，继续去树林这边。陈长华说着，转向树林的方向。若没有遇到墨水，他现在应该是和南墙已经到达了树林的了。而听到这里的墨水露出了很奇怪的表情，他可是知道的，在这边的树林里面，可是有一个很恐怖的女玩家。她的手速快得吓人，几乎没有人能在她面前撑得住半分钟。现如今树林那边都已经是被她乱杀的了，墨水还是靠着其他人把她吸引走了，并且靠着自己的天赋逃出来的。现在再回去，那个第2名肯定还在。眼前的枫树虽然是第1名，但是墨水觉得在树林里面和第2名雪梅打，那也是吃亏的，搞不好还会死到那里。会长，不能去啊！于是乎，他好心提醒陈长华，这地图又不只是有着树林一个地方，肯定还有更好的选择，没必要只顾着树林啊。为什么不能去？陈长华皱了皱眉，他不知道树林里面有什么，因此是不知道墨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那里有。第27章未能如愿，小树林战斗。因为那里有一个人。什么人？现在分数榜的第2名，那个叫做雪梅的女玩家。墨水一脸惊恐地把雪梅这个名字给说出来，在树林里面的雪梅简直就像是一个超级大 boss。而陈长华听到这里却是会心一笑，因为那叫雪梅的正是他的工会成员啊。之前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原来是在树林这边刷分数啊。会长，我们还是不要去了，那边他完攻有优势的。墨水在这里好心提醒着，因为他见识过雪梅的攻击，简直就像是用枪突突突一般。而面对这好心的提醒，陈长华没有第一时间回应。他思考了一下，现在去树林那边的确是有点不好，因为在那边的玩家都是雪梅积累下来冲分的，他带着墨水进去，
就等于是抢他的分数。虽然看在会长的面子上，肯定会给墨水让分，但是心里肯定还有怨气，这样是在打消成员积极性。陈长华不应该做这种打消积极性的事情，反正能刷分数的地方还有许多呢，没有必要死磕树林。于是他的回答很明确了，那就去别的地方吧。听到这里，墨水松了一口气，他不知道雪梅与陈长华的关系，现在还以为是他忌惮第2名的实力，不敢去呢。毕竟陈长华现在稳着第1，没有充分的动力，仅仅需要做到的就是稳住第1名就是可以的了。跟我来。陈长华说着就带着墨水离开了。而外面的观众们看到这里，那叫一个失望啊。 Mad， 这下好了，没办法看到第1、第2对着干的场景了。服，但是也不用着急吧，早晚会遇上的。我现在就想看啊，急啥呀？现在这边有个工会和雪梅打着呢，先看着呗。树林这边那个工会已经是和雪梅对上了，记得工会名字叫花果山，会长叫老孙。他们这边的工会10几个人，现在还剩下10个人。只见场上各种远程攻击直飞，雪梅一边躲避着一边进行攻击，但是双拳难敌4手啊，这边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不仅仅是有着远程攻击，还有近战，特别是那个叫老孙的玩家，手持长枪耍的那叫一个漂亮，一边有着枪花，一边还使用着突刺技能。雪梅近战能力弱，一旦被缠上，那就是很难发挥出原有的实力。但他还有一个技能，那便是精品长弓里面的箭雨。只见他朝着天拉一下弓，几十上百发箭矢从天而降。这种攻击对于老孙这边的人来说会消耗血量，也是能直接打断节奏。但是不闪避的话，这一套直接能把一名玩家干到残血，这样可就不好了，残血意味着补一下就能死掉。所以他们在见到雪梅的抬手动作之后，就立刻会进行躲避。而雪梅也想到了一个骗人招式，只见他还没到冷却时间结束，就直接朝着天空拉弓。其他玩家见状连忙是闪身躲避，只有老孙还在范围内，因为他心里有数，不要被骗了，这个雪梅的冷却时间是1分半左右，这才距离刚刚过去了不到1分钟，不可能是直接释放出来箭雨的。果不其然，这个假动作之后什么也没有出现，反倒是工会成员匆忙躲避，被打断了节奏。雪梅借助着这个机会，对着其中一个工会成员就是一顿操作，瞬间秒杀。Baby， 第2名也会用这种招式，搞这种东西。面对这种声音，雪梅还奔跑着喝了一瓶回复药剂，接着朝众人说，第2名也是玩家，靠着自己的智慧战斗，有问题吗？这话倒是说的没毛病，而且最重要的是，会长老孙在假动作的时候就已经是识破了，还帮成员们点出来，技不如人就别怪别的什么因素了。于是乎，大家继续专心对待这边的雪梅。刚刚雪梅在喝到回复药之后，血量直接拉到了 70%。 工会的大家不惊讶，因为他已经是不止1次喝药了。这回复的血量是很多，但是大家的伤害要比回复的多，就可以慢慢磨死雪梅。而外面的众人见到这一幕，又开始了讨论，这回复的药剂到底在哪买的？南墙有，这个雪梅也有。对啊，这回复的血量太夸张了，简直就像是直接吃了一整个大血包一样。现在的新手村里面，难道有隐藏的 NPC 没被找到？他们很疑惑，究竟是怎么样买到了这样的药剂，回血量回的实在是太多了。挂，没活了是吧？看啥都是挂。这边的雪梅继续是对这个工会进行战斗，他的分数距离第1名还差很多，而工会这边的还是坚持相信着自己能够把雪梅给击杀掉。因为雪梅一个弓箭手，防御并不是特别的高，血量的话也是不高的，一口药剂回这么多只是表象，实际上只要发动几轮的攻击，这回复的血量就直接耗干净了。老孙坚信，只要按照这个节奏继续下去就能赢。一想到击杀掉雪梅可以直接获得第2的位置，他就忍不住的兴奋啊。那长枪舞动的越来越快，技能的衔接也是越来越迅速。雪梅身上插着箭矢和各种飞镖，还有被长枪长剑攻击留下的痕迹，放到常人哪早死了。然而雪梅这边只是显示了几个负面状态：流血，每10秒降低 1% 的血量；受伤，攻击下降 15%， 速度下降10%。这些个负面状态对他来说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是特别的大。眼下要做的还是专心完成对工会成员的击杀，而且这一边还有其他放阴箭的玩家，他们在之前受到雪梅的压制，现在有工会的对抗后，有些选择跑掉，有些选择在这里攻击耍阴招，这些也让雪梅很头疼，但是他不着急，因为他很清楚现在自己的状态不可能死得掉，专心搞完这个会长就能脱困。第28章败退，离谱的伤害。除了会长和会长周围的几个人难缠外，其他的纯粹就是来凑着数的，只要想办法把这么几个人给干掉，那么就可以是脱离困境了，到时候就可以把剩下的这些人全都看成分数。
想到这里，雪梅手里面的攻击更加迅速了，并且又是释放了一次剑雨，但这一次直接是把魔力给干空了，必须得再喝上那么一瓶回复蓝量的药剂。这下老孙可就抓住机会了，他可不想让雪梅喝药剂，果断是出手朝着雪梅使用起来自己的技能。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雪梅就等着这个机会呢。在他冲过来的时候，雪梅连射2箭，然后迅速换了一把武器。这2箭飞向了老孙，但是只中了1箭。然而雪梅换了一把武器后，竟然直接冲了上来，手里面拿着的是一把砍刀。他对着老孙就是一刀下去，他这是要是挨到了，那就是直接残血。成员见状，那立刻就是慌了神，因为老孙现在的名次是整个公会里面最高的，而且还有上升的空间，现在要是死到了这里的话，将会是一大损失。因此在见到这种危险的局面，其他成员管不了这么多了，当下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护着会长的周全，距离最近的甚至是直接跑到那里扛刀。但是雪梅的第一刀是必中的，直接是把会长老孙打残血了，剩下的刀成员来扛。更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或加快攻击，或跑着过去帮助会长。但是雪梅拿着砍刀，仅凭借着面板就已经是能造成大量伤害了，成员挡个几下就可能是死掉了。老孙见此，迅速分析局面，现在的队伍状态很不好，该被消耗的都被直接消耗了，雪梅完全有能力把他们一网打尽。更何况暗处的玩家见到工会落下风了，还有可能是趁火打劫。就这么一种局面，最好是要做一件事的，那便是撤退。走，都走啊！老孙说着就朝着一个方向指着过去，在战前商量过的众人肯定是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再看看眼前的情况，的确是不再适合继续下去了，他们便一边护着会长一边跑。雪梅太强了，若是像会长这样的多来1、2个，那么可能还会有胜算。但是现在的花果山一些核心成员都还没有来到这个游戏，今日这一战打得不完整啊！想跑？雪梅看着这些人，就像是看着一个的分数，才不会是把这些家伙都给放掉。那把精品长弓又被拿了出来，对着几人就是射击。他们见到这种情况，跑得更快了。啧，赶紧跑吧，都玩完了。靠，这雪梅的装备好，技术也不错，打个毛啊！原本在暗处的玩家们看到这个工会的离开，自己也是赶紧准备跑掉，谁还愿意在这边等死啊？外面的观众见到这一幕，面面相觑，这个局势发生变化也太快了吧！前边还是老孙占上风，压着雪梅都用出假动作这种招式了，后边竟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老孙直接被打残，工会落荒而逃。好家伙，雪梅虽然是个女玩家，但没想到能这么强，这玩的感觉比第1名还要厉害啊！一打多还打赢了，要不是遇到的人少，第1应该是他的了。有第1的实力，没有第1的运气。外面的观众在见到这场战斗之后，心里面都觉得这个雪梅是有第1的实力的，因为在之前的陈长华不敢进入树林，打的玩家也都是单打独斗那种，很少以1对多，实力表现的不多，让大家小看了。大家想看到的是第1名被雪梅压制杀掉的场景，而转到陈长华那边的场景，现在的他正带着工会的新成员，也就是墨水，前往的是地图上的一处高地，这边是和南墙所在的地方为相反的方向，所以他们是遇不到的。到了，陈长华停下脚步，他们已经是登上了这处高地，放眼望去，这边全是乱石，这边能有人吗？虽然陈长华是第1名，但见到这边的环境之后，墨水还是有点怀疑，因为这边的情况是一片乱石，遮挡物就只有石头，和树林那边相比，这边可以利用的环境真的是少得可怜啊！看看地图，这边也不是地图崩塌之后的必经之地，等到崩塌之后，也不会有太多人往这边跑。这种环境下还能有人来？会有的，乐意 PVP 的玩家。然而陈长华坚持说会有人来的，绝对会有人来的。所讲的乐意 PVP 的玩家会选择这处高地，墨水不清楚，只好是跟着陈长华走。而就是这样走了好几分钟，他们发现了有好几人正在混战。见到这里，陈长华露出了一抹微笑，他看着墨水指了一个方向，说：那块大石头，还有人在那边想要坐享渔翁之利。墨水看看他，又看看指的那个大石头，就看了这几眼，就能明白会有人躲藏。吹牛也不能这样说吧。显然这个墨水是不相信的，但是接下来的情况让他都忘记了呼吸。只见陈长华拿出了一根小飞镖，这飞镖长得有点像是苦无，但又不是苦无，就是很正常的投掷品，可这个东西上面散着的光泽简直就像是一件艺术品，给人的感觉不像是用来攻击的，而是要放到展览里面的。而陈长华拿着这个飞镖，眼神锐利，紧紧盯着石头，然后猛一甩，咻！这飞镖像是子弹一样飞了过去，砰的一声，竟然把石头崩碎了一块。
而那边正好有个全神贯注看着几人战斗的玩家，被这炸裂声吓了一跳，黑影闪了一下。墨水目瞪口呆，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首先是飞镖，扔一个飞镖能造成这样恐怖的效果。其次是那个大石头，真的有人。墨水连场景都没能观察完全呢，会长陈长华就已经发现有人了，这得是多么恐怖的观察力啊！第29章，谁是螳螂，谁是黄雀？见到墨水如此惊讶，他笑了笑，装了一个小逼。多看多练多玩，你也可以。这句话属实是刺激到了墨水，他现在的技术和装备说实话已经超过了这个服务器大多数人。但就算是这样，在陈长华的面前，他仍然像是一个新手。不管是找人的技巧、观察能力、战斗能力、分析能力，他都是完全输给了陈长华。明明都是刚开服的玩家，为什么这个陈长华能这么强？没道理啊！难道这就是游戏天赋吗？现在我们怎么办？墨水缓过神来之后，虚心向陈长华请教，因为他已经见识到了第1名的实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那边的几人打完，躲在石头后的出手了，我们再过去。陈长华的意思，那便是等待了。反正这分数在最后会继承到一个人的身上，墨水只要是把最后一个人杀掉就好了。现在要做的是躲起来，在乱石堆里面随便找个大石头躲避，其实就已经是可以的了。于是乎，两个人来到了一处石头的后面，这里能看到那边的情况，要出手时也有一条可以迅速到达的路子。大概过了4分钟吧，那边几人的混战终于是结束了，最后胜利的是一名拿着长枪的玩家。可是这名拿着长枪的玩家还没来得及高兴呢，一边的大石头就跳出来一个人。这个家伙是之前陈长华用飞镖惊吓的那个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的分数我就收下了。这人跳出来之后非常嚣张，因为拿着长枪的那名玩家现在的血量只有 20%， 就这 20%， 随便来个人都能干掉。卑鄙，竟然用这种方式！长枪玩家有些不甘心，自己辛辛苦苦在混战之中赢得了胜利，没想到给这种人做了嫁衣。但是他没有任何办法，在刚刚的战斗中已经是用出了浑身解数，现在能做的只有逃跑。然而跑都跑不掉了，这一次是必死的局面。果然，这一名拿着长枪的玩家在坚持了半分多钟之后就死掉了。就当他还在高兴的时候，墨水出来了。他不废话，对着这一名玩家就是一个背刺。虽然没有吃到天赋效果，但他的装备加成也是不错的，毕竟是买的陈长华挂在那边的 S 级装备，再怎么说也比眼前玩家身上的要好得多。谁？刚刚击败一名玩家，还没来得及查看自己的排名呢，没想到就直接是被刺了一下。关键是这一下还打出来了暴击，这名玩家连忙进行躲避，等待他的却是下一道攻击。墨水跟他不废话，直接就是个干。我成螳螂了是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刚刚自己还是黄雀呢，没想到现在是成了螳螂。这名玩家深知自己可能就得交代在这里了，但是他还想挣扎一下，拿出自己的强力道具。然而在下一刻，他懵了，自己拿着道具的手没了。墨水竟然触发了断肢效果，直接给这手臂砍断了。在这个人惊讶的时候，武器刺入脑袋，100%触发暴击，就这么收割了对方。墨水连忙打开排行榜，发现自己的名次提升的相当迅速，30名、28名、20名、19名，最后竟然是停在了第12名。好家伙，这一波直接起飞了，要是再努力一些，就能直接冲进前10了。墨水非常兴奋，他刚要准备回去，就发现这片场地又出现了一个人。套娃是吧？黄雀和螳螂的身份不停交换。妹子，对不住了，咱也要分数。这个男人摩拳擦掌，势必要从墨水手里拿来分数。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东西突然之间飞了过来，一下子贯穿了这一个男人。他的头上接连冒出了几个效果：重伤、流血、虚弱、疼痛、贯穿。墨水知道刚刚那一下攻击是谁搞出来的，是他的会长枫叶。一个飞镖就对这名玩家造成了这么多的效果啊！哪个老阴瘪？这名玩家四处张望，中了这一下之后，别说从墨水上夺取分数了，就算是逃跑都难。而外面的观众看到这名玩家的惨状，都觉得是很同情。但是刚刚陈长华的攻击动作，连他们都没能看清楚，那是扔的飞镖？放屁！飞镖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应该是什么武器的技能而已。肯定是技能吧，要不然这一下远程比第2名专门完工的还要强，那根本不可能。没错，现在的雪梅应该是咱们服务器的射手天花板了。大家都以为陈长华这一下是直接使用的技能，而不是用的武器进行了普通攻击。但事实上是，他就很简单扔了一个飞镖而已，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只是面板属性太高，再加上这一下直接暴击了，才能成这样的效果。还好没秒掉，陈长华还怕自己把那家伙秒掉了，墨水没办法更进一步了呢。再看到只是把那家伙打废之后，
他松了一口气，然后打开了排行榜，查看现在的排名。第一名枫叶21400，第二名雪梅13800，第三名我和南墙比印度11700，第四名南孚暗夜汽车9800，第九名墨水8900。在击杀掉这名玩家之后，墨水直接来到了第9名，冲击到了前10里面。陈长华满意的点了点头。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南墙的分数也已经是过了万。若是按照这个增速，超过雪梅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雪梅想要超陈长华，这可就有点难了。他即便是很长时间都没出手，现在的分数仍然是在2万以上，这可比雪梅不知道要高到哪去。可以说陈长华现在摆烂，偶尔杀几个人，到最后都能稳坐第一，除非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要不然第一的位置绝对是他的。地图外围将会在3分钟之后发生崩塌。第30章转移阵地，各大工会聚集。在进一步缩小地图之后，这边的墨水又进了一步，现在的排名已经是到达了第7名。他看陈长华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这乃是会长啊，简直就是衣食父母。从缩圈到现在，这个陈长华硬是一个人也没杀，把分数全都留给了他，遇到难搞的还会出手帮助。他现在觉得从开服到现在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就是与他的见面。会长，咱们接下来去哪啊？墨水这声会长喊得特别亲切，态度比南墙和雪梅都要好。这倒是也能理解，毕竟这个墨水是陈长华亲自带的，到现在能达到第7名的好成绩还得靠他。这一次外面的人纷纷羡慕墨水，不管是什么原因，人家墨水就是能被大佬带，有大佬带就是能比其他人要强。现在名为枫树的工会申请都给挤爆了，有些玩家发现这申请竟然是达到了上限。陈长华一个人直接把这个工会盘活了，现在只要他想，立刻就能让工会人数爆满。但是陈长华不会这么做，为了工会的未来考虑，还是得邀请像墨水这样有潜力还能活跃的玩家。该去平原了。高地上的2人已经待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有好几分钟都没能看到玩家。陈长华判断这个地方已经是没有继续挖掘的必要了，该去下一个地区。好，按照现在的节奏，还有1轮，地图就火缩到只剩下一片大区域了。工会花果山的老孙逃脱雪梅的追杀后，成员只剩下了4个人，损失太大了，还没能把雪梅击杀，这不真的很亏。但是他要死了的话更亏，亏的底裤都不剩下。会长，这下可怎么办啊？他们工会采用了抱团战术，没办法让个人增长，导致现在大家的名次普遍都不高。老孙有其他的工会关系，知道别人家的工会都是选择独自作战，偶尔汇合一下，他们就完全反着来，就是为了能集中火力击杀掉一名强力玩家。谁知道这一下踢到了铁板上，遇见的人竟然是雪梅，不仅没有击杀对方，还被对方打了个落花流水，只能选择传统的方式各自分散了。老孙一声叹息，耽误了这么长时间，那可是真的惨。但是还有办法，现在分散打人，把分数提升上去，到最后一波再想办法聚到一起，这样的打法是比较保守的。明白了，会长。他们这边分散，其他的工会却已经是开始聚集了。月色真美，这是一个工会名，会长是一名叫做嫦娥的女玩家，一头银色长发，加上金黄色的眼瞳，在人群中非常显眼。她技术好，颜值高，是一名主播。但是与其他乱家人的主播不同，嫦娥的工会里面有着审核机制，而且多收留的是女玩家，男人只占20%，女玩家占80%。不仅是这样，男玩家们大多还都是工具人，在这里女玩家才是天。此时在这里汇聚的11人就全是女玩家。会长，咱们的目标要不放在第3名吧？那家伙的游戏名就让人不爽。他们在商量的是最后一次缩圈后该集合进攻打谁。第一太难了，不一定打得过。第2也难说，没有人见过。第3名的话，还真有人远远看到过，是个一手拿盾一手拿剑的男人。我和南墙比印度，可以选他，到时候能让我直接到第2名。嫦娥现在的名次也是进了前10，但是他没有太过出色的表现，因为嫦娥想要在10级时选择职业为法师那一类的，但是法师在10级以前几乎是个4不像，因为10级以前技能少得可怜，法杖连最基础的技能都释放不出来，很少能有人获得卷轴。他要不是学会了一个冰的技能，现在肯定是拿着冷兵器和别人打呢。然而就是这么艰难的条件，嫦娥仍旧是坚持成为法师。他在以前直播其他网游时就已经是法师的常驻户了，偶尔玩玩牧师这类的职业。等到最后一次地图崩塌后，咱们在剩下地图的东北角集合。嫦娥继续安排着事情，与此同时，其他的工会也有集合好的了。这个的工会名字为剑光死，其会长名为绝世好剑。工会等级虽然是只有2级，但是人数达到了19，再加上一个就满了。
这个工会是今天刚创建的，会长和花果山那边的老孙有点像，都是从其他网游转过来的。此时这边聚集了12名玩家，全都是用剑的，正商量着自己下一步的策略。第一次活动而已，咱们现在只要保证好自己的分数就可以了，毕竟今天才建立工会。会长名字是绝世好剑，其他人喜欢称呼他为绝剑或者剑兄。这人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就在刚刚他已经是爬到了第4名。但是绝剑今天才创建工会，觉得还不用这么着急。今天的这个活动以后肯定也还有活动，能稳稳拿到奖励才是真，没必要让大家争个你死我活，特别是核心成员还没有来到的情况下。听会长的，咱们稳住就可以了。让人意外的是，这些人要求的是稳，而不是冲。不过说句实话，稳有稳的好处，冲也是有冲的好处的。陈长华这边的工会打法就是没有打法，他们都是各打各的，就是单纯的实力碾压而已。除了墨水还得带一带，但是等到出去之后拿东西填满他的背包，也就不用担心什么了。会长，咱们到了。墨水一口一个会长，叫得很是好听。听到他的提醒，陈长华打开地图一看，这边正是到了平原。不出意外的话，这边的平原就是最后一个大场地了。他们提前来到这边，就是要先熟悉地形，顺便寻找一下其他玩家的痕迹。因为在最后的10分钟里面，剩余的所有玩家都会在这里，那时候简直就是混战了。先把地形给摸透了，一点坏处都没有。第31章，妹子，来我工会吧。地图还剩下2分半进行崩塌，这是最后一次收缩地图了。目前场上所剩下的玩家要超过100名，还是比较多的。但陈长华和墨水一起，这么长时间并没有击杀掉几名玩家，大家的分数还都没有增加多少，这说明不只是他们，其他人也是没有发生战斗。看来大家都在专心跑图，毕竟这最后一次崩塌的范围有点大。地图还剩下1分钟进行崩塌。现在来看，其实在这边已经有了很多玩家了，只不过没有在陈长华这边的范围，反倒是另外一边的南墙见到了几个人。但是这几个人他只能追得上一个，因为南墙的敏捷不算太高，能活到现在的都算是参与者之中玩得比较好的人了。想要像之前那样虐杀玩家，现在是不可能的了。雪梅那边也是这样的感觉，分数的增长老半天才能找到并击杀一个人，因此现在的排名在最后的10分钟内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动了。然而还是有不甘心的，就比如工会月色真美的会长嫦娥，现在就在找排名靠前的玩家，他想要提升自己，如果能进入前3就更好了。因此嫦娥现在满地图找人，他的工会成员就在暗处跟着嫦娥，一旦找到了目标就冲上去。这个时候嫦娥还真找到了一名玩家，通过放大功能一看，那个人的名字是墨水。墨水他很清楚是一个排名靠前的玩家，在之前突然之间上升的。嫦娥没想到的是，这个叫墨水的是一名女玩家。女玩家少见，玩得好的就更少见了，能在排名靠前的名单里面找到一名女玩家可真是难得。他现在的想法突然就从升排名变成了邀请这名女玩家到自己的工会，因为这样的人可不多得呀，要是被别人抢走那可是一大损失。想到这里，他很迅速跑了过去，并且一边跑一边放出动静，为蝶就是能让墨水能够看到他在跑动。而墨水因为暂时性和陈长华分开，现在是很警觉的状态。在这个嫦娥第一次发出声响的时候，墨水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个名叫嫦娥的到底是在搞什么鬼，直接拿出武器迎战。唉，咱不是要跟你打架的。只见嫦娥一边跑一边向着墨水示好，主动将自己的武器收了起来。墨水见到这里也没有放松警惕，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在骗他呢？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啊。我是看上你了。只见嫦娥走到一个安全距离，现在双方都不会第一时间攻击到对方，但是聊天能听得很清楚。听到这句话，墨水满脸疑惑，看上了？她是个女孩子啊。我想要邀请你进入我的工会。听到这里，墨水仔细观察了一下眼前的人，看到名字后一查，好家伙，和自己的排名差不多，而且对方是要邀请进入工会的，这让墨水忍不住回忆起了第2次和陈长华见面的时候。当时陈长华也是直接提出来工会的事情，这让墨水忽然觉得自己似乎是个很受欢迎、很幸运的玩家。不好意思，我有工会了。不过想归想，墨水还是很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份了，他已经是陈长华的人，有陈长华才有他现在的名次。利用了就一脚把人家踢开，这可不是墨水的作风。更何况陈长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会长，在这次活动中体现得很清楚。反观眼前的这位，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他的工会怎么样，拒绝是必然的。有工会了，这一句话让嫦娥的心都碎了。有工会那就代表着没办法进入月色真美，而且现在还是敌人，因为是在活动中，还是不相同的工会，那就对不起了。就在嫦娥想要出手的时候，
陈长华到来了。他直接走到了墨水的身边，拿出了那把金钥剑。这是我的工会成员，当面挖人可不是一个好行为，更何况现在的工会连踢人都还没有允许。嫦娥听到有人这样说，眉头紧锁，微微转头，表情直接变成了惊讶，因为那个男人的名字是枫叶。在活动之中的玩家，无人不知枫叶这个名字，第一，从开局到现在都是第一。这下嫦娥能理解墨水了，有个分数第一的是自己的会长，傻子都知道该选哪个。可嫦娥还是有点恼火，这个男人虽然分数高，长得也还不错，但是他内心还是有一种好白菜被猪拱了的感觉，那真是可惜了，我们现在成了敌人。于是乎他没有走，而是拍了拍掌，姐妹们，现在有敌人出现在眼前，有一个还是第一名，我们该怎么办？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当然是打死他们了。墨水四处张望，这附近只要响起一句话就有人出现，这出现的还清一色的全是女人。陈长华倒是没有太过惊讶，前世的记忆让他明白是有这么一个工会的。记得在中后期，这个工会仍然活跃着，而且女玩家的数量占了 95%。 只要在组队里面邀请到了一个月色真美的成员，男人们都会表现出很好的态度。很简单，和这个女玩家打好关系之后，就能通过她获得更多月色真美成员的联系方式。要知道，这里面都是一些年轻漂亮有技术的女玩家，是大家争抢的对象。而现在的月色真美就已经是这种的规模了，可以见得他们其实在前期也很强力，靠的就是嫦娥的主播身份，能接触大量玩家，并且靠着自己的慧眼来寻找合适的人。但是任何慧眼都比不上陈长华拥有的技能洞察。姐妹们，上！对于这个第一名，大家虽然是觉得难，但是都没有见到过真正实力，只是通过分数来觉得是很强的人。但是现在一看，全身 S 级装备，似乎是个氪金玩家啊，再有了点运气做到这个位置的吧，可以打打看。第32章，女人之间的战斗。呀啊！不要！在开打之前，他们信心满满，觉得陈长华是因为这身装备再加上运气好才做到这个位置上的。但是真正的打起来之后，发现还真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的伤害高的吓人，并且游戏技巧也很高，他们每次出招都能被陈长华看到弱点，然后被攻破。外面的人都看硬看猛了，这陈长华一对多还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一旁的墨水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帮忙才好，月色真美的成员注意力全都放在了陈长华身上，他就在一旁观看着，就这样观看着。一位手持长剑的女玩家在挨了几剑外加一道剑气之后直接死亡了。嫦娥现在早就没有了之前的那种状态，现在她神色凝重，自己原本的节奏全被打乱了。照着这样下去，将会只留下一个结果，工会全军覆没。因为陈长华的装备好，技术也不差，更关键的是他的药剂一瓶就能回大量的 HP。 如果提前知道这些事情，可能还有一战之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原本的节奏都被打乱了，在这里击杀陈长华的几率不是没有，而是很小。想到这里，嫦娥当即大声呼喊：姐妹们，我们走，不跟他斗了。看到这里，外面的众人明白，嫦娥这是知道自己打不过了。我知道这个嫦娥是个主播，在其他网游里面技术也能排得很靠前，加上这么多人竟然打不过他，这个枫叶感觉比雪梅还要离谱。雪梅也是一挑多，枫叶也是一挑多，应该差不了哪去吧。这下更期待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了。现在的大家很关注雪梅与枫叶的动向，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两个人所表现的实力是最强的，他们可是都想看到两人打起来啊。会长，你这也太强了。在画面中，墨水一脸崇拜地看着陈长华，没办法，刚才那种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以一敌多不落下风，弓箭飞镖全部躲避，技能释放流畅无比。这之前陈长华出手的次数很少，每次还都很短暂，但这一次着实是刷新了墨水对他的认知，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自己与陈长华的差距。第一的名号真不是虚的。墨水也想起来了之前的雪梅，她的实力也很强，不知道遇见之后会发生什么。这种操作你好好练习也能做到。陈长华见到那些人四处散开之后也没去追逐，因为追只能追上一个，还得是没使用道具的。但是这个工会里面只有几个人的分数还说得过去，可这几个人的防备有很多，道具也是数不清，更何况他们还有自己的专门逃跑路线，要追的话不容易。因此他收起了长剑，转而拿出了飞镖，只说不追，可没说不杀。咻咻，他们跑得再快，能有飞镖快；他们的道具再多，能有飞镖多。先搞的就是嫦娥，其他几个也给安排上。他们分散着跑，而陈长华在原地只要打一下换一个方向就可以了。最后的结果是10个飞镖中了7个，7个飞镖击杀了2个人，
打残了2个人，被打残的里面就有嫦娥。你的机会来了，干掉他！丢完飞镖之后，陈长华转头对着墨水这样说了一句。墨水有点懵，但随后就反应过来了，这是要让自己上分啊！这个嫦娥可是排在前几名的玩家，分数很高的。于是乎，墨水点了点头，朝着那边冲过去。墨水他自己为了这次活动也是有准备的，不管是药剂还有道具都很充分。而追上一个正常奔跑的玩家，他能做到，但是追嫦娥是真做不到。但是现在的嫦娥是残血，身上有很多负面状态，跑不快，也耐力也是下降的很厉害。我的嫦娥，不要杀！都是女人，何苦要为难女人？好家伙，来了呀！这些嫦娥的粉丝，别理他们，专心看直播就好了。墨水追逐嫦娥，距离拉得越来越小，嫦娥当即就是使用道具。然而道具还没用出来，一个飞镖击中了他。是墨水的飞镖，他受到陈长华的影响，竟然也玩起来了这种东西。这一下不仅是打断了道具的使用，还让墨水清楚标记到了嫦娥。你跑不掉了。见此，墨水开启了自己装备附带的技能，当即就加速前进了数米，效果堪比闪现。不仅是这样，在这个技能释放完成之后，他的移动速度也增加了。没多久就追上了嫦娥。面对残血的嫦娥，墨水直接2下命中，带走了嫦娥。这击杀之后，全部的分数都继承了过来，他的名次竟然直接到了第2名。雪梅懵了，自从他进入到枫叶公会里面，除了陈长华，没人能在输出榜或者分数榜超他。但是现在竟然被一名叫墨水的玩家给超了。他不能理解自己的装备全身 S 级，技术也说得过去，稳住第2这么久，竟然被一个之前都没有见过的玩家超过了。南墙那边看到自己的名次降下去了，也是感觉到有些懵。这一看，竟然是有人坐上了第2的位置。但是他没有慌，因为在扫榜之后发现，这前10排名之中还有一个人直接消失了。这说明名为墨水的玩家把他给击杀掉，再加上原本的分数才能到达第2。那么他要是也把一名前10以内的玩家击杀掉的话，同样是能进入高的名次，甚至有可能直接到第1。想到这里，南墙当即开始了自己的狩猎行动。而陈长华那里看到了墨水能直接到第2，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是他允许的。但是在这之后，他就不会给墨水提供帮助了，因为自己也需要分数。他要稳住第1，要不然的话，雪梅或者南墙随便击杀掉一个排名靠前的人，他的第1名就不保了。为了自己的名次，他必须出手了。第33章离谱的工会前4全战。剑光死工会的会长绝剑在墨水击杀掉嫦娥的时候也是在场的。他亲眼看到墨水丢了一个飞镖之后，以极其恐怖的速度跑了过去，几下就把嫦娥给杀了。卧槽！混网游圈的他自然是知道嫦娥的实力，这个女人不仅仅是个颜值主播，实力也是能很不错的。但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被一名叫做墨水的玩家给击杀掉了。他没有见到过陈长华与嫦娥的争斗，所以默认是嫦娥被单杀了。这个游戏这么恐怖的吗？他之前没有见过墨水这个名字在其他网游里面大放光彩，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了2种可能：一，这个墨水是大佬开的号，没使用以前的名字；二，这个是新人，但是天生就很会玩这种游戏。如果是第一个猜想那还好，但要是第2个猜想是对了的话，那也太恐怖了吧。照这么说，这个墨水刚接触就达到了这种成就，简直无法让人相信。但是这个网游因为是虚拟现实的游戏，玩家数量庞大，在这种庞大的数目下，真出现几个天生会玩游戏的，也还真说不定。想到这里，绝剑觉得更要赶紧完成一件事情了，那就是扩大自己的工会，让工会能在这个服务器立足。也不知道这个墨水有没有加入其他工会。绝剑打着主意，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想着要直接击杀墨水获得分数，因为他忌惮那种单杀嫦娥的实力，万一自己冲上去落了下风怎么办？再观望观望吧，观望，有机会再说。而在这外面的直播间，大家一直都在观望。看到墨水击杀嫦娥，大家其实没有太过惊讶，因为他们看到了全程是陈长华帮助才能有这次的击杀。大家惊讶和不理解的是，这个陈长华竟然真的把最多分数的嫦娥给让给了墨水。卧槽，好会长啊，这么多分数说给就给，墨水可还没加入工会呢。南墙都没有这待遇吧，重女轻男啊。懂什么？这是锻炼南墙的能力。这个枫叶把分让出去了，自己都快要被超过了，真行啊。大家的态度转变得很快，因为这一次他们是真的佩服，竟然主动让出这么多分数，眼睛都不眨一下，跟其他虚伪的会长一比，那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枫树这个工会申请的消息早就是爆炸了，但就算是这样，大家还是不停地朝着这个工会申请，因为算上墨水还有陈长华，这个工会也才就5个人，而工会可以升级，升级的上限官方还没有明说。但是大家都知道，
越早进越好，进去之后就能享受到陈长华的照顾。这样的工会谁不想进啊？在活动地图里面的陈长华还不知道外面自己的工会已经是火到爆炸的程度，他现在正专心搞分数呢，争取是达到3万分，这样的话应该是能稳坐第一了。而雪梅除非是连杀2个排名靠前的，或者直接杀掉南墙，要不然是拿不到他第一的位置的。至于墨水，再没了他的帮助，迟早要被雪梅和南墙超，以墨水现在的能力，那也就是能稳住第4吧。工会参与了4个人，这4人占着前4的位置，能有这种成绩已经是很夸张的了。陈长华也就能做到这种地步，因为活动的设定最高就是这种地步了，总不能来整几个第1名吧。他是知道在活动的规则里面，到达一定时间之后死亡是按照死亡时的奖励发放，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呢，那便是能获得多少的奖励。名次太低，几百名开外可以100%继承，但是到达第100名的时候，奖励只能获得85%。依次递减，到达前几名的时候，奖励获得只能达到60%左右，而当第1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数字。这样一来，在第1的位置上死去，说不定还没有第3、第4获得的奖励多呢。陈长华才不干这种亏大发的事情，还是稳一点比较好。他是第一先保证自己的一切，然后再想成员。成员也是自己的一部分嘛，优先级肯定是高点，但是不能高过自己。会长，我好了。墨水一脸兴奋的回来了，他干死了嫦娥，现在特别高兴。不错。看这个开心的像小孩子的墨水，他回应了一下。在排行榜上已经是能看到墨水的成绩了，但是他还是要回来汇报一下，看来已经是彻底把自己当出了工会的一部分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稳住名次了，像雪梅还有南墙，他们本来分数就很高，稍微杀一些就能超过你。第2、第3你很难保住，但是第4你应该是可以的。而我现在要保证第1名的位置，所以不能时刻照顾你了。听着陈长华说了这么多，他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毕竟会长自己也是玩家，也有自己的名次，能帮助他从40多名到达现在的前几名，墨水已经是很感激的了。他再次觉得玩这游戏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发现了陈长华，被邀请进入工会。好了，接下来去这个地方。陈长华调整状态，准备是去下一个地方了。墨水自然是没有意见的，只是他没有发现在暗处有个人一直跟着他来到了附近，那个人就是绝剑。而以上帝视角观察局势的大家现在很兴奋，很期待。期待的不是绝剑的跟踪，而是陈长华定的位置。他现在定的位置有1名玩家在那里，而那名玩家叫雪梅。MD， 终于要到这一刻了，最后的地图了，不可能再遇不上了吧？那边的几人坚持住啊，至少要等枫叶到来，我们要看神仙打架。没错，你们别现在死，待会等到枫叶来了再死。这些话虽然很不礼貌，但是大家心里都是这个想法。雪梅现在为了分数主动出击，面对的是整个工会花果山。第34章，会长简直是圣人。雪梅那边独自面对本就不太行了的花果山工会，别抓着一个工会猛薅羊毛吧。成员们很是无奈，他们这次才刚刚集合就被雪梅找到了。老孙也很是郁闷，在那次对雪梅的围堵之后，他们的运气就一直是不太好的，名次只能进行维持，而得不到提升，其他人也是这样，这让人很是无奈啊。但没有任何的办法，运气这种东西又不是实质性的东西，看不见又摸不着，报仇报到底。雪梅拿着那把精品的长弓，现在的局势已经成了定局，他们4个人想跑都跑不掉了。然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只见另外3个成员来到会长的身边，他们眼神交流了一下，就全都抬起头。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会长老孙出手了，并不是对着雪梅出手，而是对着自己的成员出手。3个人反正都是死，不如是让这3人的分数全都到会长的身上，这样还能提高点名次。只见老孙使出自己的全力一击，直接把这3人给击杀掉，那些分数就全都汇聚到了自己的身上。第5名，这是老孙现在的名次，能到达这里再死已经是较为不错的了。雪梅看着这一切没有阻止，因为这些人的死又不会造成分数的消失，反而会让分数全都到达一个人的身上。这样的话，雪梅反而是更加方便能把他击杀，以此来获得分数。那么再见了。咻！雪梅射了好多，全都暴击，老孙反抗了几下就没了。在临死的时候留下一句，等到10级之后，让你们这群氪金玩家好看。10级，每个人都提10级，观众也提，他也提，玩家们都提这个10级，因为这个10级实在是太重要了。到那个时候就会开放一个城市，可以获得职业技能，也变得容易获得，并且可以自己学出来。不仅是这样，城市里面的各种任务奖励都是材料和钱币。有了这些，普通玩家们靠着干也能强化自己的武器装备。
到时候氪金玩家的优势将会一下子被消减掉，前期那种压制玩家无双割草的快感将会不复存在，大家忍辱负重，就是为了到达10级。那我等着。雪梅不以为然，这些武器装备又不是他氪金搞出来的，是会长给的。他也知道10级以后的事情，但是其他人能干，难道他就不能吗？记得之前和会长闲聊的时候，还知道他在筹划一个工会的规则，那就是凭借成员的表现、在线时间等等事情，可以用这些来找他兑换东西。什么高级材料、强化装备都是可以兑换的。这对于足够干的玩家来说，简直就是意外之喜。就算是不够干的，再见到这种奖励，那肯定也是会被激励着开干。不得不说，这种想法很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会长的有足够的东西。现在工会人少，还能满足，那要是等到人一多起来了，那该怎么满足？想到这里，雪梅摇了摇头，这些事情根本就不是她应该考虑的。现在要考虑的，应当是怎么得到会长的青睐。哎，死了啦！快，枫叶跑快点啊！这边雪梅都打完了。急，我要看神仙打架。大家看到他愣在原地，当然不知道是在想什么事情了。大家在意的只是想要让2个人遇见，来看一场神仙打架。而枫叶那边却突然是放慢了速度，因为枫叶也就是陈长华看到了，现在的雪梅又到了第2名，而和自己的分数只差1000分。我被超了。墨水即便是有心理预期，但是真正看到自己的名次下降之后，还是感觉很难受。而且第4名的南墙也在奋力追赶，待会墨水的名次将会再下降1格，看来是击杀掉了一个前10名的玩家。陈长华对于这种名次的增加并没有太过惊讶，他只是看到差距越来越小，心里面有点慌而已。但是只要实力够硬，名次的事情不是问题，重要的是遇见玩家。而想到这里的陈长华加快了速度，朝着自己标记的地方跑去，这样才对吗？大战要开始喽！大家计算着现在奔跑的速度，再看看雪梅那边的状态，就能得知这次必将遇见了。神仙大战终于要开始了，跑这么快！而一直跟着墨水的绝剑并不知道什么神仙大战，他只是在跟着2个人而已。在见到枫叶之后，绝剑的计划是完全破灭了，因为那可是第1名啊！他原本想的是跟着墨水，等到他状态不好的时候进行击杀，想要分数只能这样。谁知见到了枫叶，关键是2人还是同一个工会的。本以为要打起来了，2个人的对决，他到最后可以搞一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没想到2人是一伙的，根本就打不起来。绝剑有点不甘心啊，也不知道怎么得，鬼使神差自己就跟了上来。明明知道这样很难拿到分数，他现在都搞不懂自己怎么想的了。可能是本来就要前往这个区域，正巧他们也在。反正不管如何，绝剑都一直跟着墨水还有陈长华。而另一边，雪梅思考过后，看着自己的名次，满意的点了点头。当看到第1名的分数之后，他愣住了。会长枫叶好像在许久之前就是与现在差不多的分数吧？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了，哪怕是随便杀几个人都要增长很多的分数，现在却成了这样子。雪梅发现自己只要是再加个1000多分，就能超过枫叶，到达第1名了。看到这里，雪梅又开始了胡思乱想，该不会是故意让我拿第1的吧？雪梅想到一个很离谱的事情，但是会长枫叶做出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真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会长简直就是圣人啊，专门来帮助游戏玩家的吧？第35章，前4全是工会的，离谱！雪梅还以为是会长故意没有涨分数，是想要让自己达到这个分数呢。不得不说，他是想多了。而这些想法，除了他自己以外，不会有人能知道。现在外面的观众都在期待一件事情呢，那就是雪梅与枫叶相遇。快了，加个速啊，马上就能到了。真的急！以上帝视角观看的大家，期待的神仙大战终于是要到了。他们每个人都很兴奋，紧紧盯着画面看。200米、100米，就在眼前了。只见陈长华在前，墨水在后，而那边的雪梅还在原地查看地图。他看着看着，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朝着一个方向看去，是一个熟悉的身影，会长。但是会长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见此，雪梅当即是掏出了精品长弓，就要射击。然而就在要射的时候，陈长华对着他打了个手势，示意不要攻击。这可把雪梅整得有些懵，但仔细一想的话，陈长华的实力不比他差，像身后跟着一个人这种事情，早就是能发现的。如今能跟到这里，那肯定是认识的。而另一边，墨水看到雪梅之后，心里一紧，因为这可是第2名，轻松重回宝座的那个女人。其实力，墨水觉得和陈长华是不相上下的。他刚刚想着扭头就走，但是再仔细想一想的话，会长见到有分数这么高处于第2名的玩家，那应当是击杀获得分数啊。眼下他那里只有1个人，而这一边有2人，大优势啊。
想到这里，墨水才是敢继续前进。但是当他看到雪梅拉弓正要射击的时候，还是很紧张。可有些奇怪的是，会长摆了摆手，这个叫做雪梅的玩家就放下了弓箭。难道说两人认识？墨水有些懵，而外面的人更懵了。见面不打架，做个手势是搞什么鬼啊？打呀，干什么呢？想啥呢？那可是分数啊，谁击杀了对方都能稳坐第一了。大家想见到的场景并没有出现，这让人很是恼火。搞不清楚状况，只好是继续看下去，明白个究竟。他们接近了，现在两女对视，互相打量着对方，但是从气势上来说，墨水已经输了。陈长华也不卖关子，直接就介绍起来：这是我的工会成员雪梅，这个叫墨水的是我在这场活动中找到的新成员，稍微带了一下。这话一说出，外面的人安静了1-2秒，随后爆发式的发言：啊，等了这么久，合着你们认识？搞毛啊，我想看神仙大战，而不是亲友聚会。等等啊，他说雪梅也是工会成员。有人发现了关键点，雪梅这个第2名竟然也是工会的成员。大家可都还记得，加上枫叶自己和新加入的墨水，工会里面也就5个人。但是这5个人中，其中4个都在榜单上，而且都是靠前的位置。他们4个人把前4全都给占了。想到这里，许多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前几名全被占，这是其他工会想都不敢想的呀。人家几个会长也就能挤入前10，这边都已经是前4名全占了。枫树工会如此恐怖。但要是大家知道这个工会里面还有一个不上线的玩家，那么估计会更震惊。回到画面中，雪梅在听到墨水是新收的成员后，内心戏比外面的人还要多。她甚至脑补了会长的所作所为。枫叶新收了一个名叫墨水的女玩家，这个女玩家名次较低，但是表现的还不错，挺有潜力。于是乎，需要人的枫叶对她发出邀请，墨水同意。同意之后，枫叶看她的名次很低，就主动提出要帮忙提升一下。而这一提升，就直接挤入了前10。在之前甚至到了第2名，怪不得枫叶的分数好久都没有大幅度增长。雪梅想到这里，看向墨水，满是嫉妒。她觉得带一个人没必要直接带到前几名吧？难道这个女玩家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颜值？雪梅觉得自己也很漂亮，而且要更有魅力。实力？她现在可是独自闯到了第2名啊！雪梅又从上到下打量了这个短发女玩家一遍，发现她的防具是 S 级的，但是在活动之中，会长没办法给出装备。也就是说，这是他自己的。那么就还有一个点是雪梅无法达成的，那就是有钱。可仔细想想，能随便拿出 S 级装备，各种要随便用的会长才是最有钱的吧？那么问题就不是出现在这里了。他继续进行思考，发现一个问题：性格。这个叫墨水的，看上去和表现出的就像个软软的妹子，能让人生出保护欲，就像他的妹妹似的。但是自己呢，独自闯树林，干掉整个工会，活脱脱一个女强人啊！靠，原来问题出现在这里。陈长华不知道雪梅揪着这个点能想这么多。他帮助墨水的理由很简单，这个是自己的成员，有着天赋的存在，成员越强，他自己也就越强。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坐在第一，再有很多分数，那也是第一。但是帮助墨水的话，就能给出很多提升，让他获得奖励，变得更强。至于颜值、性格之类的，他不看重这些。这又不是给自己挑选老婆，而是给自己找手找脚，变强而已。雪梅这么强，根本不需要带。南墙也是，只有墨水还没获得他的装备武器，还是邦邦比较好。会长，他也是你的成员。再看墨水，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还没从震惊之中缓过神来，因为面前的这个雪梅，那可是第2名啊。之前的南墙也好，这个雪梅也好，竟然都是面前这个陈长华的工会成员，这也太离谱了吧！前几名全都让成员给占了，这得是多强的工会才能做到这种地步？墨水在心里脑补了一个几十人的大工会，这里面全是强人，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地方。但是墨水想想自己，好像也就比普通人多了点钱，在这个工会压力好大。第36章，你是第6，我看是个老6。大家都胡思乱想了一阵子之后，这才是能好好进行交流。陈长华先是给雪梅的实力进行表扬，能够一个人到达这种地步很不容易了。紧接着又让2个女人互相说了说话，先了解一下对方，再然后制定下一步的计划。会长，我还是想独自行动。现在的时间只剩下几分钟了，但是这几分钟很有可能发生大变化。当然可以。陈长华点了点头，同时心里也有些危机感，因为自己的分数和雪梅差得不远。要是剩下的时间没能找到人的话，第1的位置有点不保啊。实在不行，陈长华心里想着，瞥了墨水一眼。实在不行的话，就把墨水杀了，这样他能获得部分奖励，然后出去再给补偿。
就是这么做会损坏形象，还可能让墨水积累的好感下降。不到万不得已中的万不得已，他绝对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那会长，我就先走了。陈长华点了点头，然后就看到雪梅独自离开。现在又是剩下了他和墨水。看着这个短发女玩家，陈长华又想起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个墨水运气好像很差，在自己身边，这最后几分钟真的不会影响吗？半分钟前躲在三人旁边的绝剑，也就是剑光死的会长，正猛逼着他在这个位置，连几人的对话都听不到，许多事都没有办法解释。就比如这三个人怎么没有打起来？他们可都是重量级啊，前3名全部到这里了，只要残了任何一个，绝剑认为靠着自己的技能和天赋都能干掉一人。若是干掉一人的话，加上原本的分数，他能直接到第1名的位置。然而想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没能如愿发生，这很奇怪。聊什么呢？绝剑听不到三人的对话，他很奇怪到底是在聊什么东西。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赶紧缩起来，因为雪梅离开了，朝着的方向还正好是这边，他只好是赶紧把脑袋缩进去，用自己的老办法进行躲避。而雪梅走着匆忙，再加上绝剑的躲藏技术还真不错，因此在最后是躲避过去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就是继续躲避，同时该好好想想自己下一步的动作了。绝剑现在的名次已经是第6了，原本想要击杀一名靠前的玩家，现在跟踪之后是不行了，他只好是准备着要去其他的地方碰一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玩家。可就当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他这边的道具效果时间过了，这也就是说现在的他有可能是会被发现的。他连忙是补了一个，并且在这里缩好，希望能躲过去。陈长华那边还在标记下一步要去的位置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他的感知很敏锐，总觉得附近好像是有着什么东西。很快陈长华就锁定了一个方向，紧接着他慢慢走了过去。而墨水看到这种举动感到奇怪，也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在到达了一定距离的时候，陈长华突然停下了脚步，因为现在已经是可以用洞察技能查看前面的障碍物了。角色名绝世好剑，等级5，生命231加10，魔力183加12，力量47加6，敏捷39加4，防御40加7，魔法抗性37加3，幸运9。剑道 A 级天赋，使用武器为剑时攻击力为 150%， 剑类技能学习练习速度提升 30%， 持剑时移动速度增加 10%。 隐藏天赋，耐力增加，感知增加，全属性随着经历额外增加。潜力评估 A++。 有人，还真的有人，而且这个名字竟然是榜上的第6名，证明玩的是真不错。但是也因为这个名字，潜力评估为 A++， 也不能收入公会之中。因为在之前查看别人的公会时，他看到了这个人正是公会剑光死的会长，不能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但是能换成另一种方式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啊，那就是分数了。这家伙现在的分数还挺多的，是可以拿来给自己稳固名次。想到这里，他当即是拿出了金耀剑，对着这边就是一道剑气过去。咻，有伤害数字，证明这个家伙就在这里躲着。但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让墨水有点没看懂，因为陈长华就是突然转头看了一个方向，走到这里之后愣了一会，突然攻击。他怎么知道这里有人的？墨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回事，这大佬的操作看不懂啊。而在躲避的人，也就是绝剑，在受到了伤害之后立即反应过来，这是暴露了，还不抓紧时间跑。想到的这里，他直接放开腿跑起来。陈长华见状，不慌不忙朝着墨水交代了一句：“这个是我的。”他说完这句话，就像是追逐猎物的凶狼一般跑了过去。而外面的嫦娥见到这一幕，想到自己的经历，幸灾乐祸的同时也感到了威胁。这个枫叶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不认识的男人，公会只有5个人，但是排名前10中他们有4个，多么恐怖的比例！这公会怕不是要把这个服务器全部的强力玩家给凑齐了啊？这就与嫦娥的目的一样了，只不过他收的是女玩家，让他都拐跑了，我怎么扩大公会？这应该是每一个会长心里想的事情吧，毕竟这个叫做枫树的公会太显眼了，明明在之前都没有人注意过，甚至他们的会长枫叶在昨天才有了重大成就，到这次的活动大展身手，是小号还是单纯的有钱而且运气好？嫦娥摇了摇头，她想不明白，现在的这种情况还是专心看看画面吧。不出所料的，绝剑在被追上之后一直是被压着打，狠狠压着打。陈长华不管是面板还是技术都太离谱了。第37章活动结束，丰富的奖励到手。绝剑毫无疑问击了。
分数全都继承到陈长华身上之后，他也就在第一名稳稳坐着了。现在剩下的只有2分钟了，这点时间，如果陈长华现在的位置能在第2名，他都没有信心能冲第1，更别说雪梅了。除非是雪梅把南墙给杀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你还可以去转转，我就算了。陈长华给墨水说了之后，就靠着一个大石头休息了。而墨水看他这种情况，又看了看自己的分数名次，发现那个南墙就快要追上来了，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因此墨水绝对要在最后的2分钟里面出去找人，压力好大。不知那个南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分数一直都有在涨，照这样的增速，在结束之前墨水肯定要被超。他已经是丢掉了第2的名次，现在不想丢掉第3。虽然说自己是靠着陈长华到现在的，但是人脉也是实力的一种。有人，墨水看到人了，不管3、7、21，上去就是打。他的技术还有属性数值都是还算得上不错的，击杀这个人不是很难，难的是如何在2分钟之内击杀掉对方，这需要技巧。活动将会在1分钟之后结束，已经是陷入1分钟倒计时了，大家要么是选择保证自己的名次，要么是选择最后冲刺一波。墨水面对的这个人就是选择保住目前的名次。活动将会在半分钟之后结束，但是墨水需要分数，他保证自己的名次也需要分数。这个人必须死！卧槽，看不过来了，这也太混乱了吧！开 party 呢，这么多人乱打。在观众的上帝视角看来，这片区域里的玩家简直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最后的这个半分钟里，都想尽办法要提升自己，分数榜20以下不断进行着变动，而20以上就相对安静些。前10的话，最后这些时间里面根本没有动过。但是在活动进行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大家看向定格的分数榜，前10发生了变化，墨水被超了，特别的可惜。南墙领先他300的分数，就这么小小的差距，就造成了2人的名次发生变化。南墙后发力啊，那家伙运气好，在最后的几分钟遇上了一队混战的家伙，虽然跑了许多，但是最后也杀了几个。墨水有点可惜啊，可惜个蛋，全都是枫树公会的人，他们赚大了。活动已经结束，这个直播间也会在3分钟之内关闭。而参与活动的玩家现在都还未传送到外面，因为都在领取奖励，将会在989秒之后自动退出活动场地。陈长华靠在石头上，看着最后的排名，为墨水感到了一丝的可惜，但也证明了南墙这家伙还是可以的，他未来发展方向是前排抗伤，能到这种地步已经很不错了。至于墨水，在最后被超了，肯定不太开心，等出去之后给点鼓励，多送点东西，估计就开心的对这个工会生出更多好感。陈长华就是要把这工会里面的人给拿捏住。您确定现在领取第1名奖励吗？确定。已获得骷髅吊坠 B 加级，已获得银质头盔 A 级，已获得技能卷轴火球。咦，这边给的东西和金币相当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数这第1名的额外奖励。已获得水晶宝箱，已获得成就令牌，使用后获得成就。您拥有1次自选 S 级武器的机会，2次自选技能卷轴的机会。这第1名的奖励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了。成就令牌先不着急使用，现在要做的是把自选先给搞完了。作为开服之后的第1个大活动，这个 S 级的自选武器是能用到10级之后的，也就是说选择它就差不多是在给自己的未来职业做铺垫，要慎重进行选择。而自选技能卷轴一般来说这个时候给的是比较通用的卷轴，选择好的适合自己的就可以。职业肯定是要增益类的了。陈长华拥有前世的记忆，所以知道未来是会有很多职业分支，且拥有隐藏职业这类的了。他想要的职业是拥有一定攻击能力的辅助职业，而非得选辅助是因为自己的天赋。自己的天赋继承的是工会成员的属性面板，而这个面板是能用药剂和增益效果进行短暂增强的。而使用辅助增益的范围技能，对我方几位工会成员进行使用的话，面板短暂提升，每个人的数字加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而这个职业还能够有一定的攻击能力，那么靠着自己强大的面板，放一个小技能都相当于别人的大招，再加上增益，这无疑是非常恐怖的职业，很适合陈长华。于是乎，抱着这样子的想法，他使用了自选 S 级的页面。断骨长刀 S 级，被动技能对玩家肢体破坏效果增强 50%。 还没看完就知道这把不合适。淬石长弓 S 级，被动技能使用者移动速度增加100分号，不合适。坚实盾牌 S 级，被动技能嘲讽效果增，不行。这边有10多把武器，其中长剑3把，大小盾牌2张，法杖2把，各类弓4把，砍刀1把，长枪1把。陈长华皱着眉继续寻找，这里面理应是应该有前世记忆中的那把武器。
当时记得没人用，因为那些效果在前期看来很差劲。找到了，冰霜断刃 S 级，被动技能，持有时使附近友方单位全属性提升 8%， 冷却缩减 20%。主动技能1，使用后全体友方单位受到冰霜祝福，武器附魔寒冰属性，并增加 300% 的伤害，仅限一次攻击，冷却时间50秒。主动技能2，使用后断刃由寒冰补全，攻击力提升至 150%， 攻击时有 50% 的概率使得地方单位陷入冰冻效果，冷却时间60秒。就是这个。第38章自选技能卷轴，成就获得。冰霜断刃 S 级，装备需求等级5，力量加23，敏捷加21，血量加29，防御加12，幸运加15。被动技能，持有时使附近友方单位全属性提。主动技能1，主动技能2，战斗力195。当陈长华选中了这把武器，并进行了领取之后，才是看到了完整的面板。不过对他来说，这把武器的面板只需要有正常 S 级的水平就可以了，毕竟看重的是技能，有了这些技能才是关键。但是这就不代表他不会对这把剑进行强化了，这可是第1名自选的 S 级武器啊，底子肯定差不了，直接强化肯定能提升不少。冰霜断刃 SS 级，祝福耐久附魔，装备需求等级5，力量加37，敏捷加31，血量加49，防御加23，幸运加30。被动技能，持有时使附近友方单位全属性提。主动技能1，主动技能2，战斗力278。这把武器强化之后也是一把很不错的武器了，比自己手上的这把金耀剑还要强。那么这把金耀剑可以是光荣退休了，到时候可以选择卖掉，也可以选择给工会成员。那么还要有2个自选技能卷轴。自选技能的卷轴他有2次机会，这2次机会他自己也是有着打算的，因为未来是想要一个能打也能增益队友的职业，这次的技能就要偏向这个自选的范围。那么他准备是要一个增益技能，一个攻击技能。于是抱着这种想法的陈长华点开了自选界面，视野瞬间就被花花绿绿的界面给覆盖了。说实话，自选武器他在前世有研究一点点，知道里面会有一把如冰霜断剑这样的武器，但是这第1名的自选技能卷轴还真没怎么研究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技能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在前中期这些技能卷轴还会有其他方式获取，来源一广，大家就不这么在意一开始的来源了。但是在现在，这些卷轴绝对能让一名玩家有着比其他人更大的优势，特别是对上了10级出新手村必打的 BOSS， 那时候有些技能真的能让通关更加顺利。请选择您想要的卷轴。鲜血汲取，使用后获得吸血效果，每次攻击回复血量值的。光芒万丈，使用后在自己身边生成一个光圈，凡是靠近的。坚如磐石，使用后防御力与韧性。陈长华一目十行，要在这些东西里面找出来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突然他的目光在一个技能卷轴上面停留了。阵中之法，使用后造成一个大范围的阵法，处于范围内的友方玩家技能冷却缩减，技能释放消耗魔力减少 30%， 魔力值短暂提升 10%， 冷却时间90秒。法力消耗50，当前等级法力消耗随着等级提升而提升。这个技能虽然没有太多提升面板的东西，但是冷却缩减这个东西可以和冰霜断剑叠加在一起啊，而且这个技能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那种，能覆盖很多人。对于法师那种依靠技能的来说，这技能还有冰霜剑，那简直就是一个神级辅助啊！就你了。陈长华选择了这个技能，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自己的技能多，这冷却时间的缩减是有很大的效果的。面板提升类的技能可以比较容易得到，但是冷却缩减的不容易得到。您已选择技能卷轴，您还有一次选择机会，还有一次的选择机会。陈长华也已经是有了自己想要的技能，他将界面滑动到相对偏下的位置，见到了这个技能心脏抓取，选中一个目标，对其造成 400% 的攻击伤害，且附加虚弱重伤效果。冷却时间60秒，法力消耗35，当前等级法力消耗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心脏抓取，这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技能，一般来说是会有刺客或者前排战士会选择这种技能，但是陈长华却要了它，其原因就是它的面板属性很高，使用了这个技能 400% 的攻击伤害是极有可能直接弄死一名玩家的，那可就真的是心脏抓取了。您已选择技能卷轴，当前剩余机会为0，自动关闭界面。完成了3次选择，陈长华看着自己新获得的东西感到非常舒适，有了这些个东西直接打10级 BOSS 都不是什么问题。想到这里，
陈长华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前世的他在一天就达到了5级，那是因为落后太多了，服务器经验加成很高。那时5级的陈长华手里最好的东西是一把 B 加级别的短剑，一直支撑着用到7级。就算是到了10级以后，选择的也是不强的职业，后来费了好大劲才进行了职业更改。但是那个时候游戏早就是开始融入现实了，他每天上游戏前都得确定现实的安全才敢上线。然而努力得到的回报相当残酷，带回现实的道具和自己的身体加强都少得可怜，这才造成了意外死亡。那时他连25岁都没有过呀，恋爱都没谈过，正是人生最好的时候。想到这里，陈长华忍不住捏紧拳头。不过再看看当下的情况，他又松了一口气。重生之后的这些经历，可以说他真的是起飞了，靠着自己的2个天赋，绝对是能够在游戏入侵之后逆袭境遇。前世被游戏里面的怪物打得四处躲藏，这一次他要把魔物打得四处躲藏。好了，还是继续现在的事情吧。3次机会都用了，他又盯上了一个东西，水晶宝箱。这个玩意和之前的现实 BOSS 奖励的箱子差不多，他随便一开之后就没管了。然后就是第1名的另外一个奖励，成就令牌，直接使用。您已获得成就一鸣惊人，限时活动。第39章4位数的面板。本服通告，玩家枫叶率先获得成就一鸣惊人。当陈长华使用了成就令牌之后，本服通告响了2声，都是这个内容。本服的通告关于玩家的总共就响了2次，而这2次还都是枫叶，也就是陈长华的成果。但是这一次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大家不意外，因为这次活动之中，陈长华一直是位于第1名，这个发生的事情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这个枫叶本来就有钱还有技术，现在加上了这些第1名的奖励，那是直接起飞了。连最有希望和他比的雪梅都是他的工会成员，这可真是太离谱了。以后还能有人超过他吗？大家在外面议论纷纷，没办法，这枫叶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而在里面的陈长华还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他在观看这个成就给的效果。一鸣惊人成就获得之后，全属性提升10点数值。比较简单的提升就是单单提升面板，没有什么其他的效果。也该出去了，该开的东西都开了，装备武器也拿够了，现在身上又进行了一波升级，收获已经足够多。但是最大的收获还是要说墨水，这个能持续为他面板提供数值的富有潜力的玩家。陈长华出去之后的第1件事情就是要先把墨水邀请进入自己的工会，然后让自己的工会升级到2级，可以最多存在20名成员。想到这里，他按下了退出按钮。然而一回到外面之后，他就被海量的信息给淹没了。您收到一个工会加入申请，玩家名，他说在跑步，等级4。您收到一个工会加入申请，玩家名，鼠标，等级5。您收到一个工会加入申请，玩家名，轻叉，等级4。您收到一个工会，数不清的工会申请，陈长华感觉自己的视觉和听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连游戏系统感知到这数不清的申请提示音都帮忙调小了音量。而陈长华把这些申请信息栏缩小至手掌大小，放在视野右下角。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多人申请？陈长华完成这些之后，赶忙是寻找设置，在工会设置中把申请这个部分进行了修改。现在的情况，申请无效，只有会长邀请才允许加入。那些申请消息作废之后，在几秒之内就清零了，可终于是安静了。缓过来神的陈长华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些申请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其他人找到了他是这个工会的会长。自己的名声再加上这次的直播扩大了归回知名度，大家才都开始朝着枫树工会申请加入信息。这对陈长华的工会来说是个好事情啊，因为有了这些知名度，工会不至于饿死，到时候肯定有很多玩家自己找上门。虽然大部分玩家的潜力不太行，但是总会有还不错的玩家存在吧。一天收一个，一个月可就是30个了。只需要每天往那一站筛选一下来的玩家，再用一下洞察技能，就能扩大自己的工会。想到这里，他满意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墨水邀请进来了。他之前和墨水交流过，要在新手村一个地方见面，按理来说人不会太多，只要他自己没有暴露行踪就可以。几分钟之后，2人见面了。墨水到现在还是满脸兴奋的样子，因为他位于第4名，获得的奖励也是多的离谱，各种装备饰品武器让他整个人提升了很多很多。但是他那一身的 S 级装备还是穿在身上，说明这次的防具还没有能强到超过 S 级的程度。给你发邀请了。墨水看到邀请信息，想都没想就接受了。陈长华现在的成员人数达到了4人，加上自己就是5人了，可以到达升级工会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面板的提升。他没有先着急点开自己的面板，而是对着墨水说：先把入会礼包给你吧。说着
陈长华就把自己的那些 S 级的防具，还有这次获得的一些用不上的饰品强化后塞给了墨水。不仅如此，还有强化到 S 加的武器和各种各样的药剂。墨水看着这些入会礼包，人都傻了。这些东西比第4名的奖励都要好，都要齐全。你管这叫做入会礼包？他瞬间感觉自己这获得的名次无所谓了，加入陈长华的工会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个会长土豪的不像话，这种级别的装备在前期要花好多钱才能强化到这种地步。他原本以为自己家里就足够有钱了，但是没想到还能有人更加离谱。面前这个男人才20岁左右吧，竟然能这么有钱。看我做什么？装备上试试啊。哦，墨水被刚刚这整的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还是陈长华这样一说，他才反应过来。于是乎，墨水装备上了这些东西，瞬间就发出了惊叹的声音。哇，卧槽！嗨嗨，这自己的面板才刚开始看就被吓了一跳，忍不住 WC 了一声，连忙用咳嗽来掩盖尴尬。陈长华没有去管，而是直接打开了自己的面板。他现在有 SS 级的冰霜断剑，还有新换的装备，基础的面板应该也不错了。加成的面板在墨水的影响下也会有个大提升。角色名：枫叶，等级5，生命384加1128，魔力299加970，力量118加257，敏捷89加210，防御90加231，魔法抗性79加198，幸运60加91。陈长华看到了自己的面板之后，也是觉得有些意外。想不到现在的他，基础面板很强的同时，天赋给的数值都已经有一项超过了4位数。这个面板都能直接把10级出村 BOSS 给干掉了吧？第40章，全脱了，只穿手套。陈长华关闭了自己的面板，看向还在小声惊呼的墨水，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这个女孩的天赋似乎是穿的越少越强。他从备忘录里面找到了现如今邀请进来的每个人的天赋，在其中看到了墨水的那个。隐者 S 级天赋，敏捷基于面板提升 20% 敏捷，前行时降低存在感，增加至 200% 的伤害，穿戴装备越少，各项数值提升越高，光脚无脚不生。穿戴装备越少，面板数值越高。这个很关键，因为这个天赋是 S 级的，那么获得的属性提升一定是低不了。天赋极为适合想做刺客的墨水，但是他这次活动里没表现出太多刺客的什么事情。墨水还没准备好利用起来自己的天赋啊，那么身为会长的他就必须得帮助一下了。墨水，能把你的天赋简单介绍一下吗？身为会长，要针对你的发展方向给出合理的建议。陈长华先要打消疑虑，毕竟其他人不知道他有洞察这个技能。他很清楚，这个洞察技能和游戏里面的其他技能不一样，不能声张出来。所以在现在直接问出来天赋，让墨水自己说就合理了很多。天赋，听到这句话，墨水沉默了。天赋是每名玩家在进入游戏之后获得的东西，都是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而且不知道怎么，游戏系统好像知道一个人的发展方向似的，有许多的玩家都发现自己的天赋和想要成为的职业很吻合。墨水也是一样，不过他还获得了 S 级，这个很少有人能达到的天赋。他能肯定这个天赋独一无二的，是专门为他打造的。墨水在第一次看到之后非常开心，但是看到后面那叫一个一言难尽啊。穿的少面板会得到提升，光脚还能消除脚步声，这一条也太搞人了吧。她本来就是那种不喜欢把皮肤露出来的女孩，就连袜子也都是穿裤袜过膝袜这种长长的。现在游戏中更是全副武装，鞋子类型直接换成了长筒靴，入会礼包也是给的靴子。就这样的情况，要让她穿手还要光脚玩游戏，那也太羞耻了吧。我的天赋是敏捷面板提升，前行时可以隐藏得更好，而且增加伤害。墨水只说出了这些，剩下的他是真的不想说。天赋不只是会有这些效果吧？陈长华看到了墨水那躲闪的眼神，他自己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撒谎的样子会很容易被看出，但是那条天赋也太羞耻了。可仔细想想的话，如果自己一直不用这最后的2条，那么这个 S 级的天赋会大打折扣。他在开服时候是试过这个天赋后面2个的效果的，提升真的很大。墨水做着思想风暴，在说与不说之间来回徘徊，这也是相当于在为自己以后用与不用天赋来下决定。用了，只要克服了羞耻，或者找到其他办法也掩盖这个天赋的缺点，就能比别人强。不用自己的这天赋，那最多就是一个 B 加级的天赋吧。墨水想到陈长华的工会里面的人，南墙第3名，雪梅更是靠着自己达到了第2名。陈长华稳坐第1，实力技巧都强得离谱。在这个工会里面，自己这个 S 级能保证实力，但是不用的话，那就成了一个小透明吧。现在入会奖励给了这么多，
就代表这个公会资产超多，会长的期望很高。各方面的压力让墨水额头满是汗珠，急得像小猫一样用喉咙发出声响，时不时摇摇头，手不安分抓着衣角。这样持续了得有2分钟，墨水才终于是下定了决心，看着陈长华，一字不差的把后半段全说了出来。我的天赋还有的效果是穿戴装备越少，各项数值提升越高，光脚无脚不生。墨水的小脸有些红润，但是能说出来就代表着他与自己和解了，以后要使用这个天赋的效果了，很适合刺客啊。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穿这么多了。相比于墨水的状态，陈长华还是一脸平静，即便是听到这种话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墨水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仍然害羞啊，声音像蚊子一样。会长，有办法让我……他还没说完就收到了一个交易提示，玩家枫叶享用白群与您交换1金币，是否同意？听到这个提示，他抬头看了看陈长华，这给的是一件绑定时装与装备绑定的时装。他在之前也想过这个事情，但是时装这种东西必须和装备一起用，那么穿戴的话还是触发不了天赋效果。但是陈长华却还是给了他一件绑定时装的防具，这让墨水有些疑惑。不过他虽然疑惑，却还是接受了这东西。丝质手套 S 级祝福时装绑定，时装绑定槽连衣白裙，女性内衣，女性内裤。装备需求等级5，力量加8，敏捷加9，血量加11，防御加20，幸运加1，战斗力30。仅看面板，这玩意垃圾的离谱，都到 S 级了，竟然还是点属性，战斗力连100都没有过。但是它有很特殊的地方，时装绑定了3个，而且还不是手套，这让墨水无法理解，因为装备都是绑定一个，时装也必须是这个部位的。现在这个手套，那简直违反规则啊！换上试试。陈长华仍然是面无表情看着他，心里却在滴血。这个玩意花了他不少东西，好几个基础是 A 级的手套，加上3个 B 级防具，再加上很多材料才搞出来的这个手套，造价很高，但是最后成功了，一个手套绑定3个时装。这下墨水就算是什么也不穿，只戴着手套，在别人眼里面那也是一袭白裙的。好，游戏里可以一键换装，因此墨水一点也不担心会被看到换装过程，只是被男人盯着还是有些放不开架子。第41章工会升级免费强化。墨水一咬牙，在一棵树后防具全部脱了下来，只装备陈长华给的手套，紧接着关闭掉自己角色信息的小人，这是自己目前的样貌，但是不显示时装，所以嗨嗨，换好了。墨水低头看着自己，现在身上有着一件连衣裙，纯白的，裙摆长度竟然能做到覆盖小腿，贴身内衣裤也能感受得到，但是手上什么都没有，时装把手套给隐藏起来了，竟然真的有这种装备。墨水很惊讶看着现在自己身上的装备，但同时他又很担忧，因为事实上墨水只穿了一副手套，那种丝质手套，以这种状态来面对别人，怎么可能不担心啊？这种感觉就像是穿着短裙不穿内裤，在外睡觉直接裸睡那样，让他很慌张。墨水想到这里，脸又红了起来，他只好点开面板来掩饰一下自己的尴尬。但是点开面板后，让他有些惊讶。陈长华则直接使用一次洞察技能，查看起来墨水现在的面板。角色名墨水，等级5，生命179，魔力170，力量98，敏捷69加14，防御25，魔法抗性20，幸运1。他看到墨水的面板之后也是相当惊讶的，因为现在的墨水面板的力量和敏捷都快要接近他的基础面板了。陈长华自己这2个的基础数值，一个是118，一个是89，这是在 SS 级的冰霜断刃还有一身的 S 级防具才能拉到这种程度，而现在的墨水竟然在这2项很接近他，这个 S 级天赋真的恐怖。若是连手套都不穿，数值可能会更高一些，而刺客需要的就是力量和敏捷，其他的只要是技术好就不用太过在意。会长，太谢谢你了。墨水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竟然能达到这种程度，比刚开服的增长要强得多。这个手套可真是个好东西，不仅对触发了穿越少越强的效果，还触发了光脚无声音的效果。只见墨水轻轻提起裙摆，看着自己那双玉足，踩着泥土走了2步。陈长华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双脚，这绝对是让无数脚控人员疯狂的小脚。走木板试试。他说着，从背包里面拿出来一块木板，墨水迟疑了一下，踩了上去。正常移动，没有声音；踏步也没有声音，甚至跳跃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见此，陈长华便确定了，这个墨水绝对是最适合刺客的玩家。现在的墨水，若是陈长华不依靠会长这个天赋，
那么一身 S 级的装备都会觉得这个女玩家很棘手。只要她技术好一点，在前期虐杀氪金大佬，那是绝对有可能的。这天赋太恐怖了，但是还好，陈长华觉得自己的天赋更恐怖一些。好了，你接下来先适应一下这一身的打扮吧，我就先去升级工会了。他在之后又给墨水讲解了想要做刺客，在新手时期应该做什么。在此之后，就是让他进行实战，赶紧适应好用时装隐藏自己的感觉。我明白了，会长。墨水干劲十足，但是听到要升级工会的时候，他打开了工会面板，看到之后，着实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在枫树工会只有1级，而且成员只有4个人。仔细看看的话，还有1名成员距离上次上线已经有1天多的时间了。排除他之外，墨水发现其他人包括自己都参加了活动，而且都是前几名的好成绩。这个工会不得了啊！看完这些之后，他又点开了工会仓库，映入眼帘的是一整页的药剂，而这些药剂绝大多数都是那种很强的药剂，想要购买根本找不到途径的那一种。而这边工会留言却是：每人至少拿5组药剂，不要担心会缺，不要的 S 级装备别放入工会仓库，帮会长卖掉3-7分，会长7成，另外3成自己留着。见此，墨水感觉自己的价值观都被刷新了，这个工会简直就是满地黄金啊！另一边，陈长华又来到上次的地方，条件满足的他直接开始进行工会的升级。您的工会已达2级，工会升级，人数扩张至20，工会仓库可用金币扩大，可发布工会任务。陈长华眼前新增了一大串的工会解锁的权益，对此他直接消除信息，然后将工会仓库什么的升级一下，接着看一眼时间，又该回到现实吃饭了。枫叶，会长下线了，有什么事情在群里面@我。枫叶，下午帮雪梅和我和南墙比硬度，强化装备墨水，如果有什么想强化的也可以找我，免费的。南墙，会长留点给自己吧。雪梅，明白了。墨水，还能免费强化的。雪梅，已经邀请了吗？欢迎，微笑脸。南墙墨水，你这次打的可真不错。工会群聊之中，陈长华几句话就让大家活跃起来了。枫叶，好了，我下线了。但是他一离开，这群聊可能就慢慢安静了。阿 T， 陈长华一回到现实里面，从游戏设备中起身之后，就感受到了冰冷的温度。他连忙穿上羽绒服，紧接着抬头一看 ，TM 的空调没动静了。手机上明明显示了，在半个多小时之前自动开启了空调，现在却没有了动静。坏了！陈长华感到麻烦，这空调竟然是坏掉了。接手了2年半，终于还是撑不住了。没办法，他只能先钻到被窝里，打开手机想办法。他要再搞点钱，继续卖 S 级装备。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不仅是要在本服卖，还要跨服卖。因为现在的陈长华手上有很多的 S 级装备，全都挂到一个服务器，会让这些变得廉价。跨服就不一样了，其他服务器可没有像他这样的玩家，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 S 级。第42章，卖了一波钱，扣除手续费14867。跨服卖装备是要付出手续费的，这手续费都能过万，足以见得陈长华卖掉的东西之多。看着自己的支付宝满满当当的，他反而是没有第一次卖装备获得30万那样开心了。因为陈长华明白，现在的自己在以后也能达到这种收入，随着游戏的进行会变得更高。那还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呢？钱反而是成了最容易获得的东西。陈长华说着，用眼睛扫了一圈自己的这间房子，还有那破旧坏掉的空调。先让人修一下吧，等到月底直接买套房。陈长华决定的是，月底直接买他各一套房，家具全都换新，游戏设备直接买最高配置。这几天就先忍忍，再积累一下资金。好了，也该吃饭了。今天这顿饭，陈长华决定要去店里面吃点好的，记得家周围有个火锅店。他直接点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套餐。这家店里面的服务员还有些奇怪，问：咋个情况？中彩票了？陈长华在之前也是偶尔来这边吃一顿，服务员是认识他，而且知道他的消费能力。像今天这样，太反常了。玩开天挣了点小钱，今天吃顿好的。提起开天这个游戏，那可是上到60岁老人，下到3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了。没办法，他整出来了现阶段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技术，让游戏变得和现实差不多。这位店员就算是不玩，那也是一直有关注的。不过人类之中，可能只有陈长华现在知道，这个游戏在今后所造成的影响，那将会是全球性的。玩那个啊，这倒是有可能。我女朋友在那个游戏玩了3天，就挣到了1万元，说要给我也买台设备呢。服务员一边上菜一边和陈长华聊着，这推车上整一层都是陈长华点的。现在我正在混论坛呢，希望到时候能快速上手游戏。对了，你知不知道
那个113号服务器的大佬。113号服务器正是陈长华现如今在的服务器，论坛里面讨论的这么热烈，连不玩这个游戏的都能知道。113号服啊，哪个大佬？陈长华装作不知道，但其实他心里面已经有了数。在自己的这个服务器里面，被大家熟知的，认为是很强的玩家，名字是枫叶。不出意外的话，论坛在讨论的就是枫叶了吧？还没看呢，今天忙，晚上再逛论坛。说着，服务员就已经是上完了肉类以及菜品，然后摆摆手。好了，你点的菜都齐了，慢慢吃，我还要忙。看着服务员离去的身影，陈长华先打开了一罐饮料，紧接着拿出来手机查看论坛。113号服务器是现在的热搜标签，讨论最热的并不是大佬，而是武器。樱桃越小越好，113号服务器怎么会有这么多 S 级的装备？直接在我们这边扔了10多个。爱田樱井、搜达哟，商店都被来自113号的装备塞满了。我打字用钢琴 MD， 好不容易获得一把 S 级的武器，113号那边不知道谁在我们服务器那边挂的强化 S 级武器，价格直接给我干下去了。滚筒洗衣机，113号那边的玩家多来点，这强化的 S 级虽然不如本身 S 级的，但是它便宜又好用啊。看来陈长华买了几十个 S 级的装备，对其他服务器造成了很大影响啊。但是按理来说 S 级的装备只会在有钱人那边引起轰动吧，现在这为什么会能这么火热？仔细看看才发现，这里面许多人就纯粹讨论强化 S 级的属性，因为这种被大家认为是氪金的产物，让普通玩家们觉得很不公平。这一波直接引起了氪金玩家与普通玩家和微氪玩家的怒火，直接造成了对立。与其相对的，另一个话题也被顶上来了，那就是10级之后甘地能不能干过氪金玩家的话题。接受最多的两种说法，一个是做不到，因为氪金玩家前期积累了优势，而且他们又干又氪，变强得很快。另一种说法就是能做到了，大家认为氪金玩家只是多了钱，技术什么的，大部分氪金玩家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这可真是热闹啊！陈长华刷着手机，竟然都忘记了自己在吃饭，这一会一直在喝饮料。反应过来之后，他关掉了这话题，转而去搜索自己一开始想要知道的事情，那便是113号服务器大佬。点开之后，他就看到了2个很熟悉的字：枫叶。胡萝卜两头吃，想进枫叶的公会，结果发现关闭了申请通道，好难受。小橙子，枫叶这人就 TM 离谱，别的服务器还没有出现公认的大佬呢，这边就先选出来了。鹰击长空，听说他的公会进入就送 S 级的装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同时在看这边话题的还有别人，那就是被墨水在活动中击杀的嫦娥。这男人到底是谁？说实话，在开服的那2天，嫦娥出尽了风头，自己的直播间在这个游戏能排得上前10。整个113服务器也就几个大会长结合自己公会的资源才能和他相比。原以为公会见光死的会长绝剑才是最大的对手，现在一看，这个叫枫叶的才是最大的对手啊。之前现实 BOSS 输出榜第1的时候，他有事没在，听到枫叶拿了第1之后，没有表现出什么，因为几个大会长也没有出动，忙着刷副本整理自己的公会，毕竟现实 BOSS 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新手村任务本副通报的时候，他也觉得没什么，毕竟任务这种东西又没有办法代表实力，除非是标明难度的任务。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找到这个任务是什么，怎么接，因此也没有让嫦娥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直到活动开始，枫叶这个名字一直做到第1上，才让他觉得不对劲。第43章，树敌被诱，难道是其他网游的大佬？嫦娥不清楚，他在网游圈混的也比较久了，身为主播见识过的人也多了去。若是见过枫叶这种对游戏理解很强的玩家，而且很有钱的，那么会记忆得很深刻才对。然而他却是什么也没能想起来。枫叶这个人，他绝对是没有见过的。他也试着问过自己原来的对手绝剑，然而绝剑也不清楚，他正烦躁着呢。因为名为枫叶的玩家直接把他给杀掉了，他长久活动中积累的分数全都没了。到头来自己拿的奖励还不如工会成员里面的实力排行老3的东西多，这让他非常难受。枫叶，我记住你了。他这一次记恨上了名叫枫叶的玩家，没办法，自己真的是亏大了。当然也有自己的原因，怎么就鬼使神差跟上了墨水呢？那个女孩又没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好吧，他必须承认墨水长得挺好看。绝剑连忙摇了摇头，他现在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赶快升到10级，去往城里面之后试图报仇。但这无疑是困难的，不过他又没说单挑，现在自己公会的规模远超对方。他已经看到了枫树公会只有4名成员，加上枫叶也就5个人而已。这种程度，只要是自己兄弟们全都来到开天里面，绝对能压过枫树这个公会。毕竟一个服务器里面像是墨水
南墙、雪梅这样的玩家不多见。这个叫枫叶的工会的成长将会很缓慢，而绝剑认为自己有着其他网游打下来的基础，超越枫叶这名玩家和枫树工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阳光大男孩绝世好剑会长副本要开始了。成员的一条信息打断了绝剑的思考。这个叫做阳光大男孩的是在活动结束之后收的一名玩家，比较有钱，一头金发，绝世好剑，这就来。这个叫阳光大男孩的实力似乎还不错，绝剑决定是培养一波。阳光大男孩这个南墙应该是挺熟悉这个名字的，是当时击杀的一名拿着弯刀的金发男玩家，真实名字叫做王阳成。当时手里面拿着的弯刀是与墨水同期购买的 S 级武器。当时在活动里面，他自以为是已经很强了，至少也能挤入前30，但是他遇到了南墙，运气很不好。当时的南墙轻松把他给击杀掉，甚至没有拿盾。在出去之后，他的怨气很重，向直播间的观众说明这个家伙全身的 S 级装备。然而大家告诉他，并不是只有一名玩家是全身 S 级装备。于是他又锁定了枫叶，本来想着能看到枫叶把他给击杀，出口气。没想到的是，这个南墙竟然是枫叶的工会成员，这可把王阳成给气个不轻啊！紧接着在冲动下加入了这个工会，就是想报仇，想要在类似的活动中亲手淘汰南墙。这个想法与会长其实是有很多相似的。会长想要对付枫叶，王阳成想要对付南墙，而嫦娥则想是对付整个枫树工会。只要把枫树整废，那么雪梅和墨水这样能干又漂亮的女玩家就能收到嫦娥自己手里。这3个人全都盯上了陈长华或者他的工会啊！而陈长华自己还不知道已经是树了敌，但他就算知道了又有什么呢？还不是在这里继续吃着火锅听着歌吗？敌人什么的，陈长华的能力能够应对，根本没有什么担心的。至于像雪梅这样有潜力的玩家，根本不怕找不到，因为现在服务器里面肯定还有，就算没有了，在之后他还知道有个合区事项。合区就是和服务器、玩家、资源进行一个大的整合，地图会变得更大，人更多更热闹，那时候肯定还能找到玩家呢。服务员结账。陈长华吃完了饭，叫起服务员结账。然而拿起手机后，打开的页面是论坛。现在113服务器的话题还在继续。陈长华想了一下，决定先把账单结算了，回家的路上慢慢看。过了许久，陈长华出了火锅店，拿出手机，看到了有个很有意思的提问：玉兔枫叶，你在玩论坛吗？能不能出来一下？想问问事情。玉兔，叫你一声好哥哥，能不能告诉我新手村最终任务的接取条件啊？私聊等你哦。一名叫做玉兔的玩家连续发了2条，看着这个名字让他想起来嫦娥，还叫好哥哥，真他妈肉麻。不管对方是谁，就凭借这2句话，陈长华都想要把对方给拉黑掉。等等，陈长华又看了一眼这个名称，他想起来了一件事情。前世的记忆之中，嫦娥身边就跟着一个叫玉兔的玩家，他的存在就是充当嫦娥的小号，每次精心打扮成嫦娥的样貌，去帮嫦娥下达命令之类的。在论坛上以女陪玩的身份活跃着，在之后还积累了不少粉丝。这家伙就是日后那个玉兔。陈长华看着他个人信息里面写了陪玩这2个字，终于想明白了，这是嫦娥派自己的小号来套话了。他可不会就因为这2句话上当，但是陈长华还是与玉兔构建了私聊，因为他想要借助这个机会整整对方。玉兔，枫叶哥哥，你来啦。枫叶，玉兔，西西哥哥可以把那件事情告诉我吗？哟，玉兔，我可以陪哥哥一起玩游戏哦。枫叶，让你知道可以，但你得保证不和别人乱说。玉兔，当然。同一时刻，在游戏里的嫦娥旁边坐着一个头发为银白、眼瞳为金黄的女孩子，这个就是玉兔了。会长姐姐，就要搞定了。玉兔笑着和嫦娥说，这个女孩打扮起来真的有几分像嫦娥，那就趁热打铁，问出来。嫦娥自己都对这种甜甜的女孩子没有抵抗能力，所以她觉得像枫叶这种男人也会一下沦陷。第44章，身上被喷一身白。这2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小伎俩早就是被陈长华给看穿了，现在他的表现也不过是在忽悠人罢了。玉兔，枫叶哥哥，能告诉我任务的接取条件了吗？我真不会乱说的。枫叶，别急，陈长华还在想呢，按照正常的程序是得先把村庄任务做许多，升级好感度，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去找村长说明原因才可以。但是要给玉兔和嫦娥说的，那就不是这个流程了。枫叶，听好了，你需要做20次的村庄普通任务，然后前往村庄外的魔蛛洞穴，击败最大的那一只，完成隐藏任务就可以了。枫叶，我说完了，你也要遵守承诺，陪我玩游戏。陈长华发完之后，对方几分钟都没有回应，
对此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是笑了起来。这玉兔在骗他，陈长华也在骗玉兔啊。另一边，玉兔在拿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向着嫦娥进行了展示。当，以本兔兔的魅力，搞定一个男人，那是轻轻松松的。嫦娥看着事情都按照自己想的发展，满意地点点头，并对着玉兔说：“不愧是玉兔，我就知道这种事情难不倒你，可爱的小家伙。”嫦娥在夸他的时候，也在变相的夸自己，因为玉兔的打扮是模仿的嫦娥。嘻嘻，会长就安心去完成任务吧，咱就继续去练级了。玉兔现在只有4级，还得抓紧时间打怪升级。你忙去吧。嫦娥支开了玉兔之后，就开始自己的任务流程了。先是20个村庄任务，之前自己已经是完成了几个了，20个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于是乎，在帮奶牛挤奶、帮农夫耕地、帮花草修剪等等一系列普通的任务之后，他感觉村庄的人们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嫦娥简直就是从村庄里面土生土长的大闺女。见此，他觉得是时候了，就拿出来了自己的法杖。虽然10级之前没有太多技能，但是法杖终归要有普通攻击的，打个魔化的蜘蛛洞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就是这里了吧？嫦娥看着自己背包里面准备的解毒剂，还有火把之类的东西，深呼吸一下，紧接着走了进去。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出来了。嫦娥像是雪饼一样，身上被白色的蜘蛛丝点缀着，那张脸现在有些不耐烦。她没有先去管自己身上黏糊糊的感觉，而是在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自己在完成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什么隐藏任务的完成，是通过的方式不对，还是漏掉了什么东西？早知道就让玉兔问详细一点了。现在他走完了整套流程，却没有完成村庄最终任务，肯定是有个环节出问题了。嫦娥没有怀疑是这个流程的大致方向是错的，因为她非常相信玉兔的能力。奇怪了，让其他人试试。嫦娥一边给成员发着信息，一边将身上这白色的黏糊糊的蜘蛛丝给清理干净。20个村庄任务，完成蜘蛛洞穴的击杀，月色真美的40%的成员，在几小时之后都走完了流程。其中有些人在村庄任务还超过了20个，达到30个，并且在蜘蛛洞穴里面不放过任何一个小蜘蛛。然而结果都和嫦娥一样，没有任何的提示，只有满身的蜘蛛丝。即便是这种时候，他还是不怀疑这个流程是错的，而是觉得应该是漏掉了什么细节。于是乎，他又把玉兔给叫来了。会长，都晚饭时间了，怎么还要叫我来啊？玉兔打着哈欠，他刚吃过晚饭不久，准备找一部电影看看，结束后就睡觉。谁知道会长让他赶紧上线商量事情。你问的那些信息漏掉了什么东西？我们工会的大家都没能完成最终任务。嫦娥直入正题，因为这次的事情让他们浪费了大量时间，不完成的话连觉都睡不好。哎，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玉兔在结束之后就把枫叶晾在一边了，他觉得已经问得很清楚。20个任务，蜘蛛的洞穴一个都没有少啊。再问问。玉兔看着嫦娥有些疲惫的样子，想了一下，还是打开了之前的聊天通道，向枫叶发了消息。玉兔，枫叶哥，真不好意思，之前有急事没来得及给你说。发完这一下，玉兔就坐在嫦娥旁边，靠着她打开了游戏里面内置的播放器，在这里面照样能看电影。嫦娥见状也跟着一起看。然而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半小时，玉兔都快要忘了这回事了，还是嫦娥提醒才想起来看一下。玉兔有回应了吗？没有啊，会长。半个小时了。嫦娥看了一眼时间，都已经是近晚上9点了，再这样等下去都该睡觉了。那个枫叶估计是不会再进行回应了。于是乎，他仔细想了想，采用另一种办法。玉兔，你先回去吧。会长不需要我了吗？那我就回去继续看电影了。玉兔说完就直接下线了。而嫦娥想到的方法，便是让另外一群人一起跟他们一样走一遍这边的流程。他选择的那群人就是剑光死工会。在这个时间，对于不少游戏玩家来说，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而已。会长绝剑仍然在线，他已经是升到了6级，就算是这样，也还在继续着刷怪这类事情。不仅是这样，他拿出从开服到现在获得的材料，把一把 A 级的长剑给硬生生强化到了 S 级。别人氪金才能做到的，他靠着从成员那边的收购和自己的东西，竟然直接整出来一把强化的 S 级武器。但这还不够，那个叫枫叶的可是有着一身的 S 级装备，在这次还获得了第1名的奖励，在10级以前不可能打得过。升级太慢了。正在为升级发愁的他，收到了来自成员的信息。只见远处一个男人跑了过来，说：会长，我女朋友在她工会收到了不得了的事情。第45章，谁在骗谁？你女朋友？是啊，她的工会月色真美，想办法从枫叶那边得到了消息，是关于新手村最终任务的。听到这里，绝剑瞬间来了精神。新手村最终任务，
他在论坛上见过其他人发出来的奖励，会给很多的经验，还会给很多东西。这种事情值得付出时间去完成，特别是在前期比别人多完成了特殊的任务，就代表着可以领先别人一步。于是乎，绝剑赶紧进行提问：他对你说了什么吗？今天剩余的时间，打怪升级这种事情的收益已经不高了，反而是任务这种事情可以尝试着完成。毕竟再离谱的任务也不会在3个小时之内还无法完成吧。他说的是，先要完成20个普通的村庄任务，再去到村庄外面的蜘蛛洞穴击杀最大的那一只。然后呢？然后剩下的就要我们自己去找了。听完之后，绝剑陷入了沉思。这个月色真美也算是他的老对手了，像这种程度的信息泄露，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听这话说的还真有着一定的道理。他看了一眼时间，因为每天的经验值会越获得越少，刷怪这种事情在今天已经走不通了。而任务是可以的，反正今天准备玩个通宵，这样的话可以相信一下来自成员女朋友的信息。反正就算是假的，在完成这些之后也快要到第2天了，浪费不了什么。想到这里，他对成员们发了一条消息，有一条关于新手村最终任务的消息，真实性不明确，如果有今天达到经验限制，想要试试的去公会里面找他问问。发完这些后，他拍了拍身旁的成员，给了他自己之前退役下来的 A 级强化武器，然后绝剑就投入到了流程之中。陈长华在野外的某处比较隐秘的地点，看着蜘蛛洞穴那边的情况，那些人还真信了他说的话，而且看样子嫦娥的月色真美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来到了这边，按照他给的信息击杀了这里面的蜘蛛。到底是谁骗谁呢？在看到这之后就下线了，等到下一次上线时候是在玉兔给他发消息，他确确实实看到了，但是没给出回应，而是直接上线，发现这群人还在这里，竟然还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骗局，让陈长华有些惊讶。先去练级吧，今天的还能继续获取经验，现在是6级，再努力1个小时应该是能到达7级了。于是乎他开始了今天最后一次刷怪升级，在快要下线的时候又来到老地方，看看蜘蛛洞穴是不是还有人。然而这一次看到的人变了，竟然是见光死的人。有好几个见光死的人来到了这边，这让他有些疑惑了，他们要是练级的话，这里面的怪物给的经验不多吧？难道说是玉兔给他们透露了信息？能让一群人来到蜘蛛洞穴的，陈长华觉得只有自己给出的虚假信息能够解释了，要不然还能是谁啊？可能是那女人气不过，直接给其他公会的人说了，抱着自己被骗也整整别人的心态。这样一来就有的解释了，因为我的一句话让2个大公会心甘情愿被骗，这可真有意思。在前世他无论如何也享受不到这种快感，但是这一世的他不仅有着强大的天赋，还有着上一世的记忆，靠着这些他能在这个网游横着走。不过横着走要有个条件，那就是把自己的成员养得白白胖胖的，资源情报都给他们，让他们赶紧提升。枫叶全体成员，明天你们完成一下新手村任务，今天就先把流程告诉你们。枫叶先做一些任务提升村庄好感度，然后直接找村庄给他说关于魔物袭击村庄的事情，就能接取任务。枫叶提升村庄好感比较快的任务也给你们列举出来了，帮王寡妇喂羊，帮刘老农挤牛奶，帮药剂师采集材料。枫叶的这个公会群聊，不管是在现实还是在游戏里面都能看到，还有进行回应。雪梅，这就是之前本服通道的任务。墨水，会长真好，直接给我们说的这么详细。南墙，感激灵替啊。会长，我今天就完成掉。枫叶，量力而行啊，这个是需要实力的，一旦任务失败就不能再接取了。枫叶进行提醒着，但是说实话，这3个人他不怎么担心，按照他们的装备以及技能数目来看，只要不出重大的失误是能够通过这个任务的，让他们明天再接取也只是想要保险一点。但是以这些人获得新装备后的情况来看，可能今天就全都悄咪咪完成了吧。这样也好，正中他的计划，要不然他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把信息告诉成员们了。墨水，谢谢会长的提醒，会长晚安。南墙，雪梅，会长，感谢能进行分享。看着成员们这样进行回应，他发觉自己的公会越来越热闹了，不过还是比不上正常的，像是现在那边的绝剑，要比他的公会热闹太多了。陈长华看过去，现在的绝剑已经是完成了对蜘蛛的击杀，但是他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便是和嫦娥一样的，没有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了。他击杀掉了蜘蛛，啥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的提示，这让他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了。明明是已经完成了流程，却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出来，这让绝剑陷入了沉思。与嫦娥不同，他没有先让之前那个成员寻找到女朋友进行询问，而是先找目前的问题。既然是最终任务，那应该有个接取条件吧，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直接来到这边杀了蜘蛛。那就算这没有接取条件了，
任务本来就存在。这样的话，完成掉一个任务需要做的是什么？交付啊！第46章放出消息，无数人疯狂。在这个村庄里面的 NPC 要数村长的权力最大了，要是想交付任务，那肯定是找他了。于是乎，绝剑带着几人前往村庄。陈长华见到他那奔跑样子，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他决定也跟上看看。若是对方要去到村长那里的话，只要好感度足够，那么也有可能接取到任务的。想到这里，陈长华的速度更快了一些，朝着那边迅速跑去。还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他们就已经到了村长的家里面。绝剑看到之后，直接说：“村长，我来交任务了。”然而村长听到之后，摇头晃脑，说：“任务？什么任务？”绝剑听到这里，皱了皱眉。村长好像是不知道这事情，他有些心灰意冷，自己是想错了，但是他还抱有一丝的希望，继续问：“魔物啊，那些蜘蛛的任务？”听到魔物2个字，村长就像是捕捉到了关键词，瞬间说起了剧情信息。见此，绝剑很清楚，这是触发任务了，但是任务的接取，而不是交付。绝剑连续点击着跳过，过了一小会，终于是出现任务了。孩子，你真的要去吗？推荐等级8级。绝剑知道这是找到了真正的任务了，可这推荐等级为8级，着实是让他有些惊讶。惊讶的地方在于，之前的枫叶竟然能通过这个任务，那时候等级最高才是5级啊。但是仔细想想，那个人是枫叶，身上装备好，技术也不错，5级的时候能通过，应该是能做到。你们也赶紧对话。几分钟之后，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有2名工会成员，不管是怎么对话，都没出现任务提示。这算什么？绝剑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他们可都是完成了20个以上的村庄任务啊，现在却是有人无法接取到任务。难道说蜘蛛洞穴没有达成条件？绝剑想不明白，先让他们重新打一遍蜘蛛洞穴，自己则去要开始任务了。在外面观察的陈长华看到了这一切，他自然是知道那2名工会成员接不到任务的原因，其原因就是那2个家伙贪了点，完成了几个无关紧要的村庄任务，给的好感度不多，达不到要求，自然是没办法接取到任务了。这样一种情况下，就算是刷100遍蜘蛛洞穴都没有用处，因为那压根就是陈长华自己瞎编的事情，不重要，但是早晚会被破解呀。本来是想着玩玩的，但是嫦娥工会竟然散开的这么广，加速了破解的时间。既然这样的话，陈长华就必须把之前的计划提前了。他要做的是在论坛上公开这个任务的接取条件，其面向全部服务器，但是这知道信息是要购买，花6块钱就可以知道。不过这信息在2小时后就会变为公开状态，因为购买的人里面绝对是有主动泄露的，与其让其他人来做，不如自己做。6块钱提早2个小时，比大家先知道信息，这是超越他人的大好机会啊！价格不贵，收益还不错，肯定是有人愿意花钱的。就是最开始知道的嫦娥有点惨，只掌握了部分信息，浪费的大量时间，最后发现6个小时之后就能成为免费的了。今天加班把这个搞完吧。他准备回到现实整理一下，在下线之前，他看到了目前工会成员的状态。我和南墙比硬度6级，单人任务中；墨水6级，单人任务中；雪梅7级，单人任务中；我不开心2级，离线。好家伙，那3个人在收到消息，果然是去做任务了。也好，早做早完成嘛。至于已经发现最后一步的绝剑，他要是把这个消息散播到自己的工会，那损失可就大喽。因为普通玩家甚至更强一点的玩家，在今天这个等级都不一定能够完成这次的任务。而这任务时先还没说只能接取1次，不管死亡还是通过，都算是任务的完成。这种情况下，见光死，工会得有很多人会后悔的吧？早知道应该再等等接取任务了。他又想到了嫦娥那边也有很多人达成了条件，不如给他们也说一声，这样的话也是拖累了月色真美的进度。不仅是这样，在其他玩家看到将要发在论坛的消息之后，估计也会迫不及待去完成。这样的话，大量的玩家过早知道信息，过早参与任务，然后失败。而且因为2小时之后变成免费的，第一波的玩家完成任务，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可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只有1次机会。记得当时查历史，陈长华看到的是在任务公开之后的10个小时，大部分玩家才知道只有1次机会。就是这一次机会，陈长华自己什么也没有花费，只是说了几句而已，就让这么多人疯狂。关键是他还可以甩锅，因为同样身为玩家，他通关了，就造成不知道只有1次机会这个信息，所以不能怪罪于他。有着前世的记忆，可真是一个好东西啊！您确定退出游戏吗？确定。想到这里的陈长华迅速下线，打开论坛就开始了自己的信息制作。6块钱提前2小时，这样还能拿一波收益，到时候躺着挣钱，睡醒一觉直接打款，美滋滋。可别怪我卑鄙啊！有些玩家知道了这信息，通过之后的确是能够起飞。
这次提前放开信息，会让强的玩家更强，弱的玩家更拉胯。而这样，陈长华能够更明显的区分玩家是不适合自己的工会，再使用洞察技能。这简直就是有些人被卖掉了，还在帮忙数钱。越想，陈长华越睡不着觉，加班加点也要把这件事情搞完。然后在夜里11点14分，付费信息终于上了论坛，2小时之后，免费的信息也在那里显示着。因为是枫叶这个 ID 发出的消息，113号服务器的许多玩家一下子就看到了。紧接着，浏览量大增。第47章，扩张工会。网友1：卧槽，枫叶这人能处，有攻略，他真发啊。网友2：这竟然发到论坛上，还只要6块钱。网友3：还没买，求一波内容。网友1：买得起游戏设备，没6块钱买攻略是吧？发出去没有多久，就已经是有了几百份的交易。113号的大家在评论区发言众多，再加上给了点赞和转发，这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陈长华的这条信息。网友113服务器又整出来什么了？竟然把攻略放出来了。网友又是这个叫枫叶的，他究竟是什么人啊？怎么知道的这么多？网友1：枫叶大佬，我想加入你工会。网友4：枫叶，我也是113号服务器的，想要进入你的工会。看着玩家们将这条消息捧得越来越高，他满意的点了点头。枫叶的名字往内一放，大家很少会怀疑这个东西的真实性，因为他发出来可是在前2个小时是要付费的，付费内容要是不真实的话，那是要违反规定的。一顿饱和顿顿饱是能分得清到底哪个会更好的。明天起来就可以数钱了。他关闭论坛之后，简单洗漱了一下，就去睡觉了。支付宝到账7万至4856元。听到入账信息之后，陈长华简单估算了一下，就知道那2个小时购买人数超过了1万人。更别说之后的免费之后的人数了。他上论坛一看，好家伙，现在最火热的话题是新手村最终任务，他的那一条直接被顶到了最上面，现在的阅读人数竟然直接超过了100万，竟然还有老外特地翻墙来看这条攻略。美丽国网友：很好的信息，这是我的等级提升，感谢红叶。网友 Mad： 攻略知道了，自己却不争气，没完美达成任务。网友：哈哈，今天早上完成的，现在已经升到了8级，这攻略来得太及时了。网友：操，早知道就8级再来了，白白挨打一顿，下次我肯定揍爆他们。陈长华看着这些留言，发现那任务只能接取1次的消息还没有传开，而火热程度第2的帖子是一个投票，关于这次任务的选项：1. 完成， 2. 失败。陈长华一看，好家伙，71%的人都投票的失败。要知道，这个投票是有着几十万人参与的，这种程度已经证明了这次的消息放出会使得很多人失败。他们浪费了宝贵的1次机会，但是他们没有理由怪罪陈长华。而完成的那些人感谢陈长华的分享。只有113号服务器的2个大工会的会长感觉脑子一阵眩晕。好家伙，忙活了大半天，这边直接就发出来了。特别是嫦娥，他睡醒一觉之后发现这条攻略直接成了免费的，上面写得很详细。回忆昨天的经历，那可真是把他气得不行。让玉兔去找枫叶究竟是为了什么？人家在之后直接就放出来了，更别说这放出来的消息里面没有去蜘蛛洞穴这一项，他们这是被骗了啊！然而同样觉得被骗的还有见光死的工会会长，不同的是，他觉得自己被月色真美的人骗了。原来嫦娥那边早就知道了信息，给我们放出来的，只不过是进行过篡改的。这一刻的绝剑发现，那个嫦娥还是他的对手，并没有因为枫叶的出现而改变什么。这群女人的话，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啊！他是完成了村庄最终任务，但是这个蜘蛛洞穴本来是用不着去的，这个馊主意肯定是嫦娥那个女人想出来骗他们的。怪不得在枫叶的攻略发出之前，先让那边的人透露出来一个半真半假的流程。以后也多注意月色真美的人啊，别看人家长得漂亮就什么都说了。绝剑只好是这样进行警告，但是他仍然不放心，这边可都是些小年轻，那边的女孩子轰一轰，说不定就交代了。于是乎，他决定在重要的事情上减少对成员的说法。在另一边，嫦娥还不知道自己被针对了，他正带领着成员们完成任务呢。在看到没有蜘蛛洞穴这一项的时候，玉兔当即就是去问了枫叶怎么回事，直到早上才给出回应。之前整理的不充分，仔细分析了我分析之前的行踪，才有了攻略。一句话就给玉兔噎得说不出话。要是当时再问详细一点，把任务完成之前所有的行踪都问出来，那也不至于让会长刷好几次蜘蛛洞穴了。会长，我好对不起你啊。玉兔说着低下了头，这是怪我太心急，你已经是做得很好了。嫦娥叹了一口气，这次至少是对了一半，20个任务没有白做。不过这个枫叶还真的会拉人心啊，攻略一放出
113号更多的玩家想要加他们的工会了。陈长华这一波真的是拉了一大波的好感，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工会的待遇好的离谱。现在的枫树虽然只有5人，但是知名度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工会了。只要陈长华想，那么立刻就会有很多人加入进来。他靠着天赋，那直接坐火箭起飞。但是为了以后，他还不能这么做，因为踢人功能还没开，现在应该以抓潜力玩家为主。不过他的要求是降低了，现在工会还剩下16个名额，他打算的是把10个名额给 A 级潜力的玩家，剩下的就找 S 级的。毕竟全找 S 级太困难了。好了，要人之前先把规矩写好。陈长华决定将之前给雪梅他们说的事情整理成为一个工会公告，就比如免费强化、工会仓库药剂随便用，还有 S 级装备卖掉3-7分这种事情。整完了这些，陈长华在论坛里面113号服务器话题发了一条消息：10点到11点在城墙边举行面试，通过者可以进入工会。第48章恐怖的面板达到10级。陈长华的工会从那条消息发出去之后，现在的成员人数已经是到达了17人，这些里面全都是 A 级潜力的，最低是 A， 最高是 A++。没办法， S 级这种太难找了，他每天把洞察技能的次数全都用光也没有。工会等级已升级为4级，现在他的工会已经是到了4级，成员足够活跃，除了最开始那个咸鱼玩家，到现在都没有上线。而陈长华的面板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角色名枫叶，等级9，生命432加3921，魔力321加3325，力量127加846，敏捷100加734，防御99加809，魔法抗性85加745，幸运65加285。这个面板是工会成员17人加起来的数值，已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值了。要不是其中一些人还没换上全 S 级装备，恐怕会更高。而等级的话，陈长华已经是到了9级，今天就能来到10级，也正因为是这样，才带着大家一起下副本的。人多有加成，特别是在 BOSS 战中输出最高的。但是陈长华自己是没什么组队意愿的，因为他现在的实力非常恐怖，除非是出现现实副本，他才会和大家一起战斗。这不，今天就出现了一个现实副本，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现实 BOSS。 在两者之中，陈长华选择的是现实副本，因为副本里面不仅仅有小怪，也有 BOSS。 完了，枫叶在这里，奖励是啥也拿不到了。别走啊，别忘了跟着一起通过，时间足够短的话，就算是1点输出都不打，奖励也不错。对啊，就耽误一会时间，什么都不用干，拿一个通关箱子，不挺好的吗？枫叶现在的实力已经是大家公认的113服务器最强的了，像这种副本通的越快，奖励越好，他们才不走呢。只是在原地聊天这会的功夫，副本的进度就达到了 59%。 陈长华现在的面板妥妥秒杀，这些小怪刚刷新就要被杀，他一个飞镖扔过去，比人家一个技能的伤害都要高。自己的血条因为防御实在是高的吓人，从来没有低于过 95%， 可以说是相当恐怖了。就这么一种状态，不知道那些想要挑战陈长华的还有信心能在10以后击败他吗？反正完成这个副本之后，他就可以到达10级。到达10级去挑战一个 BOSS 之后，就能是前往城市了。那个城市的名字叫做千鸟城，这里是10级30级的城市，可以有提供职业的选择，还有更多的任务、材料、副本。前往到这里，游戏精彩的地方就开始了。陈长华现在是过得不错，但是对于这个千鸟城也同样是期待的。那可是职业选择的地方，还有更多的技能。以自己现在的面板，技能随便就能放，消耗的速度都不一定能赶上恢复的速度。副本进度 70%， 副本已经是1半多了，现在还跟在身边的也就剩下了雪梅、南墙、墨水这3名很早就来到工会的玩家了。别看墨水只有一身的白裙，他的速度还有力量是3个人中最快的，而且在慢慢掌握刺客的战斗技巧。另外2个人也是不甘落后，他们都到了9级，也争取着今天能到达10级。副本进度 87%。 陈长华手上的冰霜断刃在使用技能之后，剑身变大变高，还带有冰霜的效果。这边大部分的伤害全都是陈长华自己打的，经验猛涨，已经是快要升级的了。他继续朝着前面奔跑，漏下的小怪由3人击杀，这样过了一小会，到达了 BOSS 房间。在 BOSS 房间这里，陈长华一手抓着冰霜刃，一手拿出飞镖。以他现在的情况，就算是什么都不拿，空手打 BOSS 也能轻松搞定。咻！飞镖简直就像是子弹一样朝着 BOSS 飞去。咻！ BOSS 已被击杀。南墙才刚刚拔出来金药剑，就发现 BOSS 已经死掉了。会长又变强了呀！才几个小时，没有感受会长的强度，
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并不是陈长华的权利，断剑可还没用呢。会长，好歹让我们摸一下嘛。墨水这些天来早就是习惯了他的强大，这种强大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追逐上的。但是身旁这个叫雪梅的，他觉得可以追上，那不过是个射箭射得准的女人，靠着一身 S 级装备表现得强大而已。还是让会长一个人打死比较好，避免这次缺经验升到10级。雪梅在进入 BOSS 房间之后就收起了长弓，她知道自己出手了，也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还不如老实一点呢。反正她竞争的对象是工会里面的所有成员，现如今的工会17人都觉得只有表现得足够好，实力够强才能获得好的装备，因为现在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啊，就算是会长很有钱，买材料强化装备也得花很长的时间，想要照顾到每个人，大家都觉得不现实，所以才这样竞争。然而在陈长华那里，他完全能做到工会里面全部人都穿好的装备，因为有强化的天赋。但是陈长华没有这么做，而且还有意表现出看重实力强的玩家。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带动成员的内卷。要是饭都喂到嘴边，这些家伙岂不是就直接开摆了？反正成员待遇足够好，这样对陈长华没有任何帮助，因此他才是决定整这一出，甚至还弄了一个排行榜，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实力排到第几名。他的话肯定是第一，但是因为是会长，不显示。现在的排行第一是雪梅，第二是南墙，第三是墨水。不过就最近的情况来看，南墙要被超了，毕竟他努力的方向是前排抗伤，而墨水相当刺客，雪梅更不用说了，弓箭手那一类的。副本已完成，967秒之后自动传送。第49章10级到达，河区公告，等级已达到10级。陈长华看着自己的等级，露出了微笑。紧接着他就要做一件事情，那便是去打完出村 BOSS， 获得去千鸟城的权利。他不确定是不是有人赶在自己之前到达了10级，因此跑得相当之快。大家还没看到什么东西，就觉得什么东西经过，就没有什么然后了。陈长华的敏捷值快得吓人。请问是否要在现在进入 BOSS 房间吗？确定确定。陈长华刚刚点完确定，就直接被传送走了。来到 BOSS 房间之后，这里面只有一只巨大的鸡，红冠，白羽毛，体型数米高。他不废话，直接就拿出来了冰霜断剑，然后看着这只大公鸡，使用了技能心脏抓取。只见他一伸手，手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鸡心。陈长华当即就用力把这颗心脏给捏爆，瞬间鲜血喷涌。咯咯喽！这大公鸡一阵悲鸣，这个心脏不是真正的，但是伤害是实实在在打在 BOSS 身上的。您造成了6167点伤害。BOSS 陷入了狂暴状态，仅仅是一个心脏抓取的技能，直接就把这个大公鸡给搞得进入了狂暴状态。这面板真的是太离谱了。陈长华甩了甩手上的血液，紧紧抓住这把冰霜断刃，启动技能成了长刀，朝着大公鸡就是一砍。谁知这个家伙羽毛竖起，像是炸开一样，扇动着翅膀，竟然是飞了起来。陈长华见到这里，拿出了自己最常用的东西——飞镖，连甩出2只，硬生生给这只大公鸡打下来了。哥哥！当大公鸡下来之后，大叫了2声，然后用鸡嘴想要叨一下陈长华。然而这样的攻击造成的伤害是，您受到了18点伤害。就凭借这点伤害，对于他来说，那简直就是拔下一根头发那种程度啊！他笑了笑，这大公鸡暴怒，用翅膀想来一巴掌。您受到了21点伤害。然而这样的攻击对于陈长华来说，还是算不上什么的。这个鸡的攻击实在拉胯。陈长华见这样也没啥意思，就直接用刀给鸡胸来了一刀。哥哥，这一下是致命的一刀，还给打出来了暴击。BOSS 已被击杀，从上个 BOSS 到现在的这个 BOSS 还没间隔10分钟呢。本服通告：玩家枫叶击杀了出村 BOSS， 获得进入千鸟城的权利。本服通告：玩家枫叶刷新了出村 BOSS 记录，现如今最好成绩为47秒。当大家听到是枫叶第一个击杀了 BOSS， 刷新记录的时候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的实力大家都明白的。但是当他们听到了最好成绩是47秒的时候，都懵逼了。那可是47秒啊！出村 BOSS 的强度绝对是很高的，但是他用了47秒，普通玩家的话470秒，甚至再翻1倍都不一定能通过吧。这个枫叶的实力就离谱。Mad， 我又开始觉得这个人是挂了。这不仅是氪金多这么简单了吧？莫非是真的这么简单？赶紧升级，这个出村 BOSS 很简单。大家在聊天频道热烈讨论着，这可把刚刚从 BOSS 房间里面出来的绝剑给逼出来一口血的程度。他现在的等级是9，但是在半分钟前还是10级呢。没错，他靠着自己的足够干，比陈长华还要早一点点升到10级。紧接着他就去到了 BOSS 房间进行挑战，
结果呢？看看他身上的鸡爪印，还有被吃掉的头发和半张脸的红印，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只大公鸡在一阵操作之后，直接一翅膀把绝剑给扇死了。在画面黑掉之前，他还看到公鸡那高傲的样子，非常欠揍。这可把绝剑气得不轻，他发誓要再下一次把那个鸡翅膀给切下来。然而，正当他要准备去重回10级，进入 BOSS 房间的时候，本服通告来了。那个枫叶又一次亮相，带来的消息真的要把他给气晕过去。好家伙，47秒，他在里面被打得这么惨，你一个枫叶进去，47秒结束了战斗，有没有搞错啊？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这个枫叶怕不是下载到了破解版哦。就算是有着一身的强化满级装备，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吧。47秒的成绩，这谁能超过啊 ？Mate， 感觉要准备一点降压药了。绝剑觉得自己真是太逊了，还把枫叶看成对手呢。人家现在没出手，就直接是从心理层面把他给整废了。这个枫叶简直就像是他的心魔，绷不住了。连嫦娥见到这本服通告都有点绷不住。这47秒的成绩也太逆天了吧！别的服务器怎么没见到有枫叶这种人？他突然之间就萌生了想要转服的想法，但是又想起以后汇合区，说不定到时候会把全部的服务器全都整起来。枫叶这家伙不可避免会遇上啊！算了算了，专心发展公会，至少许多女玩家还是愿意来我们这边的。说着，他继续练级，现在他也快到了9级，很快就可以进入 BOSS 房间了。一定要尽快到达千鸟城。游戏公告已更新，正准备前往千鸟城的陈长华收到了这样一条信息：游戏公告。陈长华皱了皱眉。一般来说，这种全部玩家都进行提醒的游戏公告，证明有事情要发生。他仔细回忆了一下，还是没想起来这次是什么东西，毕竟当时的他没进入游戏。他点开了这个公告，这才明白是活动。不仅仅是活动，还要进行合区。100号、115号服务器合成一个，同时举行新年版本预热，15个服务器的玩家进行 PVP。 看到这里，他眼前一亮。这次 PVP 大家差不多都有了职业，肯定是要比上次要好得多。而且有了合区之后，玩家更多了，强者也多了，好事情啊。第50章职业选择，恐怖的评价。信息公告是收到了，但是陈长华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去千鸟城。身为第一个击败出村 BOSS 的玩家，他肯定也要做第一个获得职业的人。于是乎，他拿出了手中的令牌，使用之后就获得了前往千鸟城的权利。他打开地图之后，果然是在地图上看到了千鸟城变亮了。他也没有犹豫什么，直接就是点击了传送，然后就去往了千鸟城。从地图上看，千鸟城的全貌就是一只飞鸟的形状，这不管是什么建筑，都在这只鸟的轮廓里面。只不过传送到这里之后，它的建筑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石头木头什么的，风格也是符合网游的那种。大街上有着相当多的人，但是这边都没有真正的玩家，全都是 NPC。 一般来说，当一个区域的玩家太少了，就会出现这种 NPC。 现在的这边因为还没有人能来，就造成了全是 NPC 的情况。陈长华并不在意这些，而是前往职业选择店。那边就像是一个城堡，在内部有着很多的雕像，都是一些大家所熟知的职业。一般来说，普通玩家只能在这边选择雕像有的职业，但是陈长华有着前世的记忆，自然是知道这边的情况。这边可是有着隐藏职业的，这职业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还有一些小技巧。对陈长华来说，这2个都难不倒他。因为运气，他的面板相当的高，而技巧，有着前世的记忆，还愁没有技巧吗？开始吧。他想要选择的是既能给队友增益的，又能有着一定的战斗能力。像是牧师这种偏奶的，肯定是不行的。法师里面倒是有增益的技能，但是太少太少了。战士、弓箭手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完全不符合他现在的要求。他回忆了一下前世的记忆，但是关于职业方面，他第一次职业是选择的战士，很普通的战士。在第2次转职的时候，才把自己升级了一下，成为了比较稀有的职业。关于职业的种类分支，他真的是没有很清楚的了解过。先评价一下吧。职业选择的流程是先进行能力的评价，这一步分为面板还有实战一下，然后就会出现几个技能进行挑选使用，选出喜欢的，最后就是在几个雕像之中选择一个。只要是之前的流程走的还可以，或者运气很不错，是很有可能出现不一样的职业的。正在上传面板，游戏系统的一道冰冷的声音，说明现在已经是把他的面板传输上去了。大概过了1分多钟，就已经是出现了结果。面板评价为 SSSSSS++++，错误错误。但是这面板的评价可真是给了一个惊喜啊，系统直接是出错了。看来这是把天赋效果的那些属性也给算到了自己的面板里面啊。最终的结果就是面板的评价为一团乱码，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没办法，自己的面板太离谱，竟然给这评价系统都给干出来错误了。不过还好的是，下一步还是允许他继续的，接下来要的是实战。这一步是要在这边的训练场地打稻草人，用自己最顺手的武器。陈长华想要的职业，那肯定是要发挥冰霜断刃的效果呀。他使用的正是这一把断刃。评价开始，请出手。听到这句话之后，陈长华把冰霜断刃的技能全部使用了，对着面前的稻草人就是一刀，直接就冰冻起来了。但是评价没有结束，陈长华又使用了自己的技能阵中之法，进一步提升自己，然后使用心脏抓取，给稻草人造成了巨额伤害。只见那个稻草人就像是被拨动的皮筋一样疯狂摇动，好怕下一刻就是直接摇断了身体。他造成的伤害太高，稻草人摇动的幅度是根据伤害来计算的，这得给个好评价吧。伤害评价为 SSSSS， 技能评价为 SSSSS。 这评价系统已经是完全出了问题，不过和之前一个样，不影响接下来的选择。接下来就是技能评判了，从这些卷轴里面挑选出来喜欢的适合自己的，再从这些雕像选择大类型。一般来说，玩家们还以为这些技能卷轴的选择就是福利而已，白送的技能，但实际上这些技能的选取直接影响能不能获得隐藏职业，因此他必须要小心选择技能，因为自己想要的职业相当特殊。15分钟之后，他总于是选择了几张技能卷轴，但是说实话，有些技能很像是阵中之法的下位替代，不过还是有比较特殊的存在的。铁锁连环，选中几个目标进行连环，可使得敌人受到伤害时，连接的其他人同样受到伤害。当对于友方单位使用时，可使得整体获得提升，且伤害进行分担。冷却时间90秒，法力消耗190，当前等级法力消耗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这个铁锁连环能对地方还有友方使用，而且属性还挺不错的，可以进行选择。但是这张卷轴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法力值的消耗太大了，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受到诅咒的技能啊！一般来说，玩家不会选择这玩意，因为现在的法力消耗就已经是这么离谱的存在了，后期还得了。但是对于陈长华来说，法力的消耗还真不是什么问题，倒不如说这样的法力才是正常的，因为他现在的法力最大值已经是过1000了。好了，就这些吧。选择完了技能之后，就是职业的选取了。看着这么多雕像，他选择了法师。据他所知，法师的隐藏职业是最多的，有些职业甚至跟法师不沾边，也属于法师的一大类。他觉得自己想要的也能在这里面。您确定？确定。还没说完，陈长华就确定了。然后声音响起了：恭喜玩家枫叶获得第51章唯一的职业。本服通告：恭喜玩家枫叶第一个获得职业，奖励为永久增加10点力量数值。哎，人家都选择职业了，这边还有一堆人连10级都还没有达到呢。人与人的差距这么大，这样的话还怎么在10级之后追上枫叶？依我看，连之后和区了都不一定能有人把枫叶给打败。大家看到这枫叶又进行了本服通告，又是热议起来了。这个男人，这个玩家已经是整个113服务器无法忘记的了。现在他还有了职业，证明这个人又干又氪，除非有人身上长10个干，要不然怎么玩过枫叶？别的服务器也没见氪金大佬能超过普通玩家这么多啊！这个枫叶家里面是不是有着好几亿的存款啊？人家不仅有钱，还够干，要不然怎么第一个升到了10级？大家热议的时候，陈长华的公会里面也是热闹了起来。大家发着言，有的在猜测会长到底选择了什么职业，而有人则在讨论该怎么迅速升级，怎么快速打完 BOSS， 想成为第2个获得职业的玩家。雪梅，只有抓紧时间才能够早点获取到职业。南墙，别看现在都在这边聊着，其实在私底下一直有练级吧。墨水，17个人却有着15个人在线，大家为了早点获得职业都好努力。像工会现如今的情况，陈长华是比较满意的，大家都卷起来，卷得越狠他就越强。好了，职业终于出现了。陈长华那边听完本服通告，才查看起来自己究竟是获得了什么样的职业。领主，具有范围增益、范围伤害的职业，特点：增益、伤害独一无二。他的职业是领主。见到这个之后，陈长华自己是有点发懵的，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职业，直到看见了特点里写的独一无二这几个字，这他才明白这个职业是极其稀有的职业，除了他以外不会有人能拿到。于是乎，这简短的介绍在他眼里变得无比珍贵，有着范围增益，也能有着范围伤害，这个职业正是想要的啊。您有3个点数可以进行分配。看着看着，
又有了提示。在获得职业之后，最容易获取技能的来源就是点数，这些点数可以选择技能，也可以升级技能。不过因为这个职业属于法师那一个大类，因此会有许多法师的技能。在中后期会有更多特殊的技能存在，当然了，现在也是有的。就比如陈长华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技能，领域展开，周围出现一个领域范围，在其中所有友方单位全属性提高 3%， 每1分钟提高 5%， 敌方单位每分钟减少 2%。 冷却时间3秒，展开关闭。法力消耗每秒5点法力值，当前等级法力消耗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这个技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技能，能够做到提升队友的面板属性。而现在的陈长华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提升面板属性的技能，因此他毫不犹豫选择了这个职业技能。要是在自己的队伍里面全都是工会成员，使用了这个技能之后，每个人都提升 5% 的面板，那么他的面板属性一叠加后会更强。您已习得技能领域展开。学到这个技能之后，陈长华又花了一点数把这个给升级了一下，再然后选择了一个普通的法师技能。选择的技能是不需要法杖加成的，毕竟陈长华又不用法杖。搞完了，试一下去吧。陈长华准备找个地方试一试，在移动的时候他点开了论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边全是在讨论职业的，但是没有晒自己的职业的。绝大多数人好像都没能到达千鸟城啊。113号服务器，也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这边完成了职业的选择。大家对他的职业很好奇，也对千鸟城很好奇。玉兔，枫叶哥，千鸟城那边是什么情况啊？他说是晒黑的，枫叶大佬，你是怎么过的 BOSS 啊？那个鸡哥打不过，求指教方法。阳光大男孩，鸡哥真的很难打，这样下去大部分人可能得在10级到15级才能去到千鸟城。玉兔枫叶，要不就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吧，像之前那样收费也可以啊，现在的热度很高，绝对有钱拿。奖励大师，这个叫枫叶的好像是不缺钱吧，人家之前发攻略就是图个乐子而已。看着这么多人扯上了他的游戏名，陈长华不得不进行思考。关于鸡哥的 BOSS 攻略已经在通过之后就放到了工会公告里面，而职业选择的流程也已经是在群公告里面能看得见。现在才过去了不到1小时，直接发给其他人的话，是不是有点早？陈长华又仔细想了一下，打开了工会群聊，问：现在有几个人10级了，在打鸡哥？如实汇报。他认为至少得等到群成员一半都在 BOSS 房间才能放出攻略。至于能不能过，他都给成员们 S 级装备，还有那种很逆天的药剂，这再过不了就等着上陈长华的黑名单吧。到时候只要开放了踢人功能，绝对和咸鱼一起踢出去。他可不养白吃饭的人，必须得卷起来才行。墨水，我在打鸡哥。南墙刚刚进入 BOSS 房间。雪梅狂暴了。看着最初邀请的这3人，陈长华相当满意，他们都进入了 BOSS 房间。既然是这样的话，完成肯定是不成问题了。不过剩下的工会成员还不知道情况，他们收到消息后应该需要时间腾出手发送消息。会飞的老狗香煎鱿鱼，这个家伙在 BOSS 房间，我也马上了。香煎鱿鱼，你干嘛？一拖鞋，咱也在 BOSS 房间。看着这么多工会成员的回应，陈长华又看了一眼列表，当即是决定。第52章，河区马上开始整点攻略，放出攻略，进一步积攒人气。陈长华的决定是把攻略给放出去，积攒一下人气名气。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是什么啊？那可是河区。当自己在出村 BOSS 和职业选择方面第一个透露攻略，那自己的知名度绝对是要比之前还要高很多。毕竟这种事情连休闲玩家也需要经历，他们必须击败 BOSS 才会有更大的地图，才能去往千鸟城玩。这次的攻略放出去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人记住枫叶这个名字，绝对会点开看自己的信息。而在论坛账号，他明确标记出来了自己有个工会需要人。这样的话，最近几个服务器的玩家就会看到这事情，从而能够生出想要进工会的想法。因为他把自己工会的部分待遇还有要求都写了进去， S 级装备还有后续资助的诱惑，绝大多数人无法拒绝。那么就准备吧。他这次要发3条攻略，每一条的内容都不一样。像是如何打鸡哥 BOSS， 这个就是第一个攻略，收费仍然是6元，时间是2个半后开启免费。第2条的话就是关于职业的资料了，这部分相当多，而且很复杂，连陈长华自己都没有研究透彻，只能给出一些建议，就比如战士该怎么表现，刺客该怎么表现之类的。他还列举了一些稀有的职业，但是获得的方法没有细谈，因为不可能是有着100%概率获得隐藏职业的。对于很多玩家来说，运气在这次的职业选择中是万能的。这一条的攻略收费10元，而且是要6个小时之后开放免费。因为光是写攻略，陈长华就得花上1个多小时，这需要很多字数。还有一条攻略，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是千鸟城的基础设施讲解，美景哪有，像是一个游玩攻略似的。休闲玩家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且他们一般来说会持续提供热度，只要陈长华一直有发这类的攻略，阅读量、点赞、打赏，这些就能带来很多钱，还帮忙把它给宣传出去了。这个他准备直接开一个系列，只要是付了1块钱就能终身观看攻略，包括后面的系列更新。陈长华这次的决定直接涉及了普通玩家想要免费攻略、热爱网游、急着提升自己、获得职业、休闲玩家想要一个很全面的游玩介绍。这些一完成，那么他的知名度在这个游戏里面，那绝对是一个很离谱的存在了。等到河区的那一天，肯定是会有着无数人来找上门。就这么做好了。于是乎，他着急着去制作攻略，过程之中还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看看这个河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能发生。3天后，陈长华看到的是这个河区在3天之后就要进行了，也就是说近在眼前。关于河区 PVP 也要在3天之后开始预热，那么留给陈长华的时间不多，哪怕今天不睡觉也得完成前2条攻略。第3条的话还不用太着急，因为休闲玩家来到这个千鸟城不会很快，毕竟他们悠哉，等到自己有实力才会去打。与世无争，无所谓的态度，他们享受的地方不在争斗和练级。好了，要工作了。老实说，比起这样的赚钱方式，他更喜欢的是直接卖装备。毕竟卖装备是真的很舒服，往上面一挂，直接等就好了。每次都是以万计算数字，钱是花往自己这边流啊。做攻略的话，还得把自己脑子里面的东西挖出来，给更多的人看，获得的利益很少。看来得逐步提升付费的价格呀。下午5点多，陈长华终于完成了2个攻略，现在正在审核之中，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而这边的千鸟城还是很冷清，玩家的确是有，但是少得很。他们不是在进行职业的纠结，就是在练级打怪，很没有意思。他的工会成员们的已经大部分都来到了千鸟城，获得了职业，最看重的还获得了隐藏职业，就比如雪梅的精灵射手，还有南墙的狂战士。他做了一个很惊人的举动，把盾牌丢掉了，因为选择的一个技能中可以把防御和血量转化为攻击力，配合狂战士的特点，能玩得很好。墨水的话，陈长华知道这个女孩运气很差，于是多指导了很多。但是在最后，墨水的职业为刺客，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刺客，不是隐藏职业，这让墨水的情绪相当低沉。陈长华只好安慰一下，他的天赋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好，现在刺客的职业在转职时候可以变得更好。听到这里，墨水才是稍微打起了点精神。至于工会里面的其他人，隐藏职业、稀有职业获得的概率是1/3，也不错了。祝贺大家获得职业。现在的陈长华把大家集合在了广场上，因为他有事情要交代。会长，你的职业是啥？但是还没等他说呢，南墙就直接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这个的确也是大家的问题，毕竟身为会长，身为本服务器最强的玩家，应当是获得了很不一般的职业。对啊，想知道会长的职业？看着一个个期待的眼神，陈长华笑了笑，说：只是一个不玩法杖和魔法书的法师而已，没什么好奇怪的。唯一的职业竟然被陈长华说的像是个不入流的东西，这让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职业。好了，有什么问题等我说完之后再问，现在我要交代大家事情了。陈长华呼叫出工会菜单，随便点了几下之后，大家都遇上了消息提示，工会更新了132个新任务。这基本上没有发放的工会任务竟然出现了，原来这是需要会长进行设置的。大家打开任务，发现这些任务的奖励很丰富，是饰品、药剂之类的，而任务的目标是尽情玩。第53章攻略信息论坛震惊，任务的目标竟然是尽情的玩，或者是去餐店，或者是去其他的店铺，甚至去一个有着美好景色的地方逛2圈，拍完照片之后就算是完成任务了。玩来这么久都在练级，现在给你们放任务，去好好玩一把，尽情玩，只要把照片和体验感受带回来就可以了。让成员去各个地点拍照获得体验，他再整理一下做成攻略，这不仅仅提升了成员们的好感度，还能拿到重要的信息，也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啊！卧槽，会长你可太好了！其中一个成员疯狂下拉任务栏，发现这100多的任务全都是没有压力的去游玩，除了没给经验之外，这任务的奖励强过其他 NPC 给出的条件。这会长比 NPC 给的东西都要多，任务还都这么简单，一边放松就能一边完成，一定完成任务。雪梅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接取了10个任务了，其他人也连忙争抢起来。墨水直接拿了8个，南墙这家伙没很快反应过来，只弄到了5个，100多个任务在几秒之间就抢光了。大家看到手里拿着很多任务的人，眼中满是嫉妒，但是说实话，平均下来每个人能拿到7、8个，
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感谢会长，我一定完成任务。会长是最好的会长了。当时挤破头也要进来，这个决定可太对了。大家现在已经是离不开这个工会的了。放眼整个服务器，没有哪个工会能比得上这边的福利，甚至有着会长的装备都不如这边的成员，唯有那些氪金佬才能够抗衡。好了，都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吧。陈长华摆摆手，他让成员赶紧去，自己早点把那些攻略给整理出来。好，保证完成任务。要是有魅魔殿的任务就好了。您的攻略审核已通过。当大家离开之后，陈长华收到了2条消息，这肯定就是在说之前辛苦写的2个攻略了。那些东西对于他来说很重要，必须在河区之前积累到足够的名气，这样才能让更多人知道他的工会。论坛那边，名为花果山工会的成员们正在这里热烈讨论着，因为现在他们的会长进入了 BOSS 房间，他们在这个 BOSS 话题下在帮忙询问着破解 BOSS 的招式。山本大炮，鸡哥使出铁山靠的时候该怎么防？我一个滑铲，看我游戏名字。白发老头，鸡哥用铁山靠，那必须得抓住犄角，这样他就没办法了。成员们看着这些家伙们的留言，那可真是气得不轻。都发出去好一会了，收到的消息全都是没有通关的家伙胡乱说的。他们的会长老孙可还是在里面与 BOSS 周旋呢。山本大炮就没有靠谱点的回答吗？成员真的是有些绷不住，看看这个关于出村 BOSS 的话题，里面全都是乱说的，只有少有的几个在分享自己的经验。但是这分享的经验不匹配啊，要么是弓箭手的打法，要么是坦克的打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统一的办法，翻来覆去也只知道了鸡哥的一些招式，怎么应对似乎还是得看随机应变的能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条攻略被顶到了这个话题里面的第一，1分钟之内点赞量高达700，如此高的点赞量使得他直接被推送给了正在看这个话题的玩家们。现在这个时间到达10级的人可有着很多呢，他们或经历失败，或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反正就没能过去这个 BOSS。 大家看着不断炫耀自己战绩的玩家们非常羡慕，但是技不如人，没有任何办法。可这条攻略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因为他们看到了发布人是枫叶。玉兔就知道枫叶哥最好了，有攻略果然分享出来，让我替大家谢谢你。黑袜是闲的，卧槽，这113号服务器也太逆天了，整理出来了这么全的攻略，这个人的成绩是47秒。死！因为热度太高的缘故，连其他的服务器都看到了这边的攻略，发出人枫叶自然也是被关注了。关注之后，看到他的成就栏，大家就惊住了。现实 BOSS 输出第一，且伤害达到 40% 以上，第一个完成村庄终极任务，通关了300个副本。这未免有点太强了吧？这种人攻略绝对是真实的。卧槽，这枫叶！身为花果山的成员，大家也迅速购买了这个攻略，看着里面宝贵的知识，大家赶紧朝会长那边发去。不仅仅是他们这个工会，月色真美那边，嫦娥看到了这个攻略，虽然有些不服气，但是仍然发布了一条公告，让大家赶紧买。他过了 BOSS 房间，但是工会里面 90% 都没能到达千鸟城呢。而剑光死工会在见到这攻略之后，也是疯狂购买，这可让通关不久的绝剑有些难受。你早不发晚不发，非得等我过关了再发。然而大家还没缓过来劲，在整个论坛，另一个攻略也被顶了上去。现在的热度榜前3全都是枫叶的攻略。1. 新手村最终任务流程攻略，免费，发布人枫叶。2. 鸡哥怎么打攻略，付费，发布人枫叶。3. 职业选择流程与技巧攻略，付费，发布人枫叶。4. 副本汇总包含刷取指南攻略，付费，发布人嫦娥、玉兔。5. 魅魔殿指南及刷取办法攻略，成人，免费，英雄降临，发布人全体玩家都可进行编辑。陈长华这次可是出尽了风头啊，玩家们想不认识都难，几个关键攻略都是他整出来的，大家现在很相信他，而且价格一点也不高，还会变成免费。要知道其他大佬发布的攻略不仅内容少，价格还都在几十，而且改为免费的时间以天计算，该看谁的一目了然。第54章双攻略，河区准备。卧槽，还有一个攻略，原本以为出来了一个 BOSS 攻略就已经是够离谱的了，没想到还有一个攻略被放出来了。大家还发现这个攻略的内容比上个 BOSS 房间的还要多。最重要的，这是大家最关心的职业问题啊， BOSS 早晚都能打过，但是关于职业的知识必须要等大佬整出来。而千鸟城开放的第一天就已经是有人整了出来，那个玩家名叫枫叶，原本的枫叶就有几十万的关注量，这次大家看到他竟然连发2个攻略，更是点关注，给点赞，还有各种打赏。枫叶这个账号粉丝数量现在已经有了几百万，
是除了官方账号以外，粉丝数量最多的账号。没有人羡慕，因为这是枫叶赢得的，因为这些个攻略真的管用，价格还卖得这么低，甚至到之后会变成免费。大家自然是生不出厌恶之情了，反而是争抢着从枫叶那边获得信息。真有这妖牛！114服务器里的一名玩家见到这个枫叶霸占了榜单前3之后，感觉有点吹过头了。什么人能做到在第一天开放千鸟城就整出来详细的攻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是一个网游主播，游戏名字叫馒头，曾经是和嫦娥一起玩，但是后来有段时间没直播，热度下去了，在最近才重新拾起的直播。然而他现在的粉丝数量只有几万，直播的时候只有几千人，还不一定都是真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在直播着，在114号服务器，实力能排进前10。他对网游也是相当了解了，正因为是这样，他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枫叶的攻略。馒头啊，这可都是真的，枫叶这个人绝对是一个巨佬，可不能小看人啊。113号的枫叶又有钱又有技术，有人说他就是之前卖 S 级武器的那个。哎呀，你赶紧买个看看吧，就这么点钱，还不够一顿饭钱呢。大家都在为馒头说话，见此，他想了想，将论坛网站拉出直播画面，然后购买了所有的攻略。卧槽！点开随便看了2眼之后，馒头就震惊了。这不仅仅是有着鸡哥的通关技巧，还有鸡哥的弱点，以及使用各个武器的建议都能给出来。又看看那个关于职业建议的攻略，这一次让他瞳孔地震。给出的那叫一个详细，整个流程都出来了，而且还解释了职业建议以及未来的方向。他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的职业选早了，这人也太 TM 强了。仅仅不到1天的时间，馒头想不明白这个叫做枫叶的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将这种详细的攻略放出来的，怕不是专门有个攻略组哦。看着他震惊的样子，直播间里的观众觉得有些暗爽，只要是这个游戏的玩家见到枫叶今日的所作所为，也都会感觉震惊吧。馒头，你可别忘了自己是114号服务器的。在震惊之后，他突然看到了这么一条弹幕，瞬间想到了什么。河区。他点开公告，上面清楚的写着呢，100号、115号服务器全部变成一个。而河区之后会有各种活动，最快举行的就是那个 PVP 活动。一想到自己有可能和这种人交手，他就紧张起来。馒头的实力能在这个服务器排入前10，那是10级之前的事情了。但是在职业选择的时候，他有获得隐藏的稀有职业，再加上天赋，和这个服务器的第一打也不是什么问题的。在 PVP 里，他也能有信心拿到很好的成绩。但是见到枫叶之后，他感觉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个113号就出现了枫叶这样的任务，其他的服务器肯定还有很离谱的存在喽。压力贼特么大，他感觉自己领导的工会很难在这次大放光彩。陈长华那边一边在收集工会成员的信息图片，一边在查看大家的留言。看到这么多人都进行了付款，且给了留言，让这攻略被顶到热度榜，他相当满意，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不过还有一个点比较意外，那便是自己的粉丝数。在此前他其实没有太注意到粉丝数的，毕竟他的目的又不是做什么自媒体主播啥的。但是这一次的热度提升的太快了，刚过审就有人点赞留言，直接一开始就把热度顶上去了。他想了很多原因，都不太对劲，直到是看见了一个东西，粉丝数都已经390万了呀。现在的粉丝数已经到了很恐怖的地步，竟然有接近400万的数目。这要是做自媒体接一个广告得有不少钱吧，当主播1个月收入也能很高。但是这些都不如陈长华玩游戏来得快，他已经不是之前的他了。现在卖几件装备就是万把块钱，还需要这什么自媒体主播？完全用不到好吗？自接玩游戏就能来钱，偶尔做个攻略还能捞一波。光是前世的记忆到游戏发展到前世的阶段就能达到富豪的程度，再加上天赋的存在更是离谱。只要他想要赚钱，借助着这个游戏成为首富也不是没可能。但是陈长华并不是很在意钱了，因为这个游戏会慢慢融入现实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前世他就被弄死了，这一世回来之后能达到这种高度，更不想被杀掉了。他必须得做好准备，让自己变得很强很强，就靠自己的天赋。融入现实才是最大的威胁。记得30级的时候，前世就已经出现了奇怪的东西，想必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融入了吧。30级并不遥远，他现在都10级了，这20级是很好跨越的，得做好准备啊。陈长华叹了一口气，继续整理着自己的资料，现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近一半，这一次着实要把公户仓库掏空。但是没有关系，来到千鸟城可以收购一波更好的，也得为河区做准备。第55章河区完成，工会扩张。陈长华将工会成员的那些信息图片整理到一起后，做成了专门针对休闲玩家的攻略，而且只需要付费1块钱就能永久观看内容，
包括之后更新的。这种好东西一发出去就收获了很多的阅读量。现在热度榜前4全都是他的游戏名字，那个账号的粉丝数量也已经达到了1000万，他的知名度已经达到了很恐怖的地步。现在在113区随便走个2圈，都有人来和他打招呼。每日100次的洞察技能使用，感觉都有点不够了，更别说马上就要面对和区这件事。维护公告：今日全服维护1小时，进行和区以及新年版本的预热。陈长华看着公告，现在的服务器合到一起之后，并不是以单单的编号来区分了，而是变成了名字加编号的形式。就比如他现在的服务器变成了 019S 荒原狼，一个服务器名字而已，倒是不用太在意，只是复杂一些。啊，还有10几分钟才开服。陈长华在自己的家里等待开服，空调现在已经是被修好了。这2天他还在找房子，准备搬家，正好要到新年了，在此之前住到好房子里面，好好享受一波。他考虑的方面还挺多的，因为在之后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游戏融入现实，像是市中心人多的地方，别管是什么房子都不敢买啊，因为那些东西就喜欢往人多的地方跑。最好的话，高楼也不要住，不方便逃生。那么他将目标锁定了别墅，特别是这个城市的别墅，位置远离市区，附近有着基础的设施，生活环境是很不错的。重要的是，那价格现在的陈长华也能扛得住，只要多攒个几天钱就可以了。合区之后完成活动，直接卖一波装备就差不多了吧。陈长华筹划着自己的未来，他现在觉得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什么问题。光是论坛的收益就是很大的一笔钱，现在3个攻略是免费了，但是阅读量这种也算是钱。过亿的阅读量带来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装备的话，他每天也会去挂一些，本服和别的服务器都会挂一些，那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了。照着这些个增速下去，年前绝对能拿到买房的钱。想到这里，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想到自己也有一天能住那种房子。服务器将在3分钟之后开启，他被这提示音拉回了现实。现在竟然只剩下3分钟就要开始了。陈长华连忙进入了设备，专心等待。既然马上就要开启服务器了的话，他在想自己进入后要做什么。首先是活动 ，PVP 活动他肯定是会参加的，奖励很丰盛，还赶上新年预热，肯定给许多限定的东西。这些限定的东西，说不定能在之后真正到达新年的时候派上用场。记得他参与过的一次新年，就是打年兽的活动，当时真的特别热闹，奖励也是特别的丰富，年兽的强度也不高，就是图个气氛。服务器已开启，来了！陈长华听到这个声音，直接进入了游戏。在今天这个时候，千鸟城已经有着很多玩家了，基本上开服就在玩的那一批，没有太摆烂，能达到10级，再靠着攻略可以来到千鸟城。所以这边的在线玩家是和新手村不分上下的。和服更新内容，建筑范围扩大，怪物刷新量更大，速度更快，副本更多。这一连串的提示都不如眼睛看的直观。现在的千鸟城从地图上看，比起之前真的是大了很多，新手村也是如此。但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千鸟城来了个大变样。全服通告，所有华夏服务器更新新年装饰。卧槽，这还是千鸟城吗？一下子好像回到了老家，年味太重了。大家看到的是满大街红色装饰，各种花灯灯笼挂在树上，房子全都贴上了对联，建筑风格无一例外全都变成了华夏这边的风格，地面许多的地方变成了青石路，街道上的 NPC 全都是华夏的服装，而且日常做事全都被改变了。他们有吹糖人的，有卖鞭炮的，有舞龙的，从现在就开始了。陈长华也是很激动，这样大的变化在前世也见过，只是他没记太清，原来一到新年华夏服务器全都改变的规则是在这里就开始了，整得挺好啊。看着这副样子，他无比期待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千鸟城会是什么样子。不对，现在是叫做新岁城。他在这边逛了好几条街道，瞬间觉得之前关于千鸟城的攻略发早了，这新岁城可要比千鸟城好玩多了。不过一发都发了，现在的他也没办法反悔，还不如把这些给记录下来呢。想到这里，他打开了游戏里面自带的拍照功能，连续拍了10多张照片之后，才突然想起自己在开服之后好像不是来做这种事的吧，还没报名呢。陈长华连忙打开活动面板，这次的活动也是华夏特供版，在竞技场里面进行战斗。因为是第一次，这只有1对1的战斗，在竞技场里战斗到越后面奖励越好。他当即就是进行了报名，想要是在里面拿到好名次。现在的报名已经是达到了上万的数字，实在是太快了，这才刚开服没多久啊。原本的15个服务器加到一起就是不一样了，人数翻了好多倍。好在有许多人还没有见过枫叶在游戏里面的样子，因此没有被围个水泄不通。对他工会感兴趣的发出了申请之后，只收到了系统的提示，并没有开启这个功能。那些人干瞪眼，
这才在枫叶之前发的帖子上找到了信息，原来是要面试，通过了就可以进入工会。无数人当即就在艾特枫叶，希望能够来一场面试，他们真的很想要进入这个工会。陈长华见到之后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先给自己的工会扩张一下，这样在活动的时候能变得更强。第56章，活动即将开始，慢慢来，不要急啊。问卷都通过了对吧？那就老实排队，这边的收人是看你的实力，而不是看你怎么能说会道。枫树的成员们许多都来这边管理面试，看着这些人，让他们想起来了自己面试的时候，一样慌张，一样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但是能在这里管理众人，就说明是通过了的。还有11个名额呢，不要着急。现在陈长华的工会是4级，人数在刚刚已经是达到了19人，这次准备收到30人。洞察技能已经用了20多次了，这才收了2个人，看来其他服务器能达到 S 级潜力的也不多呀。他现在的标准就是能到 A 的潜力就行，剩下的名额给 S 级的或者天赋配合好的。这次正好是1对1的竞技场，一边打能一边遇到敌人，到后面之后来的肯定都是实力强的了，从那里面选人也是不错的。一个一个来，别急。陈长华一边说着，一边发动自己的技能。角色名：蓝莓苹果酱，等级12，潜力评价 B。 不行。角色名：人群中找不到你，等级13，潜力评价 B++。先去一边，最后再做定夺。角色名：只因多看你一眼，等级12，潜力评价 C。 这次的面试持续了挺长时间，而因为来的人实在是太多太杂太乱，再加上这些家伙有迷之自信，因此此次的收获并不多。工会的人数现在是26个人，这点人数对于这次的竞技场来说是足够的了。虽然他的职业并不适合1对1战斗，但是面板属性特别高啊。可以说就算是陈长华现在没有职业，也能碾压所有的玩家，这可不是迷之自信，是天赋带给他的信心。除非能有其他人持着更逆天的天赋过来朝着他发起挑战，一般来说这是很难的。毕竟到现在为止，在这个游戏圈内比较出名的大佬，除了自己以外，其他几个他都有印象。前世中他们的表现，陈长华是清清楚楚的。仅凭这些人现在的情况，一起上都不一定能打得过陈长华。这次的活动他是无敌的，但是陈长华知道，他最终并不是要在游戏里面争夺第一，争夺最强，而是要在现实中保全自己的情况下，与那些怪东西们进行战斗。因此就算是再怎么强，他都觉得不够。30级就已经是在悄咪咪融入现实了，他能不紧张吗？今天就到这里吧。陈长华站起身来，今天还没有练级，但是对他来说，这些找成员也是一次练级，自己的面板有了巨大的提升。别吧，再看看嘛。枫叶大佬，再多看几个人吧，大家都排队了这么长时间了。还在排队的人们哀嚎一片，陈长华却坚定要离开，带着这些新人传送到了工会的领地里面。4级之后，大家就可以在工会的地盘活动了。这里就像是一个副本一样，是独立在地图之外的。新来的自己找老成员吧，让他们带你们了解一下工会的规则。陈长华决定做一个甩手掌柜，他这边立下的规矩，成员们比他都要熟悉，因为想要获得好东西，就得清楚每一条规矩。雪梅小姐，早就想和你一起玩了。这是墨水，终于见到了。南强哥，带带我呗。这些家伙们对于最开始来到工会的3个人非常上心，毕竟他们是113区最强的几位了。特别是墨水，除了很有实力之外，身为一个刺客，却穿着白裙，让许多人印象深刻。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墨水其实只穿戴了一双手套。除了墨水以外，雪梅也很有特色，因为她手速完工特别快，简直就是人形加特林，因此也被大家记住。账号明明一个视频、一篇文章都没有发，现在却能够达到10多万的粉丝。看来不只是会长厉害，成员也够可以的，这也是吸引别人的一个点，能够证明自己。因为在这里面的全都是强者，有些人在进来之前很菜，但是被陈长华点醒之后就能飞速增长。记得当时大规模收人的时候，就进来一个5级的玩家，当时大家的平均等级是8级，其他人有点看不起，毕竟他们进来靠的是真材实料，这个家伙看上去啥也不是，连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嚷嚷着自己占了名额。但是现在呢，他的实力在整个工会都能排得上号，而且被称为守门员。打过他，证明实力能够进前10，打不过，那就说明还得继续练。因此大家没一个敢小看进来的成员，即便是有些刚到10级，连职业都还没有选择。这次的活动都要好好表现，这可是活动东西的好机会。新年版本的预热，这说明在真正的新年副本到来时，你们活动里获得的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报名的大家手里都有这个吧？陈长华面对众人拿出了一个东西，
那玩意大家很清楚，是烟花。这是报名之后奖励的东西，与买到的烟花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提醒了众人，此次的真正新年活动会与烟花有关。那么这次的预热竞技场肯定要奖励烟花之类的活动道具了。要是想要在活动中取得好成绩的话，预热活动也就得专心对待。就算是职业为牧师，在我这里有着足够的极品装备，也能拿到很不错的名次。陈长华说了很多，这些不仅仅是给他们说的，也是给自己说的。他要重视活动，明天可是就要开始了。虽然是竞技场，但是这个竞技场有着许多的规则，再强的人违反了规则也算输掉。就比如最简单也是最管用的一条，离开范围的3秒之后判定为投降。陈长华必须在竞技场开始之前，就先得把规则背他个滚瓜烂熟。第57章，竞技场活动开始。竞技场的规则也不是很复杂，只要牢记住一点，不要出地图外面就好了。战斗之中也没有什么限制，就是尽情发挥而已。因此陈长华说什么背规则，也只不过是看看公告，回忆一下前世在竞技场的各种离奇死法，自己之后不要这么做就可以的了。这花了他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是做完了。接下来就是为成员们做准备，在千鸟城买一波东西，特别是药剂这样的消耗品。这边的药剂是要比新手村那边要高级的，因此在强化之后恢复的更多。装备也普遍是 B 级左右的，D 级的武器防具根本就看不见了。饰品倒是没怎么变，这玩意还是得靠打副本获得的要更好点，再不然去玩家手里买。NPC 这里太坑了，这可真是花了不少钱啊！看着自己都快要见底的金币，陈长华有一点心疼。不过这些钱能很快挣回来，甚至在现在直接强化一波之后挂去卖就可以了。但是陈长华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这些东西全都塞到工会的仓库里面，并且他定下了一个规则，在竞技场每击杀5个人，可以从工会仓库里任意挑选物品，不管是 SS 级的武器防具，还是有着神奇效果的药水，都是能够选择带走的，以此来激励大家进一步提升工会的待遇。在此之后，他就将这条规则做成工会公告给发出去了，这当然是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这一下不冲都不行了，原本以为入会礼包就已经够好的了，但是没想到还能有 SS 级的武器，这就是氪金的力量吗？会长，好怕你哪天要靠泡面度日啊！这次竞技场奖励已经很好了，怎么还设置这种规定？不想要可以选择不冲，但是不能妨碍我们啊！会长既然这么做了，肯定有这种资历，别瞎操心。这次的工会公告，连墨水他们在看到之后都觉得特别好的那种，因为可以自己挑选啊。工会仓库里面足足有10多个界面，而前3个都是药剂，还有一些不算太强的装备。后面的界面他们都没有见过，直到看见现在的截图，竟然全都是闪着金光的东西。这枫叶的财力也太离谱了，怕不是有一整个公司养着，要不然的话，就算是有着1000万粉丝的账号，也不够这么玩的。枫叶@全体成员好好发挥。墨水收到。南墙明白。雪梅会长也要认真一些。河区之后似乎来了许多大佬。陈长华发完之后就直接回到现实了，拿起手机看着这里面发出来的消息，他放到了一边。大佬最好多来点，要不然这次竞技场活动是很无聊的。吃饭前再看一眼奖励规则吧。这次的竞技场是按照胜出数量、胜出概率、场上发挥等等很多东西来评判的，在每次完成一场竞技场对局之后，都会给一个宝箱。而竞技场的对局，战斗的场数越多，胜利的越多，宝箱也就会越好。每一场对局都是进行匹配的，是按照战绩进行的匹配，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因此这次的活动真的很简单，就是点匹配，打，再继续匹配，这样循环下去。听着可能有些无聊，但是对于喜欢 PVP 的玩家来说，这简直就是最棒的活动。因为能见到不同职业的战斗，能够匹配到同等实力的对手，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而且这次还合了区，压根不用担心会没有对手。除了陈长华以外，这个服务器可能也就他要担心没有合适的对手出现了吧。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在上午10点整，竞技场就要开始了。无数玩家现在处于心碎城里面，没有去副本，也没有去练级，这造成了整个城市的街道上全部都是玩家， NPC 都被玩家名字整得看不见身影了。互相之间的交流声简直就像是把学生时代的自习课堂那份嘈杂复制了几十份在自己耳边一样。许多人没有办法，只能是开启了玩家屏蔽，就是雪梅经常会使用的功能。终于清静了，连陈长华都不意外，没有办法，这实在是太吵闹了点，这最后的时间可真是煎熬。竞技场还有10分钟之后开启，还有一会就要开启竞技场了。陈长华已经是做好了准备，武器就用冰霜断刃，腰间还有数根飞镖。因为刚开始竞技场的匹配很杂乱，他准备直接速通，怎么快怎么来。技能心脏抓取是必出的一招，而且要一出场就开始使用，
反正每一次的战斗结束之后，技能以及自身的状态全部刷新。竞技场还有2分钟就要开启，只剩下2分钟了。陈长华看着活动界面的灰色匹配按钮，沉默等待着。竞技场还有10秒开启，就要在眼前了，只剩下10秒钟。陈长华心中默念：10、2、1。在数完之后，陈长华当即是按下了匹配按钮，还没1秒就直接显示了匹配成功。竞技场枫叶13级 vs 橘子我带皮吃11级。地图是在一个圆盘上，这边很有意思，因为从天上往下面看，就会发现这个是盛着一些水饺的盘子，双方都被生成在其中的一个饺子上。卧槽，怎么是？对方刚想吐槽，匹配到了枫叶，发现自己的血条竟然是瞬间见底了。对面的陈长华使用了一个心脏抓取之后，直接给那家伙捏爆了，轻轻松松获得胜利。这还不到10秒钟，匹配。陈长华没有犹豫，当即又点了匹配，这次也是相当迅速。竞技场枫叶13级 vs 飘飘柔12级。因为在一开始的匹配，所有玩家都没有竞技场的数据，因此匹配的对手常常与自己的实力不对等。胜利，匹配，又是心脏抓取轻松解决。竞技场枫叶13级 vs 墨水13级。第58章乱杀。竞技场枫叶13级 vs 墨水13级。陈长华看到这个提示，差点没绷住。墨水啊，他可太熟悉了自己的工会成员，但是能在竞技场见到，可真是他的运气差的有点离谱。竟然在这么多人同时匹配的情况下，能匹配到陈长华也是没谁了。我投降。玩家墨水已投降。墨水见到是自己的会长，也只能是自认倒霉，直接投降。他不觉得自己有能力打败会长，因为他现在是个刺客，还是被陈长华指导出来的刺客。那些小伎俩对于陈长华来说，那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想用那些技巧干掉会长，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因此他很自觉点了投降，然后匹配另一场战斗了。陈长华见到他离开，没有立刻进行匹配，而是选择先打开个人信息。玩家墨水，参与场数2，胜率50%。好惨，一女娃子竟然才完成一场就遇上了自己的会长。陈长华轻轻叹了一口气，这至少说明墨水在接下来不会遇上他了，可以安心去提升自己的胜率。匹配。竞技场枫叶13级 vs 小鸟没有头13级。陈长华仍然是在这个有着大水饺的地图，面对对面的人，他仍然是准备先放一个技能心脏抓取。然而这一次陈长华把心脏捏爆之后，对方并没有被击杀，这让他有点意外。面前这个人只有丝血了，但的确是没有死。卧槽，这 TM 什么伤害？我血条呢？对方瞪大了双眼，这样随便再来一个攻击就死了。这个叫枫叶的甚至没有看到做了什么，血条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而且残血之后枫叶什么都没有做，这是要搞什么？这个叫做小鸟没有头的玩家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看陈长华没有过来，就连忙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喝掉药剂来回血。而陈长华只不过是在看他的面板究竟是怎么回事才能到这种地步的。角色名小鸟没有头，等级13，魔法抗性120。狗 B 级天赋，受到致命攻击之时，将法力值转化为防御与魔法抗性值，用于抵挡伤害。隐藏天赋，魔法抗性提升40%，韧性提升10%。潜力评估 B 加。看到这些信息之后，陈长华明白了怎么回事。这个男人本来就有着很高的魔法抗性，再加上那个如同保命一般的隐藏天赋，这才是能在心脏抓取技能之中活下来的原因啊！看来魔法抗性是个很重要的点。魔法抗性对待心脏抓取这种非物理伤害，是相当于防御这一类的东西的，因此在对待抗性较高的玩家时，伤害会变低。但是也没用啊！可就算是抗住了一下攻击，陈长华扔个飞镖来个补刀的话，对方照样是个死。陈长华又不是依靠魔法伤害的，他这个面板不管怎么玩都能很强。好了，看看在吃饭之前能打多少人吧。当竞技场开启了1个多小时之后，许多玩家都累了，便在新穗城找地方休息。即便是游戏里的食物是假的，茶馆、饭店这种地方还是人满为患。大家不过是找个能聚一聚的地方聊聊天，而聊天的内容自然是关于现在的竞技场了。哎，咱们104服务器的那几个家伙和区之后杀疯了，特别是那个叫9平的。是啊，嘎嘎乱杀，现在的胜率能达到90%以上。提起104区，这一桌人对一个名叫9平的玩家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个喜欢自己玩的大佬，实力相当强。要是与他朋友在一起的话，更是2个人就能通关副本的存在。他们原本在104区的玩家，许多都看好9平，
但对于其他和区之前在其他服务器的玩家来说，并不是很清楚。每个服务器都有自己觉得很强的人。104啊，我还以为是114呢，那边是有一个黑马。旁边的玩家提到了114这个服务器，一字之差，让这边的104的有了点兴致，便问：怎么说？什么黑马？看这些人这么感兴趣，一桌114的玩家也很爽快，直接就开始说起来。有一个叫馒头的主播，原本在我们服务器实力能排到前10，但是在职业选择之后，走狗屎运整了一个隐藏职业。听到隐藏职业，让那一桌玩家直接转头看向这边，据说还是很稀有的那一种，直接就让馒头起飞了。一名玩家说着就打开了直播间，并进行了分享。大家的确是能看到，画面中有一名玩家正在与对手进行激烈的战斗，但是整体局势单方面的碾压。大家发现了这边的战绩，胜率竟然达到了 85%， 而且场次数量比他们聊的9瓶还要多。在这种连续战斗的情况下，竟然还能保持这种状态，真的挺了不起的。这算什么啊？100区的大佬更多。哎，这里面有107区的吧？你们说说，咱那边的玩家可也比这几个强吧？大家因为这个话题争论起来，看来和区了这么多天，大家还没能完全融入啊，连说话都要自称为几几几区的。他们应当是只有一个自称才对，那就是019S 荒原狼。可以现在混乱的情况，说这个根本不管用啊。直到有一个声音出现，大家突然安静了下来。怎么没人说113服务器啊？113号服务器在合区之前就已经是让大家明白了恐怖之处。S 级的装备随便卖，各种攻略出自那边。最重要的是，有一名很离谱的玩家就在113号服务器。对啊，怎么没人说雪梅小姐啊？还有墨水，这两个现在的成绩很不错的。又有一个玩家跳了出来，但是没有提枫叶。刚刚那个说113号的剑话题要变到2名女玩家身上，又问了一下，不好奇枫叶现在的成绩吗？我一个朋友在他公会能查到成绩。第59章100%胜率。当大家看到枫叶现在的成绩时，人都懵了。卧槽，这也太离谱了！玩家枫叶，场次79，已被限制比赛，下一次匹配时间2分钟后，胜率100%。79场竟然全都是胜利！要是一开始的10场是这个胜率的话，他们也不会这么震惊。可现在他都79场了呀，遇见的对手肯定都是实力差不多的，却还是能保持这么一个成绩，离谱，真的离谱！而且这个场次还是被限制比赛的状态，证明官方都对他的成绩忌惮了。要是不给限制的话，这怕不是要打了几百场哦。这还是人吗？已经不是氪金玩家和普通玩家的差距了吧？在这边的城市开启之后，一般的玩家现在已经是能做到打过氪金玩家了。之前就有一个人战胜了全身 S 级强化的玩家，他自己就只有一个 S 级的强化武器和一件 S 级强化护具而已。他们说的正是墨水，那个战斗穿着时装的女玩家，现在还能保持100%胜率的，怕不是只有这个枫叶了哦。不，这倒没有，他只是场次数有点离谱而已，100%胜率的还是有很多的。对，每个区现在都还有100%胜率的，他们被大家关注着，就是想看看能保持多久。大家说着，还把自己关注的100%胜率的玩家给分享了出来。就当大家排着看下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的胜率已经降下去了。玩家老孙，场次37，胜率97%。这一名玩家是113号服务器的，名叫老孙，公会花果山的会长。他的实力还是不错的，除了在之前的活动中失利了以外，表现的都还不错。这次的竞技场打得也很可以，保持着100%胜率。可就在5分钟前，他被击败了。察觉到有瓜可吃的玩家瞬间去各大群聊里面问个清楚。最后他获得了一张截图，分享给了在这边休息聊天的玩家们。玩家老孙被枫叶击败了，原来是被枫叶击败的，100%胜率破了一个啊！不过遇到枫叶这种玩家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还好以我的实力根本遇不上枫叶。等等，照着这样匹配下去，枫叶会遇上所有的100%胜率的玩家。在大家还在感慨的时候，一名玩家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随即还有其他人进行补充。对于其他100%胜率的也是一样，到最后这个服务器只会有一个100%胜率，这个匹配系统肯定会安排这些胜率高的玩家对战，那么100%胜率无法避免遇上对方啊。这样的话，只有一个还能保持，这个人是谁，大家都不清楚。不过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单，觉得那个人应该是会能坚持到最后。再或者，所有的玩家里面挑不出来一个100%。陈长华那边看着自己的胜率很满意，但是看着场次数量很苦恼。在60场左右，他就被限制了。没办法，战斗的速度实在太快，遇见的玩家根本没有撑过4次攻击的，战斗的时间很短。前60场次，
那简直就是无脑过无脑进行匹配。但是61场之后不一样了，给了一个时间的限制，让他没办法立刻进行匹配，这让他有些郁闷，可是也不能做什么，只好就是等待时间结束之后再点匹配了。这些等待的时间，要么收集信息，要么去练级。几分钟的时间足够单通副本，就算是新碎成的副本也是这样。但是打到下午之后，他有些倦了，因为遇上的对手都扛不住攻击啊，这样玩还不如打 BOSS 有意思呢。但是竞技场不打又不行，你不上，别的玩家都在上。没办法，为了提起自己的兴致，陈长华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把目前获得的箱子全都打开。有了奖励的刺激，或许就能让他有心思在今天努力冲到100场。那就一键全部开启了吧。获得精品狼皮，获得青铜巨锤 B 加级，获得爆竹烟花 X37，获得墨色魔石强化材料，获得。这一键开启之后，给的东西特别多，有意思的玩意也不少。特别是爆竹，现在的烟花爆竹数量特别多，而且还都是非卖品，与那些买来的不太一样。装备还不少，能补充一波库存。之前说过，成员每完成5场就可以自己去仓库选择东西，现在已经被拿了几十上百件东西了，特别是最初的3人，他们获得的东西最多。而靠着这些装备，他们又能在竞技场发挥得更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陈长华今天1级没升，一件装备都没有换，自己的面板就提升了小几百。真正的躺着不动也可以变强，再加上之前的攻略，躺着也能赚钱。匹配已解锁，正当他想着的时候，匹配解锁了，正好趁着现在这股子劲，抓紧时间开一把，早点达成今日的目标。匹配，他这样想着，进入了竞技场里面。竞技场玩家枫叶13级 vs 馒头13级。这次面对的玩家也是100%胜率的，这让陈长华有一点兴趣。可惜的是，这个人也是有工会的，他没有办法邀请啊，那就安心战斗好了。卧槽！馒头那边看着自己的对手是枫叶，整个人立马就精神了。这些天枫叶的事情，他听了很多，自然知道这个家伙有多强。现在遇见之后，能不来精神？能不紧张吗？冷静，好歹我也是有着隐藏职业的，有一战之力。馒头在开战之前让自己冷静下来，而这个时候他的直播间已经爆炸了。因为作为一个主播，他是第一个遇见枫叶这名玩家的。第60章，枫叶的恐怖。对战枫叶，能否打过？馒头的直播间的名字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这样一改，在几秒钟之间就涌入了大量的玩家，因为枫叶这个名字太多人知道了。终于有主播匹配到枫叶了，来学学大佬的战斗方式。我靠，这个叫馒头的主播也不简单啊，100%胜率。我今天都要看看这个枫叶是不是真有那么邪乎。陈长华并不知道对方是一名主播，在开局之后仍然是用自己的老套路，心脏抓取。只见在竞技场内，陈长华手中握着一个红色的心脏，一下子捏爆了他。对面是个100%胜率，但是对于他来说不一定就能扛住心脏抓取，因为100%胜率顶多意味着运气好点，技术还可以，装备也说得过去。而面对陈长华的技能就不一定能扛住，毕竟他现在的伤害很高。砰！对方的血条一下子降了大半，这让陈长华有点意外，因为之前遇到的玩家里面还没有在心脏抓取后能剩下这么多血量的人，有点意思。这边陈长华用了心脏抓取之后，可把馒头给吓坏了，见面就放大招。馒头连忙躲起来，就在刚才开始了的时候，自己的血条突然减少了大半，而自己身上并没有受到伤害，只是觉得背后一阵阴冷，然后就受到大量伤害。恐怖，实在是太恐怖了。他想不到究竟是什么技能能做到这种地步，这伤害也太高了，一下就能搞掉这么多血量。黎大普，要是来2次，这个馒头直接就死了。这就是枫叶的真实实力吗？怎么感觉比上一次的活动中还要强大？直播间的大家们对于这次的心脏抓取也感觉很是震惊。没办法，这伤害实在是太恐怖了，要是再来一次，谁能顶得住啊？老孙还能剩下这么多血量，馒头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被陈长华干掉的老孙很清楚这心脏抓取有多么的恐怖。原本他见到是枫叶的时候，还觉得能和强者干一架，应该会是一场很爽快的战斗呢。谁知道这一架打的是如此憋屈，上场先是被什么技能搞到残血，拼命喝药剂也还是一个很危险的血条。再接着那个枫叶就开始了扔飞镖，让老孙特别郁闷。当时的老孙还抱有一丝希望，因为他觉得这个枫叶应该是用完了最强的技能，没什么致命的了。于是他就跳了出去，想要接近，用自己的长枪使用位移进行近身搏斗。然而老孙小看了飞镖，被命中一下之后，
他就看到了暴击特效的出现，随后自己的血条直接见底，100%胜率直接断掉。老孙，这个枫叶可能没人能打过。回忆了自己的战斗之后，老孙接连叹息，之前的雪梅还有现在的枫叶，要是其他人这么对他还有他的工会，老孙肯定是要与对方玩到底。但是现在看到枫叶这种实力，还有那人恐怖的财力之后，老孙觉得没有必要了，还不如老实发展自己工会呢。嫦娥，有这么多区的玩家，现在下结论有点早吧？嫦娥也来到了这个直播间，他看到老孙的发言之后给予了否定。这个枫叶的伤害是很离谱，但是这有可能是全都点在了这个技能上。等这个技能使用之后，说不定就没有太强的招式了，接下来只要继续战斗就好了。曾经和馒头这个男人一起玩网游的时候，他可是很清楚馒头的实力很强，游戏的理解也很恐怖，就是不太会搞节目效果。嫦娥、馒头这一战就算是输掉了，也会把这个枫叶的战斗套路给挖出来，其他人就有所防备了。他进行分析着，不少人觉得还有点道理，而有些玩家已经在做准备了。看来心脏抓取这个技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陈长华的工会那边也有人来到了直播间，看到馒头一下子被消耗了这么多的血量之后，也都暗自称奇，这种伤害恐怕是 BOSS 也很少能打出来吧。墨水，当时投降是对的，要不然我的小心脏就要被抓出来了。墨水后怕的拍了拍胸口，他基本上是没有穿防具的状态，天赋又不给加魔法抗性和防御这种属性，当时要是被会长使用了这个技能，怕不是死掉之后还要欠着2条命。墨水，话说这个技能是什么啊？这么强？南墙经常见会长使用，应该是叫心脏抓取，除了自选卷轴以外，得打15级的副本才有概率掉落。墨水，那到时候我必须要留意一下了。雪梅这次没有发言，她还在努力打着竞技场，已经有1个多小时没有休息了。而工会里面的其他成员则是想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好好看看自家会长的战斗，学习一下。只见画面中的馒头躲起来，手里握着剑，眼神凝重地看着枫叶那边的方向。对方很强，那个技能竟然有着这么大的伤害。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不能等，因为继续等下去，很有可能会让这个枫叶的技能完成冷却。那个时候再给自己来一下，就彻底没得玩了。别小看了我呀！馒头身上出现了粒子效果，这是他的职业技能，能够提升自己的敏捷和力量。他的职业是鬼剑士，特点是能造出幻影，还有速度很快。直播间的老观众虽然不知道真实的职业名字，但是他们清楚这个职业能做出什么操作。就比如看到现在馒头身上的粒子效果，他们就很清楚，接下来是要反抗了。咻，这速度真的很快。馒头在出去之后迅速找到下一个掩体，然后再跑出去前往下一个地点。他想要以这样的方式接近枫叶，使出自己最强的攻击。这个策略是对的，在这种速度下，枫叶的飞镖一下都没能击中。几秒之间，馒头朝着枫叶的面部刺去。第61章未能击穿防御。看到馒头以这种速度冲过去的时候，观众们也是心里一惊，因为就这种速度而言，他们也没有见到过，这可是相当恐怖的。此刻绝大多的人心里面想着的是，这种攻击连枫叶这种强力的玩家也躲不过去吧。因为枫叶的表现是高攻击，那么以敏捷为长处的馒头怎么说也能跑过他。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意识到是自己错了。这个枫叶以极其诡异的姿势躲开了，那种速度简直就像是在瞬移一样。而馒头看到的是，这个枫叶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右侧，然后给自己来了一掌。这一掌的力道特别大，馒头整个人飞了出去，再加上自己的衰落伤害，竟然就要残血了。死！这个伤害，这速度，感觉比馒头这个隐藏职业还要离谱啊！2次攻击就已经能打出这么多伤害，这还是没有用武器的情况下，这不单单是因为氪金的原因了吧？大家看着这场面都觉得特别震惊，枫叶的表现力给大家的感受真的太强烈了。枫树工会里面见到自家会长这么强，那也是纷纷瞪大了眼睛。他们原本是来学战斗经验的，可没有想到自家的会长仅靠面板与技能就能碾压，比在新手村的时候还离谱。南墙2下就打残，好恐怖！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画面中的枫叶在皱眉，因为他觉得有点奇怪，自己这2下攻击已经很强了，再加上之前有飞镖擦边耗血，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已经死掉了才对，而面前这个家伙却还活着，这让他来了兴趣，宁愿是用掉1次洞察技能，也要看看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角色名：馒头，等级13，生命422，魔力321，力量127，敏捷100，防御132，魔法抗性100，幸运38。剑语者 A 加级天赋，力量提升，敏捷提升。
使用长剑时，韧性提升30%，敏捷提升25%，防御抗性增强。隐藏天赋，战斗中越是投入，身体各属性越高。受到致命伤害时，小概率减免40%伤害。奔跑时，速度越来越快，会出现残影。潜力评估 S。馒头并不知道对方在看自己的面板，他现在疯狂回血。然而药剂的药效在一定时间里面喝得越多，药效就越小。现在他只能勉强回到1/4的血，再来一下刚才的那种攻击，绝对是个死。馒头已经感觉自己会输了，但是他不能投降，因为现在的直播间里面可都看着他与枫叶的战斗呢。想到这里，馒头握紧了自己的长剑，躲下去肯定是不行了，等时间一到，输的还是自己，东躲西藏也不好看。战斗的话，肯定不能用刚才的那种办法了，简直就是送死。那么他只能想到用自己的职业了，这个隐藏职业才是他的底牌，才是这次竞技场活动中最有可能超越他人的底牌。在此前他只用过1、2次的职业技能，还都很快，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现在的话，他决定不仅仅试用，还要全部使用，因为这样才有可能给对面的枫叶造成伤害。等着吧。他握着长剑，立刻开始了准备工作。而另一边的陈长华因为看面板给了他一点时间，这让外面的玩家们还以为是在给馒头机会呢。仔细想想也能说得过去，因为匹配被限制，在点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冷却时间，在这期间就算是完成了竞技场，照样得等着。这样的话，在竞技场里面就用不着这么着急了，可以慢慢来。这是观众们想看到的，因为枫叶战斗的时间越长，使出的招式就越多，其他人就能有个很好的准备。馒头在搞什么呢？枫叶怎么也不打了？不过还是有着专门看精彩打斗的玩家，他们不在意什么东西，只是想看看枫叶有多强，馒头怎么应对这种。现在两边都不动，着实让他们感觉到有点无趣。好在接下来的馒头开始活动了，仍然是那种惊人的速度，但是大家都明白枫叶速度更快，不知道是用了技能还是什么。照着这样下去，过去再来一下，馒头就输了，这不是等同于过去自杀吗？正当大家不理解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馒头不知道用了什么技能，身上出现淡淡的蓝光，速度更快了，甚至有残影的特效。下一刻还出现了烟雾，当他出来之后，在眼前的竟然有3个馒头，他们的动作和表情都是一样的，手里的长剑也是一模一样，这让观众们都觉得很惊讶。毫无疑问，这肯定是隐藏职业带来的效果了。噬人者，这职业有意思啊，整出来3个人分身的话，能够让自己有更多机会接近枫叶。嘿嘿，枫叶伤害是很高，但是防御和血量不一定很高，要是让馒头近身了，说不定能来个反转。大家不知道两边的具体属性，因此对枫叶的力量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解。要不是这个馒头韧性高，防御高，而且有天赋帮他抗的话，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咻！一只飞镖过去，在击中一个馒头之后，那家伙散去消失了，这个是假的。而接下来有一个馒头已经接近，并且是直接扔出了长剑，这力道相当大，再加上原本的速度，大家得靠着慢放才能看见。而枫叶因为刚才的注意力在另外的馒头身上，并没能完全躲开长剑，这长剑打到了自己的肩膀，造成的伤害不足1%。随后这个抛出长剑的也就死掉了。那么在场上最后一个馒头肯定就是真的了。原来是分身接近的啊，我还以为是真身，要不然刚才的剑飞到肩膀，肯定给枫叶造成不小的伤害。可惜了，不过这也给馒头制造了机会。大家在热烈讨论着，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枫叶是受伤了，但是伤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第62章，君子报仇，10年不晚。馒头在见到自己的那几个假分身被干掉之后，并不是很意外，可见到自己的分身造成的伤害并没有消耗掉多少血量之后，有些发懵。他很清楚，这就算只是分身，伤害怎么说也能打出来好一些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个枫叶在中到之后基本上是没有掉血条，力量高可以接受，速度高也能理解，但是防御这块还有血量也能这么高，这 TM 什么人啊？怕不是全属性都特别高5边形战士啊？馒头搞不懂，他真的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这么离谱，仅靠着面板就能这么强，这个就算一点技术也没有，也能在竞技场里面乱杀。此刻的馒头很清楚自己一定是要输掉了，但是在此之前他还想给枫叶最后一下攻击。正巧刚刚的分身已经是被干掉了，那么接下来可以靠着这个空隙时间打掩护上去，给枫叶来上一剑。您未能击穿对手的防御，造成32点伤害。什么？馒头看到这个提示之后没能反应过来，然后自己的血条就直接空了。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里也是愣了一下。未能击穿对手的防御有着2种可能：一，用技能挡下了这一次的攻击；二，防御足够高。大家更倾向于前者，因为谁能做到伤害高的同时
防御还比大多数玩家还要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哪怕是 BOSS， 在馒头现在的面板前都不会出现这一种提示，只有可能是这个枫叶用了什么技能。绝世好剑，这可要怎么才能打得过？嫦娥防御高，力量也很强，技能也多得吓人。看着直播的大佬，此刻怎么也思考不了该怎么打得过这个叫做枫叶的玩家。这个人比 BOSS 还要像 BOSS。而枫树公会里面的玩家，此刻从一开始抱着学技术的心态，变成了只会喊卧槽的观众。只有最初的3人看着会长的那种强大，心里想着的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达到那种地步。墨水觉得自己和会长相比，可能只差一个好职业了。雪梅认为只要够干，不放这游戏里面的任何一个细节，自己也能达到那种地步。而南强认为是自己缺少磨练，他追求的不是像会长那样的秒杀，而是靠着战斗技巧以及自己的狂战士职业技能干掉对手，这样才是战斗。像是一个心脏抓取，直接捏爆对手，玩多了就会无趣啊。馒头的直播已结束，直播结束了，大家久久不能平复心情。雪梅在开了下一场竞技匹配的时候，脑海里面还是刚才会长的画面。馒头这个受害者有点怀疑自己，这次给他的打击相当大。本以为有了职业之后，再加上原本的那些就可以直接起飞，可没想到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起飞。在遇到枫叶之后，引以为傲的一切都像是小孩子的玩具一样可笑。看着自己几十场胜利里面多出来了一个失败，他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又通过这条战绩看到了枫叶的个人资料等一些东西之后，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个人相当离谱，明明都是13级的玩家，都是会长，都有着好装备与好技能，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馒头实在是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了，他盯着自己的面板发愣了好久，最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进这个家伙的公会。既然枫叶能第一时间发出来的攻略，那么他对网游的理解一定相当强大。不仅如此，公会里面待遇良好，还能获得指导。那么馒头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从这公会里面获得好处之后，变得足够强大，与枫叶再进行一次对决。就这么做。他知道身为主播还是一个会长，去跑到别人那里做公会成员，肯定会被许多人看不起。但是为了变强，为了搞清楚枫叶，击败枫叶，他这样做是最快的。于是乎，他通过这个战绩联系枫叶，并且也联系上自己公会里面的一个成员。现在的游戏公会虽然是不能踢人，但是有一个是能做到的呀，会长的权力可以进行转移，只不过会使得自己3个月内无法再次创建公会。可对于馒头来说，这3个月正是增长实力、击败枫叶的好机会，必须把握住。馒头，枫叶，你很强，我想要进你公会进行学习。馒头现在通过战绩找到了与枫叶交谈的通道，直接就挑明了说。另一边的陈长华看到这消息之后，还以为是其他不重要的对手呢，可仔细一看名字，是自己刚刚击败的对手啊。记得这个家伙的潜力还算不错，有 S 级，那么这送上门来的成员不可能不要啊。枫叶，可以，但是你身为会长，只能转交权力，你下定决心了吗？馒头，当然。看着枫叶同意了，馒头心中一喜，就开始了自己的脑补，希望能在3个月之内完成锐变，击败枫叶。为了这个目标，放弃自己经营的公会，有何不可？反正那个公会里面全是粉丝，实力参差不齐，带着他们很累，还不如脱去这层身份，一身轻松呢。枫叶，那你转移权力之后给我说一下，我先加上你的好友。陈长华认为这次的竞技场相当成功，竟然直接收了一个 S 潜力的成员，这对他的实力增长是很有帮助的。当时表现出来的分身那类的技能也很不错，好好培养的话，中后期会变得很强大。这家伙是个主播。但是当陈长华打开资料之后，才突然发现这个家伙竟然是一个认证主播。那么这岂不是说刚才自己的战斗已经被直播出去了？点开一看，好家伙，果然是有在发自己的战斗视频，特别是一开始的心脏抓取，暴露了一点实力啊。不过这也是早晚的事情了，不差这一次。陈长华随便看了2个视频就关掉了。馒头这时候也变成了无公会状态。第63章，这才叫公会。玩家馒头已加入公会。当馒头进入了公会之后，就直接被扑面而来的各种公告给淹没了。但是他没有不耐烦，因为这些公告可都是对成员极其有利的。那些关于仓库的公告，关于领奖的公告，关于排行的公告等等，他都特别感兴趣，因为这待遇是真的好的离谱。再回忆一下自己公会那边给成员的东西，那简直就是一个丐帮啊。想到这里，他下定决心要提升自己，并且要在之后重建公会。馒头，对了，我能在公会进行直播吗？看完所有的公告之后，他发现并没有关于主播这方面的讲解，就问起来了枫叶。枫叶，直播在公会领地里面不行，其他时候可以。陈长华想了一会才回答，因为直播这种东西就是扩大知名度的方式，可他自己就是一个上千万关注量的玩家，根本不需要什么主播来提高知名度了。
馒头，好吧。原本馒头还想着蹭一波热度，但是这边不允许直播。想想也是，身为这个服务器里面知名度最广的工会，这边肯定是有着很多人想要把枫叶给挤下去。如此一来，工会内部的事情就得好好保守。毕竟在领地里面，大家畅所欲言，要是突然来个直播，会搞坏氛围。他又不是会长，没有这个直播权利。再说了，他本次进入这里面的目的是变强，而不是向大家透露关于这个工会的什么事情。枫叶，给你的入会礼包。正当馒头还在思考的时候，枫叶突然发来了一个包裹，这应该就是说好的 S 级装备吧。公告上没有写得很清楚，因此馒头觉得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概就是一堆的淘汰装备里面混了一件 S 级的强化装备吧。这件装备还极有可能是别人用剩下的，因此他没有太过于期待。但是当他打开之后，直接要被闪瞎眼睛，整个人都是懵逼的状态。获得狼皮胸甲 S 级，祝福幸运。获得狼皮护腿 S 级，幸运灼热。获得黑树枝长剑 SS 级，祝福幸运冷却缩减绑定。卧槽卧槽！馒头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都能放下去一个橙子了。你管这叫入会奖励？没办法，他实在是没有见过入会礼包的装备竟然全都是 S 级以上的，而属性相当不错，比挂在拍卖行那边的强化装备还要强大。不仅如此，还给了许多很好的饰品。馒头现在可以把自己身上这一身全都换下，实力最起码能提升一个档次，这待遇比我想象的还要好。馒头觉得自己之前的工会已经不能叫丐帮了，而是叫人贩子的基地。这个枫树才是工会该有的样子啊！照着这样下去，他靠着这些能够平地起飞，而且还不用担心跟不上大部队，因为这里的装备能让他提升至少 30% 的练级速度。这突然之间就不想走了呀？枫叶，药剂也不要忘了拿。馒头又收到了一个消息，紧接着打开了工会仓库。这里的第一个页面看上去平平无奇，摆满药剂，但是当他查看这些药剂的属性时，差点手抖没给药剂摔掉。这个药效比平常的要高3倍吧，这个药效更是逆天，得有5倍的程度。别人要是有一瓶，那都得好好珍惜，不到关键时刻不会使用。可是在这个工会里面，这竟然只是最基础的药剂，而且按照规则正常使用的话，也不用怕没有。这才真是财大气粗啊！馒头真正进入这个工会之后，平民甘地玩家，枫叶，场次112，胜率100%。现在已经是竞技场开启的第2天了，陈长华已经打了100多场，全部都是胜利。这些场次里面并不全都是轻松秒杀，因为有着昨天那场直播的缘故，陈长华的一个技能心脏抓取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伤害实在是太恐怖了，不是一下子死亡，就是直接残血，这谁能受得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就进行了防备，比如在匹配到他的时候直接使用魔抗道具之类的，这给陈长华整出来不小的麻烦。不过这些人难逃失败的命运，全都被他击杀掉。大家都麻木了，许多大佬也开始怀疑起来自己的能力，都是靠着实力上来的，怎么枫叶这完全不一样啊？完全就是碾压，氪金也不会是这么玩的吧？许多人开始想办法整明白枫叶的职业，更有人直接尝试着寻找出枫叶开挂的痕迹，但他真的不是开了挂。哎，难道只有我有着这样强大的天赋吗？看着论坛上对自己的讨论，他觉得这竞技场如果还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会很没意思。无论打多少场次，都是自己赢啊。因此在今天的竞技场出现了时间限制之后，陈长华经常会去逛逛论坛，寻找一点乐子。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是经过玩家投票选择出来的好几位的玩家，最有可能赢枫叶的玩家：雪梅、酒瓶、墨水、兔子吃草、胡萝卜小鸡仔。这是一个名单啊，大家认为这些人中有可能会能够击败他，而这个里面还有着陈长华的工会成员，这让他觉得有点意思。馒头已经被去除了，也是，他昨天都被我击败一次，还进了工会。他看着这份名单，这应该就是服务器里面比较厉害的玩家们了吧，这也是他想要面对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名单里面他只遇见过墨水，其他人的话在此之前他甚至没听说过。那么还不至于这么无聊，说不定这里面就有能和我战斗的玩家呢。陈长华说着就开始收集这些人的资料，他发现有一个人很特殊，那便是酒瓶。这个酒瓶每次的竞技场战斗时间都比同级别其他人要长，曾被人误解是 90% 左右的胜率，但真实情况为每次都能赢得战斗，到现在都是 100% 胜率。时间长只是他在拖时间而已，这一点有点奇怪。奇怪的地方还不只是这里，他的血量在每次战斗之中也没有掉下过 75%， 这让陈长华怀疑酒瓶可能是有着能够防御的技能，或者天赋效果挺不错之类的。要是能匹配到的话，说不定还挺有意思的。
看着大家对他的评价，陈长华来了点兴趣，照着自己的这个战绩，早晚能匹配到他。毕竟都是100%嘛，现在的100%可不多见了，连南墙那家伙都输掉一场。您的匹配冷却时间已结束，好了，带着期待继续匹配吧。又是1个小时，陈长华除了胜利还是胜利，但是他对这个叫做酒瓶的家伙更感兴趣了，因为这个人在半小时之前发了一条动态，那是一个匹配冷却时间，足足有17分钟。昨天的陈长华比这高一点，但是今天的他到现在为止只有10分钟的冷却期，这说明酒瓶在今天之中匹配的比他还要多，而且全都是胜利的。明明论坛上说他要比其他的人对战时间长点，但是今天比陈长华还要早到达冷却期，难道今天才开始发力，或者今天学了技能？陈长华不知道怎么回事，继续给予关注。他发现这个叫做酒瓶的是大家引以为傲的非氪金玩家，非氪金玩家也就是平民玩家，全靠肝的那种。能达到这种地步的确是不容易，从他的这些动态发布的时间能够看出来，这人至少一天要玩8小时。而这些动态下面的留言，不少人提到了枫叶，还有许多人在这里统计着战绩。陈长华这才发现南墙也是这个酒瓶的手下败将，还终结了许多的100%胜率玩家战绩，就是场次少了一点。既然这样的话，感觉很快就能匹配到了呀。说着，陈长华就按下了匹配的按钮，接下来的提示让他有点意外，整个公会的幸运值在此刻体现。竞技场玩家枫叶 vs 酒瓶，上一刻还在看关于他的信息呢，现在就直接匹配到了。这下不需要论坛了，因为战斗就是最好的了解。酒瓶那边是抱着炫耀的心事发布了那一条动态的，因为这17分钟的冷却时间是他从早上刷到现在一刻都没有停下的结果，而这些场次里面没有任何一丝的意外，他全都赢了。他是什么呀？从来都没有氪金，全靠着自己的肝还有好运气达到了这种地步，比肩枫叶有可能击败那个家伙，这让酒瓶非常骄傲。而就是多方因素下，他才发了这么一条动态。然而半个小时之后的匹配就像是来了惩罚一样，系统给他安排的对手是枫叶，这个服务器公认的最强玩家，这让刚刚看到结果的酒瓶有点懵逼。他是很想要和枫叶战斗，但是真正遇见还是会慌张啊。现在他可是保持着100%胜率，还有之前发的炫耀动态，多方面因素下让酒瓶很害怕会输，就像是刚刚爬到一座高山上还没站稳，迎面冲过来一头牛，要是没能挺过去，自己会一下子跌下山，运气突然就差了。酒瓶咬着牙，可都已经匹配完了，不打直接走掉更丢人，只能应战，也必须得应战。酒瓶长叹一口气，拿好了自己准备的道具。他也很清楚的知道，那个叫做枫叶的有一个很高伤害的魔法伤害技能，要是被那个整废了，这一局就会输掉。为此，他必须要在准备时间里面做好准备。竞技场战斗对决将会在10秒钟之后开启。这么快？酒瓶看着倒数的数字更加紧张了。好在道具已经调整好，现在要做的是放平心态，面对枫叶。因为战斗之中，心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得保证自己能够思考，能够应对各种的局面。我一定能抗过去，抗过去就赢了，然后把枫叶踢下神坛。他再给自己加油。第65章，有人能破我防。酒瓶看到道具时，便紧紧握着手中的这个道具。这道具能抵御魔法攻击，再加上自己的抗性，应该是能够撑过去枫叶的第一个技能的。竞技场战斗已开始。听到提示之后，酒瓶立刻就使用了道具，而预料到的事情也发生了，自己被什么技能锁定，然后一下子受到了大量的伤害。他很清楚，这是枫叶的技能心脏抓取。不得不说，这伤害真的是很恐怖的，自己抗性已经拉很高了，还有道具的加持，竟然一下子就被耗了1/5的血量。陈长华那边则对这1/5很不满意，因为这是技能心脏抓取啊，伤害很高，就算是对方有着魔法抗性，那也不会抵挡下太多。他的预期是1/3的血量，这个技能怎么说也能够直接消耗掉1/3的血量吧？可摆在眼前的情况是，并没有消耗掉1/3，而是1/5。陈长华又想到眼前这个人的战绩基本上都是拉长了时间，这让他想到了一种可能，难道防御和魔抗都很高？陈长华想了想，花费了一次洞察技能，查看远处这个叫做酒瓶的面板。角色名酒瓶，等级14，生命389，魔力400，力量137，敏捷99，防御99，魔法抗性189，幸运52，魔法适应者 A 级天赋，魔法的学习能力提升20%，魔法使用效果提高15%，魔法消耗减少10%，魔法回复每秒为4，当前等级。隐藏天赋，每使用魔法击败强大的敌方生物的时候，将会叠加一层数，每层提升自身隐藏数值，
但每2小时刷新一次。当前层数29，魔法适应 30%， 潜力评估 S。 看到这里之后，他发现这个人也没有太离谱，不像是之前的那些家伙有着直接保命的天赋或者技能啊。那么问题就可能出在道具上了。他目前有一个魔法适应者的天赋，这个东西若是针对道具也有效果的话，倒是有可能整出来这种事情的。想到这里，陈长华放松了一些。这个家伙魔抗高的话，自己使用物理攻击不久好了。冰霜断刃在数秒之间变成了完整的刀，这要是劈到身上，再加上暴击，伤害只会比心脏抓取更高，而且还有着其他的效果，就比如冻伤、冰冻、行动限制等。卧槽，这么快！九平看着向这边飞速跑来的枫叶，那都没忍住爆了粗口。没办法，这种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得他自己刚刚都发愣，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好在被锁定目标的那种阴冷的感觉把他拉了回来，使得九平能够继续思考。他唯一可能翻盘的是自己的职业，当初直接选择了魔法师，获得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稀有的职业——黑暗魔法师。这黑暗魔法师的技能，每个的冷却都在半分钟以内，再加上一些冷却缩减，都快要能够当成普通攻击发射出去了。只是消耗的魔力要比平常多得多，这对他来说是个劣势。但是为了能够击败眼前的枫叶，喝完自己的回蓝瓶也没有什么关系。九平对自己的技能很有信心，因为有一个技能是高贵的100%伤害，用了这个，别说枫叶了，就算是100级的魔物站到面前，靠着100%伤害也能打出巨额的伤害，这就是他的底气所在。血魔法吸血蝙蝠，释放血蝙蝠对敌人进行攻击，3秒内造成 7% 的伤害，针对 BOSS 造成 355% 攻击力，并汲取 20% 回馈血量。冷却时间30秒，真实为21秒。法力消耗123，当前等级法力消耗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靠着这个能够吸血，也能够造成伤害。只要能顶得住，枫叶再厉害也能干掉。而就眼前的情况来看，九平很清楚的明白自己是真有可能做到。这个枫叶都快被吹成神了，而他要做的是神。九平想象着自己击败枫叶之后会被捧上天，就忍不住笑了出来。这让还在追逐的陈长华有点发懵。好家伙，是被吓傻了。不管了，眼瞅着距离越来越近，这个叫做九平的家伙只要挨了一下，就会连续失误直到死亡。还在跑，这个家伙是放弃挣扎了。正当陈长华疑惑的时候，九平出招了，身上亮起来了许多特效，那是一种血红色的特效，应该是释放了什么技能。吱吱吱，随即这些特效里面出现了一只小蝙蝠，看上去就能明白是类似吸血鬼的蝙蝠。陈长华很清楚这个家伙并不是召唤师，因此这些蝙蝠不属于召唤物，而是技能，无法击杀，所以他没有管，准备硬扛着继续打。您受到了115点伤害，您受到了121点伤害，您受到了114点伤害。什么？听到提示的后，轮到陈长华震惊了。他猛刹住车，迅速与九平拉开距离。在短短3秒受到的伤害，比这几天加起来受到的伤害还要多。这个叫做九平的面板很正常，却能打出这么逆天的伤害。要知道，现在的陈长华早就是一个人形 BOSS 了，防御高的同时血量也很高。就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好几百的伤害，能不紧张起来吗？他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冷静冷静，一个技能而已。陈长华想让自己冷静下来，靠着对游戏的理解，仔细思考着究竟是怎么才能够造成现在的效果。天赋肯定不可能，隐藏职业的话，没听说在前期有这么逆天的存在。道具也没用，这是一个技能。他看到对方的血蝙蝠到自己身上之后，还出现了吸血效果。陈长华瞬间缩小了范围，血色的蝙蝠还有那种吸血效果，常规的技能肯定没有，只可能是血魔法那一类的才能做到这种效果。再回忆一下前期的技能，是那个神技。第66章，想要你的技能。陈长华记得那是前期血魔法中的一个被玩家们称作为神技的技能，因为有高贵的吸血和100%伤害，那可是在前期啊。这个技能只要抓住不放，玩到大后期，那也是能够使用的。脱手自动追踪，100%伤害，吸血，前摇短。在前世，这个技能的卷轴是以10万来计数的，只因这技能少得很，一名玩家在学习之后，这个账号就只能复制一次，而其他技能大多都没有限制次数。这个九平竟然能拿到这种技能，陈长华想通之后就不紧张了，因为这只是一个技能而已，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起的作用。100%伤害是让他很麻烦，但是这技能又不能无限制的释放，肯定是有着冷却时间的，那就不用怕什么了。他自己的回血速度可是很快的，能够回得上来。看穿你了之后，就不用担心什么了。陈长华笑了笑，持着技能修复冰霜刀又冲了过去，而那边的九平
还沉浸在释放技能后很有效的喜悦之中，但是看到自己打出来的伤害之后，直接懵了。他打出来的伤害有3道，这3个数字加起来足有300多。300多，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一般的玩家刚到10级，也就可能是这个数字。而他放出的技能是按照百分比伤害的，再加上对方还有魔抗，那么这个枫叶的真实血量可能有好几千，至少是5000以上。这结论一出现，就直接给酒瓶干懵逼了。几千的血量啊，一个血牛 BOSS 也不一定有这么多的血量吧？而这个枫叶竟然能达到，力量高，敏捷高，防御高，血量高，技术好。Mate 怎么就遇上了一个5边形战士呢？这还玩个屁！酒瓶已经很清楚，他们2人的差距那可真不是一星半点。氪金玩家和普通玩家相比也是有差距的，但是他靠着实力爬到现在的名气已经很强了。但是和真正的枫叶大佬相比，他感觉自己就算是氪金也难说。今天这个情况他有可能会胜利，但是这种概率很小，小到彩票中奖50万。想到这里，酒瓶就已经是被一种很强烈的挫败感给包裹了，感觉再努力什么也不重要了，挣扎仿佛都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是他的腿还在奔跑，手中的技能也在释放，这个家伙还没有投降呢，但他也撑不了多久了，血魔法还没冷却完成，就已经是残血的状态。而陈长华现在的血条都已经是回满的状态了。竞技场玩家枫叶获得了胜利，最终陈长华获得了胜利。他在出去之后立刻就点开了战绩列表，因为有一个东西他特别需要，那就是酒瓶的技能，那个能够百分比伤害还有吸血的技能，那种技能他必须拿到手。因此他通过历史战绩查找到了酒瓶，并建立了聊天。枫叶，刚刚打得不错，有件事想跟你聊一下。酒瓶看到这条信息之后眉头紧锁，这个家伙刚打赢了自己，现在怎么又找上了门来嘲讽？可酒瓶仔细想了一下，一个有着1000万关注的大佬也犯不着打败一个玩家就来嘲讽一下吧，他只不过是个有点名气的非氪金玩家。因此他也很快给出了回复。酒瓶，什么事情？枫叶，我直说了吧，你的技能很厉害，我想出价买一份复制卷轴。复制卷轴。酒瓶看着这条信息，将后面的几个字念了出来。复制卷轴这种东西他还没见谁使用过，但是很明白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适用于复制技能到卷轴上的，而那种复制后的技能卷轴在有人使用之后就可以获得一模一样的技能，只是使用复制卷轴的人没办法把自己的给复制给其他人。原来是想要技能啊。枫叶说的那个很厉害的技能肯定就是百分比伤害还能吸血的血魔法了。这个酒瓶也很清楚，绝对是个好东西，枫叶想要也是没什么奇怪的，毕竟再强的人也会想着办法把自己搞成更加强大的人。酒瓶，先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吧。酒瓶没有先拒绝，而是问问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反正自己学过血魔法，卖给别人也不会亏损什么。而且他不是氪金玩家，游戏里面的交易很珍贵，像是这种大佬可能以后都不会有这种机会了。枫叶，钱、游戏物品、攻略知识我都可以给你，就看你想要什么了。他列举了3个，这对每一位玩家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特别是游戏攻略。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枫叶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放出攻略，他脑子里面一定藏着更多的攻略，肯定是因为这些攻略才能使得他变成现在的样子，这是强大的秘诀啊。因此酒瓶做出了自己认为价值最高的选择。酒瓶，攻略的话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攻略呢？枫叶，经验多，奖励好的任务，每一段时间就会刷新的箱子地点，黑市商人的暗号，城市里面的隐藏副本，第2次转职前做的准备等等。我有很多没有放出来的攻略，有的连我工会成员的都不知道。枫叶一口气列举了很多，这让酒瓶看到了之后兴致大涨，满眼冒光。这里面真的有着许多他很感兴趣的东西啊，要不把卷轴复制卖了？酒瓶做着挣扎，同时还在询问枫叶事情，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样大概花了近10分钟，酒瓶终于是决定了。好，我卖。枫叶，那就等你复制了，这种卷轴去东城门的店铺就能卖到。陈长华松了一口气，最后他花费了5个攻略信息，还有2件无关紧要的 S 级装备，才从他这边获得了卷轴。以长远来看，陈长华是赚的很多。就近来看，酒瓶也不会亏，因为他能靠着得到的东西滚雪球，实力提升很多。这完全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啊，双方都是心甘情愿。这样的交易，陈长华只求更多，也不知道像是这样的前期神技在之后还能不能遇到。酒瓶，我已经在复制了，你来东城门找我吧。几分钟之后，酒瓶那边就已经完成了，在呼叫着陈长华到达他那边去。陈长华见状，也是拿好自己准备的东西，前往东城门拿卷轴。第67章，谁是那0.000001%？东城门的买卖很顺利，
即便是这个叫酒瓶的玩家是被砸竞技场中失败了，100%胜率被打破了，也没有埋怨什么，因为技不如人啊。就算是这次没有遇见枫叶，也早晚会遇见的。那还不如早点认清现实，与他进行交易，拿着获得的东西提升自己的实力呢。这个就是百分比伤害的技能了，还需要我告诉你怎么使用吗？拿着枫叶带来的奖励，酒瓶甚至有一种用橘子交换了一个大西瓜的感觉，心里竟然有亏欠感。不用了，我喜欢自己摸索。陈长华笑着拒绝，他有着前世记忆，这种技能的使用方式还能不知道？就算是酒瓶在前期就获得了技能，但要真使用起来，绝对还是陈长华更厉害一些，他的上手速度相当恐怖。那好吧，我先走了。酒瓶此刻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大佬啊，极其自信，关键人家还有着相应的实力，真是太气人了。不送。陈长华说完，拿起卷轴就使用了。已学习技能血魔法吸血蝙蝠。血魔法吸血蝙蝠，释放血蝙蝠，对敌人进行攻击，3秒内造成7%的伤害，针对 BOSS 造成355%攻击力，并汲取20%回馈血量。冷却时间30秒。法力消耗140，当前等级法力消耗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这是高贵的百分比伤害啊！除了游戏规定的那些 BOSS 不能用以外，其他的像是玩家、怪物、魔物、精英怪、小 BOSS、NPC 都能使用这个技能造成百分比的伤害。对于自身实力不强的玩家来说，简直就是个神技。而对于陈长华这种实力很强的玩家，吸血的效果更加实用。奇怪的是，陈长华第一次看到这个技能之后，看中的是百分比伤害。这可能是因为接下来真正的新春活动中出现的那些个魔物怪物都是防御高魔抗高的，这个百分比伤害有可能发挥出比心脏抓取还要强大的效果。这可真是意外收获呀！陈长华看着这个技能是相当满意。不过这次更重要的收获是竞技场的奖励可以进行领取了。一般来说，当玩家打了100场之后就能领取奖励了。陈长华都100多场了，却还是没有，这因为还没有开放，连个提示都没有。直到在领取奖励开放的5分钟前，满足100场的玩家才收到信息，要留意一下邮箱。应该快到了吧？领了这些，在真正的新春版本应该会有加成。您获得了一个新邮件，发件人官方，亲爱的玩家枫叶，感谢您对游戏的支持。在这次竞技场活动中，您超越了全服 99.9999% 的人，横跨海内外，实力强大，发放特别奖励。获得龙头时装，获得水饺消耗品 X20， 获得专属成就称号，获得烟花礼炮 S 级武器。这些发放的东西看上去并不是很多，但是不要忘记了，每完成一场竞技场对战了，都会获得一个箱子。这些箱子加起来的奖励全都算上一块的话，奖励的数量早就上天了。本服通告：玩家枫叶获得成就，可穿戴成为称号一人之上。达成条件：进行100场对决，且全都为胜利，战斗数据每场评估均在 S 以上。效果：新年版本中全属性提升 10%， 购买限定物品时商品打7折。全服华夏通告：服务器 019S 荒原狼，一名玩家获得成就，可穿戴成为称号一人之上。这次的通告足足有3次，其中2次还是全服性质的。这个服务器一下子炸了锅，紧接着论坛也炸了锅。一人之上，光是通过这几个字就能很清楚地明白一件事情，这名玩家的实力相当强大。嫦娥已经见怪不怪了，绝剑这都已经是100场了。老孙这家伙的出现真的破坏游戏平衡，几个会长都被整得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枫叶这个名字出现在本服通告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一次还有全服通告啊，直接把 019S 荒原狼这个服务器顶到了风口浪尖。网友 A 前有着113号服务器，现在又有这个荒原狼，这是搞什么呀？网友 C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113号服务器在河区之后就变成了荒原狼？沐风树 Mate 不用想了，这肯定是枫叶那家伙。这关于服务器的讨论，在许多人将荒原狼本服的通告截图发上来之后，枫叶直接被上千人@枫叶大佬，告诉我们竞技场的技巧吧。枫叶转到我们服务器吧，好想和你一起玩。枫叶你都快火到海外去了，别的国家竟然都有你的攻略翻译帖。一时间，整个论坛都好像是枫叶的粉丝群一般，全部在讨论他。就算不明真相的玩家们，在这次全服通告之后，也意识到了什么事情。枫叶所做的事情给人的冲击实在是太强烈了，把他的成就一番，就能明白这名玩家有多么的离谱。但是不管外界对枫叶了解有多少，都没有工会里面这些成员们了解的要多。他们已经震惊习惯了，除了新来的馒头，还有那群来了没几天的玩家们，还保持那种新鲜感。咱们的会长啊，就算是下一刻获得了什么成就，我都不觉得奇怪。
雪梅，得加快脚步追赶了。身为工会成员，有了这么多资源，怎么说也得达到会长80%的实力才行。南墙，会长真实的实力到底怎么样，根本不清楚。我看能达到60%就已经是很不错了。馒头，有了这么多装备，我感觉现在能达到会长的70%。墨水，馒头，我之前也是这么自信的，后来差点被打碎了装备。馒头，陈长华那边在看到了通告之后，就能明白会有一次热度，但他不在意，自己怎么样早就在发攻略时弄明白了，现在只是进一步丰富而已，不用管自己就会发展。他应当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获得的武器装备。第68章奖励奖励。箱子里面开出来的武器装备在之前都强化过了，现在身上换了一些，剩下的全都丢进了工会仓库。而这次在邮件里面的收获有比较在意的东西。烟花礼炮 S 级武器，还没强化就已经是 S 级，这还是让人比较在意的。可是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礼炮，并不是什么很强大的武器吧。使用之后只能放出烟花来，看上去是个很废物的东西，但是在强化到最顶的时候，似乎还是能用一用的。烟花礼炮 SSS 级辅助武器，祝福特效，装备需求等级0，力量+3，敏捷+1，血量+9，防御+2，幸运+30。被动技能，与这把武器进行交换时，所用时间减少至 0.066 秒。被动技能，烟花特效在照亮周围的同时，可以使得范围内怪物积极性下降。主动技能1，使用后使得范围内玩家获得大扫除效果，冷却时间40秒。大扫除，此效果可以让玩家提升 30% 的攻击速度，获得50点力量提升，效果持续为5秒，期间恢复共30点血量。注：对年兽一类怪物有特殊效果。战斗力66，这其实就是一个玩具而已，但是效果还是有点意思的。在战斗中打着打着就可以来一炮，反正有着被动技能的存在，这把武器不管放回还是拿起，消耗的时间都很少。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地方，那就是这个东西对待年兽有着很重要的效果。依靠前世的经验来看，最起码是限定烟花道具的10倍效果。可以期待一下2天后真正的春节版本的到来了。陈长华把这个武器收起来之后，继续查看着自己在邮箱里面获得的其他东西。水饺效果，使用后立即回复50点血量，每秒恢复 3% 血量与 2% 魔力值，受到伤害将会被打断，共持续5秒。注：此虽为消耗品，但是食用之后并不会使得下一次效果减弱。原本消耗类项是药剂这种东西是越喝效果越差劲的，但是水饺能打破这个规则，很神奇。而且这东西还能被强化。水饺效果，食用后立即回复380点血量，每秒恢复 5% 血量与 4% 魔力值，受到伤害不会打断，共持续7秒。注：此水饺被某种力量狠狠注入，皮薄馅大，轻轻一咬就能感受到过年的气氛，里面包裹了摔炮。这烟花礼炮我留着，水饺这种东西就给南墙吧，最近好像没怎么照顾他。工会成员，特别是那几个重要的，还是得照顾一下的。记得还有其他东西。陈长华又好好翻找了一小会，还发现有着一个叫做龙头时装的东西。这玩意既然是在邮箱里面出现的，那么肯定是有着不错的效果属性的吧。龙头时装效果，绑定装备之后，将基于装备的 10% 增加穿戴者的属性，剩余时间310小时。简单粗暴的效果，但是很有用。陈长华准备把这个给雪梅，他有了这个能稍微增强一下自己。反正这个龙头可以选择隐藏时装，不碍事。至于馒头，这家伙才刚进来不久，不能这么早就给甜头，让他意识到在这个工会里面，只有努力才能够获得好东西。同理，他在送出这些东西的时候，还要在工会群聊里面刺激一下别人，这样能带动内卷。等等，好像忘了谁。但是当他想要在工会频道里面说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似乎忘记了一个人。核心的成员有3个，但这是几天前的情况。馒头进来之后 ，S 级潜力的玩家有4个了，现在只想到了3个人。墨水，差点把这个妹子给忘记了。墨水，这个在之前活动中待了最久的妹子，现在竟然给忘记了。人家是运气差，并不是存在感少啊。不知道给什么，就把这些视频给他吧，看着也不错。枫叶墨水南墙雪梅，表现不错，给你们点东西，来，地点分享，找我，其他人继续努力。光盘行动又发给他们，羡慕了。我有2个头 CAO， 这3个人拿命玩游戏吧，要不然怎么能在工会里这么强？雪兔吃素，那2个还能理解，墨水那名玩家整天顶着一身时装，装备这么差，怎么能被会长看上呢？馒头，这个叫墨水的78场 94% 的胜率。馒头虽然进来的很晚，
但是这里面成员的情况，那是比一些老家伙们都摸得清楚。正因为是这样，他才能很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实力在工会里面应该是排得上号，只不过缺少一个机会能被会长看到。他在寻找这个机会，在此之前要养精蓄锐。南墙发东西了，这就去。雪梅来了。墨水，谢谢会长，不过好不容易有机会找到你，想拜托你帮我一个事情。枫叶，什么事情？墨水，帮我开箱子。看到这句话，他差点没绷住，因为想起来一件事情，这次的竞技场获得的全都是宝箱，而宝箱有全凭运气。这样一来，运气差的墨水可能开50个箱子，还顶不上陈长华这边随便开几个呢。毕竟他现在的运气数值足足有着732，虽然这种数字就只是个参考，不像是力量敏捷这种是1就是1，但是陈长华很清楚自己的运气在当上会长之后绝对是变好了，因此让他开箱子比墨水要好很多很多。枫叶，来就行，帮你开。墨水，谢谢会长。枫叶很爽快答应，而这种行为在雪梅看来，就像是女孩子撞拧不开瓶盖去找男人拧开似的。有那个必要吗？宝箱都还得给会长开。雪梅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因为她在开服的时候，她就自带10点的运气值，而现在已经达到了70。现实中抽卡10连2金，玩别的网游时，黄金箱子都能爆出 S 级的装备，这种运气肯定比会长要好，用不着别人开箱子。第69章，捕食者之眼。会长，我来了。第一个赶来的是南墙，这个家伙在竞技场里面可谓是出尽了风头，狂战士的职业再加上那些装备，让他在 PVP 时变得非常强势。紧接着到来的是雪梅，直接用的传送卷轴到达了这边，非常看重会长的传唤。墨水则是最后一个到达的，看向他的时候，陈长华有些意外。他是光脚的没有错，但是这跑起来要比之前强了不知道哪去。飞檐走壁，滑铲翻滚，在这混乱的人群中轻松躲避开一切障碍，轻松来到这边。也就是游戏能做到这种效果，要是现实里面，那双洁白的脚丫早就是血肉模糊了。会长，我来了。墨水笑着跑来，在距离陈长华2米的地方迅速刹车，紧接着走到身边。因为有事情要拜托陈长华，墨水的态度非常好，脸上一直挂着笑容。陈长华自然是看到了这种态度，但是要先把事情完成，再说开宝箱的事情。人都到齐了，那就开始吧。你们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照着之前准备的，南墙获得了水饺，还有一些陈长华临时加入的技能卷轴。雪梅是那个龙头时装，还有几捆特殊类剑士。墨水的话，各种各样的饰品，他身上只要是能带饰品的部位，现在全都有着陈长华送的东西。谢谢会长 X3。三人很开心，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就目前来看，他们是最受会长喜爱的，但是要是不努力的话，他们会失宠，那样的话就拿不到会长给的好东西了。因此他们下定决心要继续努力下去。现实的工作，现在三人靠着这个游戏，这个工会，少说带来了6位数的收入，还工作个屁。那会长可以帮我开宝箱了吗？墨水突然牵起陈长华的手，同时他接收到了消息，宝箱足足有60个。当然，陈长华笑着回答，而收到回答的墨水眼睛都要笑成月牙的形状了。毕竟他很清楚会长的运气出奇的好，当初跟着会长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他的霉运一下子就消失了。开野外宝箱不会有臭靴子、破铁剑之类的物品，打 BOSS 很少被误伤，就连自己普通攻击都很有可能触发暴击。因此墨水很相信会长的运气。另外2人又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他们自己的运气又不差。想到这里，墨水撇了撇嘴，看着雪梅和南墙，他们并没有走，估计是想看看会长的运气吧。想到这里，墨水把宝箱给过去的时候，将所有的箱子设置成为开启后获得的物品广播给附近玩家，你们就等着大吃一惊吧。墨水这样想着，走到了陈长华的对面，等待开箱。那么我就开始了。点头。陈长华先从中分离出来10个宝箱，这是一件开启最舒服的数字。据某些玄学人士所说，10连开的好东西要比其他的更好一些。已开启胜利宝箱 X10， 获得铁质胸甲 A 级，获得弩 B 级，获得速度戒指，获得变身药水。陈长华也发现了这些宝箱被开启了广播模式，周围玩家能够看到，但这是墨水设置的，他也不好说什么，就继续开下去。20个宝箱开启之后，墨水显得特别兴奋，因为这些东西绝对顶得上他开60个箱子的东西了，这已经是很赚的程度了。找会长果然没有错。然而南墙和雪梅没有太大的反应，因为这种宝箱能开出这些东西来，的确是要好一些，但也只是好那么一些。雪梅觉得以她的运气来开，照样能做到这种程度。但是当开启完第30个宝箱的时候，
他明显看到了一道光。雪梅的运气也不差，曾经见到过这种光芒，但就算是他也很难遇上。而南墙至今只有过2次遇上光的经历，这对宝箱来说是个小提示。获得捕食者之眼，捕食者之眼可以看到任何单位的状态、血条、魔力等详细参数，使用之后永久生效。卧槽，谁 TM 开出来了永久性道具？0.06的概率吧，这人用胜利宝箱开出来的，什么敖皇？谁手上拿着那个道具？我出5万收购，5万打发叫花子呢。当这个东西被广播出去后，周围的玩家突然炸而来锅，寻找着究竟是谁开出来的这个东西。而这边的雪梅在看到之后人都懵掉了，光是那金光闪闪的名字就能证明这玩意绝对不一般。先走。陈长华拉着还在懵逼中的墨水转移了地方，而雪梅和南墙也难掩内心的激动。这个叫做捕食者之眼的东西肯定是个很好的东西，他们想看一看效果究竟是什么。于是在来到新地方之后，雪梅再也不像是之前那种态度了，而是头往前探探，想要仔细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效果。南墙也是，现在他突然后悔自己的宝箱打出来一个就开一个，没有当一个仓鼠。会长，这个道具很厉害吗？墨水还是没反应过来，看着陈长华手中的眼球，感觉还不如一个好点的武器来的实在。直到陈长华向大家展示了这个东西的详细数据，雪梅在看到之后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种程度的东西竟然能在竞技场宝箱里面开出来。以前他开出来类似的东西，那都是自己职业没办法使用的，只能和别人换东西或者卖掉。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东西的效果很不错。看状态这种事情，奶妈可以看队友开进行精准加血，前排可以看敌人状态进行合适调整，弓箭手能够及时补刀，魔法师可以根据敌人数据释放合适的法术。这就是一个万金油啊！没有最合适的职业，只有最合适的人。墨水，你捡到宝了呀！陈长华为他感到高兴，有这个东西之后，身为白板刺客的他也算是弥补了一些隐藏职业的遗憾。但是他不羡慕，因为自己有个更厉害的技能洞察，现在的使用次数已经到了每日120次。第70章，墨水成异色瞳了。雪梅现在只剩下了羡慕，怪不得这个墨水会找会长来开宝箱，原来会长的运气是真的很离谱。这才只是开了30个箱子，就整出来了这么离谱的玩意。恭喜墨水啊！他拍手祝贺，同时也有想到攒箱子让会长开。而这一点，南墙也是一样的想法。这都要感谢会长，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好东西。在明白用处之后，墨水那叫一个震惊，看着手中的这个眼球是相当喜爱。他感觉以自己这种烂运气，别说30个宝箱了，300个都不一定能开出来。能拿到这个收获已经是相当满足的了。因此墨水做了一个决定，会长，剩下的30个就给你吧，为了我操心这么多，现在该我报答一下你了。墨水甜美的声音让雪梅有些自愧不如，这个女孩太会了，也很会说话，怪不得会长给她的资源这么多。雪梅觉得自己该好好学学怎么做一个惹人喜爱的女孩子，最起码在与会长相处的时候不要表现得那么冷漠。看看现在的会长那放松的样子就能明白，与墨水交谈时和他完全不一样，一下拿走你1半的成果，这可不行。语气也是相当平和的给墨水回应，看来真得好好锻炼一下自己了。雪梅下定了决心，悄悄留下一个文字消息离开了这里。陈长华还在与墨水进行商讨，发现消息后轻轻点点头，继续说，我只要5个宝箱就可以，剩下的我帮你开完。他又开始帮助开宝箱了。而南墙看到雪梅都走了，自己也动了心思要离开。该看到的已经看到了，会长的运气很好。南墙觉得自己应该要当一波仓鼠，囤一点宝箱。于是南墙也留下消息离开，现在只剩下2人。获得折月药水，获得纯白长靴 A 级，获得幻魔者法袍 A 级。这边开出来的东西再加上陈长华原本就有的，差点就把背包占满了。好在在爆满之前，陈长华就已经把剩下的25个宝箱全都打开，然后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全都塞给了墨水。会长，太多了，已经满了。墨水看着自己的背包闪红，连忙叫停。整理了一小会，又将不用的挂到拍卖会，还有一些销毁之后，他才接受了陈长华的全部。这55个宝箱获得的物品真的很多很多，墨水丝毫不担心陈长华会独吞，因为他相信会长的人品，在拿到捕食者之眼的时候，可以看出会长真心在为他感到高兴。墨水觉得自己运气全都用在与会长的相遇上了。想到这里，他又笑了起来，这已经不知道是今天第几次了。谢谢会长。他手里握着眼球，使用了。随后墨水就觉得自己右眼冰凉，随后感觉到一阵光芒闪过，已融合捕食者之眼。陈长华换出了镜子，墨水看到了在镜子之中自己的右眼变成了很好看的金色，左眼还是正常状态。
我成异色瞳了。看到自己这眼睛，墨水回忆起来自己初中时候的中二时代，那个时候不就期待着自己觉醒什么什么力量之类的吗？这样的期望能在游戏里出现，他很满足了。现实又不会有这种事情。好了，没事情的话，我也要去忙了。会长去忙吧。墨水趁着期待，对着镜子左右晃脑，怎么看怎么好。直到不经意间瞥到了陈长华的背影，震惊到大脑一片空白。单位血量剩余 100%， 单位魔力剩余 100%， 单位状态血量增强，魔力增强，力量增强，敏捷增强，防御增强，魔抗增强，幸运星，轻如风，新春锦鲤，新手村勇者加成，气运之子。那状态直接糊脸。墨水直到陈长华离开之后也没有看完，他只觉得眼睛阵痛，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提示：不用频繁使用捕食者之眼，推荐频率目前每10分钟使用7至8次。提示：请闭上右眼休息10分钟，您已远远超出身体承受范围。我才看了一个人啊！墨水捂着自己的右眼大声喊着，这会长可真不是一般人啊，这一次不知道看了多少的量，状态也太多了点。提示：若做不到及时休息，将会有可能造成失明。知道了，我以后不用这个看会长了。墨水感觉到很无奈，看来这个眼睛还要锻炼到能够看会长而不超出负荷才行啊。陈长华明白那个捕食者之眼的效果无法直接看出来自己的真实情况，倒是有一点比较好，那就是可以带回到现实里面。也就是说，等到一定程度，墨水在现实之中也会变成异色瞳，拥有捕食者之眼，这算是很珍贵的东西了。陈长华却没有留下，主要是因为自己有洞察技能，这个就已经是很够用了。直接给墨水，还能显得自己不会干涉成员的成果，让另外2人放心，因此才没有太过在意这个眼睛。他在意的是接下来真正的新春版本的到来，那时候会出现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不管是什么，奖励都非常关键，因为这些很重要的奖励里面还会有限定的武器，是全服务器来争。那么这样的武器应该很厉害吧？不，相反，这武器平平无奇，就算强化到满级，也只是个 S 的强度。前世记忆中，这个被大家当成纪念品，但是陈长华很清楚，在融入现实之后，这样的武器可以第一时间拿回现实，并且属性直接复制当时最强的同类型武器。这样到达30级时，在现实能做到锦上添花，要是有一整套装备，怕不是要被当成神仙。因此，凡是这东西，他都必须要拿到手。类似捕食者之眼的，只要适合自己，也需要这种东西，能够迅速增强自己在现实的能力。应该快到新春版本了吧？第71章，新活动开启。当那天去东城门与酒瓶交易，帮助墨水开箱，已经是过去了2天。竞技场活动，大家基本上都找到了自己的水平分段，唯有陈长华在这些天里面仍然保持100%胜率，并且还都是以碾压的姿态。在这期间，他击败过许多强大的玩家，就比如在之前名单上写着的那些人。雪梅南墙也遇到了，不过他能保持着100%的胜率，就足够说明一切了。众人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了，实在是强的让人无法理解啊。工会还凭借着几十名成员来到了第1，成为了人数最少的大型工会。现实的进展也比较顺利，房子目前已经买下来了，正准备更换家具，还有搬家，一切都向着好方向发展啊。可就算是生活美成了这样，陈长华内心仍然有着忧愁。现在大家的最高等级已经是17了，而距离游戏开始进入现实还剩下13级。别看这升级需要这么多经验，在新春版本内其实不会太慢的，因为到时候会有全服5倍经验，还有数不清的小活动与一个大型活动，这些就足够升很多级了。陈长华除了等级以外，必须要注意的是自己带到现实的第1波东西很关键，这可以让他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他这才刚开始自己美妙的生活，可不能就这么快死掉了。想到这里，陈长华进入游戏设备里面继续自己的游戏。而今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因为新春版本的预热已经结束，现在是进行真正的新春版本了。地图上会随机刷新出来年兽，这种年兽不同于普通怪物的是，在特定的时候需要用烟花爆竹进行击破防御，就比如怒吼的时候、前摇技能的时候、冲撞的时候，这些都可以是用鞭炮进行惊吓的。年兽会被强制打断，任由攻击。这种年兽每小时会刷新3只，之后每天都会增加，明天就能达到6只。可以从这些里面看出来，这个活动是一个 PVE 活动，因此许多工会还有玩家们活跃着进行准备，因为是 PVE 活动，他们不用感受那种被大佬碾压的情况了。对枫叶个人的关注度也变成了对枫树工会的关注，因为 PVE 考验的是工会的力量，一整个集体。枫叶很强，成员们也很强，但是其他的工会加到一起也没见有多弱，反而是有很多优点。
一，他们大多一起行动，有着很好的配合。二，人数多，枫树到现在都没有40人。三，职业种类多，战斗时互补。四， PVE 经验丰富，枫树公会里面除了枫叶还有几个有名的玩家以外，其他人 PVE 的经验和普通玩家差不多。而人家别的公会有从其他网游转到这边来的，对 PVE 的研究很深入。其他还有许多拿枫树与其他公会比较的情况，大家突然发现这个枫叶还有公会里面的几个人是很强，但是这种集体 PVE 的情况下，不一定他会赢啊。许多纯路人在一些公会人员的操作下，是给自己的公会招揽了很大的名气，认为是这次活动中最亮眼的存在。就比如月色真美和剑光死，花果山也有一定的名气。这3个公会在合区之后，第一时间选择了放开对另外服务器的限制，迅速扩充了人手，再加上原本的实力变得很强大。大家对现有的强大公会进行排名，这个排名是预测 PVE 活动的表现。第一位的是剑光死绝剑的公会，第二位的是月色真美嫦娥的公会，第3位才是枫树。没办法，前2名的人数远超枫树。绝剑靠着自己带进来的那些老友，还有被吸引来的强者，已经是达到了100多人的规模。月色真美有着玉兔的拉拢，再加上女玩家抱团，现在的人数也是接近100。连第4的花果山都有接近70人的成员，陈长华的公会能排到这里已经不错了。不管怎么样，这都还只是预测排名，就是图一乐。但是有人当真了，来贴脸嘲讽，关键是还开匿名，这可把枫树这边不少成员给气得火冒三丈。但是陈长华仍然是很淡定的样子，他只给这些人说了一句话：他们看不起，那就尽可能发挥，反过来打脸不就好了。这让大家强行把这股气咽下去，同时化为了动力，准备要在这次的活动中大干一场。赢了 PVE 他们公会同样要证明不是吃素的。墨水会长，年兽的活动要开始了。在公会群聊里面，墨水头顶一个百战百胜的称号在提醒着陈长华。其实打开公会名单，能看到一大半的人都是有着百战百胜这个称号，陈长华则是100%胜率的那种称号，在这个服务器已经找不到第2个人拥有了。南墙会长，年兽有什么攻略技巧吗？雪梅，这是第一次打年兽，会长怎么可能知道？3人已经聚齐了，馒头也在群聊里面，但是很少说话，因为他是一个主播，为了不泄露什么重要信息，他都不会打开群聊的。枫叶，年兽肯定不难，这种活动就是图个热闹，因此这家伙的特点只有防御高、血量高而已。南墙，你看，这不就给出来了一点建议吗？年兽还有5分钟刷新第1波年兽，以标记位置。当大家还在讨论的时候，年兽的位置就已经是标记出来了。这一刻，大家都打开了地图进行查看，发现在新穗城这边出现了3个标记的范围。第一个是在东边，第2个是在西边，第3个是在南。还剩下5分钟，所有的玩家不管在新穗城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到达这3个之中的一个地方。陈长华迅速反应过来，向公会群聊里面发消息：枫叶，在线的大家分成3个部分，一部分去东，一部分去西，剩下的就跟着我去到南边，争取是全都拿到好奖励。他在说着，就已经是开始了行动，朝着南边的奔跑去。而公会群聊里面，一堆人正在发送收到。第72章集合打年兽。说收到的也有馒头。他在进来陈长华的公会之后，实力增长得很迅速，但是他没感觉会长给他多大的关注，可能手下败将不值得关注。但是那个叫做墨水的，据说是在遇上枫叶之后直接投降，却仍然被重视。馒头有点不服气，但是没有任何办法。身为一个主播，他在这边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他的直播，这让他更加郁闷了。因此在近几天的直播他都心不在焉的，但是在今天他看到了机会，看到了能够表现自己的机会。 PVE 自己曾经是 PVE 把好手，这次肯定能发挥出来让会长能够注意到的实力。因此今天的第1波年兽，他自告奋勇，直接跟着陈长华选择到了南边的年兽。他有着足够的鞭炮，再加上原本 PV 经验，他觉得自己能够发挥出仅次于会长的表现。但是同样想在这次出头的人，还有一个已经被馒头视为竞争对手，那就是雪梅。这个女玩家的手速不是一般的快， PVP 的时候很少能有人在她面前撑过几分钟。但是这个年兽的活动就不一定了，论实力，他觉得自己能够跟雪梅差不多。而雪梅作为会长那边比较重视的人物，把她压一头下去，自己绝对能成，然后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提升自己打败枫叶。这就是馒头的规划。其他人也各有着自己心里所想，但是此刻都一言不发，紧紧跟着会长。因为会长的速度太 TM 快了吧， Maddie 像一条猎豹一样，差点给 NPC 的腰子撞掉。照着这个速度，不出1分钟就能到达地点了。另外2波成员连一半都还没走到呢。这3个分支
差距是有点大。与此同时的其他几个工会则选择的是集体进攻一个年兽，就比如花果山的老孙选择的是南。他们几乎是第一批到达这边的玩家，先是来到这里熟悉了一波地形，然后开始准备策略。可谁能想到这边突然过来了一个玩家，那家伙的名字人们都很清楚，是枫叶。枫叶选择了南边的年兽，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工会成员们，这让身为会长的老孙一阵头痛，怎么就这要求遇见了枫叶呢？老孙苦笑，现在的时间已经没办法让成员们转移到别的点了，而且他们都摸清楚附近的建筑了，再离开的话实在是可惜。因此老孙决定硬着头皮来进行战斗。我们人多啊，反正这年兽只要参与了就给奖励，而且还有好几波的年兽，这次少点下次多点不就好了。想到这里，老孙让大家放松心态，不要在意枫叶那边的事情，压根就不用慌的。年兽剩余1分钟刷新，现在的游戏内时间正在飞速流逝，照这样下去的话，1分钟之内天就完全黑下去的。不过有着花灯、灯笼等等照明物的出现，还不至于那么黑。更何况玩家们也会照明，那种照明魔法比灯笼还要亮。年兽剩余10秒钟刷新，还剩下10秒钟了，大家在心里面默念着时间，等待年兽的出现。咔咔，地板已经有了动静，石砖凸起，地面颤抖。哐，一根尖角钻了出来，那就是年兽的角了，有点像是独角兽那样直来直去。但是随后出现的东西和独角兽一点边也不沾，倒是有点像是狮子，但是身上涂的那些颜色花花绿绿，头上的毛发也是奇奇怪怪。不过整体看上去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建模简直就像是真的一样，相当细致，整体高度也能达到10多米，压迫感很足。年兽已经出现，现在眼前的就是年兽了。陈长华二话不说，直接一个心脏抓取，您造成了216点伤害。果然在这个阶段的防御相当高，年兽是要经过几轮恰到好处的鞭炮轰炸才能降低防御的，现在用技能感觉就像是刮痧。就连陈长华的心脏抓取都是这样，其他人更不用说了。只见周围其他人叫嚷着冲了上去，有些人还在这个时候使用了烟花爆竹。这群家伙们怎么不按照正常的节奏打 BOSS 啊？没办法，陈长华管不了别人，但要能管理一下自己的成员们。这一波大家盯着年兽头顶的角打，雪梅，这次需要你多10点劲了。陈长华的话老人都知道，听他准没错。但是馒头皱了皱眉，他觉得不是这样。年兽的角是很显眼，但是 BOSS 设计者在整 BOSS 的时候一般不会给这个装饰性部位设定为弱点之类的。馒头就曾经遇到过独角兽，那时候他发现去掉独角之后，那家伙该怎么发挥还是怎么发挥，只不过不能进行驯服了而已。因此他认为那角并不是什么突破点，反倒是尾巴看上去灵活过头了，很奇怪。在陈长华周围的人紧紧盯着那角的时候，馒头在朝着尾巴跑去。老孙那边因为人多，很快就发现一件事情，打其他部位都差不多，但是打腿总是会多出一点伤害，特别是没有毛的后方右腿。老孙这边的人认为打腿才是关键，因此纷纷转移到右腿那边去。他身为会长，更是直面与这条腿进行战斗。而其他的玩家选择的部位各有不同，就这样硬生生磨掉10%的血量之后， BOSS 突然活跃，踏踏踏，只见这个家伙后腿连蹬几下，随后猛踩地面。花果山这边的玩家那可是遭了殃，身为会长的老孙直接被踹飞10多米远，馒头更是被这铁链一般的尾巴给甩得身上好几条印记，然后又震倒在地。哎呦呦，痛啊！其他玩家也是哀嚎一片，而陈长华这边也要受到攻击。这年兽除了近战之外还会技能，只见头顶金光闪烁，似乎在蓄力攻击。可就在这个时候，陈长华大喊放炮，随后将自己的烟花礼炮拿出来。第73章，听会长的准没错。听到陈长华的话之后，工会里面的其他成员纷纷拿出来了自己烟花爆竹。他们想要做的是破除年兽的防御，因为年兽在每消耗掉10%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些东西对年兽破防，导致年兽虚弱并且陷入硬直住，被击打后长时间失去操作控制的意思。这时候可以全力进行输出，而要做到这种地步，就得使用烟花。休崩！咚咚咚！当其他人整那些传统鞭炮的时候，陈长华拿出来了自己的装备，那个在竞技场中获得的烟花礼炮，这外形酷似加特林机枪，而其射速那可真没让这外形蒙羞。他在1秒钟之内能发射红、绿、蓝加黄、绿加橙、红的烟花，速度快极了。雪梅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窜天猴，又看了看会长手里面的加特林，瞬间感觉自己手中的烟花不香了。他当即决定将自己的压轴烟花箱扛出来，嘴角上扬，点燃引线。
年兽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种火力，那简直就像是有一个团的人在搞他。场上响的都听不到别人在说什么，火药味相当浓郁，连视野都被特效所蒙蔽了。打昏过去了，卧槽，这 TM 打 FPS 游戏呢？馒头这时候才醒过来，他很幸运没有死，因为现在的年兽被这些烟花爆竹搞得快要绷不住了，耳朵都要聋了，眼睛看不见了。他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这种气氛，也拿出来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不经意间瞥到了工会组队的情况，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血条在 40%， 也只有自己的伤害贡献是最低的。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有时候还是要听会长说话，人家毕竟是大佬。年兽受到惊吓，匍匐在地。这烟花秀大概持续了半分多钟，但是大家感觉好像过去了几分钟。在提示响起之后，每个人都扔下来手上的烟花，紧接着咋咋呼呼地冲向吓得瑟瑟发抖的年兽。NND 感觉像是从战场上溜了一圈。吼吼吼，这烟花的特效可太足了，年兽，这一下看你怎么反抗。老孙，嗨嗨，谁说的打腿伤害高？大家兴致高涨，一边聊天一边输出，而陈长华也与这些人挤在一起进行战斗。他使出了自己之前从别人手上买来的技能，就是有着百分比伤害的。这一下可谓是相当痛 ，BOSS 的血条明显跳了3下。雪梅吃惊，会长明明因为人群太多没砍上几下，竟然伤害就已经是这么高了。而自己身为一个弓箭手，现在双腿夹着灯笼从高处射击，全部命中的情况下，仍然追不上会长。或许会长并不是近战的职业，而是法师那一类。仔细想想，心脏抓取什么的，不像是近战职业必学的技能吧？那就说得过去了。要是输出类型的隐藏法师职业，那么我落下的就不算是太多。想到这里的雪梅射得更嗨了，暴击概率虽然没有达到 90%， 但是每10件有9件暴击，远超队伍输出排名第3的家伙。可最想表现的馒头，现在的输出排名连前5都进不了。之前那波不听话，可是丢人丢大了。他现在很着急，因为这些人简直就像是饿狼一样在年兽身边，自己压根没有空隙攻击。这一看去，全都是工会花果山的人。这可把本来就急的馒头惹火了，他纵身一跃到了这个 BOSS 的身上，影子分身释放，突然就出现了3个馒头，全都拿着剑进行着输出。只见这年兽在大家的攻击下，肌肉不断颤抖，血条已经下降到了 70%。可能是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就发出一声吼叫，一下子震开周围的玩家。站在身上的馒头就更惨了，分身爆炸了不说，自己还又飞了出去。陈长华看到这里，觉得有些无奈，馒头怎么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玩呢？不过没关系，等他坑踩多了之后，自然就会发现陈长华说的都是对的，根本不用调教，自己就乖乖归顺了。枫叶，大家在接下来的阶段尽量分散开，因为年兽的技能会变多，还都是大范围的，需要躲避。好，明白，会长。大家不怀疑陈长华的消息，因为年兽在站起来之后，的确是连着放了3个技能，甩了几下尾巴之后，又是释放技能，所以成员们认为这是会长玩了很多网游，总结了经验才找到的规律。无脑听就可以了。另一个工会花果山的会长也是让大家分散，要不然很容易被一网打尽。至于小工会还有独行玩家，根本不用在意，该怎么躲避就怎么躲避。一时间，这边的玩家们就像是跳大绳一样蹦蹦跳跳，有时候还会像玩木头人一样，在某个地方突然定住。这种攻势进行了足足有着5分钟，大家被搞得都有些累了，年兽才停下。玩家损失的不多，因此在年兽停下的时候，又是一股脑的冲了上去。这个时候的陈长华却在距离年兽5米的地方停下了下来，并对成员们说：“过一会再去，年兽那边的粒子效果还没散。”这句话，成员们也是无条件服从。而馒头收到之后，迟疑了一下，最终没有迈开步子过去。他决定认真听一次会长的。BOSS 的血条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下降了 2%， 可正当大家打得正嗨时，有新情况出现了。只见 BOSS 周围出现了判定红圈，经过了刚才那波攻击之后，大家都很清楚，这是技能判定圈。卧槽，快走啊！怎么会现在放技能？明明没有任何前摇。大家意识到的时候都非常慌张，就这样人挤人的状态下，来不及跑出范围。那么接下来就是年兽 BOSS 的收割了。只见金光一闪，3道抓痕布满了整个范围。馒头看到这种情况，咽了咽口水，那种伤害绝对能把他杀掉。还好是听了会长的话。第74章，全都是枫叶，搞什么？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发现情况，厉害！馒头根据这次成功的经验，想起了之前会长的提醒，发现每次都是会长对自己不听劝就遭殃。他反应过来了，不应该以傲慢的姿态来看这个叫做枫叶的会长，而是需要从他那里学习到知识后，再反过来与他进行战斗。每次都是会长，就应该是听他的，然后反向思考。馒头想明白之后，
笑了起来，看着不远处的枫叶，等待他的下一个建议。枫叶，接下来随意发挥吧，等到年兽又以蓄力姿态的时候，再进行用烟花爆竹。啊！馒头有点懵，他刚准备好好听会长的话，结果下一个是自由发挥，这让他有些郁闷，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说自由发挥呢？没有办法，他只能是尽力做，怎么能高输出怎么来。而玩家们还在刚刚那 BOSS 的突然袭击的恐惧中，不敢靠太近，就怕是突然来一下。但是大家发现枫叶也靠得非常近，那样子丝毫没有在怕的。老孙最快反应了过来，也像是枫叶一样接近年兽进行输出。其他人面面相觑，连大佬都去了，那还愣着干什么？2个工会都快要围满了，再不去就没有位置了。其他玩家一拥而上，追着年兽发动进攻。很快，这个年兽 BOSS 就进入了蓄力状态，大家故技重施，拿出烟花爆竹。若是从天上俯瞰新穗城，现在有3处地方相当热闹，所有的年兽都在这个时候被烟花爆竹围攻。但要说谁的血条最少，那还得数陈长华这边的年兽。在陷入硬直之后，血量只剩下了 54%， 这样下去的话，撑不住几轮就要被击败了。陈长华现在开足了火力，那伤害叫一个足，而且身边的人还喝到了汤，他有着领主的技能，还有冰霜断剑，给别人也带了许多正增益属性。短短半分钟里面，这个 BOSS 的血量直接下降到 37%， 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离谱。血魔法以冷却完成，心脏抓取以冷却完成，然后在数秒之间，陈长华让他的血量下降到 30% 以下。年兽 BOSS 的身体仿佛被掏空，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时候，再次弹开，玩家们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的威力，头顶的角也不知道被谁给砍下来了，而尾巴让馒头还有一些玩家也给断尾了。目前的 BOSS 已经是强弩之末，已经掀不起什么风浪了。陈长华在心里面默默倒计时，等到归零的时候， BOSS 的血量只剩下了个位数。他又释放出来了血魔法，因为现在的 BOSS 魔抗已经没多少，这3连击直接让 BOSS 的血量归零。年兽南方已被击杀，此次战斗中的锦鲤为枫叶特发新年礼袋，最佳玩家与最佳工会为枫叶、枫树，工会奖励提升，玩家奖励提升。服务器年兽 BOSS 最佳成绩已刷新。喂，不是吧？是最佳玩家还是锦鲤？连工会都有，给别人留点吧。喂，这花果山这么多人的输出，还比不上这一部分的枫树工会，太扯了吧？这也太逆天了，好东西全让枫叶带走了。当大家看向枫叶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已经是集体传送走了。再看看老孙，那简直就是吃了苍蝇一般难看。锦鲤是枫叶，他能忍，因为这个家伙运气好，获得了战斗的额外奖励。最佳玩家是枫叶，他也可以忍，因为这家伙是目前来讲整个服务器最强的玩家。但是最佳工会竟然是枫树，有没有搞错？这次他们可是只来了11个人，甚至还不如另一个小型工会的人多。而自己的花果山工会是来了61名玩家，基本上把这片地方全都给占下了。输出时候齐心协力，放烟花的时候也是互相配合，他们的默契相当足。输出就算是个体不强，集体那也是很强的吧？可这个游戏告诉他，最佳的工会是枫树，这不就变相的在说，枫叶那边的玩家随便一个拉出来都至少能够以1敌5吗？这让老孙的脸往哪放？花果山在大家预测的排名中还能达到第4呢，现在的表现还不如人家的11人。他感觉自己的血压都升高了，再加上这些独行的玩家还有小型工会的交谈，让他快要爆炸。花果山原来这么菜啊！要不是有枫叶在，我们岂不是要成为最慢击败年兽的了？就是啊，要是没有枫叶，就完不成第1次的记录，额外的奖励也就飞走了。看来大家的预测排名已经可以准备更换一下了，其他区也有工会能够到第4名吧？老孙现在真想一头撞死。而接下来工会成员的报告可谓是火上浇油。会长，东边的月色真美和西边的剑光死都是最佳工会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老孙的战斗站不稳了，扶墙捂着脸，开福袋的心情都没有。都别说了，让我缓一缓。陈长华在击败年兽之后，就带着大家一起回到了工会领地这里，根据这场战斗的排名和表现进行奖励。雪梅的话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在此之前，他先让大家把自己打败 BOSS 的奖励给整理一下。陈长华自己也需要进行整理，这样才能帮助成员们。已开启锦鲤礼袋宝箱 BOSS 加最佳玩家礼袋最佳工会，获得水饺 X5， 获得持久挂边可燃放1小时，获得春联缩小贴纸款贴在皮肤有加成，获得技能卷轴未鉴定简单，获得年兽皮裤 A 加级。这奖励还是很多的，但是没有让陈长华眼前一亮的，同时也没有限定武器，看来限定武器的获取方式并不是开这种东西啊！卧槽，这装备牛！
限定道具，发了，这里带给的东西真舒服。春联什么鬼？怎么跟纹身似的？其他成员整理自己的奖励时还在交谈，看来是真的挺开心的。第75章，本命年想穿红。在整理完奖励的时候，其他的2个 BOSS 战的成员也回来了。由于没有跟着陈长华喝到汤，因此他们的奖励比较少。不过他设下的规矩就是自己会轮换帮助3个队伍来进行战斗，所以之后他们也少不了。此刻是战后，要做的是奖励这次表现好的。其他没有获得的成员就先出去了领地，然后被叫住的一个个来领。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这些人里面有4个 S 级潜力。原本陈长华还不准备给馒头太好的东西的，但是他仔细回忆了一下，这个家伙在后来的战斗一直在跟着自己，这说明馒头想通了，再加上之前没有怎么给过他东西，陈长华决定这次也把他划到重点关注的里面。墨水、雪梅、南墙还有馒头，你们留下，剩下的3个我已经把包裹发到你们的邮箱了。谢谢会长。X3 支开了另外的3个人之后，陈长华就准备给这剩下的4人更好的东西。馒头受宠若惊，他没有想到自己这次表现得这么差，竟然还能够被枫叶看到，并留下和工会3巨头站到一起。努力有回报，那肯定能获得好东西了。会长，要给我们什么啊？先开口的是墨水，他在西边拿到了最佳玩家，因此现在是很兴奋的状态，一兴奋就有点小飘。而南墙的东边年兽被嫦娥拿下了最佳玩家和最佳工会，还不如个女人呢。别急，这次只是小奖励，顺便给你们说说接下来的分配。陈长华看着自己空瘪的背包，已经是清除了一波杂物，剩下的是比较在意的东西。但是馒头这个家伙，陈长华接触的不是特别多，想要给出来东西还真得挑一下。不过他又想到了一件事情，直接把工会仓库里面的东西展开给他看看，想要几件的话自己拿了不就好了，这样也省点心。其他人的话也可以这样来。于是陈长华关掉背包，面对几个人说，这次你们自己选吧，把仓库里面有的东西都发送了，想要跟我说就可以。陈长华一甩手，将物品价值极高的仓库给4人进行展示。卧槽！馒头看到之后没忍住爆了粗口，因为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后面的东西，竟然全都是好东西，不仅是素材还是饰品，拿出去都是能卖很多钱的。要是以后都能在这里拿，还直播干毛啊？观众们是爷，那这个会长就是爷中爷，随便扔点东西都很值钱的那种。嗨嗨！馒头满脸笑意，却突然注意到自己的失态，连忙咳了2声掩饰尴尬。因为其他3人就那么看着他，就像是看到了一个没见识呆子似的。这让馒头瞬间认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也回忆起来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变强，变得更强，在这个工会里面获得更多的资源，然后打败枫叶。打败之后靠着名声开个直播，肯定要比现在挣钱挣得多，应该。会长，我想要这些，可以吗？正想着，雪梅都已经挑完了东西去找陈长华了，这让陈长华有些奇怪，因为这种语气这种句子不像是雪梅说出来的呀。平日里选完之后，不应该就直接用虚拟画笔圈几个东西发给他，然后一边擦工一边面无表情地说，会长，选好了。今天这有点反常啊，感觉太怪了。怎么了？没怎么，这些东西当然可以，待会就给你拿。虽然奇怪，但他还是回答了问题。而雪梅得到确认之后，迅速别过头，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这不是有女人味的表现啊，就纯粹是装的雪梅自己头皮发麻，感到非常不适。会长，先走了。他实在是绷不住，就直接传送离开。墨水有些奇怪的走了过来，今天的雪梅走的可真早，肯定是升级去了，真有够卷的。会长，我挑好了，你看这些能给我吗？过完心理戏，墨水将自己的要求发送给了陈长华，而他看到了墨水的表现，顿时明白了，之前的雪梅是在模仿他。如果有个评价，那雪梅的模仿是一塌糊涂。这女娃子到底在搞什么？突然学墨水干嘛？会长，你很累吗？正想着的陈长华被墨水的声音打断，眼前还有洁白的手来回晃，试图吸引注意力。但我们这些人很辛苦吧？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你东西我待会给你发过去。真的没事吗？墨水那样子是真的在关心陈长华。真的没事。墨水看着会长这样，却觉得他是在撒谎，因为实力这么强，肯定要花很长时间给自己，还要打理工会什么的。他瞬间升起了愧疚心，决定一定要狠狠磨练自己，成为独当一面的刺客。想到这里，他眼神坚定，想着陈长华保证，会长，我会努力的。然而这话让陈长华很疑惑，满头问号，这个墨水搞什么？突然要努力？今天怎么回事？一个两个的全都搞一些迷惑行为。算了，能努力就好。看着墨水的背影，他决定不再仔细追究，继续等待下一个人挑选完成。
下一个人是馒头，他选择的东西都是技能卷轴，这可以理解，因为入会礼包的装备已经够好，技能这种却没有给。但是怎么只选择了2个？你还有一个选择，怎么不要了？多一个少一个，对于自选来说，那可是相当重要的。之前他只见过多要的，还从来没有少要的。不，当然是要的，只是今年是我本命年，家里说穿红的过年比较好。穿红的过年，这和选择有个什么关系？难道装备必须要红的？但是这仓库里面有很多红色的装备啊。这家伙说个话还得猜真实心思，但是陈长华还真的猜到了一些红色的可以穿戴的。自己开奖励的时候就获得过一个装备啊，当时就觉得不一般，给强化了一下，数值不太出色，效果却是挺好的。第76章要猫娘药剂，年兽皮裤 SS 级，保暖、祝福、耐久、火焰抗性，装备需求等级15，力量加22，敏捷加15，血量加50，防御加11，幸运加15。被动技能拥有一定的抗火能力，当受到伤害的时候，有 12% 概率出现由元素凝聚的小年兽，小年兽可帮助战斗，且持续时间为7秒。这就是陈长华此次获得的最红的装备。馒头肯定是见到了他在整理背包时候拿出来过，才想要这一件装备的。至于是不是本命年的问题，这点不重要，说不定馒头就只是想着要这件装备呢。啊，对，就是这个。馒头看着这个长得像是大红秋裤一样的装备，两眼冒光。他之前可是见到过了，这个裤子在初始的时候就是 S 级以上。就凭借那闪过去的一下，馒头就断定这个装备不一般，因为初始为 S 级以上，那绝对是个好东西。会长没有把这个裤子放到工会仓库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此他才少要一件东西，说想要红色的装备。那你拿去吧。陈长华挥挥手，因为在自己的背包里直接就能给到馒头的身上。他很爽快，没有任何一丝留念，因为这皮裤对他来说很垃圾。这可是15级的装备啊，强化之后的面板竟然没有增长太多，说明这件装备不值得使用，效果也是平平无奇，外表和紧身裤有的一拼，拿着这玩意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才这么迅速给到馒头手上。不过陈长华很好奇的是，这个工会仓库里面有着这么多比皮裤强的装备，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呢？该不会真是本命年，就想着要图个喜庆吧？谢谢会长。然而馒头是个强度党，什么喜庆不喜庆，难看不难看什么的，只要是加成高，内裤外穿他都愿意。已获得年兽皮裤 SS 级，保暖、祝福、耐久、火焰抗性，终于得手了。馒头满心欢喜地打开了这个装备的面板，然后整个人直接石化了。什么坤巴玩意，闹呢？这点属性被枫树工会熏陶之后，他只觉得这烂透了，给休闲玩家都嫌弃的那种。因为这玩意竟然是强化到满级的东西，这让馒头瞬间冒起火来。年兽皮裤刚刚获得就强化到满级来迷惑成员是吧？故意的吧？要不然谁会有装备拿到手直接强化满的？馒头恨得快把后槽牙咬碎了，但是看到会长后又蔫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人家原本并没有这种意思，而是自己在一边偷窥，还想着用其他人在场作证这个有利条件让会长给出装备，反过来自己吃了亏，不应该生气。哈哈，谁穿这个裤子我能笑他2年半。但是听到的这句话，馒头火气又大了，转头一看又蔫了。是墨水，这个穿着时装也能拿到好成绩的女玩家，人家这么漂亮，也很会打扮自己，笑也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当事人在眼前呢，你知道给馒头留下了多大的伤害吗？抱歉，正在给别人通话，忘记关全体麦了。咔！馒头感觉心都碎了，自己今天的样子还被别人也见到了，那人大概率还是一个女孩子吧？又在和玉兔聊天，真不怕泄露咱们工会的信息啊？会长，我也选好了。这个时候，南墙的顺口一句话给他补刀。玉兔就是嫦娥月色真美里面的副会长玉兔吧？馒头现在想要扛着火箭跑到火星上，因为实在是太尴尬了。玉兔是一个陪玩，之前直播时就几次找他，在过程中说实话馒头有点心动，而现在墨水正在和玉兔视频通话，那岂不是现在的状态全都被看到了？借！馒头大喊一声就直接下线了。而陈长华见此愣了好几秒，今天的2个成员是不是都不太正常？是因为有烟花爆竹玩能打年兽整得太兴奋了，还是怎么？与平时不太一样。好在南墙和墨水是比较正常的，与平日里面的表现没有太大出入。但是当陈长华看到他选择的东西之后，差点没绷住。2个装备还算正常，剩下一个若是不要装备的话，可以选择2个物品，但这2个物品离谱。旗袍、时装、猫娘药剂 X10 Mad 不正常，全都不正常了。
一个直男竟然来要这些东西，这绝对是脑子坏掉了。陈长华甚至怀疑是不是年兽有什么精神污染，让大家全都给变得奇怪了。他开始回忆自己打完年兽有没有做出什么迷惑行为。嗨嗨，会长，不要误会，这是为了新春活动，我有一个妹妹，很喜欢限定的小东西，这次的活动需要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南墙私聊说出了真实目的，但是读完就能发现有漏洞。活动限定的小东西，到时候肯定会有人卖吧，用得着亲自上场。而且为什么要猫娘药水？这玩意不管男女都会生效。该不会吧？嗨嗨，会长，能行吗？6，当然可以。陈长华让他注意点，不要累坏了，这种药水很消耗精力和体力。谢谢。南墙拿完之后就去找自己妹妹去了，然后在工会领地这边就只剩下了墨水和他。相比于刚才的几位，那可太正常了。他在打包物品，墨水聊完天之后，在规划活动期间要做的事情。陈长华之前说过，成员要在3天之内打足12只年兽，这样就能拿满奖励了。剩下的时间，趁着这个期间能够有着几倍的经验，他需要抓紧时间练级，30级开始与现实融合了。当然还有一件事不能忘记，那就是限定武器，因为能够第一时间带到现实里面，他必须得手。会长，下一波年兽的位置出现了，咱们去做准备吧。之前说好这次帮我的队伍。当然。第77章开服玩家上线了。今天是华夏新年的第1天，也是新春副本的第3天。年兽仍然是每小时刷新着，各大公会争着打。因为年兽就这么多，玩家们每次都要挤，因此在年兽被击败几次之后，各个服务器就开始立下自己的规矩了。比如陈长华现在所在的地方，每个公会都有自己的区域范围，还有时间段，在规定好的里面，他们在打的时候别人不能插手。枫树公会也不例外，他拿到的时间段是下午，几个大公会则集中在上午。一个人玩的则被安排和小型公会一起战斗，因为是在论坛上商量的，每一个人都能发言，因此这规矩还算是比较可公平的。但是在讨论中，许多休闲吃瓜玩家的话着实给挑起了火药味。因为陈长华的公会表现要比其他大公会强，就连当初被看好的剑光死和月色真美都无法达到那种高度，这可把一些那边的成员惹恼了。枫叶独自强就算了，能忍，但是一整个公会人数不够的情况下还能压一头，这也太离谱了。公会资源多，个体集体都强，这很破坏游戏平衡吧。大家表面没直接说什么，但是陈长华很清楚，一些人已经在暗地里面搞联合了。不过他管不着，联合又怎么样，还能制裁他不成？现在可是新春版本，与其关注这些，还不如看看自己的成员们状态呢。今天可是剩20级的日子了，他看着那一片在线，相当满意。可他突然之间露出了像是见鬼了的表情。玩家，我不开心，3级，状态在线。啥？真他妈见鬼了！时隔这么多天，这个家伙竟然上线了。原本他是准备在开放踢人之后直接把这个家伙踹了，没想到现在这个叫做我不开心的玩家上线了，而且眨眼间的功夫就升到了4级。陈长华坐不住了，看了一眼他所在的位置是新手村，便打开了地图。新手村第1人回归，区域玩家全属性+1。当陈长华回到这边之后， NPC 们全都热情地围了上来，争先恐后给东西。可惜这些他已经是看不上了，你们留着吧，我还有事情，就不和你们聊了。陈长华迅速离开，而这边的新手村也变了一些模样，灯笼、花灯、春联啥的都有。可他的目的不是来这边看风景的，而是寻找一位玩家，也就是我不开心。他非得看看当初忽悠进来的玩家潜力有多高。我不开心这个名字是开服瞎起的，他一直都有想着等真正玩的时候再改名，没想到这一等就等到了过年。而一张改名卡现在卖70，贵，太他妈贵了。身为一个打工人，为了自己的游戏梦，能买个设备就已经是很不错了。现在过年花了这么多钱，想玩玩游戏，却发现改个名得花70，之前好像是免费的吧？算了，70也就70了。之前听说这个游戏能赚钱，此次回归就是为了能够摆脱自己穷逼的身份。您确定改名为开心果吗？确定。此名字已被占用，推荐您改为勇往直前的精灵开心果11SB。不要。您确定改名为开心果166吗？确定。改名成功。看到改名成功了，他着实是松了一口气。这么多天没有玩游戏，变化可真大啊，竟然换上了新年装饰。服务器也不一样，经历了合区，人更加多了。而且因为是新年，新入坑的玩家也很多，比刚开服还要热闹。然而这些热闹不属于他，因为开心果是开服玩家啊，同期的都去到下一个城市了，现在都已经10多级了吧。这些天他是1秒钟也没有上线，连论坛都没有看。可爱 B 老板，除夕才放假，你没有家是吧？不用提前回去吃个年夜饭是吧？加班就算了，还不让刷手机。
开心果咒骂着，因为不会关闭公开麦，这让周围玩家听到后纷纷避开。就这样骂了足足有1分钟，这才停下来，心情的确是好了很多。不气，今天这个好日子可不能再生气了，好好体验游戏。正好回归玩家有经验加成，再加上新春副本，应该能在结束之前到城市里面去。开心果正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升级路线，同时还在听着消息。他是知道能赚钱才回归的，但是他对这个游戏的了解并没有很深，连论坛账号都没有注册，他完全不知道目前游戏内的情况，听一听了解一下总归是好的。哎，知道吗？枫叶的公会凌晨就有人干到20级了，那全都是怪物吧？拿命玩也不怕猝死。有全服第一在，还有这么多的好装备，随便卖一件顶我们半年甚至1年的工资。这公会我进去我也拼命玩。开心果听着这些，认真进行分析，似乎目前来看，这个叫做枫叶的玩家很强吗？但是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呢？是谁啊？我工作的地方也没人玩这个游戏，那些人整天去洗脚，也没见给自己整出来什么化名。正疑惑着，他看到了消息爆炸的群聊，这似乎是开服10家的公会，现在都已经这么多人了呀。看看自己的排名，好家伙，倒数第1，倒数第2都已经达到了17级，这差距也太大了。但是公会没把他踢出去。仔细一看，原来退出公会的按钮都无法使用，自己这是被绑定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公会啊。看看会长是谁，要是能排得上号就好了。他打开了公会，映入眼帘的是公会的名字枫树。哦，我说怎么熟悉，原来我加入的是公会，可惜1字之差，要不然就能见到目前的全服第1了。开心果叹了一口气，心情像是过山车一样。公会等级才7级，不太行啊，人家不得到10多级了呀。就这样的公会也不知道福利怎么样，想想当初邀我进来的穷酸会长也好不了哪去吧。这样想着，他打开了公会公告。第78章，这水饺啊，应该让你先吃。老逼灯，过完年我不干了，守着你那破厂子吧。半条街道都能听见开心果怒吼老板，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公会的待遇，那简直就像是来到了天堂。刚刚他从公会仓库按照待遇拿了一些物品，然后试着挂到了拍卖行，设置为半分钟。一瞬间啊，就有人出价了。而后来的这短短的半分钟里面，他入账了近千。本来就不想打工，得知游戏能赚钱才回归，现在有这么好的工会，更不想干了。只要在这个工会继续待下去，至少吃喝是不愁了。因此，在骂完老板之后，他疯狂在工会仓库进货，直接达到了上限。殊不知，因为等级和工会贡献太低，拿的全都是垃圾货，数量还很少。但他仍然很开心，这些东西也还是能卖钱，小到几十，大到几百，比打工强多了。就在开心果想着自己有钱了，不去打工之后准备怎么生活的时候，被周围的人说话声吸引了过去。枫叶来了。哈，这个时候来新手村干啥呀？这是，我就是因为枫叶才玩这个游戏的，又帅又强，太对味了。枫叶结合之前的信息能够得知，这人是一个很强的玩家，好像是这个服务器的第1。开心果好奇看去，一眼就见到了防具不一般的玩家，那个一定就是枫叶了。但是看到了对方的样貌之后，他突然又来了熟悉感，怎么这么像是落魄的那小子呢？开心果还没有去看工会名单，忘记当初邀请他的就是枫叶。但是他现在明白了，因为走到一定范围后，枫叶的头顶出现了标志会长，这是只有同工会的才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枫叶就是他现在所处的工会会长。啊！开心果人都懵了，这算什么情况？枫叶、枫树，当初落魄的小子全都串起来了，这小子怎么突然起飞了？开心果想不通啊，就这么愣在原地。而陈长华没想到这个家伙突然改名，让他一阵好找。在见到这个人时，他还是一身新手装备，头型倒是整得挺牛，花花绿绿，简直就像是奶奶给做的花袄一样。让我看看，角色名开心果166，等级4，生命131，魔力147，力量18，敏捷17，防御14，魔法抗性15，适应者必加级天赋，经验获取增加 10%， 各类武器熟练度获取增加 10%， 在进行对战的时候更容易暴击。学习的技能冷却缩短3秒。隐藏天赋，对手越强，自己提升越强，有上限，且随着等级的提升解锁上限。特殊，乐观心态，获取物品不会太差，且能保证自己状态在大部分都是中等偏上。特殊，推销手段强，当进行摆摊时更容易吸引人，包括 NPC。潜力评估 S。 看着眼前这个开心果，陈长华有点惊讶，原来自己的好运从开服就已经有了，这找到的一名玩家都能是 S 级的潜力。但是他仔细看看隐藏天赋，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对手越强自己也就越强，
就是不知道这个开心果知不知道自己的隐藏天赋。好家伙，现在混得这么好了。开心果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当初他不应该擅自把枫叶当成和自己一样的打工人。原来你当时这么落魄，连成员都找不到，是装出来的。开心果当即就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似的，恨不得把枫叶当成爹来孝敬。一般，也就在这个服务器好点。寒暄了2句之后，陈长华拿出自己准备的入会礼包，其他玩家不愿意要的破烂 S 级装备，这是补给开心果的。他想要把这家伙留下来，毕竟是 S 级的潜力呢。而落后于服务器等级的玩家会有多倍经验，只要够干的话，迟早有一天跟上大部队。可问题就是这个家伙不够干，从开服到现在加起来的上线时间，恐怕还不及雪梅1天的吧。因此才给这么一点点的东西。若是确定这家伙能够干，可以给多点资源。嘿嘿，这你可就太谦虚了，我可是很明白，你是这个服务器的第一。开心果见他要拿出来什么东西，立刻说好话，脸上笑意盈盈，还竖起大拇指。会长要给自己东西，就算是破烂也能卖钱。随后他就拿到了入会礼包，看着这些东西，他没忍住。卧槽！在刚才卖东西的时候，他也看了一眼装备的价格。那些装备，特别是 S 级的，仅仅5级可以使用的就能卖到几千，这可是开服后很久了啊！现在会长给他的，直接就是好几个 W， 说不定能过10万呢。开心果此刻着实是体验到了天上掉馅饼的感觉。MD， 早知道工会这样牛批，还打什么工啊？辛辛苦苦干半个月，不如卖一件 S 级装备值钱啊！我去，这个家伙竟然是枫树工会的，明明还在新手村呢，竟然就能获得枫叶的赏识，羡慕了，我也想去枫叶大佬的工会。听到周围人的议论，开心果瞬间觉得自己腰杆直起来了，一脸得意的样子。今天简直就像是彩票中了奖。可他还没得意多久，突然来了一群人，给会长说了几句之后，他就直接跑了。向那边看去，好像是工会的成员，为首的叫雪梅，总共有大概7个人吧，朝着开心果走来，进行了一番交谈之后，才知道会长这么匆忙走的原因。原来枫叶一直在寻找一种特殊的，身上有着银色毛发的年兽。这种年兽只出现过3次，这3次每次枫叶都有参与，即便是不在自己工会的范围内，也要以独行玩家的身份参加。大家不知道他具体目的，只知道的是需要一把武器，限定的武器。开心果由于是新人，听得一愣一愣的，时不时点头，心里想现在的花样这么多了，会长让我们稍微带你转转，然后给你点建议，快速升级。还有啊，要让你知道工会的制度。年兽的问题说完了，就到开心果自己身上了。看到有好几个玩家来带自己，那开心果是接连点头说好好，今天我整日都能玩游戏，就拜托你们了。不得不说，与开心果这个自来熟说话是挺舒服的，连南墙都拿出了自己的一点东西出来给他。开心果兄，这水饺是会长给我的，属性不错，分给你一半啊。听到有人给自己东西，开心果也是笑着收下，说好兄弟，谢谢你啊。说完就要往嘴里送。第079章，张后关于开心果。好兄弟，我谢谢你啊。刚见面就有人给自己东西，还是吃的，他只是瞥了一眼描述，就直接往嘴里送了。注：此水饺被某种力量狠狠注入，皮薄馅大，轻轻一咬就能感受到过年的气氛。猪肉白菜，挺啊！爆！只听到了一声爆炸，周围的人还没有在意，仍在继续聊天。大家都把刚刚那声响给当成了某名玩家在附近放爆竹。直到开心果张开了嘴，白烟冒出，状态现在多了一个口腔出血的描述。我和南墙比硬度，你 TM， 哎呦呦，这游戏的痛感太清楚了。到这里，大家才明白，原来刚才的爆炸声音是从开心果嘴里生成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只有一个解释，刚刚的水饺有问题。这真不能怪我啊，这水饺……南墙刚想说水饺是会长给的，但是又想起来之前说过这件事，若是在这里提一嘴的话，那岂不是在强调是会长干的吗？南墙赶忙又想了其他的说法，给出回应。可能是水饺本来就是这样的吧，你看这些和其他的水饺效果不一样。其他人也连忙帮着南墙解释，这可是会长给的东西，就算是真的是会长放的，那也不能怪他。说不定会长只是想给南墙开个玩笑，没有想到竟然他会直接把这些东西给了别人。这水饺应该是锦鲤福袋里面给的，才和其他的不一样。说不定只有这一个水饺有问题，你这是吃到了最喜庆的那个啊。这水饺还有恢复效果呢，再过个几秒钟嘴就不痛了。看着这群态度友好的工会成员，开心果瞬间觉得自己打工的地方那些同事全都是一坨 S。MD 每天应付完，老板还得应付他们，动不动请客吃饭还轮着来，他根本不想参与，还被强拉。还有，能抱怨的事情能连续说个几小时，可现在是在游戏里面，想现实的事情干嘛呢？还不如好好体验。而且说回来，就是炸个鞭炮而已，就算是会长故意的，他也没什么怨言。会长就是他爷，有钱够强就是爷。
他很清楚自己的烂样，就算被整了也愿意。因此，水饺会爆炸这件事情，他很快调整了心情，笑着说：“水饺塞摔炮，这个游戏可真有创意。你们还有啥好玩的东西吗？”看到他这副样子，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准备带着他继续熟悉一下游戏。陈长华那边匆匆离去的原因是要打特殊年兽，这特殊的年兽才有概率产出那种限定武器，也就是可以带去现实的武器。获取条件，陈长华只知道个人伤害要达到 10%， 然而他打了几次都没有能获取到那把武器。眼看着活动一天天过去，他必须要抓紧时间，不放弃任何一次的机会。这么高的幸运值，给点力啊！陈长华觉得这掉落的概率是真的离谱，自己的幸运值已经有这么高了，也明白获得武器的必要条件，却是在好几只年兽中都没能获得东西。因为这些，他穿上了之前看不上的加幸运值的装备，希望能够拿到想要的武器。年兽将在2分钟之后出现。陈长华来到这边之后，只剩下2分钟的时间了。这里的其他玩家数量并没有很多，因为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还会有限定武器这种东西。前世也是在新年版本回忆中才明白了白毛的年兽会爆出这种东西。年兽将在1分钟之后出现。此时想要打年兽的玩家们已经差不多都到了这边，大家专注于战前的准备，并没有发现已经精心打扮过的陈长华。身为一个会长，即便是独行闯进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区域里面，那也是会被议论的，更何况是他这种知名人物。因此他必须打扮一下，隐藏自己的身份，以免被发现。就连技能也得谨慎使用，特别是心脏抓取还有血魔法，这2个被很多人了解到，几乎成了他的标志，不能使用。反正他只需要 10% 的伤害就足够了，用一些简单的技能把自己打扮成为很强的法师，他准备这样做。此前还做过刺客、战士、弓箭手，都是混着混着到了 10% 的输出伤害。即便是这样，其他玩家对他也是刮目相看，因为 10% 的伤害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存在了。特别这次的年兽 BOSS 是小公会和独行玩家的主场，个人的实力影响被无限放大。但是陈长华在开始之前的观察中发现了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怎么这边的成员还有个大公会的人啊？洞察技能已经把这些家伙的底裤都给看穿了，月色真美，花果山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公会都有人来这边，其中还有一个女人，陈长华很熟悉，那便是玉兔，卸了妆的玉兔。好啊，当初说好了不放成员单独抢占小公会 BOSS， 现在都没有遵守规则呀。这种行为无疑是损害了小公会和独行玩家的利益，但是陈长华没有资格去评价别人，因为自己现在也在做类似的东西。谁让白毛的年兽就是不刷新在他的区域呢？年兽已出现，请大家认真对待。随着一声敲锣，白毛的年兽像之前那样冒出来。这种动画陈长华已经看了无数次，早就厌倦了。兄弟们开干，越早干完越早能拿到奖励。开干开干！那些玩家们还不知道，在这里面混了一堆大公会的强力玩家，甚至还有陈长华这个大佬。他们还以为是自己这边的集体配合默契，打起来很轻松呢。实际上却是那些大公会的人在输出，连玉兔也在发力。玉兔是个辅助职业，参与这种活动只要一直帮助单强者或者一个小队伍，就能判定拿到好奖励。因此在开始之后，玉兔就一直在寻找有没有很强的玩家，没有的话就直接帮那个小公会。还别说，他还真看到了一个穿着黑袍的法师，虽然技能蓄力很慢，但是打出去每次都没有浪费，伤害很足。就帮你了，陌生人。已给予魔法祝福效果，还是个乱码名，整这么神秘。第80章限定宝箱出现。看到有人在给自己上状态，陈长华满脸的疑惑，这一边他很确定没有认识的人，那为什么会有人给自己上状态？范围的？不，他看到效果之后很确定这是一个指向性的技能，于是他朝着身后看去，发现有一个戴着兜帽的女孩子。陈长华很快就认出来了，这个是玉兔。而玉兔并没有认出来陈长华，现在看到他回头还笑着回应呢，紧接着给上了力量增益，这是摆明了要整局特殊对待。算了，反正没有发现我，给就给了吧。陈长华没有任何办法，像是玉兔这种职业就得找会玩的玩家才行，因此选择他也是必然的。即便是隐藏技能，故意装作攻击节奏慢，他在这边的实力仍然是很强的，游戏意识也是这帮玩家没办法比的。年兽陷入了蓄力状态，当第一波蓄力出现的时候，年兽的血条就已经下降到了 87%， 这里面陈长华自己一个人就贡献了 3%， 剩下的那些是其他人合力打出来的。因为这几天过去了，年兽的套路大家都能摸清楚，因此输出很高。没名的老哥，你好厉害啊！要是你是女孩子就好了，我们公会就需要这样的人才。玉兔不知道什么时候靠近了，正向伪装中的陈长华搭话，然而回应是无尽的沉默，这让玉兔有点扫兴。你好高冷啊，
法师都这样吗？我记得我们会长也有好玩的一面，该不会你也是这样吧？玉兔继续聊着，同时还在进行着给陈长华的增益。不得不说，这个玉兔有点东西，仅凭着前世的记忆来看，玉兔是不应该的。因为就凭借着现在的表现，他能继续保持下去的话，说不定在游戏名气这方面会变得比会长嫦娥更厉害。可惜这玉兔有工会了，之前觉得不错的酒瓶也是有着自己的工会，他无比想着能够扩张工会，因为距离30级已经是很近的了。然而现在的服务器能来的已经是很少了，唯有新来的玩家们可以一看。他现在的2个目标，一个是年兽中获得限定武器，一个是在30级之前把自己的工会扩张到100人的程度。这目标都看不到路啊！年兽剩余血量为 50%。 喂，你不能是哑巴吧？扣个字也行，打个表情也行，给我个回应啊！ BOSS 都半血了，玉兔说了这么长时间口干舌燥，而陈长华一点回应都没有。好歹他是一个知名的陪玩，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客人都能让对方露出笑容，而眼前的这个自己主动搭话，硬是啥回应都没有。木头人呗，机器人呗，怕不是个 NPC 哦！气得玉兔直接撅嘴不干了。但是陈长华很清楚，战斗已经进行到了一半，辅助大多都已经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目标，他再想找别人，那只能朝低了选。到最后还是得回到这边给陈长华上状态。年兽当前血量 45%。 果不其然，没过一会，玉兔又找上门来了，继续给陈长华上状态。见此，他才给玉兔解释了一下，抱歉，刚刚专注于打 BOSS， 我这人不喜欢在战斗时聊天，当然是以打字的形式，这是最直观能看到的情况。哼，那你就闭上嘴，专心打 BOSS 吧。可以看出，玉兔还是生气着。陈长华见到这种情况，摇了摇头，继续战斗。年兽当前血量 37%， 白毛的年兽的血量已经消失了大半，陈长华现在的输出已经超过了 10%。 就在这个时候，异象发生了。只见年兽进行蓄力，同时还大张着嘴巴。他一直不开口的原因是里面有一个像是绣球的东西。陈长华见到之后立刻反应过来了，这很有可能是他需要的限定武器。原来不是因为人的问题，而是年兽的问题啊！可前世为什么不知道这来源呢？来不及思考了，那个球就在那里，赶紧拿到手才是。他身为一个法师，伪装站位很远，这第一时间能够拿到的东西是前排的玩家。但是陈长华并不是一般的法师，技能众多属性爆炸的他能够做到类似隔空取物的效果。于是他快步向前，玉兔也不得不走出安全范围。这是要干什么呀？蓄力状态下走到前面是很危险的。玉兔说的事情陈长华很清楚，但是那个球是相当重要的东西，他必须拿到。那边的玩家们在见到球之后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对游戏很有了解的玩家很快就想到了，这有可能是特殊奖励，因此大家都想要看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也就是国足的希望，还想要跟我抢。这考验的是足球吗？你想一下踢给人家。时代变了，技能也能锁定这东西，那么接下来就好办了。大家在争抢的过程之中竟然达到了莫名的默契，水与冰魔法直接把这个东西冻成了冰块，这样一来都很难把东西保存在自己的手上。可对于能够做到类似隔空取物的陈长华来说，别管是冰块还是火球，他都能试着给拿过来。这不，他一手扛着烟花礼炮，另一只手向前伸着，借助着烟花的粒子效果，将这个冰块给向这边靠近。年兽什么的一会再说。哐！当冰块到了手上之后，直接就被震碎了。陈长华如愿以偿得到了这个球，限定新春宝箱，需手持10秒才能收入背包。好家伙，怪不得第一个拿到的人没有收回去，原来是这一种规则，他前世都没有听过。有可能是重生过来发生了一些变动，也有可能单纯就是记错了而已。不管怎么样，现在需要做的是拿在手上保持10秒钟，这很重要。你原来在打这个主意。玉兔看明白了，当即就进行了技能的释放。您获得了来自玉兔的步步生花，敏捷加10，耐力提升。第81章，一个宝箱要10万。拿在手上10秒钟，对于陈长华来说这很轻松，但是对于伪装状态的陈长华来说，得用点心思，避免自己暴露太多的实力。真麻烦，名气变大了也有不好的地方。要是自己是个独行玩家，此时肯定毫不在意伪装之类的事情，但他现在是有着1000万粉丝的攻略玩家，还是一个会长。会长的正面负面消息也能影响到工会目前的情况，而且自己还是重生者，不能整得太过头了。喂，年兽不打了。玉兔现在紧紧跟着他，而这陈长华竟然径直朝着外面跑去，就要出去年兽范围了。身后还跟了一大堆人，起码得有1/3的玩家想要抢到手上的球。手持时间剩余3秒，可他们又怎么可能从陈长华手中抢过来那么重要的东西呢？
获得新春限定宝箱。10秒，陈长华在不暴露自己实力的情况下，成功撑过去了。这个圆球裂开变成了宝箱，被陈长华收入背包。他停止跑步，停在原地，转身对着众人展示自己手上已经只剩下外壳的球状物。那些人看到这情况之后，虽然是很不甘心的，但没有任何的办法。明抢，那至少也得等到年兽打完吧。走，打完年兽再跟他算账。找人拦住他，要不然就跑没影了。听到那群家伙的交谈声，陈长华笑了笑。年兽现在他是不需要再继续打了，有了现在的宝箱，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现在就算是掉头就走，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玉兔见到他这就要离开了，心里面那是千万个不愿意啊。因为年兽 BOSS 还没有打完呢，这就直接离开的话，他又该找谁去？哎，你别走啊， BOSS 还没有打完呢。玉兔觉得眼前这个人实在是太怪了，简直不把自己以外的玩家当人，而是当 NPC 看待。喂，连句再见也不说，我这些努力好像为了狗，真是太气人了。陈长华已经是几个闪身离开了这边，因为他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自己获得的那个限定箱子了。只见他脱下伪装，回到了工会领地，查看这东西的描述，竟然不是自选的宝箱，而是完全看运气，从里面随机获得一把武器。在未开启的状态下，能够很清楚看到了这里面有着23把武器，这些武器的详细参数都展示出来了。说实话，还不如找一把 B 级的武器强化至满级呢。是个正常玩家，看到这破烂东西的开启还需要条件，多半就会扔一边了吧。武器很拉胯，但是这宝箱不自知竟然还设置了条件，而这开启的条件，就连陈长华看到之后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这么多，这需要的金币换成现实中的钱得要10万，10万都能买 S 级的武器了，还能自己挑选，正常人谁会开这东西啊？纯大怨种。然而陈长华不是正常人，这东西他必须拿到手，就是前世的印象里没有这条件吧？可能是记错了，毕竟是前世。这样想着，就已经完成了充值，开启宝箱。提示：一位玩家开启了新年限定宝箱，本服所有玩家都可参与瓜分新春红包。在开启之后，服务器内所有玩家眼前都出现了一个红包，这里面点开就能获得金币，里面的数额不固定，每个人开这东西全都要靠运气。原来金币都用来干这种事情了。陈长华见到眼前的情况，笑了笑，开始查看起自己随机获得的这把武器。桃木剑 D 级，祝福耐久强化，装备需求等级0，力量加21，敏捷加19，血量加41，防御加18，幸运加2。被动技能针对非人魔物、怪物、元素生物等造成 20% 的额外伤害，竟然还是 D 级。陈长华已经将这武器进行了强化，可也只是属性增长了一点点，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变。拿到手上也感受不到什么特殊的存在，甚至让他有些怀疑，这究竟是不是能够带到现实的武器了？感觉就像是花了10万元买了一个仿品古董。陈长华又仔细看了看，便把这桃木剑收起来。现在他的等级接近于20，想要到达30级也很快了。那么接下来就剩下了2个事情：升级、扩张工会。等级提升20级。才刚刚提到升级，这边的提示就给了一个意外之喜，自己竟然啥都没有做就直接升级了。陈长华连忙打开被屏蔽的消息栏，发现了几千上万条信息，随便看看都是关于红包的。玩家78261897领取了您的 0.12 金币的红包，您获取了 0.1 的经验值。玩家西瓜橘子皮领取了您的 1.87 金币红包，您收获了1点经验值。好友雪梅领取了您的16金币红包，您收获20点经验值。好友墨水领取了您的 0.0032 金币红包，您收获了0点经验值。工会成员开心果166领取了您的2金币红包，您收获了1点经验值。陈长华没有想到，开箱子发红包竟然还能获取到经验值。按照现在的开启数量计算，他在这次的金币全都被拿走之后，能直接把自己的等级提升到21级，距离30级又近了一步啊！陈长华很满意，打开论坛之后，却看到了不友好的话题。因为在陈长华开启宝箱之后，其他服务器也有人晒出来了自己的宝箱，而且是将里面的武器和开启的条件全都是清晰显示了出来。哈哈，这破箱子就连氪金佬也看不上吧？10万还不如做个慈善呢。哪个大怨种会开这种宝箱啊？拿着收藏吗？反正免费给我都不带要的。血亏好吗？游戏设计师怎么想的？其他服务器的人清一色的嘲讽，但是与陈长华同一个区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第82章意外收获，直升2级。说不定那个氪佬就只是想收藏呢，那些钱可能就是人家一天的零花钱。别忘了枫叶这个大佬，这就是图个好彩头，人家愿意发红包，
我们愿意得，我看你们就是羡慕了才嘲讽是大冤种呢。大家虽然不知道是谁开了宝箱放了红包，但都在向着这个人说话。而枫树公会这边的玩家们大多都明白究竟是谁做的了，因为会长是在公会领地里面开的宝箱。可有一点他们想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要整打开那东西？里面的武器实在是太拉胯了，普通玩家说不定都看不上，更别说克老了。难道只是收藏？罢了，克老的思想他们自认为无法理解。玩家开心果166进入了公会领地。玩家墨水进入了公会领地。玩家墨水与一行人一起回到了公会领地，因为他看到了宝箱开启后的提示，身为好友的他能够看到是陈长华开了宝箱放的红包，因此在看到之后很快就回来了，正好也到了给开心果介绍公会领地的时候了。可谁知道这个开心果一进来之后直接没影了，四处张望了一下，才发现这开心果竟然直接朝着会长过去了，当着众人的面再给会长拜年。开心果右手成拳，左手包住右手，微微弯腰，连说2声新年好，然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会长，我能每天上线10小时，可以全年无休，等级落后我可以干回来，您可千万不要在开放踢人的时候把我踢出去啊，我可以随你使唤，把我当成牛都可以。在细致了解到了这个公会的规则之后，他对陈长华的感觉那简直就像是找到了一个好老板，只要跟着他就有钱拿，自己玩着游戏就能拿钱，再也不用打工了。反正之前打工的时候比这还要累，这种强度他受得了。而陈长华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现在公会规定的上限条件要比他说的低多了，这是想要主动带起内卷，还是说墨水或者南墙把自己的玩游戏时间说了一下，刺激到了开心果？不管怎么样，他说的这些要是能做到，那陈长华肯定是欢迎的。可是这个开心果之前好多天都没有上线，这让他有点担心啊。说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又是一个回事了。您收到了一个消息。然而看到发来的消息之后，他觉得这个男人是认真的，因为发来的消息里面不仅有着身份证，还有一些个人信息与联系方式，这已经很明显了。要是做不到说的这些事情，开心果欢迎陈长华来找。陈长华粗略看了一些，发现这个人都是在打工或者干一些零碎的活，似乎收入不高。这样一来的话，说这些话再结合之前见到的面板，他也能想清楚开心果需要什么。钱。而陈长华最不缺少的就是钱了，那下发的装备成员也能卖掉，而且70%是陈长华的，30%是成员们的。仅仅靠着那30%，一个工会成员就能做到月入过万，而且很轻松。若是足够努力，钱只会更多。你可以留到这里，但是我有一个考核要求，在10天之内达到工会前40的水平。当陈长华说出这件事的时候，这边突然之间安静了。10天之内达到工会前40的水平，而这个开心果才4级啊！这10天里面，他得升20级才有可能追上大部队，然后才是冲排行榜。这对于一个没玩多长时间，只有4级的玩家来说，无疑是让狗崽子扛水泥袋，这怎么可能？连雪梅听到这个之后，都有一瞬间觉得不可能。但是大家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这个开心果并不是新开的号，而是开服的账号，现在回归之后是有着加成的，经验值能够获取的更多。在10天之内达到工会前40的水平，对于他来说是有挑战，但不至于完不成。会长，一定不让你失望。开心果很开心的接受了，因为会长这是很看好他的呀，竟然给出了这种挑战。10天之内能够和这边的玩家处于同一战线，他也觉得自己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会长这挑战可真够狠的。若是每天在线12个小时，我应该能够接近这个目标吧？不知道这个开心果能不能做到？周围的成员们或多或少有点怀疑的，但是又想到会长是枫叶，工会是枫树，在这边的成员们很清楚一句话：只要是能进入工会的，都不要小看。这是一名老成员被2名锻炼过后的新人击败时说的话。在这里，每个人都不简单，会长本身就更不用说了，眼光和实力都具备着，整个工会被他管理的蒸蒸日上。然而身为会长的陈长华很清楚一点，最近的新成员已经很少了，这得让他改进自己的方案。新手村，陈长华的新方案是针对这个地方的，因为去找开心果的时候，他发现在这个地方也有不错的玩家，拉来他们能为未来补充新力量。他准备在新手村也开个类似面试的地区，收集一些新手或者回归的玩家。看人的条件还是 A 级潜力为主， B 加若是天赋搭配不错也能接受。但是这一次的条件就变了，上线时间改为1天4小时，每周最低上线6天。不仅这样，还限定玩家在几天内升到10级，在多少天追上大部队。这可要比之前严苛多了，也没办法，
想要尽早把新成员带到目前的最新进度，就得严苛一点，也不能让他们只享受不练级吧。您确定发布枫树公会新手村收人要求吗？确定。陈长华仅仅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写好发布，回过神来看周围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大家都用了文字留言告别，然后都去练级。陈长华今天还没怎么开始练级，就已经升到了21级。可惜的是，像是这种宝箱，一个服务器都不一定出现一个，还不能进行交易，要不然的话能够直接砸钱进行升级。第83章500人级世界 BOSS。 年兽活动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陈长华已经到达了25级，目前的新春经验加成缩减到了3倍，升级开始变慢了。但是对比其他人，等级都在24，他能升到这里已经是很快的了。实力的话，现在的公会已经有了70名玩家，公会等级也来到了9级，自己的面板已经爆炸了，血量和魔力还有力量这些属性都已经过万，幸运都已经上千了。现在与其他玩家的差距那是显而易见的了。就只看面板，不看其他的任何技能道具，他一个普通攻击就能把任何一名玩家给击败。面对 BOSS， 就算是一下不死也能打个半血甚至打残，这是相当恐怖的数字。但是此刻的陈长华仍然觉得不太够用，他要做的是把自己的面板带到现实里面，让现实的自己变强。陈长华很清楚自己无法做到100%带去，甚至连准确的多少都不清楚，因此他才不满足现状。游戏无敌不能代表什么，现实里面弱照样会被魔物怪物一巴掌给拍死。也不知道公会的极限在哪啊。陈长华看着已经扩张成为一个小村庄的公会领地，心里在想未来的事情。目前这个服务器里面人数最多的是嫦娥的月色真美，最近那边的玉兔吐槽了一名沉默寡言的法师玩家，无数女玩家借机在下面留言自己遇上的男玩家，这个帖子热度很高，一下就让他还有月色真美站到了风口浪尖上，竟然造成了有玩家建新号加公会这种事情。靠着这个帖子的热度，这个月色真美扩大了近1倍，现在已经是有200名玩家了。200名那是什么一个概念？前世最快达成200人的公会是其他网游转来的，靠着肝贡献活跃等等一些东西，才在28级的时候将公会升到了20级，而在这一世竟然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达成了200名，实在恐怖。更何况还是女玩家的公会，里面90%都是女玩家，各个技术都还说得过去，这让陈长华有点羡慕。不过当他使用了洞察技能看了看几个成员之后，就没有再羡慕了，因为月色真美的成员大多都在 C、B 级的潜力徘徊， A 级很少， S 的话就更不用想了。也不知道下次何去在什么时候，早知道就把这种事情也背下来，或者找找规律之类的。陈长华叹了一口气，公会的发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来吧，快30级，还有一件事要忙。现在的话，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装备。之前获得的那把桃木剑是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直接带到现实的，既然武器能做到，那么防具仍然是能够做到的。关键就是这种防具装备上什么地方去找？年兽肯定不可能，活动都结束了。副本 BOSS 陈长华连捕食者之眼这种东西都没搞出来过，更别说有防具了。世界 BOSS 还有可能，这种东西在年兽活动后又开始刷新了。因此陈长华现在处于千鸟城外面，没错，城市里的装饰回归了原样，名字也变回来了。他在这里等待的是一个 BOSS， 也就是所谓的世界 BOSS， 身边还跟着公会里面的其他成员，不仅仅是他们的公会，其他的公会也来了。除了认识的那几个外，馒头曾经在的公会也在里面，因此他没有来这边，而替代馒头位置的是开心果。这家伙现在已经10多级，职业是拳击手，一个还算比较稀有的职业。升这么快是因为每天在线12小时，若不是他还在练级的时候趁机卖掉自己不要的装备，估计能更快。之前陈长华给开心果划定的目标，估计还真能做到，这让他突然有了一种想法，再压榨一下开心果。毕竟这个人很会交流，在新手村卖掉了很多公会仓库的陈货，而且还自己拿20%给陈长华8%，直接给卷了起来。他可以直接按照28分成单独给开心果整个仓库页面，不要的东西往里面一丢，让他卖去得了。不过这个想法还没有实现，他还准备在这次之后先实现一部分。至于开心果来到 BOSS 场地，也就是让他来长长见识。你等级低，战斗时别靠太近，在 BOSS 硬直时蹭点伤害就行。虽然这样说，但是陈长华知道这家伙肯定在这场战斗里面完蛋，因为自己的打法没成型，还很莽。可能是因为隐藏天赋的缘故吧，他和谁都想斗斗，才造成了这种情况。会长，你可放心吧，咱又不是没干过 BOSS。 开心果笑着回应，身上那像是摇滚的时装，再配上花花绿绿的头发，有点滑稽。但是不要小看他，很能干，可以培养赚钱的同时再提升实力。反正开心果自己也乐在其中。
世界 BOSS 将在2分钟之后刷新。注：此 BOSS 推荐玩家数量500至800名。注：同屏视野内若是特效过多，可以调整设置。看到这提示之后，陈长华拿出了冰霜断刃，看向身后，足足来了40名成员。他工会人是少了点，但是出动的比例一点也不小。反观嫦娥的工会，200人这次只来了60左右。世界 BOSS 将在1分钟之后刷新，已向全体玩家发送此次 BOSS 信息。只剩下1分钟的时候，系统才开始把 BOSS 的相关信息发来，这完全不够大家查看啊！对此，陈长华露出微笑，给一个名字，他就能知道 BOSS 该如何打。前世的记忆就是好，其他玩家还得趁着这1分钟使劲把信息刻入脑海里面的时候，他直接花10多秒的时间进行回忆就行了。世界 BOSS 沙漠蜂王，等级25。沙漠蜂王，这是一个身上有着铠甲的蜜蜂，翅膀比钢板还硬，并且很锋利，可以轻松将人切割。尾部还有毒刺，因为体型很大的缘故，每一发毒刺都像是炮弹，能造成范围毒属性伤害。在狂暴的时候，还会掀起来沙尘暴，可以说是一个很难打的世界 BOSS 了。陈长华没有想到，竟然在到达千鸟城后，第一个500人的世界 BOSS 竟然是这个家伙。会长，这沙漠蜂王是不是很强啊？墨水看着陈长华凝重的表情，很好奇。他潜意识里面就觉得无所不能的会长已经知道他的强度。强。第84章，你这是违法行为。作为这边的第一个500人世界 BOSS， 沙漠蜂王的强度绝对是足够的，而且本身还会飞行，这很难对付。在场的大家很多都是近战的职业，恐怕只能在落下来的时候或者其他特殊手段进行输出了。世界 BOSS 将会在30秒之后刷新。目前这边已经被分成了好几块，这片区域有着几百名玩家，但是游戏系统进行了部分的屏蔽，因为把全部的几百人全都显示在同一画面是很不明智的选择。当初打年兽的那些粒子特效就快把人闪瞎了，更何况现在几百人的世界 BOSS 挑战了，减少除了自己工会队伍外的玩家显示是很正确的选择。待会开打的时候注意尾部毒刺和翅膀，其他的注意事项打着打着我再寻找一下。陈长华不能一开始就直接说出这个 BOSS 的全部情况，要不然那也太可疑了。像是现在这样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看完发来的 BOSS 介绍也能总结出来陈长华现在说的话。世界 BOSS 已刷新。在无数成员回复收到之后，世界 BOSS 终于是刷新了。这个沙漠蜂王长得很大，身高估计是有了3层楼那么高，翅膀很大，还散发着特有的光泽，身上的那层铠甲也是同样的光芒。在这个家伙的尾部有着之前提到过的毒刺，那东西真的很像是炮弹，非常大。干他！开心果大喊一声，自己却没有向前，因为他现在可以使用的技能没有远程，只有中近，这样是打不到天上的蜂王的，只能靠着一些道具或者投掷物狗一狗蹭点输出。雪梅、南墙、墨水这样的强度他只能仰望，会长就更不用说了，那实力简直离谱。他看了许多的论坛和会长的实战，实在找不到第二个这么强的玩家，连这么好待遇的工会都没能找到第二个。由此他明白，想要过得好就得留在这边跟着会长，战斗中也要跟着会长走，听会长的。这一点其他成员也很认同，要不然就大家怎么还都没有动，就是在等会长说话呢。开心果喊的那声纯属是加油助威罢了，身为会长的陈长华的口令才是能撼动大家的。走吧，先对着他的翅膀攻击试试。好，给这家伙打下来。很明显，陈长华的话非常管用，远程职业全都集火攻击蜂王，而近战职业正在去找好的输出位置，他自己就直接对着蜂王进行输出。可惜的是，这么远的距离，心脏抓取不能起作用，而能够吸血的血魔法，面对世界 BOSS 的时候做不到100%伤害，只能是和心脏抓取的伤害差不多。但是这个技能范围很远，这蜂王在上面飞着也能够击中。他游戏冥枫叶直接就来到了输出第一，伤害不是几十几百的增加，而是1000。这边的其他玩家们也在进行着攻击，被集火的是翅膀，现在已经有一块外层保护被打掉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场地已出现弹跳平台，就在近战玩家们在跟着蜂王寻找合适输出位置的时候，获得了这么一个提示：去找平台，那东西使用后近战也能打到蜂王了。弹跳平台，陈长华很清楚，那是一些飞行 BOSS 战中会刷新的场地道具，踩上就会弹起来，这样近战职业也能进行输出。他没想到是在这次的世界 BOSS 战出现的，前世的记忆中弹跳平台的运用起码得3月份了，看来这游戏设计的一些东西也不是与前世完全一样啊。弹跳平台位置已标记，因为是大战场，这边的弹跳平台有很多，而且分布的很平均，基本上在 BOSS 范围内都能通过这个东西进行战斗。可正当陈长华也要试试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自己工会的成员在与其他人一起用一个弹跳平台的时候，其他人怎么老是在挤，非得把他的成员挤下去似的。而就算是成员们换了一个平台之后，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是不明显，而且频率少了许多而已。这让陈长华很疑惑，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挤人呢？等他靠近了一些，才发现原来那些玩家是其他工会的成员，有没听说过的，也有很熟悉，比如花果山这种。搞针对也没有必要这么明显吧？陈长华很清楚，这是其他工会的成员看他们不爽，一起来进行针对。因为树大招风啊，他们人是少，但是像是这样的世界 BOSS 或者副本之类的东西，全都有着枫树的身影。奖励被枫树拿走，这谁受得了？想出口气，还打不过，一个工会根本无法抗衡，那就只能以其他工会一起了。就像是现在这种小事，他们也要做，大的话，那想都不敢想。但是临近30级，还要着急找装备，他根本懒得管。或许在这之后去找些人专门进行处理比较好吧。现在还是专心打 BOSS。陈长华说着，踏上弹跳平台，却没有一个人敢撞他。欺软怕硬，陈长华随口一说，就直接被弹飞，并且借助某些技能的后摇滞空，一瞬间借助这个机会到达了蜂王的身上。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可把其他人看懵了，技能这样玩，在其他网游能轻松做到，但是现在这个游戏里面属于高难度动作。而陈长华一次成型，可见功底有多深。更重要的是，他在这蜂王的身上很稳，被连续甩了几下都没掉下来，而且其他人的技能也没有带来影响。让你试试一个工会的实力。陈长华说着就使出了心脏抓取，伤害高的吓人，但也不至于很离谱，目前累计也就占 BOSS 血量的 5%。 因为这个 BOSS 好歹是个500人800人的，而他的成员人数还不到100，肯定不能做到几个技能干残这种效果。第85章奇怪的虫卵。 BOSS 陷入晕厥状态。当蜂王倒下的一瞬间，陈长华在天上看到了在场的玩家，那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人海。这早就超过了500人，再加上有陈长华在几分钟之内就把 BOSS 打到等死状态。无数人尽情输出，那特效真的是满屏。好在陈长华随着蜂王落下去的时候，自动屏蔽又帮助他清了屏幕，现在可以继续了。也不知道这个的条件是什么。陈长华下来之后，先是花了几秒的时间进行观察，因为他此次参与世界 BOSS 是为了那些装备，只要能爆出来能够直接带到现实的装备，他连蜂王头都能给拧下来。但是观察了这几秒之后，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前世，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也是机密，因为那种装备的特殊性导致成了很稀有的东西，游戏中不能卖，但在现实是很好的商品。要是公开了获取方法，那简直就是断人财路。因此怎么可能会有人站出来直接指出这种东西的获得方式？也就是年兽这种特殊情况，大家才传了个遍，弄清楚为什么。像是世界 BOSS 这种完全不知道有什么条件啊。陈长华只能是做一件事情，对着蜂王的全身进行输出，然后观察其他人那边的情况，说不定这种装备的出现也是会像年兽那样出现一个球呢。可等 BOSS 重新苏醒了，也没有发现有这种东西。陈长华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行战斗。想不到有着前世记忆的我，对这种事情显得这么无力。他忍不住叹息，然后继续投入了战斗。嗡嗡嗡，蜂王此刻又飞了起来，尾部闪着诡异的光芒。陈长华只是看了一眼，就明白这 BOSS 要使用自己的毒刺了。注意毒刺，只要碰到那个范围，就会有长达30秒的中毒效果。通常的中毒技能都是30秒，而这个世界 BOSS 的30秒只会更强，差不多能够在这持续时间里面清空一个玩家血条的那种程度。因此陈长华才特别提醒大家。而事情的发展果然没有超出预料，毒刺开始了。众人四处逃窜，陈长华因为速度快，在这人员流动迅速的情况下，周围的玩家疯狂闪着，连屏蔽系统都出现了问题。玩家太多了。不过陈长华正好能够通过这个机会找到其他公户的活动范围，从而找到工会会长。之前的几人他可记得很清楚，成员做事，会长买单。陈长华放出一道火球，击中尾巴，吸引到了火力，然后朝着自己推断的一个方向跑去，他要带着攻击惩罚一下其他工会。而身为会长的绝剑看到这一幕有些发懵，有人分担了攻击重心，这很不错。但是那个家伙怎么在往这边领啊？还因为屏蔽玩家的缘故，绝剑根本看不到。都快走啊！绝剑提示完成员，只能暗自骂几句，却因为不知道是谁，是对着空气辱骂。这屏蔽玩家的功能是保护了视野，但是保护不了安全啊。另一边的嫦娥也是同样的遭遇，要不是身前的玉兔整个人都冒着绿光，他说不定还在给自己的技能蓄力呢。哎呀呀，会长，辅助很难救自己，快来帮帮我！这长达30秒的中毒，伤害真的很足，谁沾到了就是一件大麻烦。而因为陈长华不按套路的躲闪，
10几秒的时间就有30多人空了血，这个蜂王却还在进行2次蓄力。这次并不是指向性的攻击了，而是随机的攻击。这个蜂王像一个陀螺似的转起来了，地上出现了无数红圈，这说明马上就会有攻击到来。像是这样的攻击让人防不胜防，当看到红圈后2秒内还没做出来反应的话，那么下一刻就要受到攻击了。也不知道那个蜂王体内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毒刺，这一个阶段起码得有个100根，大家只能躲避，根本来不及进行战斗。会长，这该怎么搞啊？面对这种情况，墨水在工会聊天频道里面喊话，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因为这蜂王已经用毒刺近2分钟了，还没有停下的感觉，会不会这一整个2阶段都是这样？那根本没法打呀。等，这家伙不会放太久的。陈长华没有提供很好的办法，只是让人等。而他看向工会列表，发现有些成员已经死掉了，开心果就在里面。这些可怜虫死亡之后5分钟之内无法参与 BOSS 战，会少一部分输出。因为这个蜂王在释放而来毒刺之后，就会进入虚弱状态，是输出的好机会。而陈长华看目前的毒刺密集程度，那个时机已经不是很远了。BOSS 陷入虚弱状态，果然不出他所料，现在 BOSS 已经进入了虚弱状态。陈长华当即就在工会对话频道里面说出来了几个好打的位置，让成员全力输出。他自己输出的同时，还在留意会不会有之前的东西掉出来。然而根本没有什么啊，这个家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500人 BOSS 而已。正当陈长华想要放弃的时候，墨水又朝他喊话：“会长，有虫卵，里面的东西好像有点奇怪。”虫卵，陈长华突然想起来，像是蜂王这种 BOSS 在狂暴的时候还会放出来小蜜蜂，这本来没什么，现在看到虫卵也只是先解决掉而已。但墨水说了有点奇怪，这很令人在意，因为墨水有捕食者之眼，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在哪？我去看看。就在那边沙地下面埋着，好像还没有人发现有虫卵。那个奇怪的是在虫卵堆里面偏中间的位置。墨水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打 BOSS 一直开着捕食者之眼，但是一扭头的时候，视野内被大量信息盖住了，他忍着剧痛才发现是虫卵。而虫卵里面他觉得有点奇怪，自己现在的状态又没法去看，才叫到会长。第86章搞我们工会。虫卵，陈长华就算是现在不输出也要去看看，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突破点。当时年兽获得的东西也不是击败后获得，而是嘴里的那个东西，所以并不是非得把视角放在击败年兽身上，而是要看看其他相关的东西。就比如说这边的虫卵，连墨水都觉得有点奇怪，那么肯定是有着什么东西。你已破坏杀制虫卵生长期，你已破坏杀制虫卵成熟期。陈长华几个技能招呼下去，这边的虫卵被破坏了好多颗，其中处于成熟期的虫卵还爆出来蜜蜂，但这个是提前出来的，所以这些蜜蜂都很虚弱。陈长华一个普通范围攻击就干掉了一群。可当破坏了30多颗虫卵的时候，他发现这出来的蜜蜂之中有一个在扛了一下伤害之后竟然没有死掉。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一下攻击连副本 BOSS 都能秒杀，对世界 BOSS 也能造成很大的伤害，现如今却没有把一只蜜蜂给干掉，这个家伙肯定有问题。陈长华这样想着，仔细打量了一下，发现这个蜜蜂竟然有30级，沙漠蜜蜂等级30，濒死。怎么孩子比家长的等级都高？不仅是这样，就算是这家伙有30级，那也不至于挨了一下那么高的伤害还能活下来吧？这又不是 BOSS， 而是小怪。陈长华感觉奇怪极了，又进行了一次攻击，发现这个沙漠蜜蜂还是没有死，锁血。他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了，原来是这个沙漠蜜蜂锁血了，只要到最后的10%就不会再继续降低血条。前世对付这种怪物是要找出击败条件或者是弱点之类的东西，现在想必也是需要吧。陈长华仔细回忆，身为沙漠中的蜜蜂，怕的是水。陈长华直接用了最基础的水魔法，这一下直接产生了暴击，就算是10个蜜蜂也能给杀掉。您击败了沙漠蜜蜂，等级30，获得限定宝箱，10分钟后可开启。陈长华只获得了一个限定的宝箱，而且需要等10个分钟才能够开启，在此之前无法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他很清楚，自己获得的就是能够开出特殊装备的宝箱，加上之前的桃木剑已经是有2件，他满意但是不满足，这种东西不管来多少都不嫌多。 BOSS 陷入了狂暴状态，正当他一边思考一边把东西放入背包里面的时候， BOSS 的狂暴状态被触发了。这次他不会像年兽那样直接跑，因为自己的工会还在这边，输出贡献很高，奖励一定很不错。可当他回归战场的时候，只听到工会频道里面哀嚎一片，连平时很冷静的雪梅也在抱怨，怎么会有这种人啊，系统开着玩家屏蔽的情况下还占输出位置。雪梅在 BOSS 虚弱的时候一直在远程输出，
但是他经常被别人的特效挡住部分视野，循着源头看去，还发现有人在挤枫树的成员，这是摆明了与他们作对啊！场地这么大，却偏偏要挤，没打过 BOSS 一样就知道挤。墨水虽然移动速度快，没受太大的影响，但是那种被盯上的感觉是真的很难受。而南墙现在都要气昏过去了，他身为狂战士，全靠 BOSS 不行的时候来一波大爆发。可每当技能开启，进入状态的时候，总会有几个人打着打着来到眼前，挡住输出。南墙换地方还是这样，那简直就像是每次把弓弦拉满，但是又不能发射，疲软了又要重新拉满，却还是不让射出，最后只能落得一个弓弦断掉的下场。这能不让南墙生气吗？陈长华听着成员们的抱怨，皱了皱眉。先别管这些人属于谁工会，是不是会长指使的，光是这个行为就已经损害到了陈长华的利益，而且是损害的很多。这里的每个成员都算是他的一部分，成员拿不到好处，就等于他拿不到好处。这些人的行为无异于在和陈长华作对。他有点恼火，自己的工会成员从来没有做出过太离谱的事情，却要被这样针对，搞什么？要不是世界 BOSS 战时不能进行 PVP， 他非得把这些人给杀一波。大家先缓解一下情绪，专心对战 BOSS， 这些人我有办法制裁他们。喜欢挤人，喜欢干扰。巧了，他仔细思考一下，最近正好有件事情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分给成员。不是喜欢抢输出位吗？不是喜欢挤人拿缩小他们工会成员的奖励吗？他回头也让自己成员这样做，而且要玩得更绝，不仅要给价值不菲的伪装，还是针对所有的工会。世界 BOSS、现实 BOSS、副本，一切他都让成员去抢去夺。而如此大范围的活动范围，正好可以帮助他一件事情，那就是那些自己需要的装备。只要让成员留意且给出高回报，他自己甚至都不用出手就能有收获了，说不定在最后这几集之内能够凑齐一整套呢。想到这里，陈长华消了气，却没有完全消。刚才想的是以后的事情，现在这些家伙们还在脸上跳呢，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陈长华的输出高，在攻击的间隙里面可以整整这些家伙。就比如现在的沙尘暴，它是不能进行攻击，但是可以改变地形啊，直接将岩石打碎，而这些岩石能够顺着风暴被吹起，吹到那些人脸上。等到沙尘暴慢慢变大了，这些碎石的伤害甚至比弓箭还要能造成更大的伤害。前世他就被人这么搞过，现在还记得用在了其他人的身上。而那边洋洋得意，感觉是出了一口恶气的玩家，还不知道危险即将到来，直到有碎石命中头部，把一个玩家给击杀，他们才发现了危险。快躲呀！这些碎石的伤害也太高了，地形不是很难破坏吗？我看之前蜂王也就打碎了一块石头而已。第87章举报几千次，真没开挂。哎呦呦，这沙尘暴也太狠了！因为现在的特效全被沙尘暴覆盖了，所以全部的玩家都在同一场景里面。陈长华这一崩石头，让其他人也遭了殃。工会成员们因为提前就收到了消息，躲过了这一波伤害。他们隐约间听到了那些家伙的惨叫，非常解气，纷纷夸赞起了会长。而身为会长的陈长华，则让大家专心对待 BOSS。毕竟更长远针对其他工会的计划，还没给成员们说呢。BOSS 狂暴状态结束，目前身体较为虚弱。与提示一起的，还有沙尘暴的停止。这次不仅仅有着蜂王的攻击，还有飞起来的碎石，让许多玩家都死掉了。不过有着源源不断的其他玩家参与，这边的人数现在维持在了600左右。能看到的还是一部分，不过陈长华这边已经由原本的各大工会成员变成了一些独行玩家。这样一来，最后一段的输出就可以全力以赴了。BOSS 现在的血量只剩下了 21%， 差不多把这个虚弱状态的蜂王击落并进行输出后，就剩不下多少血量了。蜂王已被击落，蜂王目前血量剩余 20%。 陈长华见到这蜂王落下来后，直接发动了自己的范围辅助技能，连同自己的技能冷却还有面板都增加了。众人的攻击打得很凶，而陈长华更凶。这一套下去，比一个大工会打出来的伤害还要足。要是让别人知道他是个半辅助半输出的职业，那岂不是得被惊呆了。 BOSS 剩余血量 10%。 看着这最后的血量，陈长华全力输出，那输出榜上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别说第二了，前20加起来的数字都没有陈长华一个人打出来的伤害高。就这样的情况，馒头在千鸟城内看着实时的排行榜，人都骂了。他自以为自己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对比会长应当是缩小了很大的差距。可事实并不是这样，自己和会长的差距反而大到离谱的程度。这打出来的伤害，简直就像是2个世界 BOSS 在互殴。馒头此刻明白，自己的对手已经不是玩家的程度，而是 BOSS 的程度。单挑 BOSS， 他直接对自己丧失了信心，突然之间不知道自己玩这个游戏的意义是什么了，就像是失去了努力的方向。枫叶不可战胜。馒头眼神灰暗，
他似乎觉得自己再也无法追赶上枫叶，无法完成自己之前想象的事情了。但是当他再次查看排行榜的时候，眼睛又恢复了神采。第2名的位置一直在雪梅和墨水之间徘徊，第4名却是有着嫦娥这一个名字。这些人的差距是有，但并不是很大。他突然觉得自己参与这场战斗，那也会榜上有名，做不了第一就做第2。馒头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重新燃起了斗志。击败了会长最看好的玩家，或者击败了大公会的会长，那么也能证明自己的实力吧。就这么做。另一边，早就死掉的开心果也在看这次的排行，因为亲身经历了，他很明白自己与其他人的差距不仅仅是等级装备，还有游戏理解与技巧，再加上自己的天赋只有 B 加，他突然有一种紧迫感。因为开心果可是听说了，表现不好的话就会在开放踢人的时候被踢出去，而自己现在的表现很不如人意，公会前40，那简直就是在要他命啊！开心果是够干，但这干也只是把等级拉上去了，其他的没有一个方面是好的。他到现在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就是摆摊出了名，只要去新手村绝对能赚钱。而会长支持他，给工会仓库开放了东西，他也提出了28分成，这样才收获了一些目光。在这个工会，开心果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懂得如何更好摆摊推销赚钱，他觉得这是一个优势。若是发挥好了自己的优势，那应该也能在这里立足。会长再有钱，那也不会拒绝一个可以赚钱的项目吧。于是开心果表面上还在活跃练级提升技巧，背地里在想着怎么靠现有的条件赚钱，得到会长的赏识，从而混到一口饭吃。10天达到前40的实力，他是真做不到，前50倒是还有点可能。哎，等会长打完之后，我还是和他聊聊吧，要不然就算是16小时都在线，在剩余的时间内也没办法积累这么多东西。开心果现在并不开心，发愁啊，靠游戏来活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再回到陈长华那边，此时的沙漠蜂王伤痕累累，已经是快要不行了。众人全力输出10多秒后，提示出现，蜂王已经被击败。本服通报，玩家枫叶被多次举报，经过后台检测以及反外挂程序认定，此玩家没有使用修改数据、盗用其他玩家输出等辅助程序，且此玩家信用值为优秀。这刚刚打完 BOSS 出现的消息，不仅仅是把陈长华整懵了，还把举报的玩家整懵了。陈长华懵是因为没想到自己被这么多人举报，竟然要用本服通报来显示。记得前世第一个出现这种提示的是得几千人举报之后才会出现的吧？就离谱。不过陈长华一直都是对这个网游很尊重，根本没有开挂这回事。而其他有过举报的玩家懵逼的原因在于，枫叶竟然不是挂。你看那伤害，那种技能，那种防御和速度，这是正常玩家能够达到的吗？开挂都不一定能这么玩吧？整个网游只有他这一个这么离谱的人，很难不让人怀疑。但是这出现的系统提示说明并不是外挂，这枫叶甚至是一个信用值很优秀的玩家，比绝大多数玩家还要好，这就让人们无法想象了。除非这个枫叶是游戏制作人，身为游戏制作人肯定有官方外挂，对于游戏里的物品也是能做到随意拿出，这不正好对应工会枫树的现状吗？第88章照顾一下大公会。但是游戏制作人什么的，在这款游戏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连员工的名字大家都能知道。这种情况下，叫枫叶的这个玩家不会是制作人，也不会和这家游戏公司有任何瓜葛，那岂不是更离谱？一个人的实力还有游戏的道具堪比官方外挂，做梦呢？但是事实就是如此，陈长华的实力怎么样，工会待遇是怎么样，都摆在眼前，大家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我没有开挂，陈长华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举报，你们随便举报，他发现自己能够获得意外之喜，还欢迎大家来举报呢。因为在本服提示出现之后，自己的邮箱里面就多出来了东西，获得补偿宝箱，获得玩的是真实不开挂，称号成就可提供增益，加上击败蜂王的奖励，还有获得的特殊宝箱，他这次真的是收获满满啊！本以为打个 BOSS， 没想到给了一窝宝箱。陈长华将其全都收了起来，返回工会召集大家前来，因为他要趁着大家都还在线上的时候，发布之前在战斗时想的事情。他看着正召集开宝箱的大家，先安抚了一下他们激动的情绪，然后说，大家此次也都发现了，其他的大公会的成员有意针对我们，先不管是会长搞的鬼，还是成员们自发的，他们既然做了，咱们就不能坐以待毙，陷入被动。毕竟枫树还得发展，要是整日被他们这样骚扰，那很难继续壮大，也会让新加入的玩家没有游戏体验。因此我决定主动出击，请大家查看一下新发布的工会公告。新的工会公告讲的就是据伪装骚扰其他大公会，不仅能蹭一份奖励，还能从工会这边拿到奖励。这次还提到了收藏品装备，
也就是属性不强却很难获得的装备，给会长也能获得好东西。大家看了之后，这样的奖励竟然不输给官方的活动，这可让大家兴奋起来了。正好他们也憋着一口气，很愿意干这件事情。因此，在看完之后，绝大部分人都高举拳头，叫喊着。陈长华见状，相当满意，又发布了一个工会公告，更详细的列举了该怎么做，用什么做。大家便都开始看这一条新的工会公告。而趁着这来之不易的安静空隙，他也向开心果发送了自己一边讲话一边准备的文字，大意就是可以把28分成固定，并且给出多一点的权限，在千鸟城也能进行赚钱。开心果看到这条消息，那是无比兴奋。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像是28分成还是37分成的，他没必要争取更好的，因为这次做好以后还会给更多的资源。正中开心果的规划，但是他又想到会长给的挑战，他鼓起勇气向会长说明了自己很有可能无法完成10天进入40名的情况。开心果，会长，我可能无法完成10天进入40名了，会不会踢我啊？我虽然练级打怪并不是很强，但是其他方面也有可取的地方。看到这条信息后，陈长华也觉得自己之前定的目标是太高了点。S 级的潜力不代表开心果能够开发出来，这个家伙需要的是慢慢来。目前的话，先把搞钱为主或许是比较好的，那样的话到现实里面也可以让有经验的开心果经营经济，维持整个工会在现实里面的运作。非战斗玩家也很重要啊，当然他觉得不主要战斗的玩家也要有异于常人的天赋实力，就比如这个开心果，那隐藏天赋要是玩得好，上限被拉高的话，说不定有可能与陈长华过2招。但是想要开发战力，还是先让他对工会游戏慢慢了解之后再说吧。因此陈长华给予回复，降低了要求。枫叶前55名，这样总可以了吧？开心果，可以。开心果喜出望外，会长理解了，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想到这，开心果笑了出来，让周围的其他成员感觉有点莫名其妙。而陈长华看着他那笑容，关闭了私聊，等着所有成员们看完详细的公告。就当他在巡视的时候，突然有人碰了碰自己的后背，回头一看是墨水。他抱着一个宝箱，显得有些卑微，什么意思不言而喻，帮忙开宝箱。看着这个运气奇差的女孩，陈长华从心里叹了一口气，就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摆脱霉运吗？陈长华还想把手气留给自己呢，他已经许久没有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了。会长，帮忙呗，要是现实遇见你了，请你吃好吃的。墨水小声说着，将宝箱推给陈长华，他也不好拒绝，就帮忙开了。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开出像之前捕食者之眼那样的东西，都是一些常规的掉落物。若是运气有个数值，那么他开这个宝箱可能只用了 8%。 即便如此，墨水也是特别感谢，拿出了宝箱中大概 20% 的物品给了陈长华。他无声收下，然后继续转悠，看一眼时间，觉得大家也都差不多了。这次的行动持续3天，今天不算，大家都做一下准备。用于伪装的东西自己去领取，明天、后天、大后天，你们要好好照顾一下其他工会的玩家。听到陈长华这么说，许多人露出了微笑。之前几人干扰输出，把他们气得不行，现在要加倍还回去。南墙嘴角上扬，整个嘴都成了的形状，他现在就想反击。因为这一次他受到的影响最大，战斗之中几次被搞，造成的后果是输出榜第75的排名，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耻辱。现在能够有这个还回去的机会，他什么都不要，也得搞一下那群人。好了，大家都开箱子，忙自己的去吧，我也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背包了。该说的该做的都已经完成，陈长华要准备整理自己此次的收获。第89章地级鞋子与心脏。陈长华交代完事情之后，也该到了自己开宝箱的时刻。这次获得的有好几个宝箱，就比如补偿宝箱，还有 BOSS 宝箱和特殊装备的那种宝箱，他全都放在一起，准备一口气全都开了。获得蜜蜂头套10装，获得蜂蜜块，获得黑色圆盾 B 加级，获得强者之心，获得森林鞋 D 级。这次开出来的东西有很多是不重要的，但是他从这里面很快锁定了2样东西，那便是强者之心还有森林鞋。这个心脏和墨水的捕食者之眼一样，使用后永久生效，还能带回到现实之中。强者之心增强体质、体力，提升血量上限与恢复速度。描述很简单，也很敷衍，但是这种永久性的道具就是这样，只要能够理解就好了。像是现在这个心脏，看看就能明白什么作用。陈长华很需要这个能够增强自己身体能力，还能提供回血的道具，因为在现实里面的身体太过脆弱，有了这个可以异于常人。而另外一个森林鞋，陈长华很清楚，这个防具是和桃木剑同种类型，能够第一时间拿回现实并获得巨大提升的装备。
两者应该有共同点，就比如强化前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森林鞋地级，祝福耐久，装备需求等级0，力量加8，敏捷加20，血量加17，防御加10，幸运加0。被动技能，装备此鞋时移动速度增加 10%， 看上去拉胯，很拉胯，甚至还不如桃木剑有用。但是这好歹是个能够直接带去现实的武器，到了那边之后还会进行再一次的变化，因此只看被动技能就可以，这好歹是有个效果的。第二件，也不知道30级之前能不能拿到一整套装备。陈长华看着背包里面的东西，感觉有点难。若是把范围扩张到全部的服务器，他说不定能够搞一整套去现实。但事实是，他只能在这个服务器内活动，能不能拿到这种类型的装备，不仅仅是要看个人的运气，还要看全服的运气。因为这种东西是随机分配给所有服务器的，是服务器先收到了这种装备，再塞到 BOSS 或者其他东西的战斗过程中，成员们都分散开了，有他们在，应该能够第一时间找到。陈长华之前发布反击的公告，最重要的还是找到那种箱子，不让其他工会好过，只是个幌子而已。他的主战场不在游戏内，而是现实。此时的其他工会也都在整理着自己的收获，而一些大工会的成员们还在庆祝自己行动完成。他们这次是自发组织的，没有会长同意，但是做的自认为特别好。特别是针对南墙的行动，最后的输出位置竟然是70多名，对那个男人来说是个耻辱吧。嘿嘿，个人实力强又怎么样，人多照样搞你。可惜雪梅那家伙太难对付了，根本拦不住他打伤害。其他的成员被搞了就行，他们的奖励肯定要少很多喽。近10个工会的成员在这边和谐讨论事情，那还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共同的敌人竟然让他们如此团结，侧面反映了枫树工会的实力。当事后成员们把这件事告诉自家会长的时候，几家会长也只是说了下不为例之类的话语。但这些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动会招来反击。在升30级前的这几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副本几乎全部开放，野外 BOSS、小世界 BOSS 的刷新频率会变得很快。这是各大工会人数在线的高峰期，所有人都准备在这个时候冲刺一波，为30级打好基础。然而他们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因为有人在骚扰各大工会，或是抢 BOSS 击杀最后一击，或是以路人的身份进入副本进行捣乱。这些人有着很好的伪装，根本无法分辨到底是谁，只觉得实力挺强。起初有些人还以为是枫叶，但是仔细想想，枫叶那种外挂般的实力犯不着这样。排除了枫叶，大家一下子没了目标。只有玉兔想起之前年兽战时的法师，他觉得应该是那名玩家。然而又出现了的事情，让玉兔也无法确认了。因为伪装的玩家不只是有一个，这是一整个组织，他们都是一伙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捣乱。不管如何，这些人让各大工会很是难受。现在他们打个 BOSS 都得疑神疑鬼的进行检查，生怕跳出来那种伪装的家伙。而副本那边能不和路人组队就不和路人组队，就算是非得组队，那也得再三确认，生怕打着打着直接换了一副面孔，搅得个天翻地覆。绝世好剑到底是谁啊？放过我们工会好不好？这可是重要时期。绝世好剑目前统计的得有16名伪装玩家，你们实力这么强，自己都能组成队伍刷怪了吧？嫦娥从早上到现在都已经出现24名伪装玩家了，为了这些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升级，到底是谁？老孙妈了，这些人简直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玉兔，那个法师也在这些人里面吧？别让我看到你，想不到你们竟然是这种讨人厌的组织。看着各大工会的人纷纷抱怨，陈长华就很清楚自己的成员们做得很不错，关键时期出手搞的就是心态，反正东打一下西搞一下，经验还是正常有，只是奖励没有认真刷怪好。但是陈长华的奖励可以弥补啊，这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几乎有点实力的都参与了这次的行动，一时间整个服务器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伪装玩家，针对的全是大工会。打 BOSS 打副本，之前你们做的恶心事情就是这样的，既然是先挑事，就别怕反击。他的工会人是少，但并不是软柿子。第90章又得地级。关于那波伪装起来的玩家，这2天在本服务器内真的整得挺厉害。然而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枫树也是一个大工会吧？为什么这次并没有被搞？而且有人透露，最近枫树的成员们很少会出现在各种 BOSS 的现场，不可能是都下线了。这个时期很重要，这群玩家不可能会拒绝。那么眼前出现了一种可能，这些伪装的玩家是他们工会假扮的，要不然枫树的成员们为什么会突然消失这么多，而突然出现这么多的伪装玩家？肯定是他们搞的鬼。这个推测传出来之后，闹得沸沸扬扬，但是他们没有证据证明是枫树干的，因此几个会长都没有公开指责，
而是静静等待机会。殊不知，这反而给陈长华创造了机会。这几天在空余的时间里面，他一直在收集玩家信息，还有战斗录像，为的就是揭露当初自己成员们受到的针对。这样一来，自己的反击就算是被发现了，那也是合理的。他们动手在先，还是几个大公会用这种使坏的方法针对，那陈长华的工会反击很合理吧？吃瓜人这么多了，现在发绝对是能够引起很大的热度。陈长华看着话题到了热度第一之后，明白要尽快出手，否则过段时间大家就会遗忘这件事情了。他准备先发出一部分，因为还有许多没有整理完成。关于自家的成员怎么委屈怎么写，对方怎么可恶怎么来。陈长华这个1000万粉丝的账号说出这些事肯定会引发轰动，而其他工会无法反驳，因为他们的人都没有伪装。审核已通过，发出去不久就已经是通过了审核，因为粉丝众多，立刻就有人观看，并且把这个帖子给顶上去。陈长华已经能猜到反应了，大概就是枫树才是受害者，几个大工会的成员不仅干坏事，还搞伪装诬陷好人巴拉巴拉的话语。这种他现在没有时间去看，因为自己给成员们的小活动今天就要结束。他听说有许多成员找到了不一般的宝箱，这是收获的时候了。然而算了一下之后，这些宝箱足足有18个，这么多不可能全是那种箱子，他需要的说不定里面一个也没有。但陈长华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准备全部打开。如果没有我要的东西，开出来的东西归你们，若是有我需要的，在奖励的同时，我还会给一张卷轴。他对着面前10多人进行讲话，里面有墨水这样的成员，也有刚刚进入工会，连新手村还没有出的新手。能不能开到好东西，全靠这18个宝箱了。一个一个来。陈长华开得很快，不到20秒就能打开一个宝箱，紧接着进入下一个。然而连续6个箱子都没有想要的，其中甚至有雪梅的宝箱，里面东西不错，却还是没有想要的。意外的是，墨水也送来了一个箱子，造型奇怪。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开之后，不出意外，想要的不在里面。下一个，又是好几个箱子，现在只剩下了4个人，站在面前的是开心果。他的宝箱很普通，但是陈长华记得这个家伙不是把好一部分的时间放在了赚钱上吗？怎么弄来个宝箱？运气好，又或者是专门糊弄的？陈长华没法看到箱子的详细数据，还真猜不到怎么一个回事。已开启宝箱，陈长华打开了，而看到显示出来的信息，他着实被惊到了。铁肤项链D级，这玩意只有D级，但是陈长华很清楚，这就是能够直接带去现实的饰品。想不到竟然是开心果这边找到了宝箱，真还挺意外的。这就是我要的收藏品，你从哪拿的？陈长华看着这个像是细铁链的饰品，还算满意，至少出了一个。买的情报说是一个地方有奇怪的魔物守护自己的巢穴，行为反常。开心果讲出了自己如何找到这东西的。让人意外的是，他是通过别人的情报才搞到的。因为那伙人实力不行，连新手村还没出，碰巧发现了开心果，就想着拿这个情报换点钱什么的。开心果花了一些东西，换来了情报，也换来了会长的奖励。但是开心果并不是很想要提升实力的奖励，而是私聊发了几句话。原来开心果是想要在28分成的基础上再要来一些权限。他已经通过这个赚了20多万，给陈长华创造的价值已经接近100万，证明开心果的能力还不错。陈长华觉得这可以继续开放一些权利，但是28分成还是保留。有了这个家伙，再加上自己时不时去卖几件很不错的 SS 级装备，钱已经完全不是什么问题了。陈长华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开心果就算是只做个赚钱的成员也不错，并不是非得着急提升实力，好好干吧。说完这句话之后，陈长华继续开箱，而开心果着实是松了一口气，这算是得到会长的赏识了，自己以后只要努力完成工会清仓的任务，就能做到酒足饭饱。可有一点不得不提，这玩游戏怎么比当初打工还要累呢？陈长华那边箱子已经全部打开，只有开心果的箱子出现了需要的东西，他也是强化一下，然而还是之前的情况，并没有加多少属性。铁肤项链 D 级，祝福，装备需求等级0，力量加4，敏捷加7，血量加10，防御加21，幸运加5。被动技能，装备后每过15秒生成一个护盾，获得基于血量10%的额外护盾值。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这个被动技能是基于血量的10%，而不是明确的数值。那么对于陈长华来说，意义非凡了呀。他的血条本来就长，再加上这个就更长了。去到现实，等于身上多了一层皮，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当然在游戏里比这强的多的是。第91章一拳干死大象。在收获了那个项链之后，陈长华就没有再拿到其他什么装备了。看来30级前拿到一整套的目标还是不太行啊。因为今天陈长华话就能到达30级了，根本不可能做到在1天之内拿到完整的一整套装备。
不过他倒也没有太失望，因为现在手里的这3个就已经是足够在现实立足了。好了，为了午饭前回到现实，抓紧时间练级。陈长华目前29级，工会成员接近于90人，他比较在意的是能够把自己的实力继承多少过去，不求能够100%，能做到1/4就够了。有着天赋的加成，他同样能够做到足够的强，至少能够在现实里面活下去吧。已传送千鸟城高级练级区，推荐等级35。陈长华想着想着就已经传送到了高级练级区。这边并没有多少人，服务器目前还处在 BOSS 大爆发的状态，大家都还在为了那些奖励奋斗。等级打着打着就上去了，根本没有必要专门先去练级区强升30。然而那是因为只有陈长华自己一个人知道30级对于现实来说是意味什么的。您击杀了沙漠仙人掌，获得。陈长华的练级速度很快，在这种空旷没有别的玩家的情况下，随便扔一个范围伤害技能就会躺下成片的怪物，经验也就不停进行着增长。就这样过去了接近1个小时，陈长华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提示：您的等级提升到了30。他当即打开了自己的面板进行确认。角色名：枫叶，服务器 019S 荒原狼，等级30，生命1262加89650，魔力1126加88432，力量764加35740，敏捷689加33790，防御678加32860，魔法抗性641加32178，幸运164加9467，习得技能血魔法，吸血蝙蝠，领域展开，心脏抓取，铁锁连环。看着眼前出现的面板，他自己都觉得有点离谱了。上次看的时候，幸运值都还是几千的状态，现在都已经接近了1万，血量魔力更是接近了10万。就这么一个面板，碾压任何100人级别的世界 BOSS， 说不定500人的世界 BOSS 都能尝试单挑一波，实在太恐怖了。然而陈长华看中的是来到现实之后会能够继承多少的数值。您有一个新邮件。很快邮箱也传来了提示，他打开一看，期待已久的东西到来了。获得金光闪闪，成就，称号，序列号1。描述：角色等级到达30之后发放的奖励，使用后同时获得成就以及永久称号。称号效果：经验值获取增加 10%。这东西的效果只要是一名玩家就不会忽略，那可是能够增加经验值的东西。然而这玩意还有一个隐藏效果，那就是使用之后就把游戏角色和现实绑定到一起了，相当于多了一个身份证一般。陈长华手握这张卡片有点紧张，使用之后就能在现实也能慢慢获得游戏中的力量，这是日后活下去的资本。他必须使用，不能重蹈覆辙。使用。全球服务器通告：华夏某位玩家已到达30级，获得了金光闪闪的成就，经验值获取永久增加 10%。华夏服务器通告：019S 荒原狼的玩家已到达30级，获得了金光闪闪的成就，经验值获取永久增加 10%。本服通告：玩家枫叶已到达30级，获得了金光闪闪的成就，经验值获取永久增加 10%。3回3回，足足通告3回，而且还带上了全球范围，这一下怕是更多人知道枫叶这个名字了。卧槽，都已经30级了，拿命玩的。谁是枫叶？来自毛熊国。什么？最高等级不是27？来自漂亮国，不是28吗？来自樱花国。当游戏对于这反应沸腾的时候，陈长华却在屏蔽了工会成员的恭喜情况下，选择了退出游戏。看着挡着自己的设备玻璃罩，他现在恨不得一下子打碎，然后跳出去。但是陈长华还是让自己好好冷静下来，都已经完成了，不差这一会。这台新设备花了5万多块钱呢，忽操作应该是和前世一样，适时弄出角色面板。陈长华尝试着手势，这与游戏内直接呼叫不同，普通人可能需要练习许久才能熟练掌握，要不然的话，在30级之后，现实就会出现很多离谱的人类了。丁一检测到相关账号成就，绑定成功。在熟悉的声音响起之后，陈长华就看到了自己处于现实里面的面板。角色名：陈长华，等级30，生命680加44825，魔力640加44216，力量380加17870，敏捷339加16895，防御330加16430，魔法抗性300加16000，幸运164加9467，习得技能血魔法，吸血蝙蝠，领域展开，心脏抓取，铁锁连环。状态：不适应，饥饿。看着自己在现实的面板，他不自觉笑出了声音。自己现在
继承了来自游戏大约 50% 的面板属性，天赋造成的面板影响也被继承过来了。陈长华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超人，每个属性上万的面板，他觉得一拳打死一头大象都是最基本的操作。这下可不用愁了，基础就是 50% 的面板，那么后续的更不用想，只会变得更多。哪怕最后到不了 100%， 他依然能够有着自保的能力，在日后只要不作死，就不会死。对了，还有装备没有检查，应该同样跟来了。第92章 50% 的继承，简直是超人。陈长华的装备有3件：桃木剑、森林鞋、铁肤项链。之前那个心脏已经使用，现在融入进他的身体。而这3个能在第一时间带回这边的同时，复制同类型最强的属性面板，似乎相当于直接就是一个满级强化的武器。一名普通人就算拿到了一把武器，也能变得很离谱。桃木剑，祝福，强化。装备需求等级0，力量加79，敏捷加68，血量加120，防御加87，幸运加3。被动技能，对魔物、怪物等非人生物的伤害增加 20%。陈长华看着这把剑的属性，好像也没有变得很强吧。说实话，属性还不如自己在游戏里面的法杖要好呢。难道说只是把游戏里面最强的桃木剑属性给继承过来了？陈长华前世没有深究这个东西，在现实的装备大部分是买的，不知道是不是他想的那样。算了，反正自身的面板就已经很强了，游戏里面的装备增加的数值都继承过来了 50%， 他也不差这些。面板根本就不是问题，要的是被动技能。森林鞋的面板也不好，项链也不是很行。陈长华越看越嫌弃，因为游戏里面的他见到这种装备那是连要都不带要的，在现实里面却成了稀有物品。不然的话，背包里面只有皮革护甲或者新手装备更加坑人。唯有等融合程度高了，才能把游戏里面的其他装备道具全都带入进来。就先凑合用吧。把这3件全都装备上之后，陈长华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新变化，因为他自身的面板实在离谱，这点增长甚至还不足够一个零头呢。好了，也该试试实力了。陈长华握了握拳头，走出了自己家门。现在他住的地方已经不是之前的老屋子了，而是一个别墅区。他记得在搬家那天走的路线中是有一个建筑荒地的，那边几乎无人，遍地建筑材料，拿来试试正好。于是他定位好了地址，规划完成路线，直接跑去那个地方。每次是用跑的，因为他自己的敏捷值也很高，别说汽车了，火车都有可能跑不过他吧。只是现在还处于人类活动的地方，要是搞出太大动静是会出问题的。所以他用了一点小伎俩，先用技能附身于鸟，到了郊外直接朝着自己定点的位置跑去，速度相当快。这一切做完到达地点之后，才用了不到10分钟。而陈长华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反倒是跑起来的时候感觉很爽。那过程中仿佛重力和风阻都消失了，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想必这是防御值起作用了，让自己不会在奔跑中特别难受。现在我比前世高等级时还要厉害许多。他握着拳头走到一面墙的旁边，这是一个废弃的建筑，其房屋结构已经倒塌，唯有这面墙还在立着。陈长华一拳打过去，轻松给开了一个洞，瞬间碎屑飞溅，尘土飞扬。他的手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也没有任何痛感。这还只是随意挥出的一拳，而拿上桃木剑使出横劈之后，这一把木剑竟然能使得整面墙被切割倒塌，留下的横切面相当整齐，就像是被锋利的大刀一瞬间带出所造成的。可以见得桃木剑在他手上能发挥多大的威力，说不定连削铁如泥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到。关键是陈长华还不明白自己的极限在什么程度，在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碰即碎，连钢筋这种东西在他手里都像是细铁丝一般随意弯折，花岗岩都能被一拳锤碎，这使得陈长华突然产生一种错觉，或许连钢板他都能打穿。这下是不用愁自己的安全了，现在能够出来的怪物魔物在我手上撑不了一个回合。陈长华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决定主动出击，去找一下来到现实的怪物。他通过前世的记忆很清楚的明白，在这个城市之中有一处传送点，传送点的位置还在这片废墟的附近。或许也就是因为这样，他才会来这边先试探自己的实力吧。大概也就1000多米吧，现在过去连1分钟都用不了。陈长华看了一个方向，下一刻消失在了原地。怪物、魔物其实都是一种东西，对敌对的生物的称呼。他们来到现实是通过传送点的，与30级相对的就是魔物们的传送点。今天就有一个凭空出现在了郊区的森林里面，但这边有树木环绕，山丘阻隔，无人发现。第一批到来的魔物、怪物在忙活着构造自己的巢穴，尽快扩张，准备第一波的进攻。这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不知道为什么，主要负责构建巢穴的人形魔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收到材料了。外出的那些家伙
还没有回归，这让他不得不主动离开这边进行材料的寻找。可没想到的是，他发现了一个人类，就在这片森林中，手里抓着的是同伴的尸体。骷髅建造师27级。骷髅建造师简直就像是见了鬼一样，他不像是游戏里面是 AI 运行，而是真的有一定的智慧。看到那人类手里的骷髅头，他很快就认出了，那是一个骷髅士兵，战斗力是他的5-6倍。按理来说，那么强大的骷髅士兵，一个单挑好几个普通人类都是小菜一碟，却被这个男人独自击败。建造师瞬间明白自己打不过，就要逃离这边。然而他是一个骷髅，那骨头摩擦造成的声响实在是太明显了，特别是慌张逃跑的情况下。因此在他回头刚离开1米的时候，一颗石子直接把他击穿伞架，造成了巨额伤害。骷髅建造师死了都要道歉陈长华数十条命，一个小石子都能有这么大威力，爆装备了。陈长华走过去查看情况，发现在伞架的骨头中还有一个闪着白光的戒指，毫无疑问这是爆装备了。他弯腰将这个东西捡起来，获得骨头戒指。第93章绑定传送门。骨头戒指，祝福，强化。装备需求等级0，力量加19，敏捷加28，血量加20，防御加8，幸运加3，其他无。强化了还这么懒。现实中爆出来的装备，陈长华知道是比不上游戏里面的，可没想到能有着这么大的差距。他瞬间觉得自己从游戏里面带过来的铁肤项链还是挺不错的，至少属性是这个的好几倍。看来还是得从游戏里拿装备才行啊。陈长华先将戒指戴上，紧接着继续朝着里面走去。在进来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击杀了得有7个魔物了，收获只有这个戒指，还有一些没啥用的素材，经验也收获的特别少。高度融合之前，还是游戏里面要更靠谱一些，现实里能够保命就可以了。陈长华这次主动接触，也只是试探一下对手实力。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传送点。他要在这里构建一个自己也能够用的传送点，但是他并没有材料，因此要依靠这个魔物的传送点。陈长华的职业是基于魔法师的领主，绑定一个魔物的传送点又不是不能做到，因此在这一路上他都在寻找那个传送点的准确位置。本来靠着前世的记忆应该是很轻松的，但是并不是这样，因为前世这一片范围已经被导弹给炸平，而且还发生了无数场战斗，到最后传送门都直接在距离地面好几米的高度了。这样一眼就能看到，现在却不行，山丘和森林都在，这边简直就是天然的保护伞，要一眼看到想都别想了。陈长华只能慢慢摸索，不过在击杀骷髅建造师之后，他差不多搞清楚了位置，因为看到了骷髅建筑师整的建筑，那么传送门一定就在附近了。他深吸一口气，靠着自己的敏捷很快走遍了这地方，终于在一个大石块之后找到了传送门。附近的所有怪物在见到陈长华之后都很惊慌，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了，远远超出魔物们的理解，就好像他才是那个恐怖的魔物一般，身上散发的气场也像是手刃千万魔物怪物似的。这些家伙们被吓得瑟瑟发抖，想逃那根本不存在，只要被陈长华盯上了，那就只需要一下攻击就能干掉。再加上恐怖的敏捷，他就像是闪电侠似的，数秒之内解决了全部的魔物。掉落的东西真的不行，素材无用，装备还都是破烂，不如新手装备。看着一地的东西，他甚至懒得收集了，全都是没啥大作用的素材和破烂，数量倒是很多。他的幸运值加成如此离谱的情况下，每个魔物的全身都能被做成素材。在游戏里面更加离谱，一只鸡杀掉之后，他最多的一次能够获得14条鸡腿。把自己工会仓库搬出来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现实任何素材，现在收集纯属浪费时间与背包格子，还不如趁着这个时间赶紧完成传送门的绑定呢。传送魔物也是传，传送人类也是传，都一样的吧。陈长华开始消耗魔力，按照自己前世记忆中的攻略开始绑定。途中还出现了几个骷髅士兵，出了传送门之后都要被下伞架了，因为这边一地白骨，在传送门出口处还有着陷阱魔法，动一下就能受到伤害。骷髅已经看到一个可怜虫被直接变成了骨粉，这下谁还敢乱动啊？身为守护传送门的骷髅，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陈长华对着传送门做手脚，简直就是酷刑。好了，几分钟后，陈长华微微一笑，在消耗了3%的法力值后，自己完成了绑定。测试一下，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然后从那一堆骷髅中挤了出来。因为这陷阱又是移动就会受伤，这些骷髅只能带着感谢的心情变成了一堆堆的骨粉，还挺好用，传送时间只有几秒。陈长华感到很不错，就是出来的时候被挤得有点麻烦。哟，怎么都成灰了？陈长华记得陷阱触发次数只有3次，但是刚刚那些骷髅绝对不只是3个啊。又仔细想了想，似乎是伤害太高了，一次可以击杀不止一个骷髅。
这要是在自己家旁边造一圈的陷阱，别说魔物了，就连 BOSS 来了，他都不带怕的吧？本以为来到现实是折磨的开始，每天有了实力，却害怕魔物更强。现在一看，这担心是多余的呀！连天赋的面板都能带回来，还是50%，这些就足够我生存了。对于现在的陈长华来说，魔物和玻璃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碰即碎。面板强大就是这样，为所欲为。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整个世界都很难找出第二个。他记得在30级出现的那些天，意外死亡人数激增。国内这个现象没有引发太高的热度，但是外网直接都爆炸了，全在讨论这个现象。因为外网那些真实现场的视频太多了，起初大家还以为是 CG 特效之类的，直到有人发现那些拍摄场景都是真的，破坏也是真的，尸体也是真的。再加上有人拍到类似外星生物的东西发到网上之后，更是引起了恐慌。而在国内并没有出现什么视频，可能在传播开之前就已经被掐灭了火苗。这样做有好处，至少不会让社会陷入动荡混乱，否则陈长华前世就会在那种情况下离奇死亡了。因为人越乱，魔物越欢快，行动越多，传送门能够承受的魔物通过数量也就越多。像是陈长华所处的华夏国这种安宁的状态下，从传送门里出来的魔物怪物，大多数情况之下会像是这些骷髅，先把传送门周围整顿好，再进行下一步。不过也有特例，有些魔物就喜欢直接去城市里面攻击人类，收集资源。人类看待魔物是经验包，也是素材包，那么魔物看待人类也不会高哪去，要不然的话怎么会一出现就是死对头呢？第94章，现实中的怪事。陈长华所处的 K 城，其实在今天早上就已经有不明生物出现，而且他不知道的，整个华夏国其实在过年期间就已经出现了极少量不明生物，为此成立了专案组，专门调查这类不明生物。然而他们越是深入调查下去，就越是能够发现一件怪事，这出现在现实里面的不明生物，怎么有些和网游里的这么像呢？特别是最近火热的开天这款游戏，拿着现实里面的相片去图鉴中寻找，竟然都能找到对应的，这真的是细思极恐啊！难道游戏里面的东西都是真的？他们还不能确认，还得继续调查。前来 K 城这边也是为了能够寻找到那些生物的痕迹。办公桌上面的照片证明他们是找到了痕迹，但是没有完全找到，那家伙的藏身之处还没搞明白。杨队，要不还是让你女儿来一趟吧，她的点子多。杨队是这边权力最高，也是年龄最老的人了。不行，他又不是专案组的人，但是他亲眼见到过，而且对这款游戏了解很深，之前不也帮助我们完成任务了吗？是个很好的警员。讨论的那个女人是杨队长的女儿杨子玲，她也是警察，并且见过那种生物，提过不少建议。虽然不是专案组的人，但最近已经在向上边提交信息，加入进来。她肯定是能够进来的，大家已经把杨子玲当成了这边的成员。但是杨队长担心啊，因为那些不明生物相当恐怖，普通人根本无法应对，只有拿枪才能有一战之力。这么危险的任务，谁敢让自己女儿进来啊？可这个杨子玲不请自来，就比如现在又闯进了专案组。我知道那些家伙的藏身处了。她穿着长服，绑着单马尾，看上去很年轻，感觉就像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手里抱着一叠纸张，看这架势，估计是真找到了一些线索。杨队见状感觉很头痛，但又无可奈何，他嘴上不愿意，但也无法阻止女儿，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种东西这么感兴趣。找到了什么？说来听听。杨子玲一蹦一跳过来，将自己带来的东西平铺，并进行解释。之前我说过要从游戏里面寻找线索，当时还没完善体系，这次带来的是我实验成功的成果。他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拿笔在这些纸张上指出自己写的重点，并进行解释。首先，这些不明生物就是处于游戏里面的魔物、怪物，生活习性、弱点、特点之类的东西都能够在游戏图鉴里面找到。见到的那只僵尸马同样也是游戏里面的魔物，按照描述，他们只会刷新在墓地这种地方，当然了，活动直接放置的那种不算。说回墓地，再联系现实，咱们就可以找到魔物所处地了。听到这话，其他人都不是特别认可，因为单单通过魔物图鉴上写的刷新地来找，那这个城市的墓地多了去了。而且也不是没有人在尝试找墓地，这条信息说出来完全是对现在没有任何帮助啊。大家本想提出疑问，但又想到这是杨子玲，肯定有着更详细的解释。你就别卖关子了，直接说你找到了什么吧。一个成员问道，这也是大家内心的疑惑。他笑了笑，活动手腕指了另外一张资料。游戏新手村有个旧址，那边是一片废墟，而这片废墟里面就有一个墓地，那是游戏里面目前唯一一个会刷新僵尸马、骷髅马的地方。而把村庄旧址和无人墓地的特点给收集之后，与现实对应的话，杨子玲没有说完，因为他的笔杆指到了报纸上，那是村镇搬迁的信息，其中旧址与墓地被他圈了起来。
这正好与游戏里面对应了。也就是说，杨子玲的意思是，这僵尸马是从这里出现，这让大家感觉有点扯。但是他打开手机，又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那是拍摄的僵尸马，画面中所处的位置正是陈长华去过的那片废墟，那面墙边。这让杨队长猛地站起身，而杨子玲在父亲还没发火的时候就进行了解释：远处拍的，没靠近，我知道很危险，这不就来说服你们一起去了吗？杨子玲缩脖子的样子，再加上这番解释，让杨队沉默好一会，说：再有这种事情，先说想法，再去行动，而且不要一个人。这是说你认可我在这里了吗？在众人谈话的时候，这些资料被收了起来，放在保险箱里面，这代表着他们要全体出动，去那个地方看看。而所谓的那个村镇旧址，正是之前陈长华去试试自己实力的地方，传送门的位置正好也在墓地。但是杨子玲的这套推论毫不相干，能够说中也只是歪打正着了。下午，一行人来到了那处村镇旧址，他们全副武装，带的都是真枪实弹，甚至还有军方的配合，可以说是准备得很充分了。但是当杨子玲随着众人进入旧址的时候，她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这面墙在我拍照的时候还是挺好的，现在却像是被一束激光切割了一般，只过去了几个小时就出现了这种变化，实在让人意想不到。难道是魔物干的？杨子玲自言自语着，蹲下身子，却是看到了脚印。这绝对不是僵尸马的脚印，但是也不能确认是人类的脚印，因为这就不像是鞋子踩出来的，而像是某个东西上绑了一些藤蔓给压出来的。让他们收集，我们继续前进。怪事还不只是这个，他们继续往前走，杨子玲还有新发现。我天，这个洞简直就像是谁一拳打了过去，还有这块砖头竟然是粉碎状态，这里深入泥土中的竟然是一个小石子。越来越多的现象证明他们来对地方了。然而魔物的身影还是没有看到，他们只好是一边收集一边朝着山丘墓地走去。那边有白骨。第95章，工会能踢人了，这好狠啊！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多处断裂的人类骨架，就这么躺在地上。谁掘墓把人家老祖宗挖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都觉得不寒而栗，因为这可是人类的骨头啊，视觉上就让人很不舒服。不太对，这骨头太干净了。杨队仔细观察，发现了问题。这骨头虽说有损坏，但是身上太干净了些，简直就像是骨架模型似的。而他这么一说，其他人也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没有人去动这东西，准备先给圈化起来。这边还有白骨，可还没等圈化完，就有了新发现。这次并不是完整的人类白骨了，而是散落一地的骨头碎片，就像有个骨架被卡车给撞飞了一般，巨大的力量使得这些骨头断裂飞出。这里也有。而让大家奇怪的是，骨头越来越多，他们还发现有些骨架的结构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的范畴。直到他们看到一个站着的正在移动的骷髅，才明白这是魔物。突突突突，骷髅刚刚冒出来就被枪械干掉了。而杨子玲见到这一幕之后，更加确认了自己的猜想，这边肯定是个魔物的刷新点，跟着残骸走就是了。他说完之后，发现有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这些都是魔物的尸体，那么是谁干掉的他们？他想起了在那墙边发现的脚印，会不会和那个有关？想着想着，他就随着一行人深入了森林里面。这边的场景着实是让他有些惊讶，骨粉、骨头、装备、建筑材料，毫无疑问，这地上的一堆全都是游戏里面有着的东西，而且还有地方闪着白点。杨子玲可太熟悉这些东西了，但是他没有轻举妄动，因为这是现实。冷静下来仔细思考，这边有着这么多骨粉骨头，那证明一定是死掉了很多骷髅，但是他们自己又不会自相残杀，那到底是谁？用枪械击杀都这么费劲，谁又能做到将这么多的骷髅干掉？而且这些家伙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总不可能是凭空刷新的吧？这里可是现实。在思考中的杨子玲脑内再一次陷入了混乱，直到另一个震惊众人的发现：传送门！传送门！杨子玲发现大家自从来到这个地方之后，脸上的疑惑就没有消去过，所以开始了讲解。他的语速非常快，但是很好理解，大家很快就明白他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震惊了。这一地竟然全都是魔物的尸体，而那个传送门竟然是输送魔物的东西。至于真实性，完全不用再确认了，因为大家已经亲眼见到一个骷髅从传送门走出来，而且还让他们明白了骨粉是怎么来的。那是一个遗留的魔法陷阱，只要触发就会进行攻击。就是这个魔法陷阱让杨子玲有了一些线索。针对骷髅这种生物的陷阱，只有玩家和 NPC 能够使用，此刻在这里出现了，还能做到一击毙命，那说明有个很厉害的人来到过这里，不仅仅清理掉了骷髅军团，还在门口设下了几个能够触发多次的陷阱。游戏，这绝对又是游戏里的事情。
但是与之前不同，这次是人类，人类竟然也能将网游里面的东西使用，这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人类能使用网游里面的东西，那人人都能变成超人了。你没有搞错吧？大家对这个还抱有怀疑，他们其中一些人玩游戏不多，开天要不是因为有着任务在身，他们也不一定会玩。更别说杨队长了，他对网游游戏这方面的理解没多少的。不确定才是得要调查啊。我觉得之前的脚印就是突破点。杨子琳此刻非常兴奋，要是人类也能像是游戏里那样做到释放技能、使用法术，那么魔物也算不上太大的威胁。这次做陷阱的人必须得找出来，他的实力竟然能做到轻松秒杀骷髅，那一定是很强了。这么强大的人绝对是知道一些事情，这样一来能够获得更多关于魔物的信息。其他人面面相觑，今天遇到的怪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一时间没能接受过来。骷髅魔物能够传送的门，还有一地的骷髅死亡后留下的痕迹与装备，关键还说是有人干掉了这些骷髅，还留下了陷阱，这不胡扯吗？连枪支都要花费很多子弹才能打死的骷髅，这边却是直接干掉了一群，还有可能是独自一人，这简直就像是对众人说修仙者真的存在一样，真的很离谱好吗？这是现实哎，但是现实又不应该会出现传送门还有魔物这种东西。哎呀，在这个专案组待的人都要疯了，今天的东西都收集不过来了，这出现太多怪事了。就算是他们心理素质再强，那也得缓一缓，先把该收集的线索收集了再说。当专案组那边紧张进行着收集工作的时候，陈长华已经回到了住处。他不知道有个专案组会凑巧到那边调查，就算知道也没有时间去管理了。因为回到这边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工会群聊爆炸了。正常的情况下也会经常99加，但是今天不一样，在10秒钟能有7、8个人发言，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工会里面肯定是有着什么大事情发生了。他打开游戏公告，差点没气的骂出来。因为毫无征兆的，今天就直接修复了关于工会的 bug 以及一些其他功能。说重点的话，就是现在工会的运作变正常了，能够踢人成员也能主动进行退出，这在之前一点消息都没有，太突然了。而且发布公告的时间还正好是他下线之后，这可把他整得有点恼火。前世没有记忆具体的时间，但是他有模糊的印象，应该是在新年后好几个月才有人讨论工会这些事情吧？怎么今天突然就发了一个公告？墨水会长，赶紧上线吧，那些大公会在使劲挖人呢。第96章，挖人咱有优势。当陈长华收到这个消息之后，人是有点懵的。挖人？其他公会来挖人？谁不知道现在这个服务器里面枫树的待遇是最好的，哪怕是贡献最少的玩家也能够拿到相当一部分的东西。光是入会送强化装备就已经是够离谱的了，更何况还有药水无限拿。这种情况下竟然有公会来挖人，他们挖得动吗？然而等到陈长华上线一看，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自己家的成员还真被挖去了，人数现在只剩下了85，比起之前要少了2名成员。这2名成员分别去了月色真美还有花果山，虽然这比例已经是很小很小的了，但是这能说明其他的公会能够做到从他手里挖人，竟然自断前途，啧。陈长华打开名单，发现走的那2个，一个潜力是 B++，一个潜力是 A， 平日里的表现能在公会里面排入前40。那2个公会给出的条件是权力、自由、攻略，物质方面虽然少了点，但靠着足够干也能够弥补一些。这2个家伙竟然觉得别人公会更好，真是白眼狼。墨水很讨厌这种行为，特别那2个人还和他经常组队，明明平日表现得那么忠诚。也别这么说，这还有可能是因为成员变多之后，我没有办法顾及到每个人的感受，怪我。陈长华一边说着，一边把这2人从排行榜上去除掉。而他说的这些话着实让墨水还有一边的雪梅有点感动，这会长竟然在面对白眼狼的情况下还在反思自己。可他们不知道的是，陈长华纯粹就是随口一说而已，他还嫌人多？不，他觉得现在的规模太小了呢，正好可以趁着这波机会从其他公会手里面挖人，自己的老成员。退就退吧，到时候指定都得后悔。先学学他们挖人的技巧。陈长华从自己公会表现最好的几人那边收集到了各种公会给出的条件，一对照发现1半多的公会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想用公会的力量集中养一个大佬，其目的几乎都要写在上面了，那就是比肩枫叶。陈长华只觉得有点好笑，用全公会的力量来养一个大佬，那也得选对人才行啊。这些家伙们除了对核心成员发这种消息，对其他成员也是这套话术，简直就像是在画大饼一样。但是公会里面很多人有着深刻的认知，超越枫叶多难了。连馒头这家伙都自曝自己来公会的真实目的是要击败会长，这样只是为了能够表现自己态度，求不被踢。而竟然还有人想着要出去，那不是太可笑了吗？
因此，陈长华在看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就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这些家伙实在太好玩了，特别是某些工会的成员得意洋洋的帖子。枫树，那不就是帮人养大佬的地方吗？混得好了，直接被大工会挖走，怕不是很快就要亏了？听说枫树里面有其他工会安插的间谍，临走之前还拿了一大把的装备呢。哈哈，枫叶一个人养这些成员，一定很累吧？让其他工会帮你分担分担呗。殊不知陈长华也在看这些人的乐子，什么养不起，帮别的工会养大佬，他根本就不带怕的。现在工会的规模再扩大个1倍都能养得起，最主要在养的成员那可是南墙、雪梅、墨水、馒头，其他人退就退呗，反正不是挖人嘛，他陈长华也会，而且能够做得更好。有洞察的技能，他去几个工会逛一圈，能够精准找到比流失的成员更有潜力的玩家，而他能够给出来的条件那是绝对的高。在这种情况下，开放工会的退出踢人功能对他来说是很有利的。他今天就算是不继续练级了，也得去多挖几个人。第一个选择就得是之前交过手、买过技能卷轴的酒瓶。当初他在的工会，现在也发展成了服务器前10的样子。记得好像是叫猫儿旅馆，会长叫咖啡猫，是个女孩子。陈长华有印象，因为这个工会明明是偏向休闲的，却在当时达到了几百人的规模，比一些大工会还要离谱。这里面可谓是卧虎藏龙，很多都是些本来很强但是喜欢躺平的玩家，整天这里逛逛那里玩玩的，副本、BOSS 之类的，有心情就打，没心情就算了。酒瓶本身似乎并不是这样的性格，陈长华决定要让他脱离苦海，看那等级才26，这可怎么行啊？这么好的潜力可不能浪费。于是陈长华发出了邀请，给出了第一次的条件：卷轴、装备、攻略。酒瓶拒绝了。第二次，更多的卷轴、稀有的装备、攻略优先权。酒瓶犹豫了几分钟，还是拒绝了。第三次，更多的卷轴、稀有的装备、不限量的猫娘药水。酒瓶觉得挺不错，正在准备面谈。好家伙，陈长华通过猫儿旅馆的特色出手，还真的把这个家伙给骗挖来了。面谈很顺利，酒瓶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保证能够完成足够的工会贡献。两人笑了，而有个人却被搞蒙圈了，因为他收到了这样一个消息：酒瓶工会会员、仓库管理员在线时长第1，退出了工会。喵！身为会长的咖啡猫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人都炸毛了，那时装猫耳都跟着动了起来，这样子简直就像是猫被踩到了尾巴一样。他怎么会走呢？可以看出酒瓶的离开让他情绪特别激动，以后谁来帮我干事啊？为什么要走？待遇我给的不低吧？咖啡猫瞪大了双眼，打开系统就要探查一下，究竟是谁才会把酒瓶给挖走了。肯定不是自己退出的，他这边已经按照大工会的待遇给了。到底是谁？咖啡猫快速寻找着，花了没几分钟时间，就通过工会成员得知到了到底是谁。枫叶，我再也不粉你了。第97章，人数迅速扩张。枫叶，我再也不粉你了。咖啡猫一气之下取消了枫叶的特别关注。他没想到自己一个偏向休闲的工会，竟然会被枫叶盯上挖人。明明咖啡猫没有对枫树出手，自己还是枫叶的粉丝，却遭受了这种待遇，能不让他生气吗？那个酒瓶已经被咖啡猫当成了工会里面的核心成员，被别人挖走，那简直就像是在砍他的骨头。他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但是仔细想了一下，那个酒瓶就这样一声不吭离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哼，走吧，就不见得能够在其他工会待得舒服，玩游戏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咖啡猫有些怨气地说着，同时这也给他一个警示，自己的成员们还有可能会被其他的工会挖走，因此必须有所准备才行，要不然的话自己工会会来一个大缩水。陈长华那边还在各处寻找有潜力的玩家，开放工会权限之后，他可以将极大扩张自己的工会规模，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一次性让大量玩家加入进来，等到平稳时再踢出去。目前的话，现实没有什么事情，游戏里也没有什么事情，他的选择还是以金为主。枫树工会的等级是13，也就是说他可以收130名玩家，而他的资源循环能够养活足足200名的玩家，这个上限还会随着工会规模扩大而扩大，也就是说他现在能够做到无限扩大工会，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而已。但这只是想象的，真实的情况下还得考虑玩家的质量。陈长华现在的最低要求是 B 加潜力，而到现在为止 B 加能够招来的人能够填满整个工会，他能够做到在1天之内工会成员破100，并且工会直接到达满员状态。至于其他工会的挖人，在看到新待遇之后，想要进来那都得挤破头呢，能挖走的10个里面都很难出现一个。因此原本还在帖子上叫嚷着看枫树笑话的人全都消失不见了。人越多
待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变好了。这工会在其他人眼里来看，那简直是太神奇了。按照这种标准，别说枫叶了，半个服务器的玩家一起努力，才有可能让一个100人工会有这种待遇吧。枫叶绝不会是只靠钱解决的这些事情，大家实在想不通那些资源怎么来的。唯有陈长华自己明白，那个强化的天赋也是很离谱。这个加上成员们把打出来不要的东西放到仓库，他能做好无限强化，源源不断产出，而消耗的东西约等于没有。就这样的工会养活这些人，那简直就是简简单单的啊！除非能够做到很离谱，比如万人工会的那种，会使得陈长华一直强化不能休息，否则的话，他还真想不到自己怎么会养不起这些成员们。至于其他工会，面对这个问题就得深思熟虑了。几个大工会敢从枫树那边挖人，那必定是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等真正实施起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挖过来的大佬早就变成枫叶的形状了，攻略技巧全都是枫叶给教的。离开了来到大工会之后，除了能装出来大佬的样子，其他游戏理解技术方面根本就不是大佬的样子。这可把花果山的会长给气的，直接踢人就当是上了大当。而另一个挖走人的月色真美，还没有那么离谱，但是有点逆天。因为从枫树那边挖来的这个女孩子，竟然是因为嫦娥和玉兔才来到这边的。要不是看着实力还不错，嫦娥非得给他踢了不可，因为这个家伙简直就像是一个女流氓。打造大佬计划，那完全是不可能了。其他工会见到这两家有了这种下场，纷纷停止了从枫树那边挖人的行动。他们算是明白了，只有在枫树工会里面，一些玩家才能算得上大佬，而真正的大佬很少，但是都很聪明，知道最有前途的还得是留在枫树，因此是不会答应挖人的要求的。被挖走的只可能是心怀鬼胎的玩家，他们能做到背叛枫树，就也能做到背叛别的工会。找到这种人来当自己家大佬，那不是准备用竹篮子打水吗？因此这些个大工会都放弃了枫树，转向了其他的工会。枫树反而是跑到各处去挖人，而且一挖一个准，短短1小时就把成员提升到了106名成员，工会等级还到达了14。枫树的超级工会地位非但没有因为这次动荡而改变，反而是上升了。这样下去的话，工会人数最多的那将会被枫树夺去。嫦娥感受到了很强的危机感，但是无可奈何。她现在自身都不保了，月色真美李九成的女孩子至少有一半没有恋爱过。这次的挖人行动对她的工会是又用物质又用情感，不少女娃都被骗走了。别说人数第一了，等这次动荡结束之后，能保持着人数前5就很不错了。要求都这么低，这次嫦娥肯定是要亏。而有人亏就有人赚，像是猫儿旅馆在这次就赚了不少，见光死都能进行扩张。但要说谁最赚的话，几个会长很清楚，只有枫树这次赚大发了。原本人数是劣势，现在直接成了优势。关键是他这个工会待遇实在是太好了，能牢牢锁住玩家们，简直无法对他下手。大家只能看着那个工会的人数增长在增长，等级又进行了提升，数十名玩家晒出自己在枫树得到了什么东西，引得大家羡慕，使得更多人心动。这都是陈长华的手段，照着这个速度增长下去，怕不是今天就能做到满员的状态。再回到现实的话，感觉我能一拳把房子干塌掉。现在陈长华的血量已经超过了10万，其他属性也达到了很离谱的状态，现实和游戏里面都能乱杀。第98章，工会近200人，等级落后。陈长华现在的工会已经有164名玩家了，这个规模在服务器里面已经排进了前3，而实力是毫无疑问的第一。这几天可把他给累坏了，毕竟加入这么多玩家，有些规矩得修改，还得给一些稀奇古怪的职业以及天赋专门写一点发展方向。不仅是如此，还有大量的强化，耗费了他不少的功夫。好在最后的结果是好的，现在的工会规模已经扩张到了这么大，这次工会的 bug 修复加速了枫树的发展。然而陈长华自己的等级落后了，要知道他是整个游戏服务器里面最快到30级的玩家，而现在他却只有33级，和目前最快的玩家一个样。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但是对于陈长华来说这不太行，是自己落后的证明。要是正常玩的话，现在已经是34级了。因此陈长华决定给自己减轻点工作，让招来的一些熟悉工会管理的玩家来帮忙，整起来倒是挺不错的。他直接做个甩手掌柜，目前只进行强化，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练级，因为当到达35级的时候会开放下一个地图破碎之地。这地方很少会有人类的建筑，因为整片区域都是一个练级打副本打 BOSS 的地方，功能与千鸟城不一样。到达这边之后经验会获得的更快，他要是不想被别人超去，就必须得在第一时间到达35级。
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在35级的时候，有些人会在现实中感受到不一般的力量，也就是自己的面板进入了现实。这并不需要召唤出来游戏系统，而是直接发放的。所以在35级的现实中，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会有很多人开始用自己的力量活跃起来了。陈长华也想要尽快到达，可以在自己目前获取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力量。比如原本是 50% 的继承，现在可能是 52%， 这 2% 的提升也相当重要，因此他才会选择升级。而当陈长华开始发力的时候，有一个人不满意了，那是猫儿旅馆的会长咖啡猫。他虽然带领着的工会是偏向休闲的，但是他的表现完全不像是休闲玩家，每天上线10小时以上，经验值获取速度现在干到的全服第5，是很接近34级的玩家。明明之前他还都只是追随第一梯队，现在自己却成了第一梯队，这有点奇怪啊。不过工会成员们可能知道一些缘由，自家会长这是被某人给刺激到了呀。而那个人绝对是枫叶了，现在咖啡猫成了枫叶的头号小黑子，虽然言行没有表现出什么，但是内心很讨厌对方。看到枫叶取得什么成就，他就像是得了红眼病似的。这不，刚刚才经验值上面超了枫叶一次，现在看到枫叶发力之后，连猫都不撸了，直接拿上武器就传送走掉。然而就是传送的功夫，枫叶那边的经验值就涨了非常多。他简单估算了一下，至少干掉了一个小型的刷怪点才能做到。这么短时间？不会吧？咖啡猫对于枫叶这个玩家并没有真正见到过，对实力的了解都是从帖子中看到的。他自认为是很了解枫叶了，真的从他那学习了一套练级方式，再加上努力，才会有现在的成就。要不然的话，他还可能是每天去经营自己的猫娘女仆餐饮店，时不时买个萌的小女孩。可以说咖啡猫完全就是被枫叶开发出来的实力，让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弱，当个躺平休闲玩家就太可惜了。因此面对现在这个枫叶，他是恨，但那应该是阴气生恨。若是枫叶又做出了什么让人心生好感的事情，或许他还会关注吧。陈长华目前位于千鸟城外面的练级区，练级飞快的原因是因为杀怪迅速，别人砍好多下才能杀掉的怪物，他一碰就死，那练级效率能不高吗？像是副本这种东西，敏捷值有多高，通关的速度就有多快。玩家枫叶刷新轮魂之地25级，副本最快记录41秒。玩家枫叶刷新腐化沼泽23级，副本最快记录38秒。不停有着刷新记录，但是这刷新的全都是陈长华自己的记录。之前的最快成绩是他，现在也是他，能超过自己而已，没有什么是可骄傲的，毕竟他每时每刻都在变强。您的经验等级已过半，下一级为34级。您今日的经验获取已被限制，请注意休息。陈长华练级很快，但是也并不是特别快，因为怪物的刷新是需要时间的，副本也有冷却，他做不到一直有大量经验提供自己升级。若是有个源源不断的魔物潮，那么将会是他的宝藏。就算是一个怪物只给1点经验值，他在那边刷个几小时也能获取大量的经验。反正他的蓝量足够，技能随便放，回复速度很快。这个区域也搞完了，接下来就是东边了。陈长华正在规划着自己下一个刷怪地点，却感觉到了有不友好的目光盯着。用余光一看，发现是个头戴猫耳的咖啡色头发的女孩，眼神恶狠狠的，就像是一个想要袭击人的小猫，那爪子都已经蠢蠢欲动。咖啡猫？陈长华回忆一下，似乎见到过这个形象，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盯着看呢？难道是因为挖人？他突然想起，这个咖啡猫是会长，还是酒瓶的会长，当初自己第一个挖的人就是酒瓶，那也不至于直接对我生出如此强的敌意吧。他和咖啡猫几乎没有接触，不知道对方的性格，可能咖啡猫很看重自己的成员，再加上这几天身为会长的人都不好过，才会有这么大脾气吧。算了，不管他，练级最重要。陈长华传送到下一个地方，咖啡猫耳朵抖动了2下，也进行了传送。第99章，你也不想暴露吧？现在陈长华要传送的地方是自己这次没有去过的练级区，因为那边有着许多自己的工会成员，工会里大部分人都在这边，就是因为在这边练级性价比太高了。然而对于现在的陈长华来说，不管是怎么练级性价比都不会太高，要是来到这边和成员们争抢怪物，那还真不是什么好选择。毕竟成员们的练级他也能够获得提升，而自己全都占下来的，那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他来到这边只是为了能够前往副本进行单刷，但他没有想到的事情是，成员还没有遇到，先遇到的是咖啡猫。这个女人也传送到这边来了，仔细想想倒也能够理解。陈长华在之前可是将那边练级区的怪物给清理了一波，咖啡猫没地方去，那自然就得跟着他来到这边了。不过陈长华很好奇的一点，咖啡猫怎么知道这边的练级区，他还没有来过。算了算了，在意那个猫娘干什么？他
他摇了摇脑袋，将法杖拿了出来。段任已经退休了，只会偶尔拿出来放个技能而已。现在他在游戏内全靠法杖，毕竟很好用，自己不用靠近怪物，直接甩个攻击就能秒杀。特别是利用自己的一个技能铁锁连环，在之前这个技能他并不是很看重，但是在他朝着另一个方向改进之后，发现这就是一个练级的神技。因为改进后的铁锁连环技能可以对着10以上的目标进行使用，共享血量。虽然持续时间变得很短，但对他来说输出是足够了。10几个怪物共享起来血量之后，他一个心脏抓取就能给干掉。练级真的是很好用的，就像是现在有几个想要朝着他攻击的怪物同时被秒杀掉，这可是他们先动手的。陈长华本不想要在这边杀怪的，但是主动进攻的他就不能坐视不管了。一旁看到这一幕的咖啡猫瞪大了眼睛，刚刚的伤害高的吓人，竟然能够做到一瞬间秒杀这么多怪物，这又不是在新手村，从来没有见过陈长华实战的他，着实是有些被惊住了。这个男人果然是强的离谱啊！咖啡猫瞬间意识到了差距，人家这种效率杀怪练级，自己怎么可能追得上？仔细一想，自己能够迅速追得上进度，大部分还不是靠着枫叶的攻略吗？想通之后，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在和家长怄气的孩子。咖啡猫连连摇头，气势消了一点，却突然升起了一些不甘心的心情。同样是会长，人家怎么就这么强，而且还能源源不断产生攻略呢？这样的人绝对会有一堆人追随啊！像自己这样的猫娘，就偶尔买个萌，吸引力当然不如枫叶了。那么有成员被挖走也是自然的。唉，但我要怎么提升自己啊？看着枫叶离去的背影，他重重叹了一口气，正想要离开的时候，转头却被吓了一跳。喵！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一个女孩子，穿着白裙，光着脚丫。她现在是喝了猫娘药剂的状态，而且为了练级打怪开了很高的感知。就这么一种情况下，竟然没有发现身后这个女玩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你为什么在追踪我家会长啊？这个女玩家正是墨水，已经站到这里好一会了。哎，这咖啡猫被吓得心突突跳，一时间没能回答上来。你好像是猫儿旅馆的会长哎。墨水越是把他的身份说出来，咖啡猫表现的就越是慌张。他想不出来什么理由，因为就是看到枫叶后一气之下传送，谁知传送的流程还是之前枫叶的攻略，就一起到这边来了。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家会长吧？见着咖啡猫还没能回答上来，墨水向前走一步，继续逼问。不是的。哎，墨水并不是非得问个所以然来，他是有其他的目的。因为咖啡猫这几天的经验值涨得特别快，连论坛上都有关于他的热度。墨水仔细一看，这人都超过自己了。他靠着会长的攻略，只有公会里面的几个人能够和他争一争，现在却多出来一个咖啡猫，还是突然之间获取了大量经验值，这很难不让墨水注意到他。所以墨水在偶遇到咖啡猫之后，想要问个究竟。咖啡猫，你也不想自己跟踪枫叶的事情被顶上热搜吧？两个大会长的事情可是会引发很大热度的，特别对方还是我们的枫叶会长。墨水进一步施压，一只手已经捏住了细长的猫尾巴。咖啡猫这次是逃不掉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咖啡猫很清楚，对方这是在威胁自己，而这种威胁肯定是想要从他这里得到什么东西。对你升级速度感到好奇而已。这2天你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论坛上都有人开始效仿你的刷级路线了。咖啡猫见话题被带偏之后，猫尾巴不再那么僵硬，耳朵也是抖了2下。他调整了一下呼吸，将墨水轻轻推开了一些。你这么问，是想要知道我为什么能获取这么多经验吧？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游戏上。没错，关于咖啡猫的经验值获取，他的确是不只有着枫叶的攻略，还有其他方面的依靠。这些属于机密，连公会成员他都只告诉了几名玩家，因为这种事情人知道的多了后就会减少获取。然而看着此刻的墨水，咖啡猫不得不告诉了，因为这个女孩子不仅是跟踪了，还录下了视频，再加上自己刚刚红脸的表现，只要懂点剪辑就会产出咖啡猫跟踪枫叶被抓后脸红羞涩，承认暗恋关系这种误会视频。吃瓜群众没有几个人会在意事情的真相如何的，我告诉你就是了，不过你不要告诉其他人。感觉说就是了，我今天还想多拿点经验呢。咖啡猫看着墨水迫不及待的样子，从背包中拿出了一个物品。那物品完全显现后，让墨水有些疑惑，怎么是钓竿？第100章，你干得好啊！怎么是钓竿？钓竿钓鱼，这个游戏是能够做到的，包括什么料理、运动、唱歌等等一些兴趣爱好，在现实能够做的，这里都可以，而且还能获取经验。休闲玩家相当一部分的经验都是通过这些获取的。但是墨水和咖啡猫都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些获取的经验其实和打怪共同计算，根本不是额外的。那么拿出来钓竿的意义何在？就是钓竿。咖啡猫笑了笑，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之前那种慌张的神情了。
而墨水皱着眉，这个咖啡猫肯定是不是普通的钓鱼获得了如此之多的经验？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吧。他急切想要知道标准的流程。咖啡猫见状也不继续卖关子了，其实还是钓鱼，只不过是钓不一样的鱼。在千鸟城内有一片千鸟湖，那边有钓鱼点。正常的话并不会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但是当你潜入水里面再使用钓竿的话，会发现和陆地上是一样的物理效果。鱼钩会落到湖中沙地里面，而从这里钓鱼的话就能够钓出卧鲨鱼。墨水仔细听着，但听到那个鱼的名字之后有点没绷住。卧鲨鱼，什么鬼名字？他平日里根本不钓鱼，但就算是这样也觉得这个叫做卧鲨鱼的并不是什么正常的名字。但是他一条就相当于杀掉10至25级怪物的经验，而且每天都能钓20条，不计算再打怪经验，就问你钓不钓吧？钓，当然钓。听到一条鱼相当于10只怪的经验，还是单独计算的，墨水立刻来了精神。要是每天都能获得20条鱼，那么就相当于比别人多杀200只怪物，而且是满经验值，不是递减的。这样日积月累，绝对能够超过其他人。想到这里，墨水露出了微笑，已经在计算着自己多久能够超过雪梅，甚至超过会长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咖啡猫又给补充了一点：这湖里面的鱼每天数量并不是无限的，而且每名玩家共享这个数量，也就是说别人钓没了，你就没有。钓鱼还很看运气，想要每天都能拿到20条鱼的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话直接把墨水的幻想给戳破，竟然是限量，而且还是得看运气的。他的运气有多差又不是不知道，别说20条鱼了，他感觉每天能出5条就已经是不错的了。但即便是这样，这还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获取方式。好了，我说完了，现在可以把那些视频销毁掉了吧？咖啡猫说完之后，抖了抖猫耳朵，双手抱胸，一副胜利姿态。我有说销毁视频吗？喵！墨水突如其来的话让咖啡猫有点懵，但是仔细一想，他还真没有说过销毁视频的事情。我只是说了不乱发出去而已。你！咖啡猫气的尾巴都立起来了，2只小手也握成拳，明明是发威，却感受不到什么威胁。差1级35。虽然说他是知道详细的流程，甚至多知道一些技巧，但没有墨水提前告诉他，这些也是没用的。墨水，嘿嘿，我也是才知道的，会长先别给其他人说吧，这些鱼类似乎是有刷新数量的。枫叶，这件事就先保密吧。2人决定先不告诉其他人，毕竟多一个人知道的话，就会少一部分鱼类。他们先后来到了那片湖泊，在喝了药剂，拿上钓竿之后下了水。水下的确能够做到抛竿，和陆地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2人见到这种情况，分开到不同的区域开始钓鱼。在游戏里面钓鱼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上钩进行一阵拉扯就可以。即便是面对这种特殊的鱼类，也是相同的做法。您感觉到鱼竿传来了震动？哦，半分钟过去就已经上钩了。陈长华这边直接就有鱼上钩，仅仅过去半分钟，看来幸运值在这边也能够体现。而墨水看着他的情况，只能干瞪眼，自己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动静。又来一条。陈长华才刚刚收获1条，还没有过多长的时间，就又有1条鱼上钩了，真的很快，而且经验值给的很足。如果之后也照着这个今天的练级流程，后天就能到达35级，那时候会开放新的区域，同时在线时也能获得更强的属性。又来1条，正想着，鱼钩又被咬了，这短短的几分钟已经是钓上来了3条鱼，这让墨水无法忍受了，直接开始向他发信息。墨水，会长，你那边是不是鱼很多啊？钓鱼也有别的技巧吧？能不能教教我？都上3条了，墨水自己1条也没有，这谁能受得了？枫叶，技巧吗？那就是耐心，还有鱼饵要选择沙漠蠕虫。至于我这边鱼多，游戏鱼群数量不会有这种说法，他们是追着玩家走的。枫叶，不信的话，咱俩换换位置。墨水，好。墨水兴致冲冲来到陈长华刚刚所处的地方，并且把鱼饵换成了沙漠蠕虫。会长在过的地方，肯定有幸运女神的眷顾。他心里这样想着，抛竿钓鱼。而另一边的陈长华此刻也是抛竿钓鱼，他的上钩速度一如既往的快，即便是换了一个位置也是这样。现在已经获取了5条鱼，经验值相当于杀了50至25级的怪物。几分钟5条，这个成绩放在前世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但他能一直保持，因为幸运值现在真的是很爆炸的。另外一个极端墨水到现在都没有上1条鱼，照着这样下去，陈长华钓完20条，他都不一定能有1条。时间1分1秒的过去，陈长华从5条上升到了6条，然后继续增加，停止在了13条。这说明在湖里面所有的卧鲨鱼都已经是被钓干净了，而墨水到现在只收获了1条。他没有难过，反而是很开心的样子，这至少说明他的运气还是能够钓上来鱼的。嘿嘿，有1条也不错，
但是这个获取经验的方式对我来说并不是太好啊。两人上了岸，都有自己的收获。墨水有一条也很开心。你这些时间能有鱼已经不错了，要不是我钓得快，你还有更多。陈长华说的是实话，按理说墨水这个运气半小时都不一定有鱼，而今天的钓鱼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那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要是没有陈长华在，他也能多来几条。然而墨水本人似乎对这个觉得无所谓，可能就是因为有会长才能钓上来的，因为会长的运气真的很好吗？我的话还是不适合这个练级模式，以后还是不来了，要不然就是自讨苦吃。墨水认清现实，这种看运气获取经验的事情他还是不参与比较好，毕竟花费大部分时间精力在钓鱼上，还不如去钻研技术。你能想开就好。陈长华也觉得这个项目并不是很适合墨水，本来他还想了一些安慰的话，没想到这女孩自己想通了。那会长，我就先走了。走吧。送别了墨水后，他查看自己的经验条，距离升级只剩下了2318点经验值就能升级到34级，就剩这么一点，他无论如何也要在今天升级。正好有些地方的副本冷却时间到了，他去逛一逛应该就差不多了，而这一逛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没办法，到后来给的经验值竟然只有2位数，有些小怪甚至都不给经验值。距离升级还差87点经验值，现在只剩下87点了。别小看这87点经验值，在经验获取限制的情况下，唯有击败 BOSS 才会能够满足这种条件。因此现在面对的是今天最后一个 BOSS， 终于能够升级了。陈长华一个普攻 BOSS 直接死掉，显示副本通关，同时还有的显示是等级提升。他迫不及待打开了自己的面板，角色名枫叶服务器 019S 荒原狼，等级34，生命1321加154362，魔力1289加151761，力量721加78240，敏捷600加66080，防御600加67802，魔法抗性580加62378，幸运180加17893，习得技能血魔法、吸血蝙蝠、领域展开、心脏抓取、铁锁连环。现在的数值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因为是真的很离谱。100多人加起来的数据，他已经成了一个人形 BOSS， 还是世界 BOSS 那种级别。别说技能了，就算是普通攻击都能随便秒杀玩家和怪物。500人的世界 BOSS 可能还能抗一些，但是单挑绝对是他会获得胜利。就这样的状态，陈长华还没有停止扩张工会的想法，毕竟完全融合现实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既然有他这种存在，就搞不好还会有其他同级别的存在，而且不依靠工会，他必须给自己树立这样一个假想敌人，激发动力。第102章到达35级。35级，陈长华已经到了。从得知能够钓鱼之后，他就每天起个大早去钓鱼，钓足20的上限。别看只有20只，这些可是能顶200只怪物的经验，而且是满状态的，这就很恐怖了。日积月累的话，能够多比普通玩家获取更多的经验值，拉开很大的差距。现在的陈长华就因为之前发过一次红包，和现在20上限的卧鲨鱼已经摸到了35级的门槛，只要是今天再稍微刷点怪物，就能升到35级了。这个速度仍然是这个服务器的第一，还有可能是全服的第一。抓紧时间练级吧，这次就没有之前升到30级全服务器通告这种事情了，毕竟重要性差距较大，要不然再引起一次玩家间的轰动，他会更加显眼，有知名度不是坏事。不过上一次其他国家的玩家就对他有很大争议，要不是后来出现了初步融合现实这种事情，陈长华的热度还会更大，但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陈长华叹息，自己如此显眼，未来等到融合程度进一步增加之后，自己的热度肯定还会更大。在那种情况下，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身，他现在就有这个能力，所以对于这种事情只是担心在现实做点预防。您已通关腐化沼泽副本，您已通关。一边想着一边进行练级打副本，不知不觉中他的等级就到达了34级的最后一点点经验条，而眼前的这个魔物就是最后一个了，击杀掉它就能升级到35。您已击杀沙漠毒蝎31级。本服通告，玩家枫叶已到达35级，获得前往破碎之地的资格，且因为第一个到达35级，力量永久提升10点。这个服务器的玩家们在听到这个通知后都愣了一下，紧接着继续自己手上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枫叶这个名字是本服通告的常客了，他们这群玩家也是习以为常。也就是新来的玩家可能是会惊讶一下，因为35级枫叶是本服第一人。像是开服玩家，比如几个会长，听到这消息也不意外，不过这激发了他们的内心，都想着第二个达到35级。陈长华自己的工会就更不用说了，
几个核心成员听到之后，手上的动作更快了，势必要争谁能够第二个升级到35。陈长华那边在升级35级且拿到资格之后，显得特别冷静。这次不用打什么 BOSS 就能直接去，他下一刻就消失在原地，传送到那边去。同时，他还没忘记现实里面的事情，自己到了35级之后，现实会进一步获得提升。陈长华准备今天在破碎之地稍微逛逛，就回到现实。你已到达破碎之地35级，进到新的区域，这边的天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大地上很少有植物的生长，土地岩石都是布满裂隙。这个地方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环境恶劣，实在是太恶劣了。先不说别的，就先看这边的怪物，丑陋程度直接提升了一个量级，人看到晚上都要做噩梦的程度。就这还只是破碎之地比较完好的地方，要是越深入的话，大地就会越破碎，怪物就会越奇怪。不仅仅是这样，地图也会出现许多奇奇怪怪的状态，环境都会对玩家造成伤害。如此一来，难度会大大提升。但是对于陈长华来说，这些都不是事，因为在他眼里，这边除了地图有点差之外，其他全是好处。就比如怪物多，刷新快，副本多，等级高， BOSS 出现概率大，奖励好。所以在来到破碎之地后，他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打怪升级，并且去寻找副本，标记每个的位置。期间连个 NPC 都没有遇到，可以见得这边能有多么荒凉。就这样过去了1个多小时，陈长华的今日经验又到了限制的状态，这等同于催促他快要下线了。因为今天还得回现实看看自己的面板，他也就没有再等什么。您确定离开游戏世界吗？确定。在退出之前，陈长华还进行了一次截图，把自己现在的面板给截图下来，拿到现实里面进行对照。几分钟之后，就能看到现实里面的陈长华手里抱着一个计算机，手机显示游戏里面的截图，眼前是现有的截图。然而等他进行了一波精细计算后，情绪出现波动，一不小心给计算机捏碎了。还好手机没有在手里，否则他就得换手机了。继承度只有 53%， 他如此失态的缘故是提升的太少了，只有 3%， 这比他预想的最低 5% 还要少，所以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冷静下来仔细一想，这 3% 的继承也不错了，普通玩家就算是 100% 获得游戏里自己的面板，也不一定能达到这个程度。算了，本身就足够强，少点就少点吧，反正以后还会有机会。陈长华尝试与自己和解， 3% 怎么了，那也算是不小的提升了。想通之后，他将地上的给收拾好，丢入垃圾桶。剩下的时间安排，陈长华还有点想法。那次绑定的传送门就没有使用过，他想要过去看看，顺便试试自己35级了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个调率。可当他传送到这边的时候，人都懵了，因为这边全是人，各种武器正对着传送门，自己的身影还没完全显性，就已经有无数子弹飞来了。看看地上还有很多的弹壳以及破碎的骨架，看来这些人是等骷髅一出现就开枪。但是陈长华不是骷髅啊，他被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吓了一跳。虽然自己能够尝试扛子弹，但是重点不在这里，而是自己是人类，他可不想被发现，那样会有很多没有必要还很浪费时间的琐事。因此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时候，他抓紧时间传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到底是谁啊，这么快就行动了，而且他们能够打过骷髅？回来后的陈长华还是很疑惑，前世这种组织一开始的行动没有公开，他不知道详细。第103章，差点暴露。你们有没有感觉不太对劲？杨子琳在枪响之后就来到了传送门这边，发现在那些攻击之后并没有新的魔物尸体出现，好像没打死他。有成员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击杀了许多的骷髅，但是这一次与之前的都不一样，没有留下尸体，也就是说这骷髅在挨了几下之后就重新通过传送门返回了。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之前的骷髅别管受到的伤害有多少，都是到死也不会回去，让大家误以为这只是一个单向的传送门。然而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这次就出现了意外，有一个骷髅没有死亡，传送回去了。快把录像调出来。杨子琳调出录像带，发现那个人形的东西在凝聚的途中就消失不见了，可见的确是没有过来。但那似乎并不是骷髅，而像是一个活死人，也就是僵尸之类的生物，和僵尸马是同样的亡灵生物。别管那是僵尸还是骷髅，这个家伙回去就是一个很不妙的事情。杨子琳一脸严肃，而他的爸爸杨队长在经历过这些天的接触后，也了解到了一些事情，也进行了分析。若是这个传送门连接2个地方，那么另一边肯定就是怪物的基地，他回去大概率是要通风报信的。通风报信这个事情很严重，万一那边知道这里的事情之后大举进攻，仅凭借这边的火力不一定能守得住。杨子琳也想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在听到杨队长说出来后连连点头。他们不能再待在这边了，必须得让更多的火力来到这边才行。准备，先撤退，
现有的数据足够研究，没有必要冒险在这里继续待了。这边准备撤退，人员立刻活动起来。而在不远处草丛里面使用伪装术的陈长华，听到这些对话之后，松了一口气。他从家里跑到这边来，就是为了确定一下，幸好是没有因为这次的传送被发现。但他在之后又听到了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人在调查自己留下的脚印。当时来到这一边，他脚上穿着的是森林鞋，样子比较奇怪，留下的脚印无法像普通鞋子那样进行分辨找到主人，因此他虽然有留下痕迹，但没有暴露自己，这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幸亏当时穿戴的是森林鞋啊。陈长华继续回忆那天来到这边的详细过程，因为他害怕留下其他线索，从而被锁定到。然而当时的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有拿出来过几样物品，手机、桃木剑，这些可都还在身上呢，他没有落下。至于痕迹的话，除了脚印之外，就是自己击杀的骷髅，还有打碎的墙面以及丢的石子之外，就没有什么了。若是以前的肉身打墙面，肯定会拳头出血，从而被找到。但是他那时候已经继承了 50%， 别说出血了，连皮都没破，不会被追查到的。至于小石子，上面顶多就是有指纹而已，而这些指纹在丢出去碰到东西后就被摩擦掉了，所以也没有痕迹。至于骷髅的话，同样的道理，因此陈长华那天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他在伪装的地方悄悄进行了传送，几秒后就已经回到了家中。看来等到初级融合之前，还是得小心一点啊。现在的主战场仍然是在游戏里面，到头来还是回游戏啊。但破碎之地只有我一个人，也没活动，有点无聊。写完报告的杨子玲回到家中洗了个澡，就准备进入游戏内。他每天都很忙，留给的休息时间并不多，但他仍然是把这些休息时间挤出来一些给游戏，并且靠着几小时的时间追着他所处的服务器的第一梯队。面板，角色名紫菱，服务器076G 尖头鱼，等级33，生命1023，魔力897，力量587，敏捷453，防御310，魔法抗性319，幸运87，察觉 B 及天赋，视野范围提升，可以看到更微小的细节，使用远程武器精准度更高，且更容易获取熟练度，暴击伤害提高至 200%。 技能唯一，可以通过物品道具来看到曾经的持有者，若是对武器使用，可看到曾经使用者的招式，有概率进行学习，每日限用10次，无消耗。看着自己的面板，他叹了一口气，这真的不是很出色。那 B 的天赋对于他的提升真的没有感觉到有很大，能看的也就是自己那个技能了。这玩意他很清楚，越到后期就越是能够发挥出很大的作用，前期也能帮助他度过难关。在10多级的时候，他获得过雪梅大佬的跨服武器，那把弓让他学会了很多。而就是在这种积累中，杨子玲才能够与普通玩家拉开距离，要不然的话，他没办法追上第一梯队。这个服务器升级最快的玩家就差2/3就能升级到35了，看来我今天要加个班了。现实写报告还得玩游戏追进度，一天不弄个清楚，就一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要是我的技能能够拿到现实里面就好了，这样的话对于办案有着很大的帮助。不过这只能是妄想。杨子玲一边妄想着，一边前往练级区，就要开始今日的练级。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收到了一个通知：您被幸运福利砸中，3天之内升级到35级，可获得永久成就，幸运儿，幸运值永久提升30，并且可获得福利宝箱 X3。杨子玲有点懵，要是现实的话，他肯定就以为是诈骗了。但是这是游戏，这可是游戏系统的通知，假不了。奖励很丰富，特别是永久增加30点幸运值，对他来说很关键。宝箱也很吸引人，就是这个获得条件有点难。3天35级，第104章，强大的男人到底是谁？这次的特殊任务，杨子玲很感兴趣。3天时间升到35级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有一个点很重要，那就是他不仅仅要在游戏内完成任务，在现实之中也有很重要的任务。时间的分配是一个大难题。原本他的休息时间就不是很多，现在有了这个任务计划后，又得进行进一步的压缩，否则的话，两边表现都不会特别好。然而3天过去之后，他坚持下来了。在领完奖励之后，杨子玲整个人都倒在了地上，无力地伸出手指召唤菜单，完成了游戏退出。此刻的他在回到现实之后，甚至想要直接穿着游戏设备睡去。好累啊，睡眠严重不足，这几天我得想办法补回来睡觉的损失。他现在就像是一个无脊椎动物一样，蠕动着想要到达自己的床上去。然而中途碰到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瞬间传来了熟悉的感觉。这是技能，自己眼前迅速闪过影像，这是游戏内才会出现的东西，此刻却来到了现实，
把他给吓了一跳。这是我的唯一技能，为什么在现实也出现了？他刚刚碰到的是自己的拖鞋，技能发动后看到的是进入设备前洗澡的场景。这绝对没有错，是他在游戏里面的技能，然而此刻却在现实也出现了，让他一下子来了精神。回忆起之前在传送门那边有看到脚印还有陷阱，杨子琳脑海里面出现了一个猜测，莫非我和那个人一样也能用游戏里的东西？他想要再次使用技能，可不管是什么姿势都没能再次出现，各种物品也摸了一遍，也还是没有什么反应，这让他有点奇怪了。再仔细想一下，他决定做出一件让人觉得很迷惑的行为，那就是再趴到地上去。一个妙龄女子竟然做出这种事情，要是被别人发现了，说不定还以为是脑子出现了问题。难道是错觉？不行，搞不出来，我睡不着觉。这一搞就是半小时，整个房间都跑遍了，全部都是过了，还是没有出现之前的症状。他累瘫在床，觉得自己之前那可能是出现错觉了，说不定在碰到拖鞋之后就睡着，然后做了一个梦而已。想到这里，杨子琳觉得自己有点傻，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眼前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是面板，和游戏里面的面板一模一样的东西。角色名杨子琳，等级35，生命118，魔力90，力量67，敏捷52，防御34，魔法抗性36，幸运87，察觉 B 及天赋，视野范围提升，可以看到更微小的细节，使用远程武器精准度更高，且更容易获取熟练度，暴击伤害提高至200%。技能唯一，可以通过物品道具来看到曾经的持有者，若是对武器使用，可看到曾经使用者的招式，有概率进行学习，每日限用10次，无消耗。这些东西他再熟悉不过了，但此刻出现在眼前，由于有刚刚的经历，他还是有点觉得是自己太困出现了幻觉。直到他尝试和游戏里一样，使用出一个最基础的火魔法，哇呀呀！一瞬间火球就出现了，直接引燃了自己的窗帘。他见状连忙跑到楼梯道里面拿出灭火器，这才阻止了火灾。这一次他确信了自己绝对是能够使用游戏里面的技能。杨子琳沉住气，通过面板查看起了自己手里灭火器的编号，然后使用了自己的唯一技能。果然这一次也能看到曾经的事情。得到此结论的他相当兴奋，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有了不同寻常的能力，还因为自己能够利用这些找到那个很强的人。这直接睡不着觉了啊！杨子琳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身体如此奇妙，她整个夜晚都没有睡觉，等太阳出来后直接去到了专案组。她今天的技能次数已经刷新了，因此足足有着10次。这10次她准备对着那些从现场来的东西使用。首先是一个破碎的骨头，这是死亡怪物身体的一部分，上面不仅有断裂的痕迹，还有被什么东西切割后的痕迹，因此他才重点关注这个，对他使用了自己的技能。眼前出现了画面，这是骷髅的大腿骨，此刻的视角也正是大腿的位置。可以看到骷髅此刻正在移动，但是没走多久之后遇见了一个人，紧接着就有什么东西击中了骷髅，上半身骨头与碎骨不断掉落下来。而下一刻还有更恐怖的事情，那个人突然消失在了原地，然后他视野出现了一道剑光，自己这根大腿骨发生了断裂。好强！看完之后他只觉得那个人很强，但是对方的样貌并不清楚，因为距离有点远，杨子琳还是用的技能重现场景，所以看得不清楚，但能感觉对方应该是个男人，只要能找到距离更近一点的，就能直接看到那人了。杨子琳想到这里又激动起来，即便是自己一夜都没有睡觉，仍然是很精神。他把目光放在了另外一个地方，那是更重要的物品放置室。别说拿了，就算是进，自己现在都没有权利，但是他爸爸可以，那可是一个队长，只要说服他，就能进入这里面拿到更关键的东西。而说服的方法，杨子琳早就想到了，直接展示技能就好了，证明自己有着和游戏里面一样的能力。想到这里，他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房间门口处，等待大家的到来。大约20分钟之后，大家都到的差不多，他们感觉今天的杨子琳很奇怪，在这里很少说话，并且双手抱胸，有点高傲的感觉。爸，我找你有点事情。杨队长是最后来的，一进门就被杨子琳给叫住了。第105章，太吓人了。在单独把爸爸拉出来之后，杨子琳仔细解释了这件事情。然而杨队长在听到女儿能够使用游戏里面的能力时，还是很怀疑的。直到他做出了一个举动，释放了一次技能，让自己手中凭空出现一块岩石，简直就像是变魔术一样。杨队因为没有看仔细，因此催促他赶紧再来一次。杨子琳见状有点得意，随后想了一个更奇妙的技能，也更消耗法力。他伸出手指，指尖出现了水流，而这些水流就像是有生命的小蛇一样缠绕在他的手指上。
若不是亲眼所见，杨队长绝对会觉得这是特效。但此刻是自己女儿亲自演示着，绝对能够是真实的。这也就说明，女儿真的能够使用游戏里面的能力了。想到这里，他感觉很震惊，比第一次见到怪物和传送门时还要震惊，因为这简直就像是刷新认知一般，竟然有人能够和游戏里面一样，使出各种花哨的、难以让人理解的招式。杨爸闭上眼睛，深呼吸之后，对着女儿郑重地说：“千万不要随便告诉其他人，也不要对着其他人使用，知道吗？”杨子琳看着他认真的眼神，点了点头。的确，若是这种事情被别人发现了，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特别是他现在还只获得了一点点的力量的情况下，要是被其他的强者盯上了，很不妙。杨爸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才这样说的。看着女儿如此保证后，他放松了一些，随后再次确认没有监控能够拍摄到他们刚刚的对话后，就要回去。等等，我还有事情要和您说。杨子琳这个时候叫住他，因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说。其实我有一个技能，是查看物品以前的状态，被谁用过，经历过什么，在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有个人曾经击杀了骷髅。这才是杨子琳最主要的目的。把这个说完之后，获取更多更重要的物品，这样才能够准确找到那个男人，那个也获得了游戏能力的人。这也是游戏里的。仅仅听到简单的描述，杨爸就已经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厉害的技能。当然，因此我需要更重要的物品。若是在之前杨子琳说了这些话，他只会觉得是在胡乱扯。但是真正看到技能被使用出来之后，他不得不相信那些都已经成为了现实。而面对女儿这个请求，他自然也会提供，只是要编造一个理由给糊弄过去，是有点难搞。尽快搞完。杨爸拿出了钥匙，同时在思考该怎么让大家还有上面的领导看不出女儿这个技能。好，杨子琳要考虑的就少很多了，直接就开始干就完事了。他拿着钥匙兴冲冲地前往放置物品的地方。进入之后，戴好手套，开始寻找目标。骨头已经看过一根了，现在他想要先把次数放在其他东西身上。而这所谓的其他东西，那一定就是发现在那边的衣料了，因为看上去很新，而且像是骷髅用刀砍下来的，所以被认定是某人的衣服衣料。他靠近之后，利用面板查看了一下被赋予的物品编号，紧接着就开始使用自己的技能。然而在杨子琳在看到真正情况之后，瞬间意识到自己亏了一次使用次数。原来那是骷髅身上自带的衣服，在被其他骷髅争夺之后，身上只剩下了一块布料。他带着这块布料走进传送门，出来之后才被吹落在地的，根本就不是那个男人的衣服，甚至不是人穿的衣服。不急，好歹看了一眼传送门那边的情况。杨子琳调整呼吸之后，继续寻找其他东西。他看上了一个碎裂了好几块的石子，这是在断裂的大树附近以及树干里面发现的，和他腰一样粗树啊，断掉了，断面还是比较新的。那些碎石子自然引起了关注。杨子琳也很好奇，因为那不会是用锯子，也不会是斧头留下的痕迹，而像是用枪械硬生生砍断的。他觉得有可能是那个人的技能，所以才试着对着这东西进行使用。不过他能出现在这个房间，还是有点奇怪。是了，卧槽！他看到的画面是被人拿起，身边有许多其他的小石子，他们这些石子是被扔出去的，而且对着的就是那棵树木。一把石子啊，对着那棵树扔去，速度像是子弹，一瞬间到达，造成的威力巨大，威力大到可以将一棵树硬生生干断掉。因此他才没忍住说了一声卧槽。石子干掉大树，仔细回忆一下，似乎能在石子身上看到类似强化的痕迹。但就算是有了强化，那可是和杨子琳腰一样粗的树，就被一把石子干掉了。他先不管这种离谱的事情，继续回忆刚才的场景，因为此次主要是把那个人给找出来。然而自己一开始的画面就是在手掌上，后续还被捏紧甩了出去，这种情况下只看到了一瞬间的视野，那个男人还是没能看清楚，这让他有些郁闷，继续寻找着有可能是能发现那个人的物品。在仔细寻找了之后，他盯上了一根骨头，这就像是被某种利器给一下斩断似的，可能是有着某种锋利的武器做到的。然而当杨子琳使用之后，看到的是拿着桃木剑的人影瞬间闪现到眼前，以极快的手速挥砍了一下，自己就发生了断裂。偏偏这一次还是自己的技能完全发挥，他不仅仅感觉到了骷髅士兵被斩断的感觉，还感受到了那恐怖的杀意。身为一名心理素质强大的女人，竟然直接昏了过去。不过这一次他看到了对方的样貌，如此一来昏迷也算不上什么。20多分钟之后，杨子琳换了件长裤，又拿拖把拖了一下地板，才回到了专案组。老实说，那根断骨的场景他是一点都不想回忆，但是为了能够找到对方，杨子琳就算是害怕到抖腿，也还是说了出来。那个人叫枫叶。第106章收割者组织。枫叶这个名字连不玩游戏的年轻人都能说上几句，
知名度可以说是非常广了。但是那只是网游，要拿到现实来说，还真是有点怪怪的。然而杨子玲确信自己看到的是枫叶，自己常常去看他的攻略，也会看别人剪出来的视频，绝对是那个人没有错。而且以枫叶那种恐怖的能力，带回了现实，也的确是能够到达这种恐怖的地步。毕竟他是实力在网游里面就是全服乃至全世界服务器的第一，无数老外都要跟着学技术。枫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杨队长却没有多了解。不过这也很正常，他一不玩游戏，二不关心这方面的事情，不知道枫叶也是正常的。没错，就是这个家伙。但是现在他必须装出来有了解过的样子，毕竟要帮助女儿隐瞒技能的事情。而其他人听到枫叶的名字是有点怀疑的成分的，都知道他在游戏里面强得很，但是没听说有谁能把游戏里的力量带回现实里面。而面对这些疑问，杨队长发话了，所以要去试探一下他，与他交流交流，才能够确认获得更多的事情。子玲，帮我查一下他在现实里面的身份。是。陈长华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此时他正在游戏里的破碎之地提升自己。在破碎之地有着很多好东西，陈长华想要在练级的同时，把自己在现实里面的装备给凑齐。在他刚来这边的那几天，不管是练级还是找东西都比较顺利，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批的35级玩家涌入破碎之地，像是割草机一样，将所有的东西全都吞进自己的肚子里面。他只能往里面走，这边的破碎程度更高，稍有不慎就会掉入裂隙，触发死亡，不管玩家有多强。若是我能飞的话，这边是最好的地方。陈长华没有长翅膀，飞不起来，跳跃能力虽然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厉害，但是地图杀这种东西防不胜防。突然飞来的石块，狂暴的风会移动的漂浮地面。每一个设计手底下都会有着无数的可怜玩家，他们被这些东西推入裂隙里面，等待的只有死亡。陈长华可不想这样，从开服到现在，他一次也没有死过，还想着要临死亡熬到最后呢。要是现在在这里凉凉了，那得损失的东西也太多了些。因此，即便是陈长华有如此多的能力，在面对里面的破碎之地时，还是会小心翼翼。南墙、雪梅他们也是很怕，唯有馒头还敢大步向里面，因为他的技能里面有能够使出分身的，可以用他们来探路。而与之相对的，墨水的表现就比较拉胯了。面对这边的区域，他很小心很小心。或许是因为运气太差了，怕遇上什么不好的事情吧。而核心成员里面还有一个人很特殊，那就是九平。他在升到35级之后，仅仅是来破碎之地这边看了一眼，就说自己现实有事，现在已经10多个小时没有上线了。或许对方是真的有事，但他却觉得有点不对劲。有可能是九平在现实中发现自己也能使用游戏里面的东西，沉迷其中了。说实话，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毕竟一直位于现实，现在还没有一整套升级的流程，还是得玩游戏提升自己比较好。只能希望他是真有事要忙了吧。然而等到今天下午的时候，陈长华收到了来自对方的消息，里面提到了现实里奇怪现象这件事，他就知道自己的猜测对了。这个九平还真的是因为在现实里面也能使用游戏里的能力，而沉迷其中，直到现在都没有进行休息。好在九平一直在自己的家里面使用，到现在没有让其他人知道。不过这个家伙第一个告诉的人是他，让陈长华觉得有点意外。所以你这10多个小时几乎摸清楚了自己的实力。面对着九平的讲述，陈长华的还在装作不是很清楚的样子。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在现实里面也能用游戏的能力，只是通过朋友那边听说有人进行私聊之类的话来与九平交流。没错，虽然没有面板，但是我能够感受到自己有一点不一样了，直到无意间使用了技能，才发现是真的不一样了。九平到现在都是一种很兴奋的状态，这倒是也能够理解，因为从游戏里面把力量带回到现实中，这种事情太酷了。他又不知道以后会有大量怪物出现，只知道自己有了那些的能力，能够在现实变得很不一样。会长，你说我要不要参加收割者的聚会啊？继续聊着的时候，这个九平突然说出来一个让陈长华有着深刻印象的名称。收割者，这是在融合初期出现的一个组织名称，这些家伙们聚到一起，到处搜寻其他有着力量的人，要么逼人归顺，要么做一些恶心人的事情。后来发展壮大了些，有人发现某些装备能够从游戏里面直接拿回现实里面，他们就专门盯上了这些装备。虽然之后这些装备没有现实直接打出的好，也没有游戏缓缓融合后自己背包里面的好，但是在前期这些都是好东西。收割者就是盯着这些好东西，在人们还没怎么意识到的时候，做出了大量恐怖的事情。此刻竟然连九平这个刚刚获得力量不久的玩家都知道了这名字，说明那收割者的势力已经扩张了相当一种地步，搞不好就已经开始到处寻找装备，被盯上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九平，那个收割者不要去碰，我朋友在那边已经被强行融号了，
陈长华又编造了个事情，为的就是让酒瓶不要去接触。而荣浩这件事情，对于像他这样的玩家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在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酒瓶感到一阵恶寒。虽说这只是会长口述的，但根据这么多天的接触，他觉得会长说的事情不会是骗人的。第107章，警方上门。收割者应该会先在游戏里面选定目标，然后在现实里面进行对付。陈长华说完之后，自己都皱起了眉头。既然是在游戏里面选定目标，然后在现实里面进行对付的话，他是这个最容易被盯上的人啊。现在玩这个网游的几乎都知道枫叶的存在，这种知名度还有自己表现出来的财力，那绝对是很吸引收割者的。在这个网络时代，自己的现实身份已经不是什么很难获取到的东西，收割者们找上门只是时间问题。如此一看的话，这还有点危险。自己在日后在现实里面要面对的是玩家，要是对方要不惜一切从陈长华手里获取东西，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干掉对方了。哎，没想到第一个要面对的威胁不是魔物，而是人。陈长华告诉酒瓶小心点后，就让对方离开了。紧接着他下了线，在明白收割者有可能盯上他之后，现在已经是没有心情继续玩游戏，非得回到现实里面看看，检查检查，要不再多布置一些陷阱，并且改成对人有效，不行会误伤。希望他们不要送死吧，对上我，炮弹都不一定有用。陈长华若是知道有人想杀自己，那就算站着不动等着被杀，也死不了。因为数值摆在那边不会骗人，所以自己那面板怎么都不会死掉。但他还是弄了陷阱，还有警报装置，因为怕那些人把自己房子给拆了。好歹是个小家啊。正想着，突然之间门铃响了一声，叮咚。他没有订外卖，也没有搞快递，难道是收割者想要试探我？陈长华有点奇怪，便通过监控视频来查看究竟是谁来到了这边。是2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年龄有点大，女的和陈长华差不多大。这2个正是杨队长和他女儿杨子玲，好像之前在传送门附近见到过。现在的2人没有掌握任何证据说明那些事情是陈长华做的，也没有信息能直接说明他去过那边，所以他们此次前来并不是要用自己警察或者是专案组的身份来进行询问，而计划是让杨子玲以同类人的身份从陈长华这边获得一些有用的消息。杨队前来纯属就是为了女儿的安全考虑，是直接站在距离门几米远的地方，应该是有着通讯设备，能够直接监听杨子玲与陈长华的对话。那个枫叶在家吗？然而这2人的心思陈长华可不清楚，他现在不管是谁，只要是要对他动手，绝对毫不犹豫反击，随时准备一个技能心脏抓取。不过听着对方的叫法，看来是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收割者的组织，但就根据他前世的了解，那个组织不会只派2个人，特别还是面对他这种玩家，所以这大概率不是所谓的收割者，但即便是这样，也得以小心为主。陈长华调整好呼吸之后，来到门前，打开了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个穿着清爽的女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雪梅那种类型的女人。你一定就是枫叶了吧？我叫子玲，有些事情想和你聊聊。杨子玲说着，还偷偷对着陈长华使用了一个闪光技能。这个技能若是让普通人来看，绝对是会被认为成太阳照了什么东西造成的反光，但陈长华觉得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闪光在释放的时候，周围出现了少量的粒子效果。这个女人也能够使用游戏里面的能力，而且还是故意给陈长华看的。陈长华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同时还觉得子玲这个名字有一点点熟悉，仔细回忆了一下，前世似乎有她这个名字。记得就是以子玲为主的一些有力量的玩家们，在现实里面凝聚了一股力量，专门针对像是收割者这样的组织。他来到这边，难道是想要提出邀请，让陈长华加入他们？他可是工会的会长，以后说不定在现实里面也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会。不管怎样，陈长华现在确认了眼前的女人没有威胁，并用洞察技能看了一下后，便让她进入。这个女人应当是靠着技能才发现自己的，然后靠着面貌找人。但对方不是收割者，而是收割者的对立面，能够跟他建立联系的话，就算是之后被收割者盯上了，也能靠着这个女人解决一些麻烦。进来吧。得到允许的杨子玲非常高兴，眼前这个男人不仅仅是此次行动的目标，也是他一直给予关注的人。没办法，那些攻略真的很好很准确，基本上是个玩家就要受到他攻略的影响。杨子玲也是这样，因此在见到枫叶在现实中的样子时，才会觉得如此兴奋。不知道子玲小姐此次前来是想要聊什么事？陈长华让她坐在沙发上，自己也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你有没有感觉到获得了一股力量？杨子玲直接将话题扯正，虽然知道陈长华已经有力量，而且很强大，但现在仍然是装成不知道的样子。而陈长华也在装。什么力量？就是那种力量，简直就像是2个谜语人，
要是一方不挑明，可能能针对这个聊个几分钟。杨子玲不想耽误这么多时间，从进门前就能看出，他早就想挑明说了。只是杨爸还在外面用设备听着两人的对话，他得好好表现才行。杨子玲压制住了自己想要释放技能的心思，看向那边的游戏设备，指了一下说：“我看到了你家周围设置的那些，只有游戏里面才会有的陷阱。”听到这里，陈长华有点惊讶，对方竟然看到了房屋外面的那些陷阱。虽然说是围了房子整整一圈，但要是不刻意观察，真没多少人能够如此快发现。只能说，不愧是未来对抗收割者的人，如此敏锐察觉到了陷阱，足以证明陈长华已经能够使用游戏里面的技能。然而，陈长华暴露了陷阱的同时，还想到了一个有利自己的话题。第108章，忽悠忽悠，还真信了。陈长华所想到的事情，那就是利用一下紫菱，让他提前发现收割者这个组织。如何把话题扯到这上面来？陷阱可以啊，那些陷阱是为了防范别人的。陈长华叹了口气说了这句话，让杨子玲有点奇怪。防范别人的陷阱，枫叶这种力量，他之前已经见识到了，是把自己吓昏的程度。就是这样，竟然还要防范别人，很难不让他提起兴趣。难道说在现实之中还有更厉害的存在？为什么要防范别人？是因为自己的力量这件事吗？我在现实也能使用游戏里的技能，所以很好奇。紫菱连忙追问，而听到这话的杨爸感到一阵头痛。他让女儿进去和陈长华聊，是为了获得更多关于游戏与现实相同地方的信息，没想到紫菱却被带到了陷阱上。不仅如此，还明确说明了自己也是那种特殊的存在。这下倒好，不该碰的全碰了。在里面的紫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是已至此，已经没有再停下来这一说了吧。于是他选择先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再问自己的问题。你似乎最近才掌握力量，所以不清楚。在现实里面，有许多人已经有了游戏里面的力量，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选择抱团。其中最有名的，应当是那个叫收割者的了。陈长华几句话就让紫菱陷入了思考，同时也给外面的杨爸带去了有用的信息。就比如还有不少人也受到了相同的遭遇，但是抱团这件事情，他们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听说过。那收割者真的是因为太强了，还是因为没有发展壮大？全都是疑问。收割者是做什么的？紫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陈长华的圈套，还在询问着收割者的信息。那种求知的眼神，正是陈长华想要的。他闭上眼睛，整理了一下思绪，将自己前世所了解的收割者说了出来。那是一个现实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其成员全是像你这种能使用游戏能力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为了能够从现实里面获得更多的掉落物和装备，会做出许多恐怖的事情。陈长华接下来随便列举了几个事情，就已经让紫菱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升起怒气。不加入就是敌人，这算什么规则？而且游戏有规则，现实有法律，他们怎么还敢做出这种事情？他的注意力已经全部放在了这个叫做收割者的组织，而外面的杨爸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继续听，这些也算是情报了。陈长华很满意紫菱的状态，趁着他情绪高涨，继续进行引导。现实可不像是游戏那样，做什么事都能被检测，就像是死人，游戏里还会有提示，现实里面除了尸体还能提示什么呢？这句话紫菱仔细思考了一下，还真是这样。游戏内死了，好歹会向着周围玩家播报死亡信息，以给予警告。而现实呢，人死了没有系统帮忙喊，只有尸体能证明死亡。这唯一的尸体还可以被游戏技能给抹去，这样可以做到让一个人凭空消失。想到这里，紫菱感到一阵恶寒。此时的陈长华也是因为这个才躲避的吧？连这样的强者都在躲，说明那些人是多么强大，同时也说明了那些家伙有多么恶心人。没有什么其他组织能够对抗他们吗？紫菱继续问，要真这样的话，以后还不知道死多少人呢。他们那群家伙肯定会越做越大胆。陈长华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证明还没有这种组织。这让紫菱生出了愤怒与不甘，这种坏家伙竟然没有人来进行阻止。他不禁想起了自己选择这个职业的理由，正是为了惩恶扬善。上头了，紫菱上头了。陈长华的目的已经达到，把这些告诉他后，能够提前出现收割者的对立面。关键这个紫菱还是在这个城市，这样一来，等他成了组织，收割者就不敢在这边活动了，自己也能得个清闲。想到这里，陈长华放松了些，然后想起来了这个女人的真实目的。她好像是来套话的吧？这些陈长华并不原因细聊，因此在完成了自己的事情之后，直接对着紫菱说：好了，我接下来还得忙，继续加固我的房子，就没有办法继续接待你了。然而此时的紫菱甚至带入了陈长华，他听到一个如此之强的玩家说出这种卑微的话，就替他生气。在内心的深处，紫菱埋下了一颗种子，想要建立自己的组织。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被送到门口后，紫菱逐渐缓和下来，表达了谢意。但是当她微微弯腰后，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听收割者，而且还因为个人情绪忘记了重要任务，她感觉自己都没脸去见老爸了。砰！门关上了，这下连最后询问的机会也没有了。他这次的任务绝对可以是称得上失败。专案组关于怪物还有传送门的东西，那是一点都没有问出来啊。爸，对不起。在来到杨爸身边之后，杨子菱惭愧地低下了头。哎，反正也收获了其他的信息，咱们专案组的那些就等下次继续问吧，反正证据也没收齐全。杨爸叹了一口气，带着他离开了这边。陈长华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开门，不过那都是下一次的事情了，还是以后再思考。现在要想的是能不能在现实里面创建一个工会，若是能成功，还能触发天赋效果的话，那他将会直接起飞。前世记忆中，从游戏里面继承过来的工会是存在的，但是那得等到40多级，甚至得50级。他在想，若是能够提前建立一个工会的话，自己的2个天赋能不能生效？若是能的话，自己的面板就又多了一种变强方式。召唤不出来面板啊，感觉有点悬。第109章，雪梅也有了。现实里面，陈长华尝试了好多次都没有出现面板这样的东西，这说明关于工会方面，现实里面还不太行啊。没办法，陈长华只能先试着准备一个名单，等到时候现实也有工会了，就把人拉进来。今天遇到的那个叫做紫菱的，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已经用自己的洞察技能看过了，对方虽然潜力不高，但是有着很特殊的技能，而且前世之中他也很出名，有机会的话应当是拉进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人选。在现实的话，就完全不需要有服务器的限制了。他现在甚至想要把那些有名的会长拉到自己的工会里面。暂时就这20个人吧。陈长华的名单里面足足有着20个人，其中还有之前遇见的咖啡猫，那名玩家的实力也不错，很有潜力。他最后看了一眼后，将其收起来，却看到自己的手机亮了屏。是雪梅那边的信息，不是在群聊中@，而是选择了在私聊中单独进行交流。雪梅，会长，能在游戏里面聊一下吗？雪梅，我在现实里面遇到了一些事情。看到自己的核心成员要想单独聊聊的请求，陈长华怎么可能会拒绝掉？而且这说出来的现实的事情让他有些警觉，该不会这个事情也是之前酒瓶遇到的在现实能使用游戏力量的事情吧？想到这里，陈长华进入了游戏设备。玩家枫叶会长已上线。当雪梅看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内心总算平静了一些。他的确是遇到了陈长华猜想的那件事情。现实中他发现自己的反应能力还有手速都达到了一种很恐怖的地步，手指打字的时候都能快出残影了，而自己的思维却还能跟得上，这让他欣喜的同时感到不安。他急切想要知道是不是其他人也出现了这种症状。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会长，因为会长在工会里面并不是竞争关系，可以当成一个师傅来看，所以在见到之后真的很安心。雪梅，怎么了？传送到雪梅身边后，她还在破碎之地的某处，眼前的天空是一片灰暗的状态，脚底弥漫着暗红色的烟雾。陈长华见到雪梅，看到的是有些担忧的样子，他平时不会出现这种表情。会长，雪梅一时间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左想右想，还是决定直接坦白。会长，我感觉自己的天赋技能在现实里面也有作用。听到这句话之后，陈长华没有太惊讶，因为进入游戏之前他就有了这种猜想，提前接受了。这是存在的，不止你有这种感觉，酒瓶也有。他看着雪梅，似乎明白了雪梅的担忧是因为什么，便尝试着进行一波开导。你去现实里面，按照这样的手势划一下，应该就能出现面板。陈长华让他亲自去试试，雪梅迟疑了一下，还是选择了退出。3分钟，雪梅试了20多次，终于能有成了一次，她真的出现了面板。在看到之后，她脸上写满了震惊，直接失去了语言功能，大脑一片空白。这种事情实在是太难以理解了，他急切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便又重新回到了线上。陈长华见状，用对酒瓶相同的话术说了一遍，但他说着的时候已经有了一种预感，这次的初步现实入侵进行的比前世要快，涉及的玩家也更多。虽然目前只有雪梅和酒瓶说出来了，但其他人也可能是有症状，还在调查怎么回事之中。有能力的人比前世更多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也因此引来了陈长华有些担忧的问题。收割者会扩张到什么地步？现实 BOSS 会不会提前来？真的很难搞啊。会长，既然我们人类有了这种力量，那么会不会也出现怪物这种东西？正想着，雪梅提出了一个酒瓶没有问到的信息。这个事情陈长华亲眼所见，还有前世的死亡经历，绝对可以准确回答。会，而且是已经出现，你最好小心点。
小心点是没有什么坏处的。而陈长华主要面对的是收割者的阴谋诡计。至于现实中的 BOSS， 那种玩意就是个脆皮怪，只要敢出现就敢秒杀掉。因为谈起实力，陈长华觉得目前只有自己的假想敌能够有杀死自己的实力。然而那种恐怖的家伙还不存在。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事情吗？陈长华又问了一句话之后，雪梅摇摇头，准备下线。看来在跟会长确认后，他也想要回到现实，确认自己身体的极限了。毕竟能力都已经到自己的身上了，拒绝也不可能，还不如坦然接受呢。见此，他点了点头，让雪梅下线。自己则是在过滤工会成员的上线下线信息，通过这些频率，他尝试寻找出来近期上线信息与之前明显有差距的一些人。这些很有可能就是遇到了与九平和雪梅一样的事情，阶段性更重视现实了。经过筛选，他发现在35级之后，有着 30% 的玩家都出现这种症状，就算其中还没发现或者猜错的有一半吧，那剩下的也有 15% 呢。这放在前世，想都不敢想，规模至少是前世第二波人发现自己有能力后的占比。他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觉得最大的变数是自己，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个人升级要更快一些，还因为带动了其他的玩家。自己那些攻略动不动就变成免费，还都是干货，甚至还有划定的练级路线，以及各种详细又珍贵的信息。这些可都是在5世纪以后才会大量出现的，而现在却跟着玩家的升级进度出现，无形之中有着一大批老玩家在帮助整个华夏，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玩家练级，所以大家才会进度如此之快。我靠，这样一想，我做的事情太了不起了。陈长华想通之后，忽然就觉得自己很伟大，但这也是建立在前世记忆的基础上。第110章现实 BOSS。 陈长华在计算成员的时候，杨子玲也在行动。杨子玲还不知道陈长华的实力有多变态，他通过骨头看到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这冰山一角，他就以为是对方在现实里面的全部实力，因此才感觉对方很可怜。明明在游戏里面这么强，现实里面被人盯上之后，竟然还得蜗居在那个房子里面。这让他意识到了收割者的恐怖之处，放任不管的话，肯定要出事情。因此，杨子玲对收割者进行了调查，有着技能的缘故，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还真的搞到了一些信息。他此刻要做的是把这些信息上报上去，希望能派出一部分力量对付收割者。这个杨子玲想要做组长啊！陈长华的那些话真的刺激到了子玲，然后子玲付出了行动，而那些上报的信息里面不知道夹带了什么猫腻，竟然很快给批准了。他现在真的成了一名组长，而来的人里面全都是玩网游的，由此可以进行猜测，子玲是把自己的能力也上报上去，才得到现在的地位。杨爸要是知道了，肯定是要一顿教导，但事情已经办成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嗨嗨，虽然我们组加上我只有6个人，但是调查线索是完全足够的。我们的目标是那叫做收割者的组织，绝对不能容忍对方做出那些事情。说着，杨子玲甩下一把资料，这些都是他独自调查，用技能看到后又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组员们看到这些，全都激动起来，燃起了斗志。同时，大家还发现一件事情，这些资料里面有30%都提到了枫叶。杨子玲并没有刻意围绕枫叶周围的地点调查，却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名字，这说明它是多么重要。那个游戏里面很强的枫叶被盯上了，他在现实也有力量吗？那岂不是会很强？收割者盯上他，好惨，树大招风。大家有疑问，也有感慨。不过他们都分析出来了一件事情，想要追查收割者，似乎可以借助枫叶这个人，围绕着他来展开行动，就不会出现找不到收割者的情况了。想到这里，大家已经确定了下一步的目标，那就是借助枫叶这个人来挖出藏在其后的收割者组织。大家应该都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讨论计划了。陈长华还不知道自己被几个人给保护起来了，他现在关注的不是收割者的事情，而是 BOSS。 之前提到过，现实里面也会出现 BOSS， 虽然对他来说就是个血厚点的怪物，但是那 BOSS 会掉好东西啊。自己的幸运值高，直接获得墨水的眼睛都有可能，那肯定是要对这个 BOSS 给予关注了。按照前世的记忆来看， BOSS 出现的时间应当是40级，现在许多人都到达35级以上，应该会出现一些情况了。陈长华此次出行就是为了调查这些，而让他感觉意外的是，雪梅突然之间来找他了，并且说着要帮忙。问起怎么来这里，为什么要来这里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住在会长林氏，想试试自己的身体极限，就从城市外环跑到了这边，目的刚刚才有，那就是帮助会长。从一座城市跑到这边，那可真的是有点离谱，一问才知道，原来雪梅的继承度有着 30%， 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快。所以会长这是为了找什么？雪梅还不清楚自己在帮忙找的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
陈长华也不能说是为了以后的 BOSS 吧，现在可还没有这种概念，只能说我也不清楚，先调查比较好。做攻略的人就是要有这种善于观察的心。雪梅听到后，那是挑不出一点毛病来，还会从心里想着会长很尽责，不管是对工会成员还是关注他的粉丝。若是现实也有个工会，雪梅绝对会毫不犹豫加入到会长的工会。真不愧是会长，在现实中也能有这种思考方式。雪梅夸赞了一句，就开始弯腰寻找。这找的东西是类似水晶的东西。陈长华知道，在这种水晶获得足够的能量后，就会以范围内的所有水晶进行共鸣，从而召唤出传送门，释放 BOSS。他们此刻找的就是这种水晶，目前已经发现了5个。然而看着这种范围，陈长华有些激动。5个还没有能连成一个圈，说明未来会出现的 BOSS 很大，最起码是150人规模的。前世在这个城市出现的第一个只有100人规模，看来有些事情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想到这里，陈长华抓紧时间确认状态，从而推断 BOSS 出现时间。而在暗处，有人在发现了他们的行动轨迹，是收割者，不仅仅是有着跟雪梅来的，还有跟着陈长华的。两拨人汇聚到一起后，虽然都是收割者，但却出现了冲突。原因是2个城市的收割者分配资源的规矩不一样，造成他们都不满意说好的现状。陈长华这边 K 城市收割者想要的是陈长华账号物品，而另外一个城市只能分到雪梅的。这谁又不是傻子，都明白身为会长的陈长华，也就是枫叶更有价值，不仅仅个人物品丰富，还有恐怖的工会仓库等待挖掘。我们这边实力强，绝对能够干掉那个枫叶。一直在盯着枫叶的可是我们 K 城的人啊。双方争执不下，一直没有聊明白，也一直没有出手。最后实在有人看不下去了，对着两边说，咱们先制定计划，等到东西到手之后再争论也不迟啊。的确，现在还没有解决枫叶和雪梅呢，他们2个在游戏和现实都很有价值，要是因为争结果错失了机会，那也太糟糕了，他们没法接受这种情况。于是只能先放下仇恨，短暂合作，先把2个人给解决掉，再说什么其他的事情。第111章遇上收割者。2人那边，雪梅知道自己继承过来的实力大约是 30%， 但是她完全不知道会长的实力是多少。照着游戏里的来看，会长就算是继承来 10%， 就已经是很恐怖的了吧，在现实估计能成个超人一般的存在。然而他现在没有见到过会长任何一次出手，只是在这片区域里面默默寻找着水晶。水晶目前已经找到了7个，会长还在说不够，因此还在继续。而暗中收割者们正在聚集着，他们这边足足有4个满装备的人存在。要知道在现实里面能有一套装备是相当难的，但是他们足足有4个人满装备，这也是底气所在。枫叶是在游戏里面很恐怖，但是到了现实里面不一定就能单挑众人。就连旁边的雪梅这些家伙都不怎么在意，因为他们到现在做的事情成功概率在 90% 左右浮动，可以说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这种情况下他们很自信，哪怕对手是在游戏里面非常出名的枫叶。咱们什么时候上？有些人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别慌，等人全都到齐了再说。大家看着周围的人，简直就像是组织人手打 BOSS 一样，而现在的人数已经到达了12人，这都已经超过了副本。但是这群家伙们后续竟然还有人要来到这边，13个、14个、15个，到了这个地步，该来的应当是都来了。他们便分配了任务，分散前进。而此时的陈长华与韩雪梅还在 BOSS 地点寻找，靠着这样地毯式的搜寻，他们发现了10个水晶。陈长华在自己的手机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地图，又大致连接了一下范围，发现差不多找齐后有14个水晶，而这些水晶能够传送150人、200人的 BOSS。 会长，还要把剩下的4个找出来吗？雪梅虽然是不清楚这些究竟是什么，但她非常相信会长。找出来吧，攻略就是万无一失，说不定我计算有误，其实是15个呢。说完这句话后，得到听力增强的收割者感觉后背发凉。他们不知道之前陈长华在干什么，只是靠过来后就听到又15个这句话。什么15个人？难道说陈长华在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存在？这人很慌张，连忙将这件事情告诉众人。大家听到后也觉得细思极恐。若是其他人说这种话还没什么，但要是枫叶说这句话，那就表现得相当恐怖了。因为那可是在游戏里面的最强玩家了，判断力、洞察力等等，这些都是其他人无法想象的。他真有可能是在查找众人。怕什么？现在是现实，咱们这么多人，装备这么好，干他还不是轻而易举？收割者 K 城的领头人当即就进行安抚众人。他在几天前就盯上枫叶，也就是陈长华了，从来没有见过表现出真正实力。现在寻找什么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反倒是雪梅，移动速度还有手速快的吓人。都到这个地步，看谁还要逃？
众人通过蓝牙耳机联系着，现在已经是把这边给包围住了。他们准备出手，不想被这一个所影响。倒数1分钟，咱们还是按照着之前的方式，先给下马威，要是反抗就战斗，不反抗就死命要条件。当这边准备出手的时候，紫菱那边却是发现了这个大行动，他们全都走了。现在紫菱的队伍和一些便衣警正进入到藏身之处，却发现这边只是一个临时的据点而已，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有用的信息。但是对于杨紫菱来说，只要是有着物品存在于这里，那么就是有信息可以查看的。不为什么，就因为自己的技能。靠着这个技能，他连续摸了5个物品进行查看后，逐渐理清楚了事情的脉络。这些家伙在追踪枫叶，并且在不久前还召集人手，可能是要对枫叶下手了。想到这里，杨紫菱脑海里面浮现了那天谈话的陈长华。要不是他告诉自己这些事情，针对收割者的专案组不可能会这么快召集起来，自己也不会当上队长。因此在得知到这个事情后，他当即准备更多的人手，势必要帮助一次枫叶，也就是陈长华。大家要准备好，咱们这次要保证枫叶的安全，他在现实里面并不是很强。现在的陈长华正处于 BOSS 的区域范围内，不知道有收割者，也不知道紫菱的行动。他现在关心的是水晶的状态。14个的位置已经全部找到，此刻若是给每个水晶注入足够的魔力，那么 BOSS 就会提前被释放出来。他还在考虑要不要现在注入，提前把 BOSS 给召唤出来，现在周围就雪梅和他，奖励也能全部拿到手。我的魔力倒是足够。他蹲在一个水晶边，自己的魔力足够，只要自己想就能完成 BOSS 召唤，也能进行击杀。然而还没有等思考出结果来，雪梅和他却发现这边还不只有他们2个人，因为直接技能都给放出来了，全都集火朝着2个人。通过技能的数量来看，最起码得有8个人。他们当即就做出了反应，进行躲闪，紧接着就出现了好几个手持近战武器的人。会长，雪梅从来没有想过在现实里面能够遇到这种事情，因此表现得非常慌张。躲避倒是能躲避，但是接下来要干什么，大脑里面一片空白，唯有求助一下会长，他无所不能，面对这种事情一定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先到我这边来。陈长华朝着他大喊，但是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反击。他现在又猜测，眼前这波人估计是收割者们，这些家伙竟然趁着外出的机会直接找上门了，这让陈长华有点意外，不过还不至于慌张，因为自己的实力别说这些人了，就算是乘5倍那也能应对。第112章来送装备的，看到了吗？10项点的话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做。这些人先是进行了一波威慑，展现了自己的实力，而展现的方式那便是攻击2人的同时还会放空技能，展示自己究竟会多少技能。要是普通人见到这种情况早就被吓住了，即便是雪梅这种有着能力的人被包围之后也显得很慌张，不知所措。这些人还不得把2人抽筋扒皮呀？要求什么要求？然而陈长华仍然是很冷静的状态，还询问几人是什么要求。雪梅不敢说什么，只是在一旁静静听着。嘿，游戏里的装备我们要了，现实你手上的武器我们也要了。说完 K 城的收割者把视线转到雪梅身上，继续说，当然不止装备，还要有钱。韩雪梅被这几个人盯着，感到有些头皮发麻，不自觉后退一步，来到陈长华的身边。身为会长的陈长华此刻站在这里，眼睛平视前方，略带杀意。这些家伙们不仅仅是要游戏里面的物品，还要现实里面的武器，竟然还想要钱，说不定还动了雪梅的心思。要是真能干成这一票，他们说不定1年都不用再出手了。要是我拒绝呢？那就不只是要你们的东西，还要你们的命，除非你也加入我们收割者。这人说着，觉得已经是胜券在握。这个叫枫叶的，在现实里面似乎也没有那么强吗？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强的实力，感觉这边随便一个小弟都能欺负一下他。然而下一刻他错了，陈长华伸手一抓，手上多出来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个是陈长华的一个技能，一个很有名的技能，是心脏抓取。什么时候？不要动！陈长华使用这个技能之后，收割者们立刻紧张起来，特别是他对面的人腿都在抖。不为什么，就因为那颗心脏是他的。但是刚刚没有看到陈长华的技能前摇，连雪梅靠着这么近都没能发现，说明陈长华在现实使用这个技能的效果与游戏内差不了太多。虽然现实里面伤害会变少，但此时这里的人们都不是完全继承了游戏，防御和血量都不是很高。我劝告你不要乱来，你搞死我一个人，我的兄弟们也会干掉你。这人有点害怕，腿打哆嗦，却还在维持自己的威严，同时在祈祷陈长华的面板不要太高。然而这种话在陈长华听来简直就是笑话，因为继承到现在的面板干掉这种人轻轻松松，甚至使用了心脏抓取，
他还得欠陈长华数十条命呢。嘣，像是什么东西爆炸的声音，陈长华手中跳动的心脏被捏爆，变成了血红色的烟雾。而几乎同时，对面的人像是失去支撑一般，直接瘫软了下去。众人愣了一下，随后反应过来，这个家伙是死掉了。雪梅瞪大了双眼，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人在自己眼前死去。杀人的还是自家会长，但是这些家伙抱着不纯的目的，还有游戏里面的力量，说不定背地里面已经杀了很多无辜的人了。这样想着，雪梅觉得这些家伙只不过是受到了应给受到的处罚而已。你这家伙，干了他！有人死亡，这让其他人暴怒，但是刚刚陈长华的表现是一下就击杀了。这种实力，他们从来没有在现实里面见过，因此犹豫不决。有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但又想到这边还有10几人，应该还有一战之力。你们到此为止了。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刚刚是他们最后的逃跑机会，现在的陈长华已经准备好了技能铁锁连环，这一次直接让在场的所有收割者连接到一起，血量共享，受到的伤害也共同分担。那么他一击就能干掉所有人。雪梅，闭上眼。场面可能会有点血腥，雪梅也是意识到了这点，乖乖闭上眼睛。紧接着就听到了齐声的惨叫，啊！又听到了释放技能的声响，特有的清脆声音。过了5、6秒之后，雪梅睁开眼睛，眼前哪还有什么人啊？甚至尸体都没有了。不仅如此，连骨灰都没有出现，好像是这些家伙人间蒸发，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般。这让雪梅感觉像是在做梦，也像是在玩游戏一样。因为在游戏里面，会长受到了威胁，肯定会毫不犹豫做出这种事情。然而这里是现实啊，这些人死了可就真的死了，不干掉他们，我们还会受到更多危险。斩草要除根，陈长华说着，朝着前面走了2步。以后游戏就是现实了，现实也是游戏了，一切都不能用原本的眼睛来看待。就比如刚才的情况，雪梅愣在原地，沉思良久，试想了一下，未来还会有更多能使用游戏能力的玩家出现，那种情况下，会长做的事情没有错误。我知道了，因此他接受了这种事实。陈长华则满意地点点头，将那些家伙的装备给整理出来，全都凑在一起，足足有5套现实装备，其中很强的，也就是陈长华桃木剑那种级别的有6件。他分给雪梅1套装备以及一把好点的弓。你也要快点适应在现实里面的战斗了，以后遇到这种事情需要自己解决。陈长华在进行说教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草地上有什么东西闪着光芒，那个位置似乎是水晶啊。若是水晶发光，说明是有可能获得了足够的能量，要进行召唤了。想到这里，陈长华如风般来到那边，拨开草丛，见到了水晶。的确是在发光，进度 97%。 这一个水晶已经是如此高的进度。陈长华看向另外一个水晶的方向，也发现有光芒，进度 89%。 他瞪大了双眼，让雪梅也开始寻找，去查看水晶进度。第113章 BOSS 现身。陈长华和雪梅紧急检查情况，发现这些水晶有一半都已经有了进度，而且出现了名称传送水晶。他仔细想了想，应该是刚刚的战斗把这些水晶给激活了，才会出现这种事情。而那些家伙们进行炫技，加上陈长华对尸体进行处理，让多余的魔力释放出来以后，才让这些水晶变得如此之快。会长，是不是进度达到最高的时候会出现类似副本的东西啊？雪梅看到了这个水晶的名称之后，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感觉是能对人或者其他生物进行传送的东西，再加上需要魔力触发，总觉得是类似副本的设施。不清楚，但等水晶满状态，肯定会有什么东西出现的。陈长华与韩雪梅站到一边，两人此刻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继续输入魔力。雪梅不知道会出现 BOSS， 要不然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而陈长华明知道是 BOSS， 却还想继续，是因为他清楚自己的实力是可以单挑 BOSS 的，只要不出现失误就能完成。雪梅，你想要试试吗？会长，我想要。两人达成了某种共识，看着这些水晶要将它们全部激活。与此同时，杨子玲那边还在循着痕迹赶来，他们甚至还在为陈长华的人身安全担心。但事实上，陈长华现在已经是脱离了危险，甚至自己在给自己制造危险。大家快一点啊！枫叶在现实里面有一定实力，但是独自面对一群人还是不太行的。能够明白我说的话吗？都赶上，咱们现在的体力可比之前要好太多了。杨子玲虽然继承的数值并不是很多，但是她因为在现实里面进行过锻炼，身体素质本来就很强，在继承之后变得更强了。队长，你放心好了，咱们绝对能跟上。大家跟随着杨子玲，武装队伍在后边跟着，但是为了不造出太大的动静，他们一直都是小心前进。他们10分钟前来过这里，就要到了。
陈长华那边已经让一半的水晶满进度，然而雪梅现在的魔力接近于空的状态，她的量实在是太少了。因此，陈长华让她去休息，自己则继续对着这些水晶搞动作。他的魔力储量，别说这些了，就是乘以10倍，那也是能够。进度100%，进度100%。当这些水晶一个个全都到达了100%进度之后，这片区域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光效，太阳光仿佛被加了一层滤镜，看上去有些奇怪。空气中时不时有光效小点，这应该是魔力具现化了。不仅如此，雪梅还感受到了有风的存在，而且是不停变化方向的那种。等到陈长华给最后一个水晶输入魔力的时候，更神奇的事情出现了，有一个巨大的传送门逐渐出现了轮廓，随着最后一个水晶的能量输入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这个规模，陈长华预计绝对是超过了150人 BOSS。不过他非但没有担心，反而是更加兴奋，输入更多魔力进入里面。100人以上的 BOSS 听着很吓人，但这种多人 BOSS 攻击力并不是很恐怖，至少一下不能秒同级别的人类。而这种 BOSS 的优势在于防御和血量以及花样的技能，陈长华则是全方位增长，不仅仅是防御血量高，攻击也很高，再加上自己还有前世的知识，可以进行很准确的判断，才敢这样单挑的。至于旁边的雪梅，陈长华想让他蹭点经验就行，毕竟面对这个大家伙，最重要的是保命。进度93%。当进度快要满的时候，传送门大概的样子已经出现了。雪梅抬头看着，此时连太阳都被这巨大的传送门给遮蔽了。她莫名感受到了一种窒息感，这是比遇上500人 BOSS 还要强烈的窒息感。因为现在是现实里面看到如此巨大的东西，如果是很恐怖的怪物出现，自己不小心死亡了的话，只有一个下场，死。他吞咽了一下口水，继续等待。进度99%。当到达99%的时候，陈长华停止了魔力输入，因为接下来他会自己吸收达到满状态。雪梅，要是一会有危险，你跑也没有事情，等我打完之后来领取奖励就行。看着巨大的传送门，陈长华叮嘱雪梅要小心。而雪梅听到这话有点奇怪，让自己跑，会长却留下来，还说要打完之后领取奖励，这不说明会长要单挑接下来面对的什么玩意吗？这可怎么行？现在不是游戏里面，而是现实啊！就算是会长继承了部分力量，遇到恐怖的东西也还是跑掉比较好吧？可真的会死人的。雪梅有点担心，但是此时还没看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出现，就没有说话。咚！突然，整个大地都好像颤了一下，两人看向传送门，发现是一个巨大的木桩。咚！又一下，又出现了一个木桩。雪梅不自觉向后退几步，陈长华看到这反而是高兴起来，竟然还向前走去，因为他发现这个 BOSS 是树人，这家伙的弱点可太明显了啊，怕火，而且自身移动速度慢，结构简单，很好对付，单挑很有利，这能不让他开心吗？完全是有利于自己的情况。咚！树人现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身躯，木头结构上有藤蔓，也有各种花朵，在头部有着模糊的面孔，两个黑漆漆的树洞里面闪着红光。他不会吼叫，但对于人类来说也还是有着很强的压迫感。 BOSS！ 雪梅就被这吓得浑身颤抖，游戏里面强势的她完全消失掉了。此刻她脑海里面只有一种想法，那就是跑，因为眼前的情况，自己这边只有2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呀？就算是会长再没有获得游戏里的实力，也不可能打过对方吧。第114章，一个人能打过？雪梅这样想着，还亲自试了一下，用自己的最强技能，还是带着火属性的元素箭矢射出去后，却发现连 BOSS 的皮都没破掉，这说明他的实力压根就不够看啊！而且他还发现自己受到了反弹伤害，直接掉了1/5的血量，这怎么打？还没开始，自己都要死掉了。雪梅一脸惊恐，她看向陈长华，这个男人却只是手指一点，无数蝙蝠飞出，血魔法已经被他升至满级。这样一来，在现实之中，这种 BOSS 也将会受到100%伤害，并且能够吸血。而这些小蝙蝠吸的血量被陈长华一挥手，来到雪梅这边，瞬间帮她补满了状态。你已经完成了1次攻击，接下来会有你的奖励，可以离开了。陈长华还是那样淡定，而雪梅看到 BOSS 剩下93%的血量，明白了一件事情：会长真的有信心，也好像有这个实力与眼前的树人周旋，说不定还能够获胜。想到这里，韩雪梅做出了一个决定，听会长的话，跑，要不然仅仅一个反伤就让自己掉了这么多血量，怎么打？在这边还不够添乱的呢。会长，你要小心啊！雪梅离开了，此刻的陈长华也没有了顾虑，直接为火魔法进行蓄力。不久之后，一条长达4米的火蛇出现，飞去缠绕树人。干掉你，也算是帮这座城市度过一次危机。
陈长华那边巨大的动静，自然是让紫菱这边都能感受到。他们明显发现前方的天空变得有些奇怪，周围的树木也发出沙沙的树叶摩擦声。直升飞机通过望远设备观察后，发现了一个很令人震惊的现象，那边出现了光芒，紧接着有个什么东西从光圈里面出来了。同时大家还能感受到地面轻微的震动，这让紫菱几人深感不妙。要是游戏里面出现这种动静，那恐怕是 BOSS 出现了。他觉得很有可能是 BOSS， 而且这种 BOSS 还很有可能是游戏里面的世界 BOSS。 想到这里，杨子菱表情格都变得不对劲了，因为自己这个队伍根本无法面对。但是那边不仅有着收割者，还有枫叶这个全服第一，为游戏玩家提供攻略的好人，不救的话真的是一大损失。想到这里，杨子菱决定继续前进。可当他走了许久之后，发现前方有一个人，周围几人还没有发现，那是因为论观察力他比较强。拦住他，可能是收割者的人。杨子菱率先冲去，自己的身体虽然因紧张而变得有些不听使唤，但是那种正义感还是使他继续前进着。可当他见到对方之后，有些呆住了，因为他们围起来的人是雪梅。杨子菱相当清楚，因为经常看关于雪梅的剪辑视频，学习那种攻击方式。不仅是这样，弓也买过，从雪梅身上学过很多东西。因此在见到雪梅后，他才有些没反应过来，难道雪梅也是收割者的成员？但是仔细一想，雪梅是枫叶的工会成员啊，怎么可能和收割者同流合污？不管你们是谁，前面也不要过去了，那里有世界 BOSS。 雪梅对着几人说着，她看到杨子菱手上的戒指以及周围人的装备，就确定他们也是获得力量的人类。前面有世界 BOSS， 还真猜中了。几人交头接耳，紫菱却是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枫叶呢？枫叶呢？追着收割者来到这边，却只见到了奔跑的雪梅，不见枫叶。难道枫叶被击杀了？要是有个 BOSS 存在的话，他应该能够借着这个机会逃离收割者。当然这些都是猜想，真正的情况还得听雪梅说。枫叶他在独自一人面对 BOSS， 追着过来的其他人已经被 BOSS 干掉了。听到雪梅说完之后，大家纷纷感到震惊。独自一人面对 BOSS， 喂，这可不是游戏啊！ BOSS 既然能够干掉那么多收割者，那么也一定能够干掉枫叶。几人在内心深处已经觉得枫叶必死无疑了。然而那边的战斗好像还在继续。独自一人，这可怎么行？必须让他回来，我们有警力军力的帮助，可以击杀 BOSS。 杨子菱说完，让一个人汇报情况，自己就带领着其他人继续前进。雪梅见到有援助，迟疑了一下，也跟着过去看看到底什么一个情况。会长的安全倒是不用担心，他只是好奇会长能不能干掉那个 BOSS。 在树人的脚下，陈长华释放了足足5条火蛇，自己的桃木剑变成了一把火箭，并且延长加宽，足有5米。各种技能进行输出， BOSS 血量疯狂下降，自己在受到伤害后也是不舒服。但是他很清楚自己一时半会死不了，好歹是全工会的加持呢。你也不过如此啊。看着已经消耗近半的树人 BOSS， 陈长华竟然笑了出来。他对自己的实力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技能还没放完就已经让这个大家伙如此难受。看来以后遇上其他的 BOSS 也不用怕。枫叶，快回来啊！这个时候杨子菱赶到，还没看清楚情况就朝着陈长华大喊。然而陈长华没有理会，这可让紫菱有些着急了，想要直接朝着那边跑去把对方强行拉回来。然而身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多出来个雪梅，他先是一把拉住杨子菱，然后指了指树人说，这个 BOSS 枫叶真能独自击败？你开什么玩？杨子菱本想着挣脱，可当他抬头一看时，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只见遮天蔽日的树人身上被5条火蛇来回缠绕着，各处都有烧成灰炭的痕迹。那家伙的血条竟然已经下降到了 73%， 而且伤害还在继续，火蛇只要消失就会迅速补充，时不时还有火球出现。这些全都是一个人干的。第115章，真的单挑 BOSS 了啊！队长，这需要我们救。杨子菱在之前几乎是把陈长华描述成为了一个废人，这种情况下眼前的情景造成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点。从几个人都打不过的枫叶变成了可以单挑 BOSS 的枫叶，而且看眼前这个样子，他都快要干掉 BOSS 了呀！离谱，这实在是有点太离谱了。他们现在获得的实力，连打个小怪都得费老大劲，然而这个陈长华竟然能够直接对上 BOSS， 似乎还是不落下风的那种。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强啊。杨子菱要比其他人还要猛，谁知道会出现眼前这样的情况？要是早知道枫叶能有这么强，他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更不会这么急着建立起来这个专案组。你们靠太近了，去旁边一点。陈长华看到这些人后，只觉得有点碍事，树人的范围技能很多，很容易误伤。于是他们赶忙去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杨子菱本想要告诉其他人暂时不用靠这么近了，
没想到被这边的树人影响到了信息发送。过了还没有多长时间，直升机竟然飞来了。上面的驾驶员看到这边的场景，像是见了鬼。这辈子谁能见过这么大一个树人啊？那家伙简直就像是从电影里面出来的一样，处处透露着不真实。然而，这真的是一个出现在现实里面的东西。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等到他们靠近之后，发现了那边竟然还有一个人在那边，竟然能够释放出火焰。这简直就是刷新认知的情况。那可是火焰啊，还是有着形状的火焰，正在攻击树人。难道世界上真有修仙者？这是几架直升飞机上大家的想法。人们震惊于此，但考虑的安全都没有再继续上前。他们向指挥那边发送这边的情况，却没有请求使用火力，因为还有人在下面呢。而下面的陈长华也是发现了这边的直升飞机，但他现在没有时间去管，因为现在的情况，树人已经进入了狂暴状态，各种技能疯狂释放，整座树林都好像是活了过来，配合着树人进行每一次的攻击。藤蔓、树根，连树叶都能成了武器，无数道攻击打在陈长华身上，而他根本不在意这些所谓的伤害，他除了控制类技能，全都能硬扛过去。论血量防御，他也不是吃素的，更何况还有药剂能够恢复状态。我耗死你！陈长华继续释放技能，血魔法和火蛇是他使用最多的技能，他输出的一半以上都是靠着这两个技能打出来的。动动，树人继续狂暴，但他移动的时候，如千年古树般粗壮的身体已经难以对他进行支撑，因为陈长华在他身上搞出了无数的伤痕，在树人体重与重力的加持下，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支撑，所以发生了断裂。哐当，他倒下了，造成的影响简直就像是地震一样，杨子玲那边全都颤颤巍巍，站立困难，而天上飞行的直升机也是退后了一些。距离最近的陈长华快要被这声音给震聋了，而且不只是听力的折磨，还有身体上的折磨。这个树人的其中一部分压到了他的身上，虽然死不了，但却被控制住了。没办法，只能用出来火焰来燃烧掉眼前这个巨大的东西，从上迸发出火焰。树人血量剩余 29%， 这一次的倒下给树人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肢体破坏之后，血量疯狂下降，身上的火焰怎么也扑不灭。单挑 BOSS 还不算太难，现在可以说已经决出了胜负，这个树人绝对打不过陈长华了。对于这个结果，连雪梅都有些震惊，因为此刻陈长华的表现简直要比游戏里面还要厉害。难道是完全继承了游戏里面的能力，或者说超出而来游戏里面的能力？雪梅有点想不通，两人差距太大了，这种事情根本就是想不通的呀。树人血量剩余 25%， 杨子玲现在人都妈了，枫叶在他脑海里面的形象不仅仅是游戏里面的第一，也是现实里面的第一。试问谁能做到单挑一个世界 BOSS 级别的家伙，还能够胜利击败对方？找不出第二个人了。树人血量剩余 21%。 思考之余，杨子玲还跟其他人说，别把今天看到的事情说出去，别给枫叶找麻烦。上面的直升飞机回去后请求一下，把相关记录销毁掉，别让民众知道了。他在安排事情，本以为是来抓几个收割者，没想到遇上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下倒好，还得给人家擦屁股，绝不把 BOSS 的事情说出去。树人血量剩余 10%。 树人血量变得很低了以后，陈长华的伤害更加恐怖了，火越烧越旺，整个树人都被吞噬到里面。陈长华手里还捏着一个血魔法，就等着他进一步燃烧呢。噼里啪啦，这烧起来发出的动静，还有燃起的火焰，让雪梅几人无法忍受，直升机也远离了这边。陈长华给自己上了个防火后，继续对战 BOSS。 树人血量剩余 7%， 就是现在了。剩余 7% 的时候，就能够直接使用满级血魔法，按照百分比伤害进行攻击，一个技能下去就带走了树人，自己的血量还因为这个回复到了 50% 以上。已击败树人 BOSS， 伤害贡献 98.9%， 环境伤害贡献 1%， 韩雪梅伤害贡献可忽略不计，参与人数11，奖励已发放。在 BOSS 死亡之后，火焰还在燃烧，奖励如同游戏里面的一样，直接进行了发放。连子玲这种没有动手的，竟然也有参与奖。攻击过的韩雪梅是高级一点的，但是谁都比不上陈长华手中的奖励，那堪称一个豪华。不仅仅有那种可以在游戏与现实互通的强力装备，还有一些属性不错的饰品。更大的惊喜还要数那个宝箱。第116章模糊记忆。树枝护腿，祝福强化。装备需求等级10，力量加82，敏捷加57，血量加231，防御加46，幸运加3。被动技能，移动速度提升 3%， 植物亲和度提升，可算有个还算可以的防具了。陈长华现在正在火中站立着，背包里面的宝箱已被打开，正检查究竟有什么好东西。
这个护腿算是让他比较满意的一个东西了。然而还有惊喜在后面。技能卷轴亲和自然，亲和自然使用后提升100%状态恢复效果，持续时间15秒，冷却时间14秒，消耗150点，当前等级。这个技能竟然能够做到无限续状态，虽然消耗的非常高，紫菱这种直接抽空身体都不一定能够使用出来，但是对于陈长华来说，这根本就是算不上什么。150的魔力啊，自己随便用。别人用这个是来给自己续命的，而陈长华使用起来这个纯粹就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状态，差距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不愧是 BOSS， 好东西就是多。他想都没想，直接使用了技能卷轴，并且继续查看收获。而外面的其他人可不像是他这么悠闲，获得奖励的时候，他们全都收入背包，全都没有打开。几人看向那边的情况，连忙给消防部门打电话，就说起了森林火灾，一棵千年老树倒下了。随后又让直升机寻找陈长华的身影，可是这边的火实在是太大了点，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看到陈长华的身影啊。没办法了，枫叶这么强，肯定能够平安出来，我们就先跑吧。杨子琳看着火势控制不住，连忙往回跑，否则自身都没有办法保全了。雪梅有点担心会长，但是仔细想想，会长既然能够独自一人干掉 BOSS， 就不会被这些困难轻易击败。火焰还没有树人恐怖呢。想到这里，他也跟着紫菱几人离开了这边。火焰中，陈长华一边走着，一边查看自己的收获。这次真的是一波肥，这种级别的 BOSS， 他基本上拿了全部的奖励，若是现实也出现了工会，绝对能让他养得起。自身的装备也全都换了个遍，还收获了许多的小技能卷轴。这次 BOSS 打得很值。好了，也该出去了。陈长华再次给自己上了一个防火状态之后，就朝着外面跑去。身上在逃离火海之后，没有一丝灰烬落到身上，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烧焦痕迹，连头发都是正常的状态，整个人完全不像是从火海里面跑出来的。反观刚刚出来不久的雪梅几人，身上全是黑色的焦炭，其中一个女生头发都被烧掉了一大截。你跑得可真快！紫菱喘着气，她刚刚简直就是经历了一场生死逃亡。谁知道森林里面跑起来这么难，谁又能想到火焰蔓延的这么快？要不是身体被游戏面板强化了，他们今天就得交代在这里了。都说了让你们离远点。陈长华摊摊手，表示自己该说的已经都说了，是你们自己不遵守的。然后走到那边，塞给了雪梅几样东西，就要准备离开。因为不想麻烦，但紫菱怎么可能让他离开？一把扯住，说：“你这是违法行为，防火烧林子造成如此大的火灾，的确是违法行为。要是真计较起来的话，陈长华指定是得蹲进去。然而经过了前世洗礼后，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人家发生混战的时候，半个城市都废了，后来也没有出现什么事情。即便是前期，碍于无法公开等等一些复杂，也没有办法抓他。就算是想抓他，那谁又能抓得住？你得去，我们需要了解情况。火灾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树人和收割者。”陈长华看着穷追不舍的紫菱，觉得有必要使用有关记忆的技能了。这次的事情很难瞒住，连直升机都见到，目击者数都数不清。因此他不仅是要使用模糊记忆的技能，还得是大范围的，消耗的魔力那绝对是很恐怖的情况，但是必须得要做。他站在原地，把紫菱的话当成耳旁风，进行技能的设置。模糊记忆的内容是让今天所有人都不清楚现场的人是谁，连后续紫菱用技能都无法调查的那种。这样的话，自己就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设置好了？你在说什么啊？紫菱正因为陈长华的态度感到生气，就听到了这莫名其妙的话。然而下一刻，陈长华和雪梅像是瞬移了一样从眼前消失。接下来某处传来了一阵波动，只要接触到的人就立刻感到头痛，天上的直升飞机都因为这一下变得摇晃起来。陈长华这技能覆盖的范围相当大，消耗了上万的魔力。不仅如此，他现在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成了360个小时，也就是整整15天。原本是用不着的，没想到这个紫菱这么快就追到了收割者，也没想到收割者会这么快出手。这次的行动并不是很完美，不过总的来说还算说得过去，收获很足，除了雪梅也没人知道。紫菱那边虽然是亲身经历了，但因为这技能的使用将会被模糊掉陈长华的存在。愣着干什么？赶紧走啊！紫菱催促着。现在他的记忆大不一样，经历为发现 BOSS 出现，隐约间看到有人在交战，想去查看具体情况，却因为火势太大逃了出来。出来之后，现在是要去请求来消防队伍以及寻找与 BOSS 交战的人。竟然连现实里面都出现了这种东西，还会给人奖励。那个 BOSS 好像被烧死了，才会下发奖励吧？几人议论纷纷。紫菱平复心情后，想起自己来到这边最初的目的，会不会是那些收割者干掉了 BOSS？ 这是一个猜想，而其他人对这个猜想进行补充。
对啊，要不然他们全都来到这边是怎么回事？第117章合并。距离当时击败树人 BOSS 已经过去了1天的时间，在网络上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新闻上的话术说这是一次森林火灾，造成15人失踪，但是有人传出来了现场的巨大灰烬，那是树人的尸体，甚至有部分还没有烧透。这个新闻里面并没有给出来解释，这让许多的自媒体来了兴趣，纷纷对其进行深挖。其中一个偏向娱乐的说法是把这个大家伙与游戏里面的树人结合了，也就是认为树人 BOSS 就是此次的大家伙。这种说法大部分人就是看着乐呵，留言也都是偏娱乐的。嗨，怕不是树人来到这里被重力给压垮了，然后谁又点了一把火？啧，怕不是你们砍树多了，千年老树精出来了。然而这种说法却让有些人不寒而栗，特别是刚刚感受到自己能够使用游戏里面力量的玩家，他们很慌，不敢乱说，只能疯狂在网络上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而像是酒瓶这样已经明白游戏进入现实的人，他是好一些，但是仍然觉得很紧张，生怕有一天 BOSS 会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毁掉房子，也毁掉家里的亲人。游戏降临现实，有人兴奋，有人担忧。在知情人这边，也就是紫菱上报后了解的那一群人，在寻找当时与 BOSS 战斗的人类。他们重点关注的是那15个失踪人员，他们是收割者的同时，也有可能是击败了 BOSS 的人类。地毯式搜寻都没能找到，然而一点进度都没有，他们简直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按理说，就算是死于火灾，那至少也会有焦黑的尸体存在吧，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事实却是，真的一点点痕迹都没有出现，真的让人感到脊背发凉。竟然地毯式搜寻了之后，都没有发现这15人的一点痕迹。杨子玲实在感到奇怪，但又不知道奇怪在什么地方。他有想过去问枫叶一些事情，可当杨子玲每次想起那个男人之后，就觉得有点恐怖，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出手。在内心深处，他认为弱小的枫叶已经成了巨人般的存在，无法轻松面对。造成这一切的陈长华正在游戏里面练级，因为击败了一个世界 BOSS 的缘故，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劲练级，把工会面板弄到现实里面。那样的话，就能在现实里面发展壮大，自己所拥有的 BOSS 战利品也有地方用了。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游戏里面的35级玩家比以前要多了近1倍。这些家伙们的闯入造成了狼多肉少的情况，特别是几个大会长直接往破碎之地里面跑，带着的那些成员们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绝剑、嫦娥、咖啡猫，你们可真活跃啊！咖啡猫明明是一个偏向休闲的工会，现在竟然能和嫦娥、绝剑这种平起平坐，可以见得这个工会的成员们潜力有多么大。即便是陈长华挖了一波人，剩下的这些只要想往上爬，就能做到赶上大工会。但是要和陈长华现在相比，还是差了点。他现在又进一步开放了工会，不仅仅是药剂随便拿了，连 S 级装备每人都有了一套， SS 级也开放更多获得途径，攻略也是越来越多，这造成了无数人继续加入，使得枫树成了这个服务器里面人最多的一个工会。这小子得多有钱啊，养这一个工会比开一个大公司都难。嫦娥现在见到枫树的人，脑海里剩下的是疑惑，如此恐怖的人数，福利还在涨，竟然还没有达到饱和。要知道，嫦娥光是让成员不减少就已经力不从心，工会人这么多，真的不好养。而枫树反而越来越强，越来越壮大，这已经不是氪金佬了，怕不是手里拿着游戏公司的股份才敢这么玩。嫦娥已经被这财力所折服，但他还是想与其一争。有着同样想法的是绝剑，他现在想的也是与枫树争一争，所以尝试着与嫦娥一起联合。咖啡猫的猫儿旅馆就不一样了，身为会长的他很清楚自己是有极限的。他在见识了枫叶后，又看到了那种福利，脑海中剩下的想法是合并，与枫叶的工会合并。他不是要人吗？那全都给过去好了。自己这边不是养不起吗？那就给他养好了，只要能混个副会长，咖啡猫也就觉得无所谓了。反正工会核心人员走的差不多后，工会也没有啥归属感了。倒是自己在游戏里面的小店让他着迷。哎呀，也不知道枫叶会不会同意。咖啡猫顶着黑眼圈，他到现在已经1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带着成员们去破碎之地内部搞了3次，剩下又去自己的小店里面进行装饰，还要盯着成员们的消息。这些已经让他力不从心，毕竟副会长和管理员都走得差不多了，反倒是成员越来越多，他实在是管不过来了。因此想法是和枫叶的工会合并，这样一来自己就能轻松很多。我真不适合会长，而是适合店长。咖啡猫尾巴系了个铃铛，一边说还一边晃，叮铃叮铃的，试图能够让自己静下心。可成员们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真的让他感到很头痛。直到有一人说，会长，枫叶在破碎之地5号区域的19号10块。这一下让他尾巴一下子直起来，耳朵上的毛都给炸开了。是时候向他提出请求了。
他补了一瓶猫娘药剂，进行了传送。来到破碎之地后，就像是一个欢快的小猫一样，一路蹦跳着朝地图上的标记赶去。还没几分钟，就已经来到205号区域的16号石块，左前方不远处就是19号石板。枫叶刚刚还在这，去哪了？应该是进副本了吧？等一会好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同意我的请求。咖啡猫来到副本门前，焦急等待着。第118章，真要合并。陈长华的确在副本里面，这次也是带着一些刚到35级的成员进行打怪。这种副本地图按理来说流程得半个小时以上，然而有陈长华在这里，能够直接将其缩短到10分钟以内。这还是其他成员完全不用动手的情况下，可见他的通关速度有多么恐怖。新成员们就算想要追上去看看，那也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他实在是太快了，移动速度没有人能够跟得上，而且经常是一个技能干死一大片的怪物，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就已经全都杀光了。会长可真是厉害啊！咱们啊，可算是来对了公会。大家只好在入口处表达自己的感觉，这种带飞的感觉爽吗？爽啊，太爽了！可惜每个人每天只有一次跟着蹭的机会，要想更多的话，得靠自己努力进行争取。听说雪梅的次数能够缠着会长一整天，哎，南墙好像也是，但人家核心成员喜欢自己打。说到成员，最核心的成员不管是人数有多大变化，待遇都是稳步增长着，这让大家很难猜到工会的极限在哪。有说400人的，也有说500人的，可就连400人都没有工会能够达到。现在这个阶段，极限也就是现在的风数了吧。副本已通关，将在996秒之后进行传送。正聊着，副本竟然就这么通关了，大家的经验一直上涨，并且获得了许多奖励。即便是没有出手，所获得的奖励也够多了。打完了，这下咱们得自己闯了。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间结束了，哎，大家纷纷离开副本，有的是直接下线。外界的咖啡猫见到这种情况之后，摸了摸自己的耳朵，整理了一下形象。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找枫叶商量合并工会的事情。咖啡猫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并且稍微向一些成员透露了这个意愿，得到了部分肯定。咖啡猫，你可别紧张啊，跟他说说话而已。他在给自己打气，同时那双眼睛紧紧盯着副本出口。不久之后，枫叶终于是从里面出来了，似乎是在整理自己的收获。咖啡猫见状，迈出了重要一步，朝着陈长华那边过去，用自己的尾巴拍了拍对方。陈长华显然是没有想到咖啡猫会在这里，而且还进行了阻拦。他思考着，最近好像没有在猫儿旅馆挖人了，那么来到这里是要干什么？挑事？我要和你谈谈。只见咖啡猫板着一张脸，猫耳直直立着，似乎坚定了什么事情。这表现引起了成员们的关注，一个会长独自来找自家会长，这的确是个值得讨论的事情。特别还是咖啡猫那副神态，简直就像是真的猫咪一样，想和主人要条件的那种。谈什么啊？陈长华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但既然是谈事情，他愿意一听。随后就带着他一起去了另外一个石头上。咖啡猫酝酿许久，忽然抬头看着陈长华说：“我要与你合并工会。”陈长华千想万想，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咖啡猫提出来的事情竟然是合并工会。他的猫儿旅馆在这个整个服务器内都是前10的大工会，里面有着各种人才。身为会长的咖啡猫这些天也努力得很，表现出来的情况都已经压过花果山一头了。然而现在的他却眼神坚定地看着陈长华，说出了我要与你合并工会这句话，还不是假的。正因这样，陈长华才感到很意外，同时也感觉到很惊喜，因为要是这个合并真的成了，自己的实力绝对是能够翻一番，而且工会等级会忽然之间上升，一下子连升个好几级都是有可能的。这种意外之喜，陈长华肯定是要接受啊。合并工会，好啊，我没有问题。猫儿旅馆的成员们 B 级潜力以上的得有1半多，就算是偏向休闲，再进入到陈长华的工会，看到了如此福利，那肯定也要往上窜。太好了，这个工会我真不想要管了。对了，我还得需要一个副会长，我们工会的仓库也得单独开几个页面。咖啡猫听到陈长华同意后，着实是松了一口气，但也升起了问题，那就是工会的合并需要很多方面的交接。之前也有其他的工会合并，但是从来都没有像是现在的2个大工会进行合并，很难的了。这些细枝末节我会处理，你现在需要做的是统计工会成员有多少人愿意过来。陈长华有着前世的知识，2个大工会合并的细节，他大概知道可以按照那套公式去套。需要咖啡猫做的是了解成员们是不是想要来到这边。不过陈长华就算是合并了一整个空的工会，那也是赚的，因为会使得工会等级和其他方面提升。人再找不就好了？交给你吗？那太好了。咖啡猫一听到自己只需要进行统计，便觉得非常开心。他最怕的就是麻烦了，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咖啡猫伸了个懒腰，现在所表现的状态简直和刚刚不是一个人，就像是野猫被驯服了一样。先做一下手续，把这件事确定好。10分钟后，这个服务器出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本服通告，工会猫儿旅馆与枫树正在进行合并工会申请。若是只有枫叶的名字，或者只有枫树的工会名，大家是不会在意的。但是此刻显示在服务器玩家眼前的是另一个大工会和枫树合并。本身枫树就是最强的工会了，现在再加个合并，这让服务器的其他工会怎么活？我去，这是要把服务器的大佬全都搞过去的节奏啊！咖啡猫怎么想的？我们被会长卖掉了。几个大会长更是懵逼，合并啊，小工会合并还没有什么，但是这2个大工会合并闹哪样，还能让人玩吗？怕不是以后遍地都有枫树的人。第119章，猫儿旅馆没了。原本嫦娥和绝剑认为，他们私下联合之后，面对枫叶这个大工会是可以进行抗衡的。可是谁又能想到，这个陈长华与咖啡猫竟然联合起来了，而且是明面上的联合，直接把2个工会给合并。这谁受得了？光是对付一个枫树就那么难了，再来了这个猫儿旅馆，其他工会还能有生存空间吗？这么多人能养得过来吗？在担忧之余，嫦娥还觉得有点奇怪，这2个工会一合并，就算走很多玩家，那么也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留下来啊。到时候的规模还不得上天？那样的话，真的能养这么多人？除非降待遇，而一降待遇的话，肯定是会有许多玩家离开的，毕竟他们就是冲着待遇去。那么仔细想想看，合并之后倒也不是那么离谱，等着看戏吧。2个大工会合并，说不定能把他们给玩死呢。其他大会长也差不多是这个态度，但是有些人不一样，在看到能合工会之后，也动了这个心思。其中最多的是中型工会，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像他们这种中型的工会，即便是身为一个会长，也就是只有对自己成员有一定的号召力。但要是与枫树这样的大工会合并了呢，不就一下子成了副会长吗？枫树的副会长，这是相当离谱的了，一言一行都会有人关注，不仅仅是这样，自己也会出名。因此在合并通知后，许多会长也跑去和枫叶商量，而枫叶也就是陈长华，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都是说以后再聊，以后再聊，这是因为自己现在实在是太忙了，不仅仅要管理工会，还得尽快完成工会合并。因为他计算过了，当第一梯队的玩家到达45级左右的时候，游戏与现实就会出现进一步融合，到时候怪物还有获得能力的人会变得更多。不仅如此，他还觉得在45级左右的时候，工会也能带到现实。这样的话，就很有必要加快时间了，尽快搞完，尽快专心做准备，到时候现实工会也得搞好。用的呢，就是开心果帮忙赚的那相当一部分钱，到现在已经是1000万收入了。他等级是34，但是交易方面，这个服务器甚至有好几个服务器都知道他的名字，都从他这里来买。开心果能够控制好价格，也能控制好数量，让 S 级的装备既不会泛滥，也不会太少，可以说是很不错了。咖啡猫，人数我整理好了。正当他想着的时候，咖啡猫突然之间发来了信息，说已经整理好了人数1员。这家伙还真的挺快的。陈长华迅速打开发来的文件，同意合并后加入到枫树的玩家占总人数的 67%， 想让工会合并后让咖啡猫做会长的玩家占 8%， 对其他工会有意愿的为 17%， 剩下的不知道在想什么。陈长华看着这个人数占比还是比较满意的， 67%， 这是很高的占比，就算是筛选一波潜力股，那估计也能在 50% 以上的。枫叶，我收下了。咖啡猫，好，接下来我再去安慰一下成员们。安慰成员？猫儿旅馆内近一半的成员现在都是嗨得不行好吗？枫树工会的福利他们早就眼红了，只是人家没有挖走，也因为自己在工会待久了，做出了很多贡献，有点不愿意。而现在告诉他们，有一种方式能够继承工会贡献的同时，还能把自己转移到枫树工会里面，他们自然是嗨得很啊。不过在听到枫叶还会进行筛选后，大家又突然紧张起来。是啊，合并的话是咖啡猫这边融入枫叶，那就要按照枫叶的规矩。都知道只有真正有着实力的人才能够进入到枫树里面，所以成员们都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枫叶看的是潜力，在没有面对面见到之前，是不会知道会让多少人通过的。要搞的事情还真多啊。他现在忙于合并的各种规则改造，他很快发现一个问题，管理不够。咖啡猫是副会长，墨水、雪梅、南墙等等的核心成员算是半个管理，但真正的管理好像没有吧。现在陈长华预测了，合并之后大概会有400多人，这种规模，现有的管理层绝对会崩溃，就算是到达现实里面，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如此一来，这多整点管理就很有必要了。
发个公告吧。管理解决了，规则自己再弄。金钱方面，有着开心果以及他在游戏里面的朋友也能搞定，还差的就是现实里面的一些事情了。融合现实后会出现许多问题，攻略的搬运就是很大的问题。现实里面攻略可就要该出现详细的数值以及各种复杂的东西，得有人把陈长华模糊的记忆给写清楚才行。这一点也还要找人。这个咖啡猫加速了我的规划啊！累，陈长华很累，但是一想到45级又能来一波起飞，他就觉得这不是什么事了。到时候自己能够随意在现实施展自己，也能把工会拉到现实，联系全国各地的成员。现在的苦值得。2天半之后，合并完成了。现在的枫树是一个400多人的大工会，等级接近50级。本服、全服都没有如此大的工会。大家想要看笑话的待遇问题，枫树仍然是对成员很好，完全没有资金用光的感觉。这枫叶还有枫树工会又一次上了热搜。然而在现实里面，最热的还是烧焦的巨树，也就是陈长华杀掉的树人 BOSS。 就着这个事情，越拉越多人发觉到了游戏入侵现实，这种事情已经瞒不下去了。不过能够比外国晚这么多引起反应，也是做得很厉害了。会长，该怎么办啊？以后真的就是游戏和现实不区分了吗？墨水问的问题是所有成员都想要知道的事情。不知道，可他前世也没活太久，不知道以后的事情啊。第120章初步融合。现实之中也出现了和外国一样的动荡，只不过没有那么激烈，但是也快要压制不住了。现在游戏内都已经超过了40级，马上就得来一波大的。陈长华为这一波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仅是在现实里面，还在游戏里。就等融合了。1天、2天、3天，现在是4天了。陈长华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的手机不断传来消息提醒，就有预感，可能是初步融合已经进行过了。要不然的话，怎么所有的 app 都在发送相关信息？他先稳住自己，去洗漱后，选择直接打开新闻。游戏与现实接触，普通人该怎么做？若是你获得了力量，请不要做以下事情。熟悉，太熟悉了。自己前世的时候，就因为看到了这2篇文章，才发觉游戏与现实融合。当时直接辞掉工作，开始专心玩游戏。然而现在的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有着400多名的玩家面板加持，可以说是不需要担心什么了。但是他仍然没有摆烂，工会的运行工作还得继续呢。与现实融合，就代表有了现实的工会。陈长华当即尝试召唤出来工会的面板，在试了第8次的时候成功了。公户名称枫树，玩家人数437，工会等级47，工会排名1。自己近50级的工会，人数足足有着437，成员全部在线，分布情况是全国都有，甚至在樱花国、美丽国都能发现有成员。看来还没有人出现死亡的症状。陈长华看到这，就要进行接下来的事情。有工会了，那肯定要设置一个工会领地，让他们能够进行传送才可以。一个工会领地不仅影响工会的扩张，也影响着其他人的归属感。前世的话，他还记得几个风水宝地，在自己城市这边就有一个。但陈长华也很清楚的明白，在这个地方会有收割者占据，自己必须得要抢先一步才行。因此，在早饭之后，陈长华立刻就朝着指定的地方跑去，那种速度简直就像是闪电侠一样。半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已经来到了这个所谓的风水宝地。这是一片平原，无人打扰的平原。陈长华手一挥，就出现了奇怪的光效，紧接着就被划定了范围。工会领地已选择，领地评价 SS 级，领地传送覆盖范围全国。有了这种领地，召集人手将会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这个了。陈长华已经是做出来了选择，选择了自己第一个工会领地。工会领地已绑定。公告：工会领地位于 K 城。当工会里面的其他成员还在发懵的时候，工会的公告让他们找清楚了方向。对啊，还有工会的存在呢。工会是枫树吗？难道我游戏还没有下线？这是现实啊，我怎么能用技能还出现了工会？吓我一跳，正上班呢。1半以上的人还是比较猛的，因为在他们眼里面，只有今天是突然之间出现了融入现实这种事情。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工会公告竟然都来了。开心果、酒瓶，似乎其他人也有了能力，那我也放心些了。雪梅，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墨水，连怪物都出现在现实了，我不要这样。工会群聊在几秒之间就爆出了99家，可见这次初步的融合对大家冲击是有多大。陈长华看在眼里，回忆起来了前世这个时候的场景。当他在回忆的时候， K 城的收割者们已经在聚集了。作为目前最大的组织，全国各地的人数已经是1000人级别，但是工会这种东西限制了他们。
在 K 城使用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工会，只有78人。那失踪的家伙还没找到吗？领头的人，游戏名称叫黑羊，现在正在数这里聚集的人数。口中所说失踪的玩家，那肯定就是在树人 BOSS 战死掉的那些家伙们了。没呢，连骨灰都没有找到，这几个人到底哪去了？这么多天，警方都在寻找，却仍然是没有找到，这下连他们都觉得奇怪了。要是游戏里面还能直接看到，但现在是现实，根本就不会有提示。早知道就不委托他们找合适的位置了。黑羊有些懊悔，他本来是让这几人去找合适的地点，还有跟踪枫叶的。现在倒好，一次火灾之后，人都不见了，没有领地，就不能快速聚集成员们，就不能先行一步出手。本想着抓紧时间去找到枫叶，干掉枫叶，这一下是难得很了。会长，要不就随便选择个位置吧，反正主要是要这个传送功能。想要重新选择领地，得需要半个月冷却时间，得慎重点，要不然领地被人端了，直接就没有任何作用了。黑羊考虑了很多，然而身为成员，现在只想要抓紧时间和别人一起去干掉枫叶，获取奖励，试试弄到枫树。有了这个工会，收割者的进度将会是非一般的扩张。会长，还是枫叶更加重要啊！你看兄弟们都等不及了。再说了，枫叶那边要是也选择完了领地，咱们就很难有机会了。黑羊听到这里，看向成员们，发现这10多人现在都眼神炽热看着，恨不得现在就去找到枫叶，干掉对方。他犹豫了，要是这一票干成了，自己绝对能成为收割者内部受人尊敬的人，而且还能从枫叶手上获得枫树这个大工会。如此一来，想想自己手上的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好，找个地方，我把兄弟们全都叫过来，其余人去找枫叶的踪迹。哦，好，大家挺高这里，才高兴的欢呼雀跃，仿佛是已经从枫叶手上获得了东西一般。但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这样想的，因为这次要传送过来集合的，足足有着70人啊！这70人，现实里面什么怪物副本打不过？难不成还能怕个枫叶？第121章，主动出手。工会领地已选择，领地评价 B 级，领地传送覆盖范围 K 城。找了好多个地方，黑羊才发现一个 B 级的领地。现在的时间已经快到中午了，其他人早就等不及。枫叶那人也发现了踪迹，此时不选定就错失了最好机会。想到这里，黑羊当即就是进行了绑定工作，他所处的工会也立即出现了提示。大家等的就是这一刻，瞬间在这片地方冒出许多人形轮廓。而同样进行传送的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陈长华那边。作为一个400多人的大工会，肯定是有人想要看看这个传送功能的。一个个人形出现了轮廓，就站在这片区域之中。陈长华很熟悉这一幕，前世之中也有这种场景。不同的是，现在的他是会长，这些人全都是成员。真的能传送？我去，直接跨越了几百公里。我是从最南边来的啊，竟然成功了！大家对这事情感到很新奇，因为这是在现实里面，而不是在游戏里面。现实啊，现实想要跨越如此远的距离，还是在几秒钟内，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只有这种传送能做到，即便是他们不知道这传送究竟是什么原理。会长，你果然在。在人群中，陈长华看到了墨水，游戏里面穿的那么少，现在却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还看到了南墙，在现实里面的他竟然戴着眼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这次大约来了得有50人。不过在数秒之后，这人数只剩下了40几人，因为他们还想试试能不能返回，要不然的话就得先住到这边了。墨水不一样，他直接问会长：会长，我们这样传送过来的话，还能够再回去吗？这问题算是问对人了，陈长华前世亲自试过，自然知道能不能回去。当然可以，在传送后的1小时内是能够回到原来的地方的。你也可以先在你的城市找个地方绑定一下传送点，这样就能够来回传送了。陈长华现在就有好几个传送点位，可以使得他在各地快速移动，同时也在这个城市里面释放了许多探查情况的东西。就比如收割者的那些家伙的行动，他掌握得清清楚楚，对于围攻自己的方案也是很清楚的。有人要来找麻烦了呀！陈长华叹了一口气，这些人来到这边只可能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没办法，这是必定的，他们这些家伙绝对会来找。那么倒是可以趁着这次的机会，把 K 城所有的收割者一网打尽。这样的话，几天内应该就不会受到骚扰了。而紫菱那边也会趁着这个机会扩张到一定程度，到时候他就能进行牵制其他少数收割者，而自己不受到什么伤害。好了，那也该做做准备了。陈长华想到这里，就已经决定要把这些家伙给一网打尽。在这里肯定不行，自己的成员们都在这边的，得找个不会被其他人发现的地方。陈长华倒是也有这个好去处。会长，那个枫叶的行踪我们已经掌握了。
当70人集合到这里之后，黑羊还收到了来自成员的消息，枫叶真名陈长华，现在的行踪已经出现在了手机里面。他看着地图，这距离很近，大概也就是有个几百米的距离。想不到啊，今天在确定了工会领地之后，运气竟然逆转了。黑羊大笑着说，他相当满意，看了一眼工会名单，这一会全是要去围攻枫叶的。他将70人分成了4个队伍，准备从不同的路线包围枫叶。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十分有效，成员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于是这次的围攻枫叶的行动开始了，整得像是打 BOSS 一样，不过他们有着信心能够干掉枫叶，就像是当初的15人一样。殊不知枫叶也就是陈长华早就知道了这些行动，而且继承着游戏面板的他不可能输。只见收割者们分成4个队伍行进4条路线的时候，已经有一条失去了联系，队伍里面的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联系上。半分钟之后，第2条队伍也出现了问题，成员们也都失去了联系。如果第一个是意外，那么第2个就不可能还是意外了。黑羊察觉到不对劲之后，连忙让剩下的队伍进行汇合。当2队伍的成员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只剩下30多人了。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围攻枫叶的计划被这突然事件给扰乱了。到底是什么情况？会长，是不是他们被传送走了呀？黑羊不明白，他此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手指不停颤抖着，点开工会列表一看，这些人全都消失了，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剩余的人数全都是站在这里的人。黑羊感受到一股恐惧弥漫在心头，连围攻枫叶都顾不上了，让大家原路返回，并且派人看看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环境中的一个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是一株植物。之所以能够吸引他，是因为这植物上有着淡淡的纹路。靠近之后，在一瞬间出现了一些类似粒子特效的东西。如果这不是自然素材的话，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这是伪装，精灵会使用的一种技能，伪装出来植物，让它可以记录信息。想到这一点之后，黑羊头冒冷汗，原来自己这是进入了别人的地方啊！刚才那2个队伍的消失，说不定就是在这里的人搞的鬼。这里可能是其他工会的领地。黑羊给出判断，也只有是工会才有可能做到让2个队伍突然之间失去联系，而且对方必定是大型工会才对，实力很强的那种。所以黑羊的原路返回他是很正确的，从现在开始退后出去，说不定对方能够放他们一把。快走快走，出去查查这里是哪个工会。黑羊不知道的是，这里根本没有工会。第122章，你是最后一个。那2个队伍的确是陈长华做的，这些人盯上自己，不解决掉以后会很麻烦。现在可都是初步融合了，马上就是第一波怪物就要大量涌入现实了，留着这些家伙们只会变得更乱，还不如一网打尽，全都处理掉好。你们做的坏事可不少，干掉你们也算为民除害了。陈长华看着这些被处理的收割者，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也就是黑羊待着的地方。然而路途中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已经离开了，传送、速度、药剂什么都给用上了，这30多人全都在跑。然而这些家伙传送过来早就到了1小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在自己原本的城市绑定传送点，因此是跑不出 K 城的。能追上29个人也还行，剩下的几个估计再也不敢做这种事了。陈长华给每个人身上都用伪装植物留下了记号，因此能够知道有多少人是自己传送离开，有多少是在 K 城范围内。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追上这些家伙，一个一个处理掉。正好未来会出现怪物大量入侵的情况，他可以趁着这个追捕机会，在城里面放一些伪装，用来及时获得信息。黑羊命令大家暂时撤退之后，一个人狂奔回到家中。他想查查附近是不是有哪家大型工会，但是转念一想，枫叶的枫树好像就是那个大工会吧。黑羊瞬间感觉不寒而栗，如果自己进入的是枫树的领地，那么还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人家合并后有着400多人呢，而且等级平均下来能有30多级，这种情况下什么工会和组织都打不过呀。完了完了，晚了一步。黑羊拍着自己的脑袋感到恐惧，要是这样的话，说不定那2队人之中会有家伙直接把收割者给暴露哦，那么自己现在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他甚至连回到自己工会领地的勇气都没有了，手指不停颤抖，查询着周围的情况。然而手机上铺天盖地的全是关于游戏进入现实后人们的反应，各种花里胡哨的视频。真正介绍传送点的很少很少，黑羊找许久才发现比较靠谱的一个。这传送点是在邻近的城市里面，是售卖传送卷轴的，几天前就已经绑定，所以在 K 城市也能够买到。就是价格嘛，现在被抬到了1万多，有点贵啊。一次性的卷轴得花1万多，要是平日里他绝对不可能买。但是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不买的话，他感觉就会像是之前那群人一样，来一个人间蒸发。
想到这里，黑羊连忙摇摇头，把恐怖的想法甩出脑外，然后对着手机内的那个 App 提升价格，15000、16000、19000，不知道是谁非得跟他抢，足足抬到了2万。这个时候，对面那家伙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值得，2万元买一个只能够使用一次的卷轴，实在是太蠢了。拿着2万块钱能够拿到一堆空白卷轴，然后坐列车前往那个城市，随意绑定，何必把钱浪费在这种上面呢？呼，终于抢到了！看到已经下单的字样，他着实是松了一口气。这配送很快，手机里面显示了，预计将会在15分钟内送达。那么15分钟之后，黑羊就可以离开了。想到这里，他竟然笑了出来，笑得很大声。眼下游戏融入现实，能够15分钟内获得传送，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他竟如此幸运，不仅仅买到了卷轴，还有这么一个迅速的快递，真的是太好了。再看看自己公会里面的其他人，当打开公会面板之后，黑羊愣住了。公会人数6，只剩下了6个人，绝对不可能是主动退出的，因为那至少是有个提示。我的成员呢？他很疑惑，但是转念一想，今天在分成4路之后，也遇到了类似的东西啊，这是对方来追杀了。想到这里的黑羊瞪大了双眼，他在这10多秒内想了许多，也想到了很多自己在收割者里面做过的坏事。难道今天是要遭报应了？黑羊怕得不行，他还不敢面对，于是紧紧盯着手机显示的画面，那个骑手正在加急朝着这边赶来。咚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敲响了。黑羊很清楚的知道，骑手到现在都没有赶来，这敲门的有可能是来要他命的。想到这里，他也顾不上什么了，直接准备跳窗逃走。别跑了，已经看到你了。这个时候却出现了说话声，这声音黑羊很熟悉，在以前没有加入收割者的时候，他经常看关于枫叶的剪辑视频。那么此刻站到后面的不会是别人了，他什么都清楚，只是不愿意面对，所以头也不回地跳下了窗户。紧接着自己就被拦截到了半空中，同时感到心脏猛一缩。逃，不可能逃掉了。你是最后一个。黑羊是最后一个，剩下的5个都去了其他的城市，还是比较远的那种，已经脱离的范围。啪！陈长华不准备去浪费时间，于是他捏碎了手中的心脏，并且把黑羊的尸体处理之后准备离开。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人。您好，黑羊先生的上门快递，请签收。快递。陈长华本来准备直接离开的，但是看到快递单上的数字编码，想到了什么事情，代替他进行了签收。打开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是那种一次性的传送卷轴。看来这个叫做黑羊的家伙早就感到了不妙，在家里面缩着是为了等待这个卷轴啊。可惜的是晚了一步，不仅仅是人没了，卷轴还被陈长华拿走了，还给发票了。2万，一张卷轴2万，着实把陈长华给惊到了，他前世都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物价。看来黑羊病急乱投医，找到一个心不能再黑的乱抬价格的商家，这家伙的运气可真是差啊。第123章空的房间，收割者的名单在这里了。杨子玲那边竟然还在寻找收割者，他现在的名单里面足足有着12个人，其中有9个已经在进行抓捕行动，因为这些人证据确凿，其余的3个全部都是在今天才发现的，因为今天比较特殊，各方都活跃起来了。人手不足啊，看来得我们亲自出手。杨子玲这名单的3人里面还有黑羊在里面，但是他不清楚的是，黑羊这人早就不存在了。组长，咱们这几个人不够啊，现在很多人都有了力量，收割者那边肯定也是这样，直接过去的话还是很危险的。也不是组员不愿意去，而是因为现在的人手实在是太少了，能行动的只有4个人，算是杨爸那边的也就是7个人。7个人如果只抓1个人，那是绰绰有余，但问题是收割者一般都是2个以上进行行动，这样的话7个人就有些吃力了呀。杨子玲也知道这个问题，今天游戏内的东西大量入侵现实，街道上有时候都能看到怪物，这种情况下大量人力被调去维护城市运转，而且城市中这么多人不听劝阻释放技能，也给了收割者们确定目标的机会，他们肯定也会因此行动起来，这种时候是最好的抓捕时机啊。可是他们的人手不够用，别说这里的人手不够了，就是放眼全国范围内的城市，今天都非常忙活。先去探查一下对方的实力，确定敌我力量后再进行抓捕。杨子玲最终做了决定，成员们听到这里也只好是跟着一起了。目标是一个被人称作黑羊的家伙，在游戏内是一个会长，现实里面是收割者在 K 城的领头。在前往对方住处的时候，杨子玲还在看对方的个人信息，手中的物品在使用技能之后还能浮现对方杀人时的场景。此人非常狡猾，我们必须小心对待。杨子玲继续说着，同时还在观察道路两边的情况。没有过多久，就已经能够看到黑羊所居住的小区了。有便衣通过邻居可以知道，
黑羊现在还在自己家中，唯一一次开门是拿快递，那么他们就能直接把范围缩小到黑羊的家中。他们迅速包围，并且用技能想要探查一下黑羊家中的情况。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队员通过感知技能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存在。众人面面相觑，随后一致决定从窗户进入。以前还没有力量的话，从窗户进入还是有点困难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从窗户进入到房子内，他们全都可以做到，甚至有人能够做到短暂飞行。组长，不对啊！然而当他们进入房屋之后，人傻了，这里面别说人了，连家具都没有，简直就是一个毛坯房，区别是有墙皮有地板。怎么回事？杨子玲见到这一幕也有些懵，要知道便衣在今天说的时候，黑羊还是居住在这里的，半天内知道自己被盯上，然后搬家，扯呢这不是？杨子玲陷入了头脑风暴，她实在是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难不成是把所有东西全都收入了背包，自己再进行传送？杨子玲只能想到这个办法，而这样歪打正着，让杨子玲无法靠着其他任何物品查看当时的状态，不能得知黑羊下一步去了呢。这个家伙真是狡猾。成员们转了一圈后，算是明白了组长说的狡猾究竟是什么意思。自己怕被发现，就把整个家全都给搬走，正常人能想出这样的事？没办法，只能再试试查找他的行踪，我们剩下的时间再去找其他人。可当他们去寻找剩下的2个人的时候，这种事情还在发生。杨子玲看着同样空荡荡的房间，感到细思极恐。如果只是善存的逃离，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但是摆在眼前的全都是空荡荡的房间。而他自己的技能是什么？是通过物品查看各种情况啊。3个房间都是空荡荡的，自己完全不能发挥作用，这很容易让他产生不好的想法。对方是不是已经知道的自己的技能，所以才搞得反侦查？可是他连自己的组员都没有告诉，唯一知道的只有爸爸，总不能是爸爸露出了信息吧？真的太奇怪了。杨子玲总觉得无形中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让他很不舒服，想要摆脱这种情况。今天太多怪事了，先回去整理一下思绪吧。成员们似乎也发现了他的不对劲，所以也没有反对，而是选择一起回去。成就这些空荡荡房间的并不是收割者们，而是陈长华。他在解决掉这些家伙之后做出的决定是收拾房间，将所有物品全都销毁掉，为的就是躲避杨子玲。要不是之前通过洞察技能看到了技能，他也不会做得这么仔细。今天做的事可真不少啊。陈长华整理着收获，这些收割者们装备还真不少，但是现在全都进入了他的口袋之中。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收割者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基本上全都是装备。那这些装备的最后归宿，既然来到了他的手上，就自然是填充库存去了。现在现实里面的工会仓库继承来的基本不能使用，这些就显得无比重要了。咖啡猫啊，这么多！我看人家别的工会仓库里面连药剂都没有嘞。当陈长华把东西填充到里面之后，咖啡猫的反应是最激烈的，身为副会长的他也忍不住拿了几件出来。枫叶，工会都已经到现实了，这几天有点忙，你帮忙打理一下，装备可不能白拿，特别是身为副会长的咖啡猫。咖啡猫都来到现实了，还得打理工会，真难受啊。馒头，在现实里面也需要提升实力，否则的话会被怪物干掉。墨水，为什么会到现实来啊？这不科学，有这些东西的存在真是太难受了。第124章联动活动。陈长华关闭工会群聊之后，反而是来到了家里面，带上自己的游戏设备。当其他人都在现实里活动的时候，他却是进入游戏里面。因为根据现实的记忆，现实不久后就会出现一堆的怪物，而这些怪物的源头却是游戏里面。这正是因为游戏内的活动，别看现在只有1个公告，其实造成的影响大着呢。公告：3天之后，破碎之地内怪物刷新速度提升 20%， 副本数量大幅度提升， BOSS 刷新提升 10%， 掉率提高 30%。此次活动持续时间6小时。看似是个很简单催促玩家练级的公告，但其实还有没说出来的许多事情。就比如当天每个服务器里面都会出现一个传送门，靠着这个传送门，怪物们能够直接来到现实之中，除非是提前杀死，否则就得在现实里面解决对方。现实和游戏的差距那可就大了，再拿好击杀怪物，不用想都能回答，肯定是在游戏里。陈长华想要做的就是在传送门那边击杀掉那些家伙们，这样的话城市内就不会遭受太多的攻击。然而谁都不清楚究竟是哪个服务器能够与现实里面的城市绑定，有可能陈长华自己杀了半天，回到现实却发现怪物成灾，还有可能有人在游戏内根本没有关传送门，自己所处的城市内确实没有遭受到大量的怪物袭击。陈长华要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就得提前来到游戏内，先把事情搞清楚。他要做的是让游戏内的这个服务器
画上 K 城的标记。所用的方法仍然要靠着前世的知识，利用起来自己获得的那些道具物品。这可得消耗不少东西。陈长华要做的是一个笨办法，那就是把现实里面获得的武器装备强行转移到游戏里面来。这些东西绝大多数是一进来就会报废，无法继续使用。但这会让服务器记住 K 城地址，因为转移是在陈长华 K 城的房子里面完成的。获得成就：损坏大师，销毁150件装备，获得5点永久幸运值提升。这成就我可不喜欢，想不到连做这种事情都能给成就，但他不喜欢这样。从开始到现在的损坏了几十件装备，加上之前的都已经150件，真的很浪费。但是为了那天能够绑定到自己城市，这还是值得的。毕竟让这个服务器存在于 K 城，他也比较方便。这些应该够了吧？陈长华发现了一件事情，现在的装备能成功转移到这边的概率已经要比之前高不少了。这证明服务器接受了 K 城，那么如此一来，到时候的传送门也会与 K 城绑定。想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然后查看起现在还在服务器的有多少玩家。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35级以上的玩家，基本上80%都没有上线。现有的800名玩家，基本上全靠新手以及千鸟城的那些。像是破碎之地的地图，到现在的玩家数量竟然只有179人。这种情况下，想要遇到其他人都难，都沉迷现实了。陈长华摇了摇头，要说练级，现在还是游戏里面比较好啊。玩家枫叶好友已上线。嫦娥看到这条消息之后，迟迟没有反应。放平时，他肯定得查看这家伙的等级是多少了。然而现在的他，整个人呆住，就像是傻了一般。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谁能想到现实里面竟然会出现怪物？他一觉醒来，家都被拆了，那么长的院墙都被干碎了。不仅是这样，还出现了血腥的场面，断手断脚，甚至死亡。要不是他发现自己能够使用游戏里面的技能的话，现在可能就成了锅了。幸运的是，他把家人给救下来了。然而其他人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在现实里面甚至有成员死亡。自己最喜欢的成员玉兔家里出现了重大变故，他自己则是在一家网吧里面接受到了这些消息，到现在人都没有缓过神来，一时间分不清楚哪是游戏哪是现实，真是奇怪。嫦娥看着自己的背包，看着自己的工会，提不起来任何一点兴趣。这次给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这种状态直到游戏发布了新的公告，当破碎之地活动开启之后，每个游戏服务器将会出现一个巨大传送门，可使得怪物通过到达现实。现实中同样出现传送门，怪物将会对城市村庄发动进攻，都直接说出来了。嫦娥看到这消息之后，逐渐接受了游戏进入现实的这个事实。不接受也没什么办法呀，继续摆烂，要出事的。于是他摇摇头，再重新阅读了一下官方发布的关于破碎之地的公告。看完之后的嫦娥紧锁着眉头，太多了，这些调整会使得怪物变得很多，而且当天破碎之地的环境攻击也会变得活跃起来，这大大增加了难度。不仅如此，传送门的出现强制让玩家去守护，可他们从来都没有说每个服务器的传送门具体通向什么地方，这让嫦娥有些焦急。要是传送门通过他的城市还好，他肯定会全力以赴，但是这传送门要是在别的城市，嫦娥会做出一个选择，前往服务器绑定的城市。家都被毁了，他情愿去绑定的城市，这样至少在游戏里面可以为活下去而战斗。还没有公布，我想要现在搬走，最好叫上玉兔，要不把领地也设置在那边吧。嫦娥恢复了一些往日的状态，现在正进行着思考，为了生存下去思考。工会与枫树的资源争夺，他才不管，现在能够获得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嫦娥玉兔，别伤心了，至少你还活着。嫦娥，等到绑定的城市出现了，咱们一起搬到那边去，然后在游戏里面战斗。玉兔，第125章绑定 K 城。这活动的连续2个公告将游戏和现实联系了起来。大家想要找官方究竟是谁的时候，却发现早有人在许多天之前就已经寻找过了，然而到现在的情况是一无所获。没错，根本找不到官方究竟是谁，当初给游戏版号、运营这些人全都不见了，人间蒸发一般。这让人们懵了，从来都没有想到连官方的存在都是一个笑话。那到底又是谁才能做到更新游戏内容，将游戏里面的怪物放入到现实里面呢？这已经无法进行猜想了，因为接下来大家要面对的是怪物传送入现实里面。城市内都在进行着防备，游戏内只要是能够去破碎之地的全都在召集。这次的活动持续6个小时，必须得坚持下去，要不然现实就会出事。到这个时候了，还是没有说服务器绑定的城市是哪个。要是自己的还好，如果绑定的其他城市，那就算不管怪物
也没有关系啊，你不管我不管，明天大家都完蛋。与迷茫的众人不同，陈长华现在就在自己的 K 城之中，并且领地又进行了扩建，这样的话，就算是公会里一半的玩家同时传送，也能撑得住。代价的话，几乎是掏空了陈长华公会仓库里面的素材，因为这片领地需要的是建筑。本服通告：活动将会在1小时之后开启，服务器绑定的城市为 K 城。019S 荒原狼服务器中，所有人都收到了这个消息。陈长华看着这通告，放下了心。而其他人看到不是自己所处的城市，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他们很快反应过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服务器绑定的 K 城绝对要比其他城市安全，因为目前公认的全服最强的玩家枫叶在这个地方，有他在，还有枫树公会怪物想要进入到现实里面，所要面对的绝对是一面高墙。哈哈，我在 K 城，这下可好了。啧，还好是临近的城市，很快就能赶到。谁有 K 城的传送卷轴吗？吉奥。这 K 城一下子成了大家向往的地方，只有一个原因，安全。一时间，通往 K 城附近的车票机票全都在疯抢。嫦娥和玉兔费了好大劲才拿到车票，但是临近城市的，1小时内肯定赶不到，他们必须乘坐其他车辆或者跑着完成最后一段路。而作为枫树的成员就很简单了，他们的工会领地就在 K 城，想去就能够去。然而收到公告来到这边的成员还真没有多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慌，想要趁着这个时间在游戏内乱杀，若是现实受到了危险才进行传送。他们显然是已经把工会领地当成了保命的东西，一个卷轴都被卖到10万了。陈长华看着这些人的反应，找到了一个让他惊讶的消息：10万的一次性传送卷轴，这还没有被人拍下。他瞬间就觉得之前2万的卷轴也好像没有那么离谱，总共就40个卷轴，还分布在全国各地。好家伙，另一个 K 城卷轴都已经20万了。前世从来没有过这种景象，当时的每个服务器都差不多的水平，拼的不是实力，是运气。而现在有着陈长华这个重量级人物，还有枫树工会， K 城就像是多了一层铜墙铁壁，仿佛有他们存在就没有事情，因此大家才如此想要来到这边。本服通告：活动距离开始还剩下50分钟。50分钟，除了临近的城市，其他人怕是很难在这么点时间内赶到。即便如此， K 城也是出现了一大批的人，街道上车辆堵得死死的，人们从缝隙里面朝着 K 城挤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其他城市发生了丧尸危机呢。本服通告：活动距离开始还剩下30分钟。陈长华此刻站在破碎之地的传送门边，被其他人看成是守护神。他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强，据说有单挑世界 BOSS 的能力。但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如何变得这么强，他直到现在都没有暴露自己的天赋是什么。本服通告：活动距离开始还剩下20分钟。各游戏的服务器此刻都是爆满的状态，各大交通路线也是人挤人。游戏内是要战斗的，游戏外的现实是要换城市的，秩序近乎崩溃。针对游戏入侵现实，必须要尽快制定新的管理方案。本服通告：活动距离开始还剩下5分钟。此时距离活动开始还剩下5分钟了，不知为什么同屏玩家没有了限制，所有人都站在传送门边上。枫树工会集结了300多人，是这次最强大的力量。让人奇怪的是，月色真美工会来的人并不是很多，连会长嫦娥和那个知名玩家玉兔都没有出现。还有一些小工会干脆就人间蒸发了一般，半小时前叫的最欢快，现在消失的最快。本服通告：活动距离开始还剩下1分钟。只剩下1分钟了，现在其他工会还有现实里都紧张起来。咚一声巨响，嫦娥经过的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个10米高的传送门。这一刻到来了，破碎之地的怪物刷新突然增加，而且集中在游戏的传送门周围。众人看向枫叶，只见他释放了一个大范围的增益技能，紧接着使用的是酸雨，这伤害一碰就死，范围大到每一朵云都是足球场的大小。仅仅是这短短的10几秒，陈长华的经验值的获取速度就被降低到了个位数，可见击杀了多少怪物。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人都傻了。这段时间没见他怎么出手，以为只能做到秒怪的程度，却没有想到他的实力已经能够做到群体秒怪。酸雨碰一下就会死，人们甚至生出一种错觉，枫叶他一个人在这里就能守护传送门，其他人完全不用出任何力气。第126章传送开始。 K 城的大家看到了巨大的传送门出现在街道，非常恐惧，连家门都不敢出来。1到1小时内建成的墙壁将这个传送门围住，墙后面是防守的人们。传送门开启后的3分钟，大家一个怪物也没有发现。反观社交网络上，各种视频被发出来，多少是有些怪物来到现实中。
才2分钟就已经漏掉了3只怪 ，A 城绑定的哪个服务器啊？求求给点力！还好我们这边出来的是残血的怪物，要不然的话清都来不及清。游戏里面太难守了。杨子琳看着其他人发的视频，感觉自己特别幸运。他是在今天被调过来守传送门，却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怪物出现。什么原因？他心里面很清楚。枫叶简直就是 K 城的守护神，游戏里的枫叶和枫树绝对是 K 城最坚强的护盾。然而其他人那边就很难搞了，像是身为花果山会长的老孙，一边在看着现实的情况，一边在游戏内战斗。一开始还好，两边都很顺利，他带领着成员们发挥得很不错。但是过了半小时后，他所在的城镇怪物越来越多，一些家伙已经都要冲出防线攻击普通人了，这让他有点焦急。在游戏里面杀的再多，也不会减少自己城市里面的怪物，那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呢？反正有枫叶在，自己所处的服务器可以一直战斗下去。那么自己不如去现实帮助自己的城镇。因此老孙做出了一个选择，下线。而这样做的人不只是他一个，嫦娥的工会、绝剑的工会、许多中型小型工会都有人离开。虽然这个占比比较小，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再这样进行下去的话，现实将会沦为主战场，到时候还在游戏里面坚守的只剩下处在绑定服务器的玩家。老孙全体工会成员，自家城市需要人手，先下线了。若是将战场转移到现实里面来，那可真就惨了。现在嫦娥与玉兔在一起，交通路线被堵，完全走不动。别说半小时到 K 城了，这下就算是半天都到不了 K 城。没办法，两人只好尝试着走过去，而且还得带着嫦娥的父母。可走也太慢了，两人只好是又换了一种方式，一边抱着嫦娥的父母，一边向着 K 城移动。他们都有着游戏里面的力量，所以才能这么做。这才过去了不到1个小时，现实里面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怪物。途中经过各大城市，这边的街道乱作一团，能贡献一份力量的人们出动之后，使得秩序混乱。长久下去并不是办法。嫦娥身为一个大工会的会长，深深知道这个道理。但此刻他只想让自己安全，因为服务器绑定的是 K 城，而 K 城有枫叶，那么以后只要出现类似的活动，枫叶就能出手保护城市。为了以后的安全，今天必须要去到 K 城。当活动进行了3小时之后，秩序稍微恢复了些，但是各大城市遭受了更多的怪物。游戏里面还在坚守的人数大大减少，因为所要保护的并不是自己的城市，他们想要安全，最后还是回到现实。好在回到现实之后，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指挥，能够把伤亡控制住。然而等到嫦娥到达 K 城之后，发现这边是和其他城市完全不同的景象。道路上没有怪物，只有不断涌入的人。大家心慌却不紧张，因为传送门那边出来的怪物很少很少。嫦娥甚至觉得这 K 城还没有进入活动呢。一个枫叶一个枫树，真的能够影响这个城市吗？玉兔问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面已经是有了答案。K 城绑定的服务器，区别就是在有枫叶这种大佬，还有枫树这种超级大工会上面。那么此刻的表现，不是他所造成的影响的话，还能够是什么？咱们抓紧时间找住处吧。要是想要以后一直能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得在这边定居。K 城在这短短的几小时里面，就成了一个全国知名的城市，无数人想要来到这边。因为大家在网络上发布的 K 城与其他城市的对比，实在是太明显了，反差如此之大。是个人都清楚，生活在 K 城要比其他城市要好，至少在这次活动中是这样的。而造成这种现象的陈长华有所预料，因此让开心果在之前就搞起来了本地的房地产，这样来钱比卖装备来的都快。您已升级48级。听到提示后，陈长华都已经麻木了。连续2个多小时的战斗期间，只在喝药水的时候停下过。这种战斗消耗的是精力还有体力，人越来越少了，周围的人越来越少，不是被屏蔽了，而是都下线了。但他不能下线，还得继续战斗，因为场上70%的怪物都是他干掉的。这要是一停下，K 城指定是涌现出一大批的怪物。为了钱，也为了自己的技能熟练度，咬咬牙挺过最后的几个小时吧。雪梅会长还在坚持，南墙永远不要试着去找到会长的极限。现在一大部分的成员都通过工会领地来到了 K 城这边，并且陈长华有安排好住处，所以他们也能够在游戏里面继续战斗。这样一算，活动绝大多数的奖励全都流入了枫树工会。别说这个服务器最强了，他现在感觉能排到全服务器最强的工会。你见过哪个工会的仓库爆满，要把东西丢到工会领地里面？你见过哪个工会能够在1天之内连升好几级，到现在的53级？没有。现在的情况在其他人看来，那就是一场难以应付的战斗。但是对枫树工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将能够第一时间让工会在现实立足。成员们可以不顾损失，
批量的从游戏里面把工会仓库的素材拿到现实，损坏的直接丢，能用的就来建设工会领地，其他的领地还是光秃秃一片。第127章，活动的落幕。活动已经快要结束了，陈长华非常疲惫，但是战斗还是得继续下去才行。至少现实里面传来了许多的好消息，他的工会领地已经扩建到了一种很夸张的地步。按照前世的评价看来，这至少是5级的工会领地了。5级啊，前世第一个出现的那得是融入现实后过了2个多月的事情，现在竟然在1天之内到达了5级，可以见得此次活动获得了多少的素材。得感谢有这么多的自然怪物提供建筑材料，还得感谢元素生物的好身体。打完这次活动，我得好好睡一觉。活动临近结束，而陈长华现在已经考虑之后的事情了。休息是肯定要的，但是除了休息之外，他还意识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战斗方面得改善一下。现在他的面板这么强，却还要亲自动手，实在太累。如果能像是馒头那样进行分身，或者是像召唤师召唤怪物一起战斗，并且继承一部分的面板过去，想必是能够轻松许多。陈长华要向着这个目标前进，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得先到达50级，50级才能够进行第2次职业相关的内容，自己要在这次获得想要的职业才行。或者技能也可以，有个类似召唤师的技能也能够过得很轻松。距离49级还差96341点经验，现在已经48，想必是很快就能够到达50级了。但是今天肯定不行，虽然击杀的怪物有几千，但是给的经验是真少，成片，还不如每天0点刷新去打一个小怪给的经验值。墨水会长，地图东北方向有一群怪物已经拉好仇恨了。枫叶，好。只见他直接释放了2个大范围的技能，将那边乌压压一片全都击杀掉，获得的经验只有很可怜的几百。素材倒是不少，因为背包已满，捡东西的活就得靠成员们了。幸运过万的掉落物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拿完的。南墙会长，5号区域也拉好了仇恨。枫叶，我清楚了。陈长华看到南墙的消息后，一步迈到5号区域，使用的是普攻，因为大范围的技能全都在冷却。普攻反而是因为非指向性攻击，可以一下攻击好几个，而且有着穿透能力，伤害就算是递减下去也还是很高。会长，9号区域。枫叶，待会就去。活动剩余时间20分钟，只剩下最后的20分钟了。K 城这边仍然是守护的很不错，其他的城市情况并不是很好。这6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其他城市像是度过了6年一般。活动剩余时间15分钟。陈长华此次获得的装备，如果只考虑数量而不考虑更新换代的话，能够让所有成员用一辈子。一辈子甚至还有点少，其实能够送走好几代人。高幸运值与高爆率叠加，真的很离谱。活动剩余时间60秒。活动剩余时间30秒。活动已结束。当游戏内出现这个提示之后，现实中的巨大传送门直接崩塌，怪物们也像是一下子失去的主心骨，降低了进攻欲望，转而是对破坏建筑更感兴趣了。终于完了，太恐怖了，这辈子都不想经历这种事情。以后这种活动不会成为常客吧？人们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但是等他们又进行一番思考后，生出了些许的绝望。要是以后还出现这种情况，能抗住吗？呼吁封禁游戏的人更多了，但是封禁这种事情海外已经做过，没有任何作业。在游戏规则的影响下，只有靠着游戏才能够对抗。就比如 K 城，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的奇迹，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正是因为游戏内有玩家一直坚持。其他服务器要是也能坚持下去，不说能有多差，最起码城市不会损失这么多。这种事情经历过很多遍，早就麻木了。陈长华回到现实，看到各种消息已经不是紧张。他经历过前世之后，还觉得这次的不够激烈呢。前世可是有城市被炸平了，还有着大量小国的消失，还有人庆祝呢，接下来就庆祝不了了。现实传送门将与游戏地图内随机刷新的传送门连通。什么？不是吧？又来？这还没有时间限制，岂不是要一直这样下去？完了，我家地里面就有一个传送门，先跑了。人们被增强了力量，那么游戏里面的怪物也肯定会被增强，即便是用的这种方式也是一样的。您收到了一封邮件。正当陈长华还在继续看着大家的反应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提示，现实的系统里面竟然也出现了邮件系统。陈长华稍微有些惊讶，但还是打开了自己的邮箱。您在此次活动中击杀了6782个敌对生物，71个 BOSS， 您造成的伤害远超 100% 的玩家。您此次参与活动的时间为6小时整，综合评价后将为您发放相应的奖励。陈长华看着这些数据，没想到自己竟然杀了这么多的怪物，估计是把一些小的召唤物也给算进去了。但是造成的伤害绝对是真的，除了自己以外，谁还能比？
参与活动时间倒是没有什么好说的，6小时全程在的人也不少。您获得了强化时 X69 游戏币 X700000，天赋扩充时50级转职后可用，技能卷轴。陈长华看过去，眼睛突然之间盯紧了那个叫做天赋扩充时的东西。这玩意前世都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听说过。正因如此，才如此吸引陈长华想要看一看。结果他的描述和名字一样，都是天赋扩充时。那么通过名字理解的话，这个东西很有可能给自己再带来一个天赋。好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连前世都没有消息，足以证明价值。50级才能用，也正好可以和转职的时候一起，那么就更得练级了。第128章天赋扩充时。角色名：枫叶服务器 019S 荒原狼。等级50。生命36万，魔力35.2万，力量16万，敏捷15.2万，防御15万，魔法抗性14.7万，幸运2.5万。习得技能：血魔法、吸血蝙蝠、领域展开、心脏抓取、铁锁连环、亲和自然、酸雨、精神迷惑。已经到达50级的陈长华，现在的面板已经换了一副新样子，不再是众多数字，而是变成了更加简单的显示方式。即便如此，也能够很直观感受到它面板的恐怖之处，就连最少的幸运值都能顶得上其他玩家最多的血量数值。陈长华看着却没有太多感觉，因为自己在40多级之后就对自己的实力感到了模糊。面板是很强，但是没有对手能打一架，打小怪他都嫌麻烦，这才这么着急升到50级，想要获得能够造出分身或者是召唤小东西的职业。天赋扩展时也能用了吧？陈长华还有一个东西是到达50级才能够使用的东西，那就是天赋拓展时，这玩意前世没有见过，所以他还是很感兴趣的。于是乎，陈长华准备在今天赚了职业，再使用一下天赋扩展。转职条件：达到50级且进入破碎之地最深处击杀 BOSS。所说的转职，其实也只不过是原有的基础之上升级一下自己的职业而已。毕竟这个游戏最复杂的就是职业了。50级已经到，接下来要去破碎之地最深处。前世在破碎之地之后就一直没有新地图，所以陈长华明白，现在自己过去完成职业转职后，游戏里就彻底成了一个专门练级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在现实里面好好发展，以抵达破碎之地。陈长华进行了传送，紧接着以闪电般的速度跑向破碎之地。最深处很快就到达了这边，在这里是一棵巨树，一棵枯死的巨树。是否要进入传奇副本？前世自己打了好几次才通关了这个传奇副本，里面一点也不复杂，只有一个随机 BOSS， 但是却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实力。他当时失败后苦心钻研了好久才成功通关。而现在陈长华要是有一件能够反伤的防具，那么站着不动 BOSS 都能被搞死。确定进入。注：内含恐怖元素，若有不适请及时退出。恐怖元素纯属扯淡，里面只有一个 BOSS， 而陈长华面对的 BOSS 是一棵大树人，和现实中击杀掉的很像，但是眼前这个要更加苍老，身上没有一丁点绿色。虽然长得很像，但是你比他要差远了。现实遇上的可是超过100人级别的 BOSS， 现在眼前的这个家伙，别说100人了，50人都不一定有。砰！已通关传奇副本，用时2秒。本服通告：玩家枫叶已通关传奇副本。当这条消息出现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主要是因为这款游戏在他们眼里面再也不是娱乐了。有些人开始厌倦，但是又不得不玩。陈长华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自己只要是不变强，就会被怪物杀掉，像前世那样。已获得转职机会。陈长华获得了转职机会，而这次的转职与之前不同，他是抽取数十种选择，自己将会在这数十种选择之中寻找自己最适合的那个。如此一来，自己的幸运值就发挥了大作用。职业：星辰使。特点：掌管星空力量，领主，范围伤害，魔法攻击。这就像是一个特别点的法师，加了一点领主的特点。职业：自然适格者。特点：亲和自然，领主，辅助伤害，擅长伪装。连续2个都不是他最想要的。于是陈长华继续进行抽取，寻找出来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3分钟后，总共11种方向已经列举出来了，各种类型的都有，但是全都还基于领主的技能。陈长华需要做出选择，之前自己很明确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类型。职业：元素领主。特点：掌握元素，领主，创生，高消耗。这个职业的创生是陈长华需要的，因为能够做到类似召唤的效果，那些元素可以帮助他进行战斗，而且是基于他 20% 的面板属性。20% 的面板属性也非常强大了，
陈长华在用眼睛扫了一遍所有的职业后，选择了这个叫做元素领主的职业。紧接着就有了技能：以习得全元素属性、入门、初级、知识，可随意使用此类别技能。以习得元素凝聚，元素凝聚可凝聚元素，使其变成元素生物，此生物获得您 20% 的面板属性，并受您控制。冷却时间6秒，当前。每只元素生物持续时间3分钟，当前。魔力消耗第一次100，随后每次凝聚增加50消耗，当生物消失5分钟之后，清除层数，当前。这就是陈长华想要的技能，迫不及待试了一下，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只水史莱姆。又试了一次，这次出现的是蓝绿色类似幽灵的生物。法力消耗对于召唤师来说，那是很恐怖的消耗，特别是使用次数多了之后。但是对于陈长华来说，这点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每次加50，10次之后也才600一次，600连他魔力值的零头都算不上，高消耗对我来说也算不上什么。陈长华笑了笑，随后拿出了天赋拓充石。刚到达50级的时候没用，现在终于是能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效果了。您已达成天赋扩充10条件，是否在现在进行使用？当然。当陈长华将这东西使用之后，周围瞬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粒子效果，非常耀眼。紧接着能够看到金光从天上落下，照射在陈长华身上。第129章新天赋扩充，天赋栏已扩展，获得天赋宝库，检测到会长。天赋宝库获得补充，宝库 A 级天赋，绑定游戏与现实的工会仓库，使其转移物品时不会发生损耗，且工会仓库扩容为原本的5倍。陈长华看到这个天赋后有些许的惊讶，因为这玩意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工会升级后的技能一样，有用，但是对实力没有提升。提升实力，陈长华似乎也不需要了，现在这个天赋是能够让自己的工会变得更快成长。同时陈长华还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既然游戏和现实的仓库共通了，那么装备的数值呢？要知道现实里面的武器全都是阉割版的，像是游戏内的那些武器，岂不是能够带到现实里面了？想到这里的陈长华先把工会仓库打开了，他发现这扩容是根据游戏和现实里面的仓库加起来再提高5倍的，也就是说比想象的容量还要大许多。咖啡猫，喂喂，你干了什么？怎么变得这么大了？身为副会长的咖啡猫第一时间发现了扩张5倍的工会仓库，他原本以为是 bug， 但是当他给许多个页面放入东西之后，发现是可以进行使用的，这可把咖啡猫给整懵了，根本不是 bug， 这些多出来这么多的页面全部都是可以用的。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枫叶，因为他是会长，工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都要和他有关系。枫叶给仓库升级了一下，不要大惊小怪的。这的确是枫叶做的，他的天赋造成了这种现象。咖啡猫，你管这个叫做一下？这工会仓库得是原本的好多倍，按照原本的速度，别说一下了，就算是升级10多次，都不一定能有着现在这个规模。枫叶，陈长华懒得给他专门解释，他还得把这件事情告诉工会成员们呢，那才是应该细想的东西。得让成员们接受这个事实才行啊！他准备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为工会达成了什么条件，获得了升级。毕竟之前疯狂使用了一波工会仓库，有升级好像也能够合理一些。编辑公告中，公告已完成。陈长华搞了一个定时发布，随后将一些东西扔进工会仓库，然后下线进入了现实之中。在现实里面打开工会仓库，的确发现了这边的工会仓库也扩张了，而且拉到前面之后，游戏内的物品也全都显示出来了。天赋是真的能做到把2个仓库搞通的同时，而且还进行了扩张。更重要的是，游戏里面的物品能够拿回现实，现实里面的东西也能够转到游戏里面。他要确定一下，是不是能够真的做到毫无损耗，完完整整把东西给拿出来。冰霜断刃 SS 级，祝福耐久附魔，装备需求等级5，力量加37，敏捷加31，血量加49，防御加23，幸运加30。被动技能持有时，使附近友方单位全属性提升 8%， 冷却缩减 20%。主动技能1，使用后全体友方单位受到冰霜祝福，武器附魔寒冰属性，并增加 300% 的伤害，仅限一次攻击，冷却时间48秒。主动技能2，使用后断刃由寒冰补全，攻击力提升至 150%， 攻击时有 50% 的概率使得地方单位陷入冰冻效果，冷却时间45秒。战斗力278。他选择了一把冰霜断刃，这是自己用了最长时间的武器，也是最了解的武器。可以看到属性和之前一模一样，技能也显示在这边是真正的冰霜断刃，没有任何阉割。那这样可太有意思了，可以让自己的工会成员把 S 和 SS 级的装备拿到现实里面穿上，这样的话
他们的属性能够做到进一步的提升，而自己也将获得大幅度的提升。不仅是这样，游戏里面的装备拿到现实还能够大卖特卖，什么桃木剑，什么森林鞋，之前辛辛苦苦打到的东西，不如这样游戏内原本的装备。早知道能这样，就一股脑升级就好了。陈长华设置了足足10个公开页面，可以让所有成员使用，只是每次转移都需要消耗工会贡献点。398名工会成员已阅读工会公告。当陈长华在测试工会仓库的时候，成员们在阅读着这些工会公告，越是看下去就越是震惊，因为这显示的内容拿出去绝对是震惊大家的。把游戏里面的东西转移到现实里面，这是多少人在游戏融入现实之后最想要做的事情啊！毕竟现实的东西再厉害，也不如游戏里面获得的物品。但是当这个工会仓库出现之后，人们能够100%利用仓库将物品进行转移，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即便是在现实，也不用累死累活刷装备给自己保命。有游戏里面的那些东西，就足以让现实的人们武装起来对抗怪物，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就像是拿着现代的武器去打50年前的战争。因此大家才如此兴奋，同时也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没有第一时间胡乱说。因为陈长华有意愿让开心果对这件事操控一下，可以把部分工会仓库页面变成交易模式，人们付出一些东西，就能够让自己想要转移到现实的东西得到保证。至于成员们，还是一直保持着消耗贡献点使用的规则。咖啡猫，我试了，直接50瓶猫娘药剂，嘿嘿，是时候让身边人全都变成猫娘了。雪梅拿到了自己的装备，似乎安心许多了。南墙，如果一个人全靠装备支撑自己的面板，那么有了这个仓库，就能够在现实达到游戏里面的实力了。墨水，时装能够在现实用吗？陈长华看到工会贡献点疯狂增长，就知道成员们已经开始使用工会仓库了，而自己的工会等级也在成长着，这还带动了工会领地的成长。第130章再次合并。工会仓库在今天起码得过了几千的物品，这使得工会贡献多出好多，工会的等级现在也来到了56。陈长华直到现在仍然觉得应该继续扩张，准备整出来一个小目标，先把工会的人数扩张到1000人再说。1000人啊，这可不是说到就能到的，但要是合并的话，是可以尝试一下，多合并几个大工会，只要自己的资源能够跟得上，就可以到达这个1000人级别的超级大工会。而选择的目标就很明显了，是本服务器的几个工会。咖啡猫的猫儿旅馆已经加入，接下来他还想把剑光死和月色真美给拉进来，花果山也可以考虑一下，剩下只要再多来点小工会，其实就足够了。但要是合并，那得先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养活1000人才行。这一点的话，有开心果以及他的几个游戏朋友在资金方面正在尽可能达成要求，而武器装备方面自己现在还算充足，再加上合并工会本身就会带来一点物品，凑凑也能满足。最重要的是留存概率，如果合并之后新成员留下的数量很少，这个工会就会受到合并限制，有可能下次工会合并无法继承等级，又或者是合并工会之后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工会贡献，升级受限。这一点需要调整工会的待遇，还有成员在工会的舒适度。但是关于这一点的话，陈长华有办法能让人满意，那就是自己刚刚获得的天赋，那个工会仓库可是许多人想要使用的好东西，如果花钱使用，代价会很高很高。但要是在工会里面呢，所需要付出的只是工会贡献点数而已。那些成员们本身就觉得枫树的待遇好，现在再加上能使用工会仓库，就更愿意了。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枫树的工会领地是设置在 K 城的呀。K 城这边想要来一趟都很难，但是有着陈长华的计划，只要成员付出一些东西，就能够在 K 城租房。有着如此待遇，不怕没人来。想到这里，陈长华就要开始做准备了。因为之前有过合并一次的经验，所以这次就没有必要这么劳累了，只需要在之前和猫儿旅馆的基础上改进一些东西就可以。剩下的就是去找这几个工会的会长了，趁着这个时期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游戏的入侵使得大部分玩家不安，对未来迷茫，对游戏迷茫，只想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找个能够安心提升自己的地方。而且听成员聊过，月色真美的会长嫦娥这段时间对工会基本上处于一种放养的状态，似乎连自己都很难照顾了。所以陈长华第一个选择的就是他。K 城中，嫦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住处，将父母安顿下来，自己则和玉兔一起找了个出租屋先对付对付。有了住处，他们安心了许多，再加上这里是 K 城枫叶枫树所在的城市，他们又多出来了安全感。工会里面好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嫦娥看着爆满的消息栏，已经想摆烂了。自己现实里面的事情都弄得脑袋要爆炸，没有时间去管理工会那些杂事。成员太多也不好，嫦娥准备等人退了一波之后，再重新建立一下秩序。有好多人点陪玩，却不知道我才是最需要陪的那个。
玉兔坐在沙发上，他的消息也爆炸了，有人不停在付钱点陪玩。而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这个心情继续工作，钱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用了，现在想要的是安定。嫦娥看着玉兔的状态有些无奈，没有任何办法，谁让突然发生了游戏入侵现实，让他家庭出现了巨大变故呢？您收到了来自枫叶的消息。正当他叹息的时候，自己又收到一个消息，这并不是公会里面的，而是好友里面的，是枫叶。这个人竟然主动联系，让嫦娥非常好奇，于是点开一看，对方先发了个你好，紧接着下面有着几百字的说明，嫦娥很快就找到了关键词合并公会。这个枫叶竟然想着的是让月色真美加入到公会里面，要是以前，嫦娥肯定会高傲的直接删除这条消息，但是现在他却在仔细查看每个字体。合并公会，咖啡猫已经做过了，当时自己还很生气，因为这会让以后在服务器里面无公会能够和枫树相比。然而现在的情况，他反而是有些这样的想法，把自己的公会合并掉。毕竟现实和游戏融合之后，他很难像是以前那样热爱这个游戏，也很难会继续争来争去，现实着重会更大。那么和咖啡猫一样当一个副会长也很不错，到时候还能够和自己的成员交流，自己也能够享受来自枫树的福利。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这枫树公会的仓库竟然能够做到游戏和现实连同，几天不见竟然都这么强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再加上领地就在 K 城，嫦娥心动了。你说咱们要不就去枫树那里吧？嫦娥和玉兔说了一声，想要听听对方的意见。会长做主不久好了，反正我会跟着你的。现在月色真美还有100多人，算是接近200吧，这些里面有一半以上已经不活跃了，因为他们在为现实中的事情奔波，需要找到一个安身住处。就算是剩下的那一部分，也是把游戏当成了练级的地方，更多的放在了现实。似乎对于他们来说，公会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于是嫦娥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同意这个请求，让月色真美变成枫树的一部分，自己则变成副会长，和咖啡猫同级别。嫦娥，我同意你的请求，希望你能保持待遇对待我的成员们。枫叶，把他们交给我，你可以放心。陈长华见到他同意之后，迅速发过去了相关文件。第131章，又一个公会。月色真美已经到手，留存率也不用担心，那么就该到仔细思考下一个该找谁了。1000人这个小目标算是完成一半多。陈长华看着公会人数排名，自己的枫树排在第1位，而在第2的月色真美已经到手，那么该盯上的应当是第3位了。第3位是绝剑的剑光死，人数照比之前也有所缩减，但至少是在第3位的。他的消息挺少，不知道能不能同意合并公会。陈长华看着还没有准备去问，毕竟现在和嫦娥的公会还没有完成合并。倒是剑光死的会长绝剑听说了嫦娥要把公会合并之后，感到特别震惊。这可是人数第2、公会等级第2的大公会啊，毫无征兆的直接要和枫树合并。之前嫦娥可是坚定的说过，自己以后绝对不会和任何公会合并。要问绝剑为什么知道，那是因为他曾经向着嫦娥提到了这件事。绝剑，嫦娥，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对付枫树的吗？对付枫树，嫦娥在之前一直是这个想法，在游戏融入现实之前也一直坚定这个想法。但是当游戏融入现实那天之后，嫦娥的想法完全变了。真正的敌人已经不是最强玩家，也不是最大的公会，真正的敌人是现实里面的这些怪物啊！在游戏里面争来争去，一点作用都没有，纯粹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嫦娥，你现在去问问自己的成员，是害怕自己会落后游戏进度，还是害怕在现实被怪物杀掉？他说的这句话已经是说明得很清楚了，现在主要面对的敌人应该是现实里面的怪物才对。绝剑一下子被噎住了。说实话，这几天他也通过自己的公会群聊收到了成员们的很多消息。有些人退出公会并不是因为不想待了，而是现实的人已经死了，游戏内自动销毁了账号。还有人将自己的经历讲出，听着这些人这几天的遭遇，那简直就像是看完了一个人的一生。大家在现实无法安定的情况下，别说跟进度了，连上线都不一定能够做到。想要让自己的公会发展，也得看看现实的情况。绝剑，好吧。他想到这些之后，内心也有些动摇了。人又不是生活在游戏里面的生物，那么现实呢？绝剑，但是可以在现实里面壮大公会。绝剑突然有了更开阔的视野，要是在现实里面壮大公会的话，范围更广，成员也能够每天做贡献。只要现实有怪物，他同样可以按照游戏的模式来管理公会。嫦娥，我已经没有那种信心，也接受不了把现实看成游戏。嫦娥，没时间和你聊了，这里是枫叶找我时给出的条件，你看看吧。绝剑连续被泼冷水，但是接下来却收到了图片，
是与枫叶的聊天记录。起初，绝剑并没有很在意，直到发现了工会仓库一事，才明白原来网络上游戏转现实的生意是枫树的工会仓库做到的。除此之外，还发现会长枫叶竟然把工会领地建在了 K 城边，现在的规模都快成一个小镇子了，工会成员都可定居到 K 城。绝剑看到了这句话之后，明白了一些事情。现在都知道 K 城是较为安全的地方，在这里能够和以前一样过生活。社交软件上的视频宣传与其他城市现状一比对，差距那么明显，无数人想要去看看，去定居。那么此刻在条件上写的 K 城相关事项，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福音啊！连绝剑自己都有些心动了，他也想把自己的亲人朋友们转到那边去，这样至少不用那么担心了。原来给的条件这么丰盛。身为一个 PVP 玩家，看到这些之后都觉得各方面都照顾到，更不用说人数更多的 PV 玩家了。嫦娥说不定做了这个，真的是个明智的选择。绝剑有些犹豫，他回忆刚才嫦娥说的话，又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做了一件之前根本不可能会做的事情。已发送，他往工会群里发布了部分内容，顺便修改了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大概的条件。会长是不是把工会群当私聊了？卧槽，这是哪个工会的招人条件？怎么比枫树还牛？该不会是之后会长要这样给咱们工会发福利吧？全力支持！要是真有这种待遇，我愿意在这个工会待一辈子。这东西发出之后，很多人都看到了，而绝剑到现在都没有进行撤回，让大家有了各种猜想。但是对这个待遇的态度都是一个样的，那就是支持，非常支持。绝剑看到这种反应之后，没有太惊讶，而是默默记录下来对这个持有支持的人数。结果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支持的，剩下的人有可能没有看消息，还不知道。看来大家都喜欢安全发展啊。绝剑有些犹豫了，他在想是不是自己也该与枫树工会合并，这样至少有个副会长的位置。要是枫树那边大规模扩张，自己没有及时去到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连个副会长都摸不到。但是要让自己放弃经营已久的工会，得加钱。绝剑主动找上门，陈长华自然是不会拒绝了。对方说明了自己的意愿，想要合并工会，与当时的咖啡猫一样，很突然打了个陈长华措手不及。这边还没有和嫦娥完成合并了，绝剑就直接提出来了，而且看样子还很急。你还是回去做个调查比较好，要不然成员很多反对的话，对我们都不好。已经做完了，不用担心。绝剑早就是过了，发现这些人都同意那种待遇，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合并呢？好吧，但是你也等一等，至少要嫦娥那边完成了，才能轮到你。行，那么我先回去做准备。这1000人的目标，看来很快就能完成了呀。第132章版本更新。陈长华现在已经懒得看自己的面板了，绝对很爆炸，毕竟人数已经这么多。他现在最喜欢看的是自己工会仓库，因为这边每时每刻都有流通，特别是开放给开心果那几页做生意的页面，这里有很多奇奇怪怪连他前世都没有见过的东西。虽然这很多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陈长华仍然感到很好奇，每个没有见过的都会看看描述。在看这些描述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了之后的事情，工会的合并还在进行呢。咖啡猫，喂，人是不是太多了，连我都要出手管理他们？你在搞什么？墨水会长，好累啊，怎么会到700多人的规模？这些成员们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嫦娥，这还没有完呢，要不是现在的工会等级受限，规模早就该突破800人了。人变得多了，短期内其实是让老成员们反感的，毕竟自己容易被忽略，还得去照顾新人。更重要的是，待遇的提升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因此才造成了有些人不愿意再继续扩张。然而没人想退出，叫喊也只能就这样叫着，根本不可能撼动陈长华的想法。周边的情况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 K 城这边被当成安全城市的时候，怪物那边对于这边的攻击提升了好几倍，光是传送门的数量就是前世的10倍，可想而知周边会有多少怪物。 BOSS 也是多得吓人，100人的都是小意思，现在频繁出现的是200人级别的大 BOSS。 然而就算是情况差到这种地步， K 城仍然显得很平和，这是因为有枫树局的成员们像是巡逻一般在城市周边，如此一来怪物还没有接近就已经是被消灭了。就算是有着 BOSS， 成员们报了位置，陈长华也能够及时赶到并且解决。这套模式现在被带到全国去用，在 K 城是陈长华的枫树一个工会为主，那么在其他城市就多搞一些本地工会做这种事情，并且联合警方等一些单位。这样一来，总算是让大家焦躁的心情得到了缓和。而趁着这个时候，陈长华又发布了许多攻略，给出了很多建议，逐渐完善了事情。看上去一切向好，现实工会发展很不错，大家也都安定下来了。然而今天的陈长华却觉得很不妙，因为游戏竟然更新维护了。在前世中，游戏初步融入现实之后就一直没有更新。陈长华现在竟然发现
这游戏进行更新了，这可连1个月都还没有过去呢，搞什么啊？陈长华很奇怪，因此在版本更新了之后，第一时间加入了游戏，看看到底是要搞什么鬼。已开放地图，阴阳之地50级可进入，已补充装备图鉴、怪物图鉴、BOSS 图鉴。您已获得成就黑色印记。前面2个还能看得懂，加了个地图，还有装备变多了，怪物变多了而已。但是当看到系统专门发来的消息之后，他感觉特别奇怪，这成就前世一点点印象都没有，现在也没有达成什么条件，又怎么会获得这种成就的呢？他打开自己的成就栏，仔细看看，也没有发现这个到底是因为达成了什么条件获得的。奇怪，陈长华感觉很奇怪，但是又找不到怎么回事，只好先把这件事情放到一边，先去看看另外更新的2件事情。前世到死都没有更新游戏，现在却存在于此，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反正能把游戏里面的东西传到现实，就算是怪物增强也不用怕。图鉴也就这些，全都是新地图的怪，强度并不是很高。陈长华看了所有的怪物图鉴，也就多出来100多的怪物， BOSS 只有4种。倒是装备图鉴新增加了好几个套装，还算不错。那么看到这里，现在就还剩下最后一件事情了，阴阳之地。前世都没有开放的地图，现在却在这里出现了，很奇怪，非常奇怪。阴阳之地50级可进入，这边没有任何描述，就单单一个名字而已。陈长华条件足够，但是此刻没有直接进行传送。他在思考，会不会这个黑色印记是来限制自己的，只有在这个阴阳之地才能发挥效果。于是陈长华将这个成就好好放起来，改成了不可装备的模式，这才进行了传送。然而当他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还是低估了游戏系统。黑色印记效果生效，全属性数值减少1万。好家伙，针对，这绝对是针对。在50级的时候，除了陈长华外，没人的数值能够达到1万。那么带着这个成就来到这里面，将会只有一个下场，死。还不是会立刻死，因为血条虽然是负的，但也还计算着有。不过只要是被碰了一下之后就会死亡，这纯粹是针对我啊。陈长华中了效果，但是他一点也不怂，1万数值而已，自己都已经是好几10万了，还会怕少了这些？大步前进，站在那边随便让怪物打斗，没有怕的。搞针对也没有用，数值碾压一切。确定自己没有事后，陈长华在这边移动着观察情况。他发现这边有着很多的传送门，基本上每走个10多步就能看到传送门的存在。每个传送门连通的好像是现实，这边根本不是用来练级打怪的地方，而是用来刷新怪物传送到现实的地方。主动把这种地方开放出来，这不是找不快吗？陈长华在这里可以完全把怪物从源头掐掉一部分，城市那边受到的伤害就会少很多。他凝聚出元素生物试过了，这个办法能行。然而就算是这样，陈长华仍然没有打消疑虑。既然这边这么重要，那为什么又要开放出来呢？很奇怪啊，这阴阳之地到底是什么意思？陈长华百思不得其解，准备继续深入看看，却发现越往里面走，怪物的刷新速度就越是快，比当初破碎之地的活动还要快。第133章全是怪物，就算是连接了 K 城，这刷新速度也不对等啊。这边的刷新速度对上 K 城周围的怪物刷新的话，那么这边至少是现实的3倍。3倍啊，那可是持续个几小时 ，K 城的大家早就得觉得吃力了。而现在的情况却是 K 城根本就没有出现什么情况，一直都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多出来的这些怪物呢？据陈长华所知，一个服务器只会绑定一个城市范围，那么此刻这里的情况很奇怪，现实那边很少，这边却很多，多出来的这些怪物根本不知道去了哪里，很奇怪，非常奇怪。更奇怪的还有这个开放的区域，明明是重要的怪物刷新地，现在却开放着，能够让玩家进入，这无异于对着敌人敞开家门啊！成就、刷新速度、传送门数量，各处都让人感觉很奇怪。陈长华连连摇头，暂时把这些事情给抛在脑后，现在最需要的事情是继续看看这地方到底是什么鬼。地图探明的区域只有 20%， 陈长华深吸一口气，准备靠着自己的速度先把大部分地图给探明，然后分成几个区域之后再仔细查看一波。地图探明区域 30%， 地图探明区域 40%， 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大，连破碎之地的一半都没有，但是已经走过的这 40% 里面，大片大片的都是传送门，怪物刷新点也非常多，甚至有的地方还专门刷新 BOSS。 陈长华一边杀敌一边思考，这些怪物会不会是在现实里面的某个地方建造自己的据点，就像是之前去过的废墟一样，那边的家伙们在传送门的周围是先建的据点，然后才准备发动进攻。要是这些怪物们全都这样的话，真有麻烦了。这些家伙一起进攻，
到时候陈长华得凝聚许多的元素生物，即便是这样，也不一定能够守得住，因为 K 城很大，能进来的地方特别多。看来到时候得去现实看看情况。陈长华想着继续深入，但是当地图探索度达到了 50% 的时候，他发现地图这边一下子缺少了很多的东西。传送门不见了，怪物的出现也变得更少了。相反的是，周围的宝箱有很多，和之前相比，简直不是一个地方。这边的宝箱还能开出来新加入进去的装备道具，陈长华趁着这个机会收到了许多。然而他不清楚的是，自己每开启一个宝箱，就会造成一次怪物刷新，而且随着开启的次数越来越多，怪物的刷新也越来越多。但当自己那些元素生物杀掉怪物时，这边的有些宝箱的奖励变少了，有的干脆就是空的。这让陈长华意识到，两边是互相影响的，一边少一边就多。那么可以利用这个机制完成一些事情。陈长华折返回去继续杀敌，靠着自己高幸运值将怪物进行击杀，拿着他们的掉落物放入宝箱里面。这样来回数十个循环，好多个宝箱都被塞入了杂七杂八的东西，怪物的刷新果然就变少了。然而 BOSS 还是照常出现，他们有些是刷新出来的，还有的是从里面走出来的。这让陈长华有些好奇，朝着阴阳之地的里面走。道路并不是很麻烦，陈长华继续前行着。在现实，杨子玲所处专案组已经和杨爸合并了，毕竟现在怪物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大家都在对付。而收割者这个组织有许多人还不知道，他们现在仍然活跃，只是在 K 城要少许多而已。名单上列举的50人，只有7个在城市之中有过活动的痕迹。杨子玲看着成员整理的内容，感到一阵头痛。他们在融合后的几天一直有尝试抓捕追踪，结果查到据点或者家里面之后，全都是空荡荡的一片。这让杨子玲意识到自己的技能已经暴露了，在收割者的内部，那些家伙们应该大致知道自己技能究竟是有什么效果的。这造成杨子玲对着物品使用技能后，都得怀疑会不会是对方设置下来的圈套。这7人在活动区域内有好几次都提到了一件事情：地下。杨子玲根据现场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技能判断，得出了这个结论。地下，他们都在想办法去到地下，有的是通过下水管道，有的是直接用自己的力量挖出来的小通道。如此执着想要下到地下，却不对人们出手，这很难不引起怀疑。杨子玲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应该着手调查。地下，最近 K 城击杀报告中，阴暗生物的比例提升了许多，不仅仅是阴暗生物，还有一些可在土层移动的怪物也变多了。阴暗生物一般生活在洞穴或者地下内，而土层移动说的有可能是那些可以钻洞的家伙们。这两者的信息一结合，那么就可以整出来个很重要的事情：地底下，收割者们有可能在帮助怪物们到达地面。怪不得最近没有对人动手，原来是准备着搞一波大的，让 K 城陷入混乱，趁火打劫，并且壮大自己。杨子玲肯定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因此当即就决定对地下调查这件事情制定详细的方案。我们组里面有召唤师对吧？召唤一个类似蠕虫的怪物，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奇怪的东西。蠕虫在泥土里面就像是鱼儿在海洋之中，靠着这种怪物进行地下的调查是很明智的选择。杨组长，咱们该在什么地方进行调查呢？身为召唤师的男人站了出来，他的确能够召唤蠕虫，但是时间不长，而且召唤物还很脆弱。调查的话，不知道够不够用。当然是在收割者出现过的几个地方了，那些是最可疑的。提出大致方向之后，杨子玲就开始更详细的计划。杨爸则靠着墙，这次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自己的女儿已经比起之前要成长了许多，就连这次如此重要的任务都能和组员一起制定，了不起。第134章不能通过的地方。杨子玲的小组想要去调查地下的时候，陈长华还在游戏里面的阴阳之地，现在的探索度已经达到了 90%， 然而他发现自己怎么也不能达到最后的 100% 了。地图的大部分区域他都已经去过，地图上的显示也基本上成了一个整体，那剩下的 10% 呢？凭空蒸发了。陈长华话很奇怪，这种地图又不是双层的，也不复杂，连山脉都没有，那么怎么会成现在这个鬼样子呢？根本就没有剩下的 10% 吧？真是奇了怪了。陈长华没有达到目的，不想就这么离开，他还就想把最后的 10% 给找出来，为此不停凝聚元素生物，让这些小家伙们也一起探索地图，这样效率更高点，也能顺便清理一下怪物。就这样过去了整整半个小时，他终于在传送入口的地方发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入口这边一片漆黑，而在后面是有着一个空气墙的，这空气墙能够阻挡玩家和生物，但是挡不了光线。他在空气墙旁边释放了光照技能，对面立刻就明亮了起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有一条道路的。怎么过不去？明明找到了路，却被空气墙阻挡了，这很奇怪啊。探索度的最后 10%绝对是在这里面完成的，
此刻却并没有任何提示。那么究竟是要做什么才能够过去呢？或者这是专门针对他的？其实其他玩家都可以过去，只有顶着成就的他过不去。陈长华当即就去把咖啡猫叫上线，因为他已经50级了，看来现实里面摸鱼的时间全都跑来玩游戏了。咖啡猫，怎么了？枫叶，出新地图了，过来看看，有点奇怪。咖啡猫，啊，哦，更新完了呀。咖啡猫刚刚睡醒，以为游戏还没更新完，再一看时间都已经过了1小时。他粗略看了一眼公告之后，就打开自己的地图，选中了这个叫做阴阳之地的传送点。当前地图在线玩家8，只有8个人。啊，想起来了，进入条件是50级。咖啡猫传送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喝猫娘药剂。等尾巴变出来之后，陈长华第一时间抓住，可把他给吓了一跳。喵！你什么时候在后面的？吓死我了！这边传送点一片漆黑，陈长华大部分的防具都是暗色系的，根本察觉不到啊。你有点慢了。陈长华松开手，再次释放了照明技能，这下两人都能看得清楚周围的情况。还没有等咖啡猫仔细观察一番，他就被拉到了空气墙前面，试试能不能走过去。咖啡猫满脸疑惑，这前面这么明显的一条道路，竟然再问能不能走过去，也太蠢了吧。但是当他走上前去，却碰得个鼻子发酸，自己就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一样，根本无法再向前一步。他疑惑地摸着眼前不存在的墙面，表情有些惊讶。空气墙这种东西在其他网游里面很常见，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只有活动以及地图边界会使用，而且使用的时候会让另一边的场景模糊化，有的干脆就是一个颜色块。现在眼前面的有着清楚的影像，看上去就能够通过的样子，却让人发觉是不能过去的。好奇怪啊！咖啡猫揉着鼻子，也觉得这种事情很奇怪。这个地图还有更多奇怪的东西呢，简直就像是半成品。陈长华给他分享了一块地图，说了这地图的奇怪地方。然而咖啡猫听了之后，只在意一件事情：宝箱和怪物。宝箱啊，有一个区域竟然遍地都是宝箱。怪物啊，有一大片区域竟然一直刷新怪物，似乎全都是要传送到现实的那些家伙们。更重要的是，两处地方竟然还有联系，这让咖啡猫感觉非常神奇。那要是拿出来一堆垃圾放入宝箱里面，换掉好东西，不知道能不能成。嗨嗨，咖啡猫脑海里面想的都是怎么填充自己的背包，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很不道德。于是他连忙将这种念想压下去，轻咳2声，缓解自己的尴尬情绪，认真说：这边的怪物传送门既然是连通现实的，那么我们在这边每个传送门旁边都设置防线的话，以后岂不是不用再那么辛苦的战斗了？咖啡猫说的事情很简单，谁都能想得到，但这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直接从源头上阻止了怪物进攻。50级的人太少了，现在还搞不出。陈长华摇摇头，50级有你一个就够了呀。咖啡猫突然笑着说，这句话很有道理，因为陈长华在之前破碎之地的表现，大家可都是知道的。那么面对这个地图的怪物刷新，只要有他在，绝对能够减少大部分的怪物前往现实。传送门太多，更何况我也要有自己忙的事情。陈长华摇了摇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才不想做，还不如等等其他人50级组织一批人呢。会长的确很忙呢。咖啡猫摇摇尾巴，调出工会面板，发现这边50级的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不过49级的有很多，只能说是未来可期。现实中杨子琳带领的专案组已经在指定位置进行了10几分钟的调查了，所收获到的东西几乎没有。蠕虫不能给予反馈啊，他们一直往下挖，直到召唤失效，从来没有说遇上了其他怪物把他干掉的情况，也没有遇到人类，这让那个召唤师有点着急，连着召唤了2条下去。蠕虫钻的地方已经变得很松，新召唤的再下去之后，能够节省很多力气前往更下面的地方。又过去了3分钟，这个召唤师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东西，众人连忙围了过去，但他又没有画面，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只能描述出来刚才召唤物的信息。似乎钻到了比较硬的东西，刚要想进一步的时候，被别的什么东西击杀了。怪物还是人？第135章。奇怪的现象，到底是怪物还是人，召唤师也无法判断啊，毕竟他又不是完全能够感受到自己召唤物的情况。我只能知道他被杀了，召唤师所能知道的就只剩下这一点而已。那再试着放一只蠕虫下去。杨子琳催促，因为他需要确认蠕虫是意外死亡还是被什么东西杀掉了。然而听到这句话的召唤师摇了摇头，他短时间内召唤了太多的蠕虫，现在已经进入冷却时间了，魔力的消耗也很多，现在又没有恢复魔力的药剂，他只能耗时间。那去找找还有没有别的召唤师，先帮忙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陈长华那边也受到了阻碍，在随后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与其他玩家商讨了，也没有办法能够穿过空气墙。白费了接近半个小时之后，众人四处散开离去。
现在都很清楚，这个空气墙暂时是破不了。会长，放弃吧。咖啡猫也劝他早点放弃，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这里耗下去，纯属就是浪费时间。陈长华也知道这个道理，有这些精力，还不如去搞清楚这些传送门在现实的位置呢。去给成员们发个公告，让他们每次击杀一个怪物就汇报，看见传送门也要第一时间标记位置。游戏还是现实？咖啡猫说着，调出来工会面板。当然是现实了。陈长华召唤出退出按钮，在咖啡猫编辑的时候下了线。既然游戏里面的空气墙没有办法搞定，那就来搞定现实里面的东西。陈长华倒要看看，那么多传送门还有几倍的怪物刷新，都去了现实之中的哪里？首先要去的就是自己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绑定的一个传送点位了，那边大多是亡灵生物、骷髅僵尸之类的。现在过去也是一样，刷新的是骷髅，并且这些家伙们在尝试着挖掘什么东西。记得这边是个墓地吧？骷髅们在墓地里面做事，那必然就是在挖墓地了。在游戏里面有一种设定，亡灵类生物可以依靠着汲取其他生物死亡后留在原地的气息升级。现在这些骷髅们就在做这件事吗？陈长华走过去发现，这是一个半径2米、深度达到接近10米的大坑，好几个骷髅在这边劳作，发出骨头摩擦的声响。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在挖墓地吧？太深了，也太宽了。更重要的是，这些骷髅在这里协作，这应该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骷髅也有私心，升级的事情肯定是先想着自己，要是共同挖出了可供升级的东西，绝对会争夺的。这到底是在干什么？驱使骷髅挖洞的肯定还有更大的利益。不过在继续思考之前，先得把这几具骷髅给干掉。他们已经朝着陈长华过来了。轰！一个大火球不仅仅把所有的骷髅都给烧成了灰，还把旁边的土地给烧焦了。陈长华又用一阵风将这难闻的味道给驱散之后，直接跳下进入坑内。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竟然能让他们不挖坟也不做据点？陈长华真的很好奇。他仔细思考了之后，决定做一件事情。骷髅没能挖到的东西，他要尝试着给挖出来。陈长华的挖掘效率可比这些家伙们要快得多，随便几个技能就能将土层刨出好几米的洞，就算是遇见石头了，也能一拳给打成碎石，继续往下挖。在挖掘的途中，陈长华还一直有尝试着使用感知类技能。咚咚，随着一声声炸煤矿般的声响，陈长华现在已经是很下面了，若不是用岩石技能将洞壁给强化了，估计连会造成塌方。现在的光线很暗，但是他感知到了不一般的东西，在这10几米的下面，居然还能有生物活动的痕迹。他继续释放了技能，只见这边的泥土中混杂了岩石，在这些岩石的上面有着类似魔力的痕迹。这是有什么东西使用魔力之后造成的影响？那么下面绝对有东西了。砰！又一个技能，这一次陈长华终于开出了一片空间，直接掉落下去。释放一个光球之后，发现这下面的空间很大，而且还有怪物，也就是那些骷髅。陈长华看到骷髅之后有点奇怪，为什么这里也有明明没有地方和上面互通啊？他虽然是很不理解这边发生的事情，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陈长华还是将这些骷髅一网打尽，全都杀掉。随后开始探索这片空间，说实话，看上去有点像是游戏里的某处副本，就比如骷髅洞穴之类的。但只要抬起头就能明白，这里并不是游戏，而是现实。竟然还有地方可以去。陈长华看着四通八达的道路，决定凝聚出来几只小家伙，也就是那些元素生物。这些元素生物在被释放出来之后，接收到了一个命令，那就是去探明道路。5分钟之后，这些小家伙们有了惊人的发现，陈长华的头立刻转向了一处道路，下一刻就消失在了原地。这次元素生物遇见的不是骷髅，而是一个持续有魔力波动的东西。传送门。陈长华在这边看到之后都显得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地底下竟然还有一个传送门，而且从里面出现的怪物也都是骷髅。怪不得上面的骷髅想要挖下来，原来是想要汇合啊。陈长华思考着，点点头，同时又生出来一个疑问：若是这边的地下有着骷髅的传送门，那么其他地方的下面是否也有传送门呢？奇妙的想法。破碎的传送门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新出现的物品让陈长华有些不知所措。破碎的传送门也叫传送门碎片，这玩意若是把地下全部挖空，就可以被收入背包里面。因为这东西在每个城市都只有几个，所以成了比较稀有的东西，再加上许多人有好奇心，便开始了一波收割。收割的那一定就是钱了。一个破碎的传送门能卖出最高10万的价格，这对于一件不知道用途的东西来说真的很贵很贵。然而还是有人会买，因为大家都有好奇心，陈长华也不例外。他现在就在让开心果蹲拍卖会，蹲了好多家网上拍卖会，在中午11点准时会出现破碎的传送门。陈长华看着那个页面，
他不出价，由开心果帮忙出。您关注的破碎传送门 A13 已开始拍卖，11点整开始拍卖，起拍价就是5000。可以看出这人对破碎的传送门有多么大的信心。陈长华看到有人已经开始出价，从几百开始，然后有个叫做开心果166的，直接把价格提到了2万。出价的停了一小会，紧接着开始继续，然后开心果又给提到了3万。5秒时间，没有人再继续叫价，开心果得手。然而，开心果不只是在这一个地方进行拍卖，它是同时多个地方叫价。10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到手了6个破碎的传送门，而这6个是这个时间段网络上的全部。开心果会长，破碎传送门到时候都会送到工会领地，钱的话我已经帮您出了。开心果用的自己的钱还这么豪爽，因为他很懂，只要讨好陈长华，自己以后就不可能再去打工。枫叶，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陈长华对他的态度自然是满意的，自己只要是说一句话，那边就已经准备好了。就像是这一次6个破碎传送门在半个小时后就能够全部送到，可以供他研究。他只要到工会领地等着就可以了。半个小时内，陈长华陆续收到了6个破碎传送门，全都是让高等级、负重高的人来送。起初他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在拿到第一个破碎传送门之后，他明白了。破碎传送门 A13， 占用背包格子64，效果：当此物品处于背包中时，移动速度减缓 20%， 且进入疲劳状态。运送这东西真不是一个容易的活啊！怪不得加上各地传送卷轴的连通，他们最晚的一个都得在27分钟时送达。就连此刻有着恐怖数值的陈长华，移动速度显著下降，整个人也没有之前那么精神。不过还能撑得住，抓紧时间把这玩意看完描述，然后放下来就可以了。传送门的形状各有不同，有的是缺了一半，有的只少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部位。外表差异这么明显，他们的描述差异也很明显。有的只能被称为装饰品，有的却还含有魔法，似乎能够做到修复。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这6个里面有2个是不借助任何道具，直接就能在游戏和现实内转移。这一点让他感觉很惊讶。他仔细想想，或许把这些东西带到游戏里面会有不同的描述呢。毕竟之前的桃木剑在游戏里面是垃圾，现实里面就是一把还不错的武器了。想到这里，陈长华直接进行了传送，回到了自己家附近的传送门，然后迅速返回到自己的家中，带上游戏设备进入游戏里面。下线的地方是在阴阳之地，因此陈长华就直接在阴阳之地上线了。面对眼前的众多传送门，陈长华根本没有多少停留，而是直接释放了背包里面的2个破碎传送门。查看他们的描述，果然有变化。变化的部分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陈长华将其念了出来。破碎的传送门有着修复的可能，在修复完成之后，可以任意选择节点进行传送。这让他很感兴趣，因为这就相当于自己造了一个传送门，而且因为他游戏和现实都能转移的特性，似乎可以造一个连接2地的传送门。陈长华脑海里面瞬间有了好几种想法，有是连接自己的工会领地和现实的工会领地，还有是在现实的某2处做节点，收取传送费用。但是他目前最想做的是个空气墙，因为这玩意能够在想去的地方放置节点进行传送，那么为什么不能手动连接2端呢？想到这里，陈长华觉得这个方式有可行性，有可能能够做到让自己在2个地方移动，从而跨越空气墙前往到地图的里面。但是该怎么修复呢？然而陈长华还不知道该怎么把破碎的传送门进行修复，便继续看更加详细的解释。5分钟之后，陈长华感到一阵头大，因为这传送门不单单是把破碎的地方补好那么简单，还得做到灌输魔力，还得是传送门的魔力，而且型号不同，做不到通用。这不是一般的麻烦，是非常麻烦。陈长华感觉头都要大了，但是还好，仔细一算的话，只要型号能够对得上，自己花费5个就能够弄成一个完整的传送门了。这时候就需要超能力。陈长华让开心果继续蹲特殊的型号，自己则在账号上发布一条消息，想的是收购类似的破碎传送门。现在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坐拥工会仓库，还有自己的强化技能，这就是源源不断的钱，而且还不用花费任何东西。确定发布收购消息？确定。前脚给开心果发了消息，后脚他就直接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布了收购消息。这或许会引来一些人的恶意抬价，但是这不重要。之前是因为觉得传送门无用，才觉得不应该值这个价格。现在是知道了传送门的作用，而且近期能够实现，那么几万一个的价格也完全能够接受的了。第138章，只有55级，想要收集到足够的传送门，还真的不简单，毕竟种类太多了。陈长华连续好几天，总共入手了将近50个破碎的传送门，现在还差1个的量才能搞成一个真正的传送门。偏偏在这个时候 ，K 城的怪物大量出现，
从地底与地上两方面进攻，同时全国也受到了各种攻击，买的传送门运都没有办法运到这边来。没办法，只能先等这次的风波过去了。陈长华现在处于游戏里面，在阴阳之地疯狂击杀怪物。你已在本地图击杀1500只怪物，成就效果已更改。在他努力了许久之后，收到了这么一个消息，成就效果已经更改，这让他想到了版本更新之后获得的成就。点开一看，果然是这个出现了变化，原本是全属性减少1万点，现在是全属性减少 1.2 万。好家伙，越打越少，系统强制不让他在这里进行怪物击杀与练级。然而陈长华根本不在意这所谓的限制，1.2 万又能怎么样？现在他的面板是几十万，不怕这些。他没有停歇，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继续在这里进行战斗，多打一个就能让现实里面的传送门少出现一个。当他的击杀数达到了2000时，怪物的刷新速度开始慢慢变少了，陈长华也开始关注现实里面的事情。其他的城市怪物的刷新数量也变得少了许多，买的破碎传送门又能够继续运送了。半小时，这次仍然是半小时内送达。陈长华有着这几天的等待，也不差这一小会了，还能趁着这个时间和成员们交流交流，没什么不好的。现在他的工会领地已经是被 K 城认可的了，建筑完全靠着游戏里的素材，建造风格按照游戏内的千鸟城。现在总共有100多栋建筑，10多条的道路，成员们有事没事都来这边。特别是咖啡猫在这里开了一间猫耳咖啡店，几乎24小时全在这边。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建造，这里甚至成了 K 城旅游推荐来的地方。不过现在也没人旅游就是了。会长，有人找你。正当他在猫耳咖啡店里面休息的时候，有人大喊一声，陈长华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要的传送门到了，于是连忙坐起身走到外面。这次送破碎传送门的，在游戏的第一次活动被南墙击杀过，以前是一直计划复仇，现在却在为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奔波着。阳光男孩不阳光，此刻看到这里的工会领地只有羡慕，因为真的很让人一向往。在其他工会的领地被当成战斗据点的时候，这边纯粹就发挥了一个传送作用，根本用不上战斗。人们甚至能在这里喝咖啡，就算是有怪物来了，这边的成员们也能够应对。BOSS 出现，一个喊话直接阻止在100米开外，完全就是他向往的地方啊！要是当初能够进入枫树，他可能也是这里的一员。想到这里，他竟然有一种想要哭的举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陈长华到了，该交出破碎传送门了。只见他打开背包界面，将这传送门进行了转移。陈长华收到之后也没有多看一眼，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他回到工会领地，直接传送到自己家附近的传送门，然后做好了准备在游戏里面将一个完整的传送门给整出来。5分钟之后，陈长华已经到了阴阳之地的初始传送点位，现在正好是无人在附近的状态。他将自己背包里面足足7个破碎传送门选中，放在了地上。辛辛苦苦收集到的东西融合成为一个真正的传送门，连一点特效都没有。就那么一瞬间，一个完整的传送门就已经出现在了眼前。而让陈长华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传送门竟然已经是无法破坏、无法拿起来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合成的地方就是起始位置。还好是来到了空气墙的旁边。你已获得传送门节点2，传送门的节点2获得了，这下子就能够尝试穿过传送门。他看着描述，大概理解了该怎么用这个节点，就像是一个激光笔啊，照到什么地方就放在什么地方。陈长华拿出使用了节点预览，就可以直接看到有一束类似激光的东西出现在眼前。他将这激光转到透明的空气墙，发现这节点能够穿过空气墙到达对面。陈长华见此笑了笑，让这个节点能够伸多远就伸出去多远，然后将其释放。您确定将传送门节点2放置在此处吗？确定。当陈长华按下确定的一瞬间，对面就已经出现了传送门。见到之前的难题已经解决，陈长华迫不及待后退几步，使用了它。这和使用其他的传送没有什么区别。陈长华成功穿过了空气墙壁，来到了里面的世界。然而正当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迈出一步的时候，意外出现了。您需要到达55级才能前往该区域。眼前是有道路，然而这次还是有着阻拦，并不是空气墙，而是等级限制。靠，有等级限制，你早说啊！陈长华此刻53级，要是知道55级就能进入，他绝对不会花钱买这么多破碎的传送门。等等，要是55级了，空气墙还在，那么传送门还能够发挥出一些作用。陈长华安慰自己没有花错钱，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这次好歹给出来了目标，自己要做的只是升级就可以了。53级到达55级，只有2级的差距，陈长华估摸着得要4天的时间。这还是自己全力以赴的状态，能够升这么快已经很了不起了。再忍4天，你等着。在这个黑暗的地方，陈长华连动一下手指都要被提示需要55级，
他只能通过语音控制传送自己到最容易去的地方千鸟城。在获得自由之后，陈长华打开了自己以前的攻略，仔细计算经验才能做到升级迅速。第139章废物利用。在阴阳之地刷分，虽然会降低自己的属性，但是陈长华仍然是每天都来，因为这边不仅仅是有着很快的刷新时间，还能够有着宝箱可以拿。即便是现在已经有了很多人到达50级来争资源，他也能获得很可观的收益。再加上别处额外的经验获取，他现在已经达到了54级，而且经验条也快要接近于满状态。陈长华此刻仍在凝聚元素生物为自己战斗，这些家伙们被他设置的已经是能够针对性的战斗了。如此一来，经验的获取将会更加精准，代价就是这些元素生物只要一出现，大家就知道是他来了。就像是现在墨水见到元素生物之后顺藤摸瓜，很快就找到了正处于宝箱旁边的陈长华。会长，你果然在这里。墨水的出现让陈长华有些惊讶，毕竟他最近一直是沉迷于现实游戏，连练级都不一定会上，现在却有闲心来到这个阴阳之地，还专门通过留下的痕迹来寻找到他。有什么事吗？陈长华又继续凝聚了一只元素生物，到现在为止经验的增长已经是很少的了，若不是墨水现在来找他，可能陈长华就要换个地方找那种不被限制的经验获取了，就比如之前尝试过的钓卧鲨鱼。会长，这游戏都到现实里面去了，你怎么还是整天在这里面待着啊？墨水说着坐到了箱子边，他现在已经是把重心放在现实里面，反正现实也有那些怪物，也有各种各样的装备道具，就算是能够通过仓库把游戏里面的东西转移到现实里面，也不至于这么拼命打怪物吧？难道说这是为了清理怪物，避免他们进入到现实？想到这里，墨水突然很敬佩陈长华，在这里多杀一只，现实里面就会少出现一只，可以成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了吧？现实有人打理工会，去不去都一样。陈长华可不是专门为了城市才每天击杀那多的怪物的，而是为了抓紧时间升级，这让 K 城变得更加安全，纯属是练级的副产物。我在游戏里面打这些怪物还能够快速练级，挺好。墨水听着这话说的，感觉像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子，但是快速练级这一点还是能够听出会长还想更进一步，这让墨水想到了最近发现的新的获取经验方式，反正自己没时间去，就告诉会长好了。会长，你还需要更多经验吗？听到这话，陈长华转过头，他当然需要了，如果能够打破限制的话，今天就能到达55级也不是不可能。这个墨水虽然运气差，但他经常能够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经验获取方式，就比如现在的情况，他既然能够这样说，那肯定是又找到了什么。陈长华只希望是前世没有了解过的新知识。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吧，正好会长有很多的破碎传送门。墨水提到了破碎传送门，陈长华手中的确有着许多不能用的破碎传送门。你说，难道要对这玩意做文章？陈长华很乐意听，这绝对是前世没有了解过的经验获取方式。那先请会长拿出一个破碎的传送门。墨水一边召唤出自己的背包面板，一边让陈长华拿出破碎的传送门。他迟疑了一下，随后从工会仓库里面寻找这东西。破碎传送门在背包里面会有负面效果，在工会仓库更加恐怖，因为这玩意一个就能占一整个页面的格子。陈长华原本准备找个时间销毁掉一波，但听到能够利用，就立刻生出了兴趣，想看看墨水怎么让这东西发挥出作用。先把破碎传送门放下来，就能发现每个这东西都有编号。他说的编号应该就是后缀吧，之前陈长华就是靠着这个来分辨一个传送门能不能利用的。如果编号不同强行融合，就会让这个传送门发生自毁，有时候会返还小的传送门碎片，还有的时候会返还金币。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也有可能会返还经验值，而且还是一笔很可观的经验值。陈长华听到这里，仔细思考一下，融合失败造成返还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武器的强化失败有时候都会给一点金币或者小碎片之类的。那么能够传送怪物的传送门给点经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传送门给的经验不会受到限制。墨水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经验不会受到限制。那要是有着足够多的破碎传送门，而且需要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经验的情况下，似乎可以试试这个方法。而这种情况正是陈长华目前的状况，手中有着一堆的破碎传送门，还需要大量的经验。墨水，你还真是厉害，能够发现这么稀奇的经验获取方式。陈长华一阵夸赞，又能销毁破碎传送门，又能获得经验，两全其美。然而这种夸赞让墨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是在融合传送门的时候发现的，同编号的传送门融合5次炸了4次，返还了2次的各种东西。好吧，这竟然又是运气差搞的鬼，怪不得得到夸奖的时候一点也不高兴。好了，会长你快点试试吧。
墨水甩甩头，将这种不开心的情绪全都给甩了出去，然后催促会长试试。他倒要看看运气这么好的会长，如果就算是不同的型号，是不是也能融合成功？这样的话，就能解释自己爆炸是因为运气的关系。行，等我试试。陈长华从仓库转移到背包，又从背包中放了下来，然后不废话，直接尝试融合。融合的速度一般都是很快的，就像是现在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完成。砰！传送门爆炸了，这是陈长华想看到的结果。融合失败，返还破碎传送门 C32， 返还金币 X888， 返还经验值 X1690。真的有经验。第140章新副本。当墨水给他说了特殊的经验获取方式之后，陈长华就一直在合成，他要试着靠这些东西升到55级，也算是废物利用了。这些传送门的合成，有的是给几千的经验，有的是给上万的经验，说实话还挺可观的。陈长华靠着这些提供的经验，已经是快要到达了55级，只是传送门的剩余数量不太够了，他只能再购买一些。当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他的传送门到了，而现在还剩下3000多的经验值就能够升到55级。运气好的话，一次的合成就能够让自己提升，但要是运气不太行，那估计得要好几次的合成。反正传送门的数量已经是足够的了，再怎么说都能够到达55级。于是乎，他带着这些破碎的传送门来到了阴阳之地的起始处，这里放着自己的传送门。在几天内进来的玩家都知道这个传送门，但是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使用，而且没人知道是陈长华把传送门放到这边的，毕竟这玩意又不写着名字。融合失败，返还破碎传送门 B7， 返还金币 X19999， 返还经验值 X896。 不到1000的经验值，这是真的少，没办法，只好再继续了。融合失败，返还破碎传送门 L12， 返还金币 X1654， 返还经验值 X17890。 这次就比较恐怖了，直接给了1万多。等级获得提升55，陈长华终于是升到了55级，便迫不及待查看。角色名：枫叶服务器 019S 荒原狼，等级55，生命 151.8万，魔力 134.3万，力量58万，敏捷 51.2万，防御52万，魔法抗性 49.7万，幸运 4.7万。习得技能：血魔法、吸血蝙蝠、淋雨展开、心脏抓取、铁锁连环、亲和自然、酸雨、精神迷惑、元素凝聚。距离下一级经验值1893025，这距离下一级的经验值堪称恐怖，55级到56级的跨步竟然如此之大。不过这不是陈长华现在在意的了，他想的是探查之前不能进去的地方，首先试试自己能不能直接穿过。陈长华转过头，径直走向了空气墙，不出所料，撞上去便不能再移动一步，那就没有什么浪费时间的必要了。他这一次选择了传送门，而传送门像是之前那样将陈长华传送到了空气墙的另外一面之中。这一次他的移动没有受到系统的警告，而是很轻松就前进了一步。终于进来了，自己的地图探索度也从 90% 变成了 90.1%， 这证明自己是能够进来的。这处空气墙是还没开放的区域，只不过陈长华用了一点点特殊的手段才把这件事情完成。那么既然是已经进来了，接下来就可以探索这究竟是什么一个情况了。只见他使出照明技能，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光球，这光球一直跟着他，用走的话几秒钟就出了这个地方，但要是用跑的，不到1秒钟就能够出去，因为这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些。这边道路还没有走几步就一个拐弯，然后直接凹陷了下去。地图不是2层，却胜似2层，很奇妙，但并不是很离谱。陈长华一跃而下，到达了这下面。这地方的结构和空气墙那边的一模一样，然而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还没有激活的传送门。所出现的标记点查看之后发现，这竟然是 BOSS 的刷新地点，世界级别的 BOSS 就是从这里出现的。怪不得外面的阴阳之地找不到大型的世界级别的 BOSS， 原来全都是在这里待着的大。想到这里，陈长华继续往前走，因为很神奇的情况是自己走了好一会才仅只占有这个地图的 91%， 也就是说这么长的时间自己只走了空气墙另一边的 1% 而已。明明这个刷新世界级别的 BOSS 的地方有着这么大的空间，却硬要说是 1%， 有点奇怪。陈长华摇了摇头，不继续管这种事情，而是悬着继续看看这下面到底还有什么东西。等等，到头了。然而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这边竟然直接到头了，刷新世界 BOSS 的房间就是这边的全部了。
剩下的9%哪去了？也没有见到有空气墙再出现了吧？难道高度也算里面？可陈长华就算是爬墙滑翔，在这片空间里面还是没有办法让91%再变高一点点，这让他感到特别奇怪。明明是就剩下最后这一点点空间了，却还是没办法再进一步。陈长华坐在正中间，仔细观察着空间里面的全部，直到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标记，那是一个画着精英牛头的标志。陈长华非常清楚，这玩意是 BOSS 房间。而提到 BOSS 的房间，他有了一种很奇怪的猜想，莫非最后的9%在这个可能是 BOSS 房间的地方？陈长华得知这猜想之后，觉得有些道理。如果 BOSS 房间也算是地图的一部分，也能说明这件事。之前的破碎之地，那棵大树不就是地图的一部分吗？于是陈长华走到这标志的下面，释放了几个破坏地形的技能，发现有一个门框出现在眼前。照着这个比例来算，这个真正的 BOSS 门将会是特别巨大的。他要看清楚全貌，就得仔细把这边全都破坏了才行。3分钟之后，陈长华眼前的是一个10米高的大门，而且这并不是一个 BOSS 房间，而是一个很离谱的副本。副本阴阳9重塔，等级100，推荐人数500人，怪物图鉴未知，通关预计时长未知。陈长华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副本，竟然100级。第141章进入副本。陈长华有些犹豫，他现在坐拥1000人公会，即便里面有1/4是低等级的玩家，那也是有着最高100万的面板，但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在55级的时候面对近100级的公会，而且这还是推荐500人的副本。陈长华若是进去的话，不仅仅是要面对的是几十级的怪物跨度，还要面对的是500人级别的怪物跨度。这样一看的话，就非常恐怖了。坐拥着1000人数值加成的陈长华，在面对这个副本的时候，都觉得不太可能能打过。若是单挑不行，那么叫人一起来就更不可能了。陈长华仔细思考着，却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游戏里面啊，又不是现实之中的副本，自己哪怕是死掉了也能够复活，大不了就掉回34级嘛。副本阴阳9重塔，等级100，推荐人数500人，怪物图鉴未知，通关预计时长未知。如此一来，看着眼前的副本提示，他似乎觉得没有那么可怕了。他觉得自己这么好奇，可以进去看一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于是陈长华伸出了手指，触碰眼前的这个副本大门。副本阴阳9重塔，等级未达标，人数1人，风险评价地狱，通关概率0%。这是检测到陈长华的队伍状态了，现在的确是没有到达100级，人数也只有他一个，有着巨大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若是在现实里面，陈长华肯定就直接跑路了，远离这个鬼地方。但是现实是在游戏里面，复活是能够复活的，那还怕个什么？就算是真如系统给出的评价，觉得通关概率为0%，那也可以进去看看怪物的实力，好能让自己明白究竟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副本的单独通关。想到这里，陈长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进入副本的按钮上点了确认，然后消失在了原地。此刻阴阳之地的地图探索度又变高了，看来陈长华的猜想也没有出现错误，的确是需要他进入到这里面之后才能够完成100%探索。他不知道这100%探索达成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眼下还是专心面对怪物比较好。当他传送进入之后，发现这是一个较大的区域，四周是暗黑色的砖块，结合副本的名字，陈长华觉得这很有可能是在塔里面。再进行一下合理的猜想，这边还很有可能是有着9层的建筑。眼前的怪物等级只有60级，这很有可能是随着层数往上，这怪物的等级会逐步提升。60级倒也能乱杀，这群怪物又不是 BOSS， 陈长华这个面板能够做到轻松碾压，几个技能过去就死了好多只，这一点等级差距还能够接受。陈长华迅速清理着眼前的这一群怪物，由于这边的家伙们战斗 AI 比较智能，所以要费劲进行锁敌，再加上这里的空间还真不小，陈长华花费了10多分钟时间才将这一层干掉。不出所料，眼前出现了一个传送门，这要是进去肯定就到达第2层了。第2层怪物等级65，果不其然，连带着之前的验证也生效了，这些怪物不仅仅的确是升了等级，数量也变得更多。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这些怪物的强度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要是之前的被称为小怪的话，那么此刻在这边的就可以被称作为精英怪。虽然是这么说，但陈长华觉得还是可以战斗，反正现在的这个面板对于精英怪还是普通的怪物都是秒杀的程度，等级也只不过相差了10级，差距造成的效果还没有那么明显。只见陈长华凝聚了自己的元素生物，这些小家伙们一被放出就开始了大杀特杀，20%的面板
仍然能够干掉这些怪物。陈长华站在原地不停凝聚，就能完成战斗。就是速度堪忧，陈长华还是得主动出手帮助一下，这才是在20分钟以内完成了战斗。又一个传送门出现在眼前，显然这一层被通过了。陈长华立刻走了进去，继续到达下一层。第3层 BOSS 等级70，这一层竟然是 BOSS， 陈长华有些惊讶。在眼前的是足足有着7至100人级别的世界 BOSS， 而且还都是70级的。等级的压制还有数量的优势，这些 BOSS 的压迫感十足。然而陈长华没有慌张，他对阵过几百人的大 BOSS， 那么面对眼前的这些，也不是觉得自己没有一战之力。他凝聚元素生物，然后用铁锁连环将这些怪物全都给锁到一起，并使用了心脏抓取和血魔法，一整套伤害打下来非常足够。第3层的强队对他来说也可以接受，不需要任何技巧就擅存使用面板碾压过去。然而他观察之后还发现，这里的怪物之前都没有见过。他觉得自己可能是通过了游戏的 bug， 提前来到了还没有开放的区域，而且还进入了这边的副本，还在打更高级别的 BOSS。 那要是打通关了会怎么样？陈长华很好奇，但是现在才第3层，距离9层还有很远的距离，而且到时候就是100级的 BOSS 了，能不能打得过是很难说的。就算是面板属性高，在面对奇奇怪怪的招式以及各种怪物的围攻，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陈长华深知这一点，于是开始提高警惕，因为下一层就已经到达第4层了，接近于一半的进度。鬼知道在一半的进度之后，怪物的强度会变成怎么样离谱的存在。陈长华想着想着，第3层的7个 BOSS 都倒下了，给了一个小宝箱。这并不意味着副本通关，因为副本的传送门又出现在了这个地方的中央。陈长华收起宝箱，稍作整顿，几分钟之后再次踏入了传送门。而接下来的这个传送门让他进入了第4层。第142章渐入高层。第4层怪物等级75。当到达这一层之后，等级的差距开始体现出来。明明这里都是普通的怪物，陈长华一次攻击虽然能够秒杀他们，但是伤害显示要比之前低了好多。整整20级的差距，从55到75，说不定得用的上半年的练级时间才能达到，期间的时间积累可想而知。因此这种等级差距带来的就是怪物要比之前更加强大。不过还是能够打一打的，因为这层数之中的怪物全部都是普通的怪物，不是精英怪或者 BOSS。 只见陈长华继续凝聚元素生物帮自己战斗，继续进行战斗，同时在脑海里面想着自己究竟能不能靠着现在的情况到达最高的层数。若是这副本真的就只有9层，而且每层会加5级的话，那么第5层就是80级的怪物，而且可能是精英怪。第6层就得是85级的怪物了，按照第3层来看的话，这得是个 BOSS。 第7层是90级的普通怪物，第8层是95级的精英怪物，而最后一层的第9层那就会是100级的大 BOSS 了。还不一定是只有一个的情况，说不定是有着很多个，那样的话这最后一层会很难通过。甚至认真想一想，不只是最后一层，在此之前的第7、第8层说不定都打不过。陈长华现在的等级实在是太低了，只有55级，越级那么多来打对方，还是只靠着自己一个人，非常难。算了，先试试能够打到什么地方吧。陈长华摇摇头，继续进行战斗。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能打到第几层就是第几层，打不过以后再来呗。反正就算是死了，这也是在游戏里面根本不用怕的。第4层怪物已清理完毕，陈长华已经完成了第4层的怪物击杀，接下来面对的是第5层。第5层怪物等级80。这些80级的精英级别的怪物，陈长华一个普通攻击已经没办法做到秒杀的程度，等级差距太大。要是陈长华也是80级，相同的面板的话，肯定是比现在对这些家伙们造成的伤害要高。也不是不能打。陈长华甩甩胳膊，持续的战斗让他有些疲劳，不过现在的情况还是能够接受。这些普通怪物是要比之前强大，但还不至于强大到很恐怖的地步。自己的元素生物打个几下，他再补个刀就能够轻松干掉对方。5只、10只、20只，不停有着怪物死去。然而这里全都是亡灵生物，在高等级的情况下又多加了一个很离谱的特性，那就是被击杀之后有概率复活。虽然说不一定是满血复活吧，但这也让他感到有些厌烦。毕竟一下杀不死，还得眼睁睁看着对方站起来，又得多费力气干掉对方。因此在这一层，陈长华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打完，自己的血量只剩下1/2，魔力值更是只有1/4，装备坏了几十件，元素生物凝聚要消耗的魔力高的吓人。在这一层，陈长华久违感受到了威胁，他坐下来整顿，还好背包里面的东西足够多，够他大补一次。但是在恢复状态的时候，陈长华悲观地觉得自己可能在第6层就要倒下了。没办法，等级、数量、强度自己都已经感受到了乏力，
这个副本的确是按照高等级来设计的，没有点物资储备真的搞不了。等陈长华恢复了状态之后，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85级的 BOSS 了。机制不清楚，对方还有可能会复活，这真的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最少试着能够打通关第6层吧，只希望自己的操作在这些天里面没有下降。第6层，怪物等级85。在这一层的提示里面，怪物等级的85两个字简直就像是鲜血一样红，因为等级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对手还是 BOSS 级别的。咚，没错，5个130人级别的 BOSS， 数量是少了点，但是这等级是很高的呀，足足30级的差距。老实说，陈长华现在都没有信心能够打得过去，仍然是先释放元素生物。这次出现的元素生物，面对这几个大块头，那简直就是在喂鱼。一个元素生物过去之后，被几个 BOSS 围殴致死，完全不给什么反应的机会。恐怖，这真的是很恐怖的情况。陈长华看着他们都要到这一层的天花板了，这可要比第3层的 BOSS 壮士太多了，而且还都是亡灵生物，长相很可怕。砰，技能没有那么花里胡哨，打在身上却是疼得很。这些 BOSS 也返璞归真了，伤害实在恐怖。陈长华必须要靠着走位才能躲过去，否则的话硬扛着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在这里。他仔细思考着对策，使用专门针对亡灵生物的技能，还好是之前在升级职业的时候获得了全属性的入门技能，此刻才能够用出有针对性的攻击。陈长华尝试使用的战略是专门抓着一个 BOSS 先进行攻击，逐个击破。要是分散进行攻击的话，自己还没有击败5个中任何一个 BOSS 就已经会被杀掉了。这样一来真的很蠢，所以陈长华才决定要逐个进行击败。以击杀骷髅骑士85级 BOSS， 陈长华已经成功了1次，这让他信心大增，因为现在的状态还算不错，能够继续进行战斗。这样一看，自己说不定还能从这里打通过去。想到这里，陈长华更加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了。面对剩下的4个 BOSS， 精打细算，看看该怎么样才能够做到逐个击破。技能继续使用，元素生物也在进行着分担火力。陈长华找出每个 BOSS 的弱点，开始集中火力进行攻击。无数技能飞去，对上 BOSS 暗黑色的攻击，在5分钟之后，又一个 BOSS 倒了下去。而现在的陈长华血条还剩下一半。第143章，召集人手。第6层的 BOSS 强度绝对是合格的，陈长华几次失误，险些将自己葬送进去。还好是有着足够的血瓶，还有着血魔法的吸血效果进行支撑，血条估计现在就已经空了。还有一只，现在场上就只剩下一只 BOSS 了。陈长华深吸一口气，调整自身的状态，继续凝聚元素生物出现，然后让其去干扰眼前这个巨大的 BOSS， 自己则使出各种各样的技能进行攻击，这样好歹是能够分担一些火力。砰 BOSS 仍然在进行很普通的攻击，但是这种攻击蕴含了巨大的伤害，陈长华需要很迅速的进行移动才能够躲避开。就这样一边躲一边攻击，差不多得有5分钟，陈长华终于击败了对方。巨大的身躯倒下，他也累得坐在地上。传送门打开了，但是他现在没有任何想要去下一层的想法。血条只剩下了1/6，蓝量也是剩下了1/4，身上还有各种的负面效果，这种情况下还想要继续战斗，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陈长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前往第7层，他一个人能够到达这个层数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存在了。接下来得需要靠着面板和自己强大的技巧，才有可能是通关第7层。然而陈长华觉得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众多普通的怪物，这些怪物的出现会给他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操作空间。怪物数量太多，自己又没有办法秒杀对方，可不就是缩小了自己的操作空间，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想要去到第7层，得做好心理准备才行。10多分钟之后，陈长华终于再次站起身来，现在的状态已经是补满了，可以尝试挑战下一层了。只见他换上武器，一步一步走向这边空间最中间的传送门。当踏入之后，就直接进行了传送，眼睛一睁一闭就来到了第7层。第7层，怪物等级90，这里的怪物等级已经到达了90，已经超出他等级足有35级了。陈长华在一进来之后，就立刻被锁敌，海量的敌人朝着这边冲过来了。他见到这一幕，赶紧靠着自己高速的移动进行躲避，即便是这样，也被怪物的某些技能击中，掉了一些血量。陈长华继续跑，并且凝聚自己的元素生物，再加上自己的技能，几分钟之后才将这边密集的怪物给消去一些。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是，这随后竟然出现了怪物分裂融合。这好几个怪物融合之后，直接就变成了精英怪物。陈长华一下子就吃力起来了，不仅仅是打得吃力，躲得也吃力。这边有着各种各样的减速和减抗，自己身上已经全是负面增益。再看看怪物，还有几百只呢。陈长华意识到了一件事，自己可能撑不下去了，眼睁睁看着血条下降到一半的程度，而怪物们还有一半多的数量，
这怎么打？根本打不了啊！这一刻的等级优势的数量优势实在是太多了，任凭他有着顶天的面板，也没办法做到击杀这么多的怪物。血量剩余 20%， 这是第3次 20% 了。血条一直在来回跳跃，但是这一次陈长华很清楚，这是最后一次了，接下来自己的血量会持续下降。15%、10%、5%，这是陈长华开服以来第一次血条下降到了 5%，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点兴奋。越级500人副本单人挑战，这些都让他觉得很爽，自己已经能够做到这么强大的地步，知道了自己的上限。这份强大已经足以在现实中立足到老死了。然而陈长华经历了这次挫败，却突然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就是通关这个100级500人级别的副本。要是单人的话，短时间内肯定是不可能的了，但要是多人呢？人多起来了，就算是等级低又如何？他觉得要是有着2个面板强大的自己，就能够通关这种副本。想到这里，他打开了自己的公会列表，50级以上的玩家不在少数。又看了看服务器的等级排序，50以上的玩家也有很多。那为什么不发动这些人呢？公会的大家一起打副本的话，他释放增益技能还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而带着这些人先让自己单通，这样的话能够保持大量的战力，直接从第7层开始爬塔，这说不定就能通关了呢。想到这里的陈长华露出笑容，然而眼前的情况已经糟糕到无法理喻的地步。血量剩余 2%， 您受到了重伤效果，您已死亡，将会在15分钟之后重生于破碎之地医疗站。看到这些提示的陈长华没有管，而是在准备写一条帖子。这种帖子那便是号召玩家们与他一起前往这个副本，不管是枫树公会的还是其他的玩家都能参与，甚至这样做还能搞来许多跨服玩家。只要奖励设置成公会仓库的限时转移无限使用就可以了。那些玩家肯定需要，绝对会有很多人，但是这些人得先升到55级才有资格，所以要多等个几天了。陈长华能等，他现在的目标是通关100级别的副本，因为这样足以证明自己在游戏内已经很强大。这份强大影响到现实的话，自己就是最强的。因为假想敌现在已经成了这个9层的塔。您确定要发布此攻略吗？确定。陈长华赶在复活之前就已经写完了相关的内容，把阴阳之地的空气墙与传送门介绍了一下，然后告知了参与后会给什么东西。这奖励非常丰富，公会仓库的转移随便使用，还能在 K 城获得住处，也能够在公会领地免单。可以说只要跟他打了这个副本，别管会死在第1层还是最后1层，所获得的奖励都能让他们收获钱财的同时获得安全，这是很好的交易。第144章群体攻略。当陈长华把攻略发出去之后，无数人感到震惊，因为这阴阳之地的空气墙他竟然进去了，方法竟然是用的传送门，这真不是谁都能有这个财力的。然后跟着陈长华的描述进入里面之后，竟然能够找到 BOSS 刷新地，还能够找到一个副本。当这个副本的完整信息放出来的时候，无数人都感到了震惊。副本阴阳9重塔，等级100，推荐人数500人，怪物图鉴未知，通关预计时长未知。先不说人数的事情，就现在的这个等级，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达到。简而言之，这个副本根本不可能打过。然而陈长华发出来的东西是里面的场景，他竟然一个人进行战斗了，而且独自通关了第1层，这是让无数玩家震惊的最重要原因。那里面的怪物不仅仅是数量多，等级也比陈长华要高，这能打过？假的吧？然而陈长华随后又发布了更离谱的事情，从第1层到第3层的情况，这简直超出认知。在大家的印象里面，他是很强，但应该达不到这种程度吧。然而现在摆在眼前的是赤裸裸的事实，陈长华真的通过了前3层，获得了相关宝箱。随着这一条出现的是他召集玩家的消息，他想要在最近组织一次副本战斗，奖励十分丰富，大家纷纷报名，别管能不能通关，光是这奖励就值得一走。有些人就算是跨服也要参与，但是大家一致决定打不过这9层，因为跨度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是几百号人加上陈长华，大家也很难相信是能够通关。然而当大家怀疑的时候，陈长华又放出来了第4层到第6层，外加在第7层死亡的信息。要是之前1到3层，大家还觉得是他实力超强，加上面板恐怖，还能勉强让人接受。但是当这些信息发出来之后，人们脑海里面就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外挂。真的像是开挂了一样，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可能做到越级的情况下打到第7层？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他却做到了。可当人们仔细一想的时候，这游戏都融入现实了，官方怎么可能会帮助人类给出外挂这种东西？想到这一点的人们在看向陈长华的时候，简直就像是在看神一样。报名的人数疯狂增长，半天的时间就已经到达了400多人。
这其中有本服务器的，也有其他服务器的，等级全都是在48至53之间，毕竟那空气墙那边得要55级才能够过去，报名的大家都得在这个时间内专门升级才好。陈长华看着疯狂增长的报名人数，升起了期待感。再看看自己的工会群聊，直接爆炸了一般，他们也觉得自己的会长相当离谱，一个人能够单通副本到第7层，让整个工会去打这个副本，都不一定能够通过这么多。本以为会长只是足够富，知道的东西多，技巧多一些，再加上天赋好而已。现在一看，这乃是天赋好啊，简直逆天啊！究竟是怎么才能做到如此恐怖的战斗？想不出来，他们根本想不到会长能够使用什么方式完成这些事情的。这对于整个游戏来说都是非常恐怖的。而且，要是这份实力拿到现实里面去了，岂不是能够做到手搓核弹？成员们庆幸自己是工会的成员，而不会变成敌人。大家纷纷进行报名，想要看看会长的力量再加上成员的力量，能不能做到通关副本。几天的时间，许多人的在线时长都变得更多了。这是因为大家需要练级，想要比其他人更早到达55级。因为陈长华准备很快就进行第1次副本通关了。现在这个服务器的人数已经达到爆满的地步，转服的、本服的挤爆了每个练级的区域，甚至连某些平时没人去的地方，现在都有人开始练级。可以见得这次是有多少人想要加入。大家不仅仅是为了奖励，也想看看陈长华究竟能不能做到带领着大家一起通关，而这通关之后又会发生什么。这样的状态持续了1个多月，热度还是不减。现在加入且达到55级的玩家已经是有着700多人了。这些人被细化了职业等等，而且陈长华为了能够在战斗中使用增益范围技能，把这里面不是工会成员的人也给邀请进入了工会。现在服务器内这700多个第1梯队的玩家全部都是陈长华的成员，而且要一起进入副本进行战斗。这可是700多人啊，浩浩荡荡，连传送门都承受不住，需要冷却的时间。这些人愣是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全部来到了空气墙的另一面。这里站着满满的玩家，大家为了热身，还把这边时不时刷新的 BOSS 进行一顿毒打。直到现在所有人都已经聚集，陈长华才一声令下，让大家做好准备。关于进入副本之后该如何做，他这些天已经说了无数次了，因此现在并不需要继续。700人站在副本范围内，陈长华触发了眼前的这个副本，随后就出现了一道光芒，将所有人笼罩进来。第1层，怪物等级60级，60级的怪物还都是普通的怪物，大家感觉很清楚，同时也感受到了陈长华的恐怖之处。随便一个范围技能就能死一片的怪物，这种恐怖的实力的确是能够做到一个人通过第1层。但是这个副本并不是只有第1层，而是有着9层。之前是第7层死去，这一次有了700多人，别说第7层了，第8层都能尝试着通过去。500人100级的 BOSS 现在正在被攻略中，这将是一个里程碑般成就，靠着无数人的热情完成了这一件事情。第2层，怪物等级65，几分钟的时间已经到达了第2层。大家发现这里的确是和陈长华发的一模一样，是精英怪。第145章，将要通关。第2层的怪物等级上去了，大家已经开始出现等级差距造成的影响。好在这种影响并不大，对于大家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程度。但要是这只是第2层啊，这样的怪物属性让大家对陈长华的单通前6层感到更加吃惊。而且这里全都是精英怪物，实在恐怖。不过更加恐怖的还得是陈长华，每一下攻击竟然都能击杀掉一个敌人，这些可都是精英怪啊。剩余精英怪数量27，这一层至少得有90%以上的怪物被陈长华一个人干掉了，其他人想要击杀一只都得要靠着一个队伍的努力。第2层已完成。很快，陈长华带领着大家完成了第2层的攻略，在查找人员伤亡数量的时候，发现到目前为止只有4个人死亡，目前的人数仍然是700多人。陈长华对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就算是这样，他还是让大家在这一层进行休息一下，等一会再进入下一层。因为一件事，这下一层就是第3层了，这里可是有着7个 BOSS。陈长华让700人分成7个部分，这样的话能够把 BOSS 全都分散开，自己就可以做到逐个击破。5分钟之后，陈长华让大家起身，一起进入到这个第3层里面去。只见一道光芒闪过，足足700多的玩家来到了第3层，眼前面对的是7个巨大的生物，这些全都是世界级别的 BOSS， 等级还很高。大家没有惧怕，一进来就按照之前分的队伍开始寻找到 BOSS 目标。陈长华则凝聚元素生物进行帮忙，很快队形就做好了。陈长华便开始了逐个击破，在大家的注视下，他几分钟干掉一个 BOSS， 这是很恐怖的速度，而且是越来越快。陈长华一旦找到状态之后是非常恐怖的。没过多久，第3层也被击破的，大家的手里面都收到了宝箱，陈长华也不例外。然而他并没有给予大家休息的时间，而是下令继续，因为下一层要面对的是普通怪物，
没有太大的威胁。众人没有反对，而是决定跟上陈长华，前往更深处的地方。第4层的怪物等级进一步提升，陈长华还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其他玩家却觉得这个限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劲都进来了，还是要坚持下去。他们也是真的想知道能不能通过最后一层。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还不知道，因为这些层数陈长华自己就能够通关过去，根本不需要依靠他们。大家卯足一股劲，继续战斗。第4层、第5层，无数人死去的第6层，他们已经通过了前6层，接下来要面对的是陈长华都没有完成的第7层。现在的人数已经减少到只剩下500多人。当大家到达这一层之后，脑海里面所想的无一例外全都是想要通关。众人补齐状态，拿上了武器，在触碰传送门之后，全都来到了第7层。这是陈长华独自战斗都没有到达的地方。这边的特点是怪物等级很高，而且数量众多，若是被围殴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摆脱。之前的陈长华在这边差点就要死掉，而现在面临着众多的恐怖怪物，他有了500多号人，这些人还都是他的成员，只要一个范围的增益技能打开，自己就可以获得更显著的提升。咚咚咚，各种爆炸声响，玩家和怪物们已经纠缠到了一起。陈长华先是使用了增益效果，接着对大家所处的地方做出了关键性分析，及时调整队形。第7层的怪物也没有那么可怕嘛。众人继续战斗，陈长华继续进行收割。在这种良好的战斗氛围中，500多人到最后剩下还有400左右。而这一层的怪物的确被全都杀干净了，大家的等级有的都获得了提升。人们欢呼，却没有忘记自己在接下来的时候需要面对什么。要面对的是更为强大的对手，也就是第8层。当到达第8层之后，等级压制已经非常恐怖了，玩家们感觉就像是在拿着木剑攻击穿戴着盔甲的敌人，因为对方全都是精英怪。第8层怪物等级95，这一种怪物等级让无数人感到恐怖，足足超越了40级，这怎么打？然而陈长华还是那样坚定，第一个杀出去。众人见状也不好说什么，纷纷选择冲锋，并且按照之前打精英怪一层的方法进行战斗。陈长华仍然是收割，他们则更多的是释放控制技能或者跑，因为他们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少了，全都要靠陈长华。陈长华有着莫大的压力，不仅要照看好众人，还要攻击精英怪物。听得这边惨叫连连，人数疯狂下降，陈长华不停完善自己的攻击，不停加快自己的脚步，像是闪电一样进行战斗，在各种地方进行着穿梭。半个小时的时间，这边的精英怪才下降到了个位数，而场上的玩家锐减到近200人，这一次直接就把队伍给砍去了1半多。所剩下的这些全都是天赋比较好的玩家，就比如雪梅那种。即便是这样，陈长华也给出了20分钟的休息时间，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最后一层的 BOSS， 绝对得是100级的。这种级别的 BOSS 想要杀掉，那得费点功夫才能做到。场上目前只剩下了接近200人，陈长华想要靠着剩下的这最后的200人完成战斗，完成通关这个9层塔。10分钟过去了，场上的大家恢复了一些状态，转而是激动起来，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第9层啊，就算是没有通关，那也是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为什么不激动呢？众人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这个时候，陈长华却做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他在使用技能，使用各种范围增益的技能，即便是消耗了很多的魔力，也要让这里的每个人增加状态，即便是很消耗魔力也要做，这是为了其他人，也是为了他自己。第146章结束。角色名：枫叶服务器 019S 荒原狼，等级59，生命218万，魔力209.21万，力量78.11万，敏捷73.12万，防御69.1万，魔法抗性67.3万，幸运6.5万。习得技能：血魔法、吸血蝙蝠、领域展开、心脏抓取、铁锁连环、亲和自然、酸雨、精神迷惑、元素凝聚。距离下一级6905378经验值。陈长华召集人手的这些天里面也没忘记升级，再加上扩大了工会，面板已经很高了。现在还有这边的全体增益带来的效果，面板更进一步，关键的数值全部都是接近100万的程度。靠着这些，还有身后这100多的玩家，就算全是炮灰也能发挥一些作用。想到这里，陈长华长舒了一口气，面对眼前的传送门，不再等待，而是选择了传送。现在已经休息了21分钟，想必其他人也应该是完成了休息。第9层怪物等级100，传送之后出现的字体果然是提示着大家，这里的怪物足足有着100级。大家来到这边的场地之后迅速分开，随后全都注视在正中央放着的一个巨大雕像。这雕像的确是很大很大，
比起之前在第6层遇到的 BOSS 还要高大个一圈。哐哐！几秒钟之后，这巨大的雕像发出了古怪的声音。众人继续看去，这东西的表面已经出现了许多道明显的裂痕。毫无疑问，接下来要出现的 BOSS 是得从这个大家伙里面出现的。他们仔细看着，几秒钟之后，眼前的巨大雕像的裂痕更多了。随后血条先冒出来，这个巨大的人形怪物是一个元素生物，9重元素，等级100，推荐战斗人数550。这推荐要战斗的人数是550人，现在场上连200都到不了，而且全部都是60级以下的玩家，这差距可想而知。大家在见到这东西之后，都生出来了恐惧的感觉。然而没有人想要退缩，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还不如拼一拼，反正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陈长华率先出去限时凝聚小的元素生物，然后寻找克制这个大家伙的技能。其他人则是按照计划规定的，想办法吸引仇恨，并且施加控制 buff。大家一路走到这里，早就是配合默契，即便是 BOSS 的攻击砰人就死，他们也认真对待。陈长华是最主要的战斗单位，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能够造成显著的伤害，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看他的位置。同样的， BOSS 的一些注意力也会放在陈长华身上，特别是一些自动释放技能。陈长华吃了不少苦头，这种伤害对他来说也是很恐怖的，硬抗根本不现实。BOSS 血量剩余 90%， 仅仅是打掉了 10% 的血，这边的人数损失就已经有30多，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因为人越少，死的就越快，陈长华很清楚这个道理，所以在手忙脚乱的时候，还得想办法给其他人上状态。就这样，又是过去了好几分钟，他血条下降了1/4，而 BOSS 还有足足 86%。陈长华想要使用卸魔法，但是百分比伤害在面对高等级的怪物时是有着很大的衰减。就像是现在给 BOSS 使用的话，威力只能做到 0.7% 每次。不过这虽然是少，但对比其他的技能还是好了很多的。陈长华认真战斗着，想要趁着自己的状态不错，还有这边人多的情况下赶紧完成。又过了10多分钟， BOSS 的血条终于还剩下1/4，而后又是10多分钟， BOSS 的血条还剩下 60%。然而玩家这边只剩下不到100人了， BOSS 有更多手段可以对付陈长华，这让他感到吃力。这以后又过了半个小时， BOSS 的血条现在还有着 43%， 人类这边只剩下了50人不到。即便如此，大家仍然是热情满满，因为陈长华的状态还不错，这要是一直坚持下去，就算是剩下他一个人，也说不定能够完成这次的战斗。众人把希望全都寄托在陈长华身上，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场上没有其他人，只剩下了陈长华。 BOSS 的血条因为一次狂暴强行干掉了其他玩家，掉血条到只剩下 19%。 陈长华的蓝条还不错，但是血条已经发红，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硬扛着。陈长华必须专心战斗，而这专心之后就使得自己忘记了时间，只剩下肌肉记忆不停躲闪。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陈长华的血量还剩下 5%， 眼前的 BOSS 只剩下了 1%。 在陈长华的卸魔法外加技能的情况下， BOSS 终于死掉了。已通关副本，用时4小时大概。评价 B， 修改评价越级 SSS。 当响起声音显示画面的时候，陈长华终于放松了自己，但是他没有获得任何的宝箱，而是看到了这样一条信息：本服通告，服务器绑定的 K 城所有传送门关闭，怪物等级削弱。这消息一出，整个服务器安静了，随后像是鞭炮一般炸开。这消息说明了什么啊？ K 城彻底安全了，连传送门全部都关闭了。这也就意味着怪物的那一方输掉了，人们赢了。这一次的副本是值得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大家纷纷挑战，但是没有人能成功。100级前能够通关的只有陈长华。于是乎，各个城市开始向着陈长华寻求帮助。他花了整整2年，踏遍了各地，帮助无数城市摆脱怪物危机。即便是100级的其他玩家已经出现，在今天，他终于能够回到自己所在的 K 城，这里有着自己的万人公会，几乎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天空上有着元素凝聚的2个字，会长。